躺好，继续双修。合欢宗，圣女请功。奢华宽敞的玉床上，于希月青丝散乱。混蛋，这都第7次了，你还要？他又羞又怒，瞪着眼前的少年，那肌肤胜雪、曼妙玲珑的身段，还有那张倾国倾城的容颜，只一眼便足以令众生倾倒。此刻，他衣衫凌乱，美目泛红，更添几分惊心动魄的惊艳美。身为合欢宗圣女，于希月向来高贵清冷，如9天玄女般不可亵渎，何曾有过如此狼狈的时候？在他身前的少年名叫陆晨，是他名义上的道侣，也是宗门分配给他用作修炼的炉鼎。若非为了突破筑基中期的瓶颈，他绝不会同意与这个10灵根的废物双修。谁知道，这看似平庸的家伙竟如此凶猛，一连7次，他气息未乱分毫，反而让他浑身发软，连脚趾头都一阵酥麻。你这登徒子！于希月声音发颤，羞愤交加。不是说好就一次的吗？经过合体双修，他确实突破了，一举踏入了筑基中期。可他的初吻，他的元婴之身，全都没了。陆晨神情懒散，拖着下颌，眼眸深处仿佛藏着漩涡，再也不见往日的怯懦自卑，反而带着一丝玩味邪笑。圣女大人不是想要突破吗？身为炉鼎的我自然得尽心尽力伺候。闻言，于希月心头一跳，莫名不敢直视陆晨的眼睛。自从3天前他心情不佳打了陆晨一巴掌，他就彻底变了一个人，仿佛就更换了魂一般，不仅变得巧舌如簧，行为举止更是狂放不羁。偏偏他又因为修为瓶颈，鬼使神差答应了他的双修请求。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于希月强作镇定，冷声开口，这次之后，我会补偿你一些修炼资源，再为你寻一个性情温和的师妹作为双修道侣。你我便去执事殿解除婚契，从此两不相欠。他于家早与云岚宗圣子云傲天有婚约在身，可惜对方一直在闭关。明日云傲天便要出关，只待于希月摆脱陆晨这个废物炉鼎，就能光明正大和他在一起了。以他的绝色之姿、倾世之名，就算失去了元婴之身，仍是青州无数天骄心中的白月光。傲天师兄一定不会介意的。陆晨闻言，邪魅一笑，忽然俯身靠近，炽热的纯阳气息扑面而来。于希月下意识后仰，却被他扣住手腕，解除婚契。他指尖抚过于希月泛红的脸颊，声音低沉：我的圣女大人，尝过了你的滋味，我还真是有些舍不得呢。他眼底似有幽火燃烧，宛如魔尊。别看陆晨是万年难遇的纯阳圣体，可他偏偏是个10灵根的废柴。在这修真界，10灵根就是被天道唾弃的资质，别说筑基了，连多吸点灵气都困难。整个合欢宗上下，谁不知道他一个天生的炉鼎命？像他这种修为低微的炉鼎，也就供一些筑基期的仙子勉强用在网上。呵，纯属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不知怎么了，自从昨夜来了第1次之后，陆晨这家伙简直像一头洪荒猛兽，要了一次又一次，这让于希月羞愤交加。圣女大人，我只是好心帮你稳固修为，宗门既然让我来助你修炼，那我就必须尽职尽责。你都冷落我整整1年了，我还不得加班加点补回来？陆晨俯身在他耳边低语，热气让他耳根发烫。说完这话，陆晨心中冷笑。3天前，他意外穿越到这个修仙世界，成了一个合欢宗的男炉鼎，不仅身具最废10灵根，还一直卡在炼气期第7层，难以寸进，身份地位甚至连个杂役弟子都不如。他原本以为自己拿的是废柴逆袭的剧本，谁知道别说系统了，连个老爷爷都没有，身上更是背负家仇国恨。好在他是合欢宗圣女于希月的专属炉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没有金手指怎么办？那就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呗。陆晨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拿下这个看似高冷实则单纯的圣女。前世身为夜店海王的他，怎么也算个情场高手，对付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仙女还不是手到擒来。他以为自己真要当一辈子的炉鼎工具人，可万万没想到，当他拿下于希月的遗血之后，竟然发现了这具身体里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10灵根不是枷锁，纯阳圣体也并非是天生炉鼎命，他的修为竟然松动了，突破到了炼气8层。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双修变强，踏上另一条无上大道。强压着内心的狂喜，陆晨脸上依然是一副黯然神伤的表情。他低下头，声音沙哑落寞：我知道你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是云岚宗的圣子云傲天吧，我不怪你。他苦笑一声，那笑容让人心碎。真心喜欢一个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我懂，不像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说完，陆晨低下了头。这一刻，于希月的心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他看着眼前这个低垂着头的男人，心情复杂。自己本该恨他，恨他粗暴夺走了自己最珍贵的元婴之身，可为什么看到他这副样子，他的心会这么乱？他明明比谁都清楚，陆晨资质太差，此生筑基无望，是个彻底的废人。可是自从有了肌肤之亲，他惊恐发现，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他的身影，他的气息，不知何时已经蛮横闯入了他的世界，再也挥之不去。回想1年前，刚成为圣女的他，被迫接受和陆晨成为双修道侣。那时多少师姐师妹羡慕他，甚至暗中嫉妒，只因陆晨是罕见的纯阳圣体。可他自己呢，却因为心里那份对云傲天的朦胧好感，一直晾着他，不仅拒绝双修，甚至还对他非打即骂。现在想来，他也不过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罢了。抛开资质不谈，单论品性和体质，他其实是个不错的道侣。如果不是心里先有了云傲天，加之有婚约在身，或许在凝聚金丹之前，他真的会选择与陆晨安心双修最后一次。于西月偏过头，掩饰泛红的脸颊，他声音清冷，听不出丝毫情绪。再双修一次，我的境界便能彻底稳固。话一出口，他心神俱震。天啊，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这还是那个清高孤傲的合欢宗圣女吗？稳固境界明明服用丹药也可以，他根本不需要双修。可不知为何，当看到陆晨那双黯然的眼神时，他就像中了邪一样，鬼使神差就答应了。陆晨神色淡定，嘴角微微上扬，心里乐开了花。他手臂一揽，直接将于西月再次推倒。轻点。于西月瞬间俏脸绯红，声音轻柔，那羞怯的模样与平日清冷的绝世仙子简直判若两人。一番深入交流之后，于西月周身灵气流转顺畅，原本还有些虚浮的气息彻底稳固，灵力更是浑厚了几分。陆晨神清气爽站在床边，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的力量，忍不住暗自啧舌。这纯阳圣体果然恐怖如斯，经历这般折腾，他竟丝毫不觉得疲惫，反而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体内灵力更加精纯。他感觉还可以大战300回合。妈蛋！陆晨心头一跳，该不会这就是老子的金手指吧？专门助各位仙子修炼稳固境界，这差事听起来香艳，可仔细一想，也太辛苦了吧？纯牛马，体力活啊！回想前世，自己身边女人无数，那些女人为他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可色字头上一把刀，最后他终究是命犯桃花劫，因女人而死。没想到再次睁眼，竟然穿越到了修仙世界。说来也很神奇，这个陆晨不仅与他同名同姓，甚至连样貌身高体重都分毫不差，这难道就是命不该绝？他目光落在于西月挺翘的娇躯上，心头一热。像她这样的绝色仙女，实在是令人销魂蚀骨。前世那些开着10级美颜的女明星，连给她提鞋都不配。她不仅貌若天仙，还心思单纯，尤其是那身材，那玲珑曲线，简直是上天最完美的杰作。只可惜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炉鼎工具人，用完之后终究是要被他无情抛弃的。最让他难受的是，他竟然早有婚约在身，心里还装着另外一个天之骄子云傲天，这让陆晨很不爽啊。所以双修时他才这么粗暴。可他陆晨是谁？两世为人，还真就没有他征服不了的女人。看着身边正闭目凝神的于西月，陆晨目光灼热，这圣女可能就是他的机缘啊。自己的金手指岂能容他人染指？答案自然是绝不可能。平心而论，他对于西月并没有任何感情，纯粹是男人天生的好胜心和占有欲在作祟。前世写的教训太过深刻，他用情太深、太杂、太乱，最终害死了自己。陆晨发誓，这一世他绝不会再轻易动心。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摇头晃脑，一句应景的诗句脱口而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旁正在打坐的于西月娇躯微微一颤，美目悄然睁开，眸中闪过一抹复杂，但他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那刚稳固的气息又乱了几分。见状，陆晨心中暗笑，前世用这招骗了多少小姑娘，没想到换了个世界照样好使。看来女人不管是哪个世界的都吃这套。1个时辰后，于西月周身灵气内敛，境界已然彻底稳固。想到两人刚刚一连战斗8次，他又羞又怒，瞪着陆晨。哼，我心里只有傲天师兄一人。他在心中自语，一定是这登徒子的纯阳圣体有古怪，对我有天然的压制。和陆晨双修也不过是为了突破瓶颈。对，就是这样。于西月强行扭过头，不再去看那张让他心绪不宁的脸。
陆晨将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顿时轻松一笑，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圣女大人，我还是更喜欢你害羞时的模样。当然，你这冷若冰霜的样子也别有一番风味，真让人舍不得解除婚契啊。怎么样，不如我们再加个伴？陆晨当然不是在开玩笑，圣女于西月，那滋味实在妙不可言，不仅令人销魂蚀骨，更能助他修炼精进修为。这曼妙身姿，尤其是那丰腴圆润、弧线精心的美腿，光是看一眼都要人老命，实在太馋他的身子了。你！闻言，于西月大怒，这个登徒子借着助他突破瓶颈的由头，花言巧语，说什么纯阳圣体对他修行大有裨益，又是攻心，又是装可怜，稀里糊涂就被他夺走了原因，更是硬生生来了8次，自己竟还好心给他准备了一大笔灵石和修炼资源，如今他竟然还敢如此轻浮地调戏自己，一个小小的炉鼎，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胆量？陆晨，你休要痴心妄想。于西月声音冰寒，今日我们便去执事殿解除婚契，明日就是傲天师兄出关之日，他绝不能让师兄产生任何误会。他与云傲天青梅竹马，两大家族更是世交，他们才是世人眼中的天作之合。看着于西月迅速与自己划清界限的姿态，陆晨并不觉得意外，之前自己确实用了些小手段，才让他情不自禁，如今看来这女人是彻底清醒了。不过那个云傲天就真是他的良配吗？陆晨嘴角微翘，那可未必。你放心，他满脸懒洋洋，我陆晨答应解除婚契，绝不食言指示，你可要想清楚了，一旦解除，你我便桥归桥，路归路，从此再无瓜葛。以后如果你反悔想我了，我可不会吃回头草。他顿了顿，目光略带挑衅，扫过于西月，毕竟我这个人有洁癖，别人碰过的东西我嫌脏。你！于西月差点被他气笑了。陆晨，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我心中只有傲天师兄，我贵为宗门圣女，而你不过一介炉鼎，你我云泥之别，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这番话成功点燃了陆晨的怒火，也彻底激起了他强烈的占有欲。很好，云泥之别，好一个云泥之别。陆晨心中冷笑，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用你最无法抗拒的方式来说话。他不再压制己身，全力催动纯阳圣体，一股灼热的气息在房间里瞬间弥漫开来。他缓缓伸手，直接将于西月揽入怀中。啊！于西月娇躯一颤，感受到那熟悉的气息，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反抗。这是陆晨偶然发现的秘密，只要他全力催动纯阳圣体，对大多数女修而言都有着近乎本能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于西月心中方寸大乱，登徒子，你还想做什么？快放开我！我不行了，我要去找傲天师兄。然而身体的反应却远比嘴巴诚实，陆晨动作强势，根本不容他反抗。啊，你轻点！他娇嗔的声音瞬间淹没在一片旖旎之中。陆晨和于西月经过一番深入交流，第9个回合终于偃旗息鼓。屋内弥漫着暧昧的气息，于西月沉默不语，整理着衣衫，神色复杂。反观陆晨则是一脸神清气爽，悠然自得，暗自回味。不愧是圣女，那滋味真的很润。走吧。于西月强行压下心头异样，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甚至带着几分刻意疏离。我们现在就去执事殿解除婚契。好，走吧。陆晨回答的干脆利落，仿佛期待已久。于西月闻言，心头莫名一刺，竟隐隐有些发堵。他撑着手臂想要起身，谁知双腿一软，竟然有些使不上力气，差点跌倒在床上。哼！他娇哼一声，随即满脸羞愤，瞪着陆晨：混蛋，都怪你，对我实在太粗暴了。陆晨摸了摸鼻子，脸上尴尬一笑，心里却毫无悔意。他确实没有客气，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1年来看尽白眼，受尽委屈，如今好不容易能报复回来，他岂会手软？更何况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以后大概率是吃不上了。此时不好好发泄发泄，更待何时？于西月看着他这副模样，心情更加复杂。如果不是云傲天即将出关，他或许真的会考虑将陆晨留在身边修炼。毕竟他是除了云傲天之外唯一一个不让他反感的男人，反而是一次次让他险些失控沉沦的男人。如今两人经历了整整9次的深入交流，早已知根知底，身体契合度惊人。唯一让他有些气恼的是，这家伙实在太不懂得怜香惜玉，动作凶猛，差点就让他服上疗伤丹药了。在合欢宗解除道侣婚契很简单，宗门风气开放，
弟子间因修炼所需而交换道侣，甚至多人一同修行的情况都屡见不鲜。前往执事殿办理手续，不过是走个过场。很快，陆晨和于希月登记完，顺利解除了婚契。当两人一前一后从执事殿走出来时，天色正好，而于希月的心却沉甸甸的。解脱了吗？可为何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毕竟他马上就要去见青梅竹马的傲天师兄，和他在一起了，这不是他一直想要的吗？可为何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下意识看向身旁的陆晨，这家伙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嘴角甚至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反而是一副解脱的轻松模样。见状，于希月心头的怒火莫名升腾，难道该高兴的不是自己吗？他一个10灵根废物炉鼎，凭什么表现得比自己还有底气？陆晨，于希月强压着不爽，声音轻了，对不起，我心里只有傲天师兄，从现在起你我再无瓜葛，你尽快搬离圣女阁，答应你的灵石已经给了，至于丹药，待丹房炼制好后，我自会派人送去。陆晨闻言笑得更加灿烂，连忙点头，好好，多谢圣女大人慷慨。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目的达成，身体享受了，补偿也到手了，这波血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凭他这纯阳圣体的硬实力，在金丹期以下的仙女圈子里绝对是抢手货。而且他陆晨前世是海王，今生也绝不会当舔狗。唯一有点小遗憾的就是穿越过来才3天，和于希月的婚期体验就到期了，只拿了个一血，还没能对他进行深度开发。要是早点穿越过来，他有的是手段把这个高冷小仙女拿捏得死死的，到时候哪里还有云傲天什么事？看着陆晨一脸惬意，于希月越想越气，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冷声道，记住，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私自来圣女阁，更不准对外宣扬曾助我修炼之事。其实在合欢宗，同门之间结为道侣双修本是常事，纯粹是他自己心思敏感，生怕损了自己在云傲天心中冰清玉洁的形象。明白明白。陆晨满脸敷衍，他这副巴不得立刻撇清关系的模样，彻底刺痛了于希月。他本以为自己贵为圣女，貌若天仙，即便解除婚契，陆晨至少也该痛哭流涕，跪地哀求他不要抛弃自己。谁知对方竟全然不在意，甚至有些求之不得，一股难以言喻的挫败羞恼感涌上心头。他咬了咬唇，终究没忍住，开口问道，你可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陆晨微微皱眉，心里嘀咕，这女人怎么回事？婚都离完了，还磨磨唧唧的，该不会真被自己说服了吧？他嘴角微翘，邪魅一笑，当然有。他立刻换上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于希月美眸瞬间亮起一丝微光，连呼吸都放轻了。你说，我听着。只见陆晨轻咳一声，目光忽然变得无比深情，声音低沉缓缓开口，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对那个女孩子说4个字。这熟悉的台词，这深情的语调，于希月的心跳不由自主地漏了一拍，被他营造的氛围所感染，情不自禁地柔声追问，哪4个字？陆晨猛地凑近，脸上写满认真，一字一顿说道，再来一次。他真的是舍不得啊。于希月这身子肤若凝脂，饱满水润，堪称绝品。前世那些女人都是索然无味的粗粮，这才是让人回味无穷的顶级细糠。你个无耻登徒子！于希月瞬间反应过来，俏脸气得通红，扬手就要打他。陆晨早有预料，顺势一把将他揽入怀中，晃了晃手中的传音令牌，在他耳边温声细语，再见了，我的圣女大人，要是想我了，记得随时给我传音哦。话音未落，他语气一转，带上了几分冷冽。不过我说过，我这个人有洁癖，如果让别的男人碰了你……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唇角勾起一抹邪笑，我是真的嫌脏。说完，不等于希月反应，他转身潇洒离去，没有一丝留恋。闻言，于希月娇躯一颤，僵立原地，在风中凌乱，直到陆晨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尽头，于希月仍然怔怔地站在原地，仿佛一尊仙女雕塑，顿时引来了不少宗门男弟子纷纷侧目。以他那轻视之姿，即便只是站在那里，也自成一片美景，足以令万物失色，让宗门男弟子无不神魂颠倒。快看，那就是希月圣女，好美啊！圣女好像不高兴，你还不知道，方才执事殿传来消息，她已经和那个10灵根的废物陆晨解除婚契了。什么？此话当真？那岂不是说我们都有机会了？一旦激起千层浪，消息如野火般在合欢宗内蔓延。
不少自诩俊杰的男弟子目光狂热，如果能得西岳圣女垂青与他共参双修大道，即便被他吸干修为，他们也心甘情愿趋之若鹜。然而周围的喧嚣和那一道道灼热的目光，于西岳浑然未觉。他的心绪早已被陆晨彻底搅乱。这几日的陆晨与过去1年里他所认识的那个怯懦卑微的废物，简直判若两人。过去的陆晨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他一个眼神就能让他浑身发抖。而现在的他张狂桀骜，眼神里充满了霸道。他不仅粗暴地得到了自己，还一次次用言语和行动撩拨他。可最让于西岳感到心烦意乱的是，面对这样的陆晨，他心底深处竟然生不出半分厌恶，反而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小刺激。是啊，身边所有男人谁不是小心翼翼奉承他讨好他，唯有陆晨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不仅不讨好，反而敢那样欺负他。想到两人双修时那些脸红心跳的画面，他那强势的姿态，灼热的体温，于西岳瞬间感到脸颊发烫，俏脸羞红，娇润欲滴。他慌忙收敛心神，可始终无法压制那颗怦然乱跳的芳心。另一边，恢复自由身的陆晨只感觉浑身畅快。按照合欢宗的规矩，解除婚契后，他有1整年的自由时光。1年之后，要是还没找到合适的道侣，宗门才会出面统一安排。想到于西岳之前提过要给他找个性情温顺的师妹作为道侣，陆晨心头就是一阵火热。在这合欢宗里，当真是掉进了女儿国。门中的师姐师妹，哪个不是风姿绰约的绝色仙子？即便比于西岳稍逊一筹，也远胜前世那些顶流女明星。陆晨顶着无数宗门男弟子仇视的目光，正美滋滋地规划着未来的幸福生活。突然被人从背后狠狠推了一把。走路不长眼啊，废物！一个满脸横肉的外门弟子带着2个跟班，嚣张挡在路中央。此人名叫赵虎，炼气11层修为，平日里就十分嫉妒陆晨。赵师兄，我方才站在原地未动，是你撞上来的。陆晨神色平静，还敢狡辩？赵虎一把揪住陆晨的衣领，满脸狞笑。被圣女抛弃的丧家之犬也配留在宗门？今日我就教教你规矩。四周顿时围上来不少看热闹的弟子，却无一人上前劝阻。就在赵虎举起拳头时，天际突然传来一道剑鸣，一阵沁人心脾的香风弥漫。紧接着一道倩影御剑而来，翩然落在陆晨面前，宛如9天仙女降临凡尘。待他看清来人，眼珠子都看直了。好美，好仙，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她气质空灵出尘，竟丝毫不输于西岳。那精致的五官，那曼妙的身段，陆晨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宗规第3条，禁止同门私斗。女子眸光清冷，你是要自己去执法堂领罚，还是我亲自送你过去？赵虎脸色瞬间惨白。夏师姐，是这个废物仙。陆晨很快就想起了此女的身份，她叫夏倾城，夏家倾力培养的天之娇女，合欢宗真传弟子。在之前的圣女选拔中，惜败于西岳，是宗门内公认的第2圣女。更重要的是，夏倾城和于西岳的关系水火不容，他背后的夏家和于家更是丹药生意上的死对头，关系是同水火。极品，这又是个极品啊！废物！夏倾城唇角微扬，眼底布满寒霜。我夏倾城看上的男人，你也配评头论足？他轻轻抬手，赵虎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3丈外的青石地上，全场一片死寂。先前还幸灾乐祸的弟子们纷纷散开。他看上的男人，陆晨懵了。挖槽！什么情况？小爷，我刚恢复单身，就被这等仙女师姐给盯上了。男孩子在外面果然要好好保护自己啊！但一想到自己必须依靠双修才能快速提升修为，陆晨在心中狂吼：必须拿下！陆师弟！夏倾城嫣然一笑，声如出谷黄莺，酥媚入骨，光是听着就让人口干舌燥。听说你和于西岳已经解除婚契了？挖槽！这谁顶得住啊？陆晨强压住翻腾的气血，努力维持着镇定。回师姐，是的，很好。夏倾城满意点头，语气不容置疑，声音强势。那你以后便做我的道侣吧。啥？陆晨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们现在就去执事殿登记，即刻结为道侣。夏倾城依然是那副高冷的模样。陆晨嘴角抽搐，挖槽，这么直接，这么主动。他本来还摩拳擦掌，准备好好施展一番海王的撩妹技巧，这下倒好，全省了。但转念一想，不对劲啊！这夏倾城虽然也是人间角色，可这性子怎么感觉比于西岳还要高冷，还要霸道？事出反常必有妖。陆晨心中瞬间警惕，这女人该不会是为了报复于西岳，故意把自己骗过去？
然后找几十个如狼似虎的师姐师妹，日夜不停地裁补自己吧。最后自己不堪重负，精尽人亡，变成一具干尸啊！那画面太美，他不敢想，光是脑补一下就让他打了个冷战。不行，必须离这个危险的女人远一点。张无忌他妈说的太对了，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自己刚才差点就被美色冲昏头脑，一脚踏进火坑。怎么？你不愿意？见陆晨愣在原地，夏倾城黛眉微皱，语气强势。陆晨一时语塞。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夏倾城下巴微扬，眸光清冷。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听到这话，瞬间点燃了陆晨的怒火。妈蛋，给你点颜色就想开染坊，真当老子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是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男宠不成？必须把主动权抢回来。他心念微动，满脸受宠若惊，语气温顺。哼，倾城师姐貌若天仙，能得师姐垂青，师弟我求之不得啊。听到这话，夏倾城嘴角微翘，心中冷哼。果然，天下男人都是一路货色，他夏倾城何等骄傲！眼见死对头于西岳找了个万年难遇的纯阳圣体做道侣，他岂能甘心落后？这一年来，他寻遍宗门内外，青州那些所谓的天骄俊杰，没一个能入他眼，尽数被他无情拒绝。如今宗门长老屡次施压，毕竟合欢宗功法需要靠着男女双修方能精进，他迟迟不结道侣，已然影响了修行进度。而恰好这时，于西岳竟然主动放弃了陆晨，既然他不要，那自己便接手，既能与纯阳圣体双修加速修炼，又能狠狠恶心于西岳一番，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他夏倾城绝不会在任何方面向于西岳低头。好，你上来吧。夏倾城行事干脆，素手一探，不由分说，直接将陆晨拉上了他那柄流光溢彩的飞剑。近距离看着夏倾城，陆晨心头不禁一跳，美，太美。那是一种与于西岳截然不同的美。于西岳是清冷孤高的雪莲，而夏倾城则是一朵娇艳欲滴、风情万种的玫瑰，眼波流转间自带一股撩人心魄的魅意。嗡，飞剑骤然腾空，破风而去。啊呀！陆晨故作惊慌叫了一声，双手顺势就紧紧抱住了夏倾城柔软的柳腰，手掌更是不经意贴在他平坦的小腹上。你干什么？夏倾城娇躯一僵，愠怒道：还从未有男子敢如此大胆触碰他。曾经有个男修就因为用轻浮的目光多看了他2眼，就被他弯曲双目。陆晨整个人几乎都贴在了夏倾城背上，声音带着颤抖：师姐，飞慢些，我恐高头晕，想吐。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脸埋在他散发着清香的发丝间，深深吸气，手上抱得更紧。反正我们马上就是道侣了，提前熟悉一下，不过分吧？说着，他那双不安分的手就开始悄悄游移起来。夏倾城强忍着将他踹下飞剑的冲动，深吸一口气，忽然转移话题，声音冰冷：你说我和于西岳谁更美？陆晨嘴角微微抽搐，果然女人就喜欢来这一套。他心中咯噔一声，脑海中瞬间闪过于西岳的娇羞模样和夏倾城的强势，飞剑之下是万丈高空，这就是一道送命题啊！陆晨心中一喜，有戏，这女人好像比于西岳更好搞定啊！他毫不犹豫，语气笃定：这还用问？当然是风华绝代、举世无双的倾城师姐你了。于西岳那种冰块，连给你提鞋都不配，油嘴滑舌。夏倾城轻哼一声，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报警了，摔下去我可不负责。好嘞。陆晨得寸进尺，整张脸几乎都埋在了他幽香的青丝间，心中暗爽，好香，好软。然而很快夏倾城就发现这家伙的动作越来越放肆，简直是在他身上摸索起来了。登徒子，你的手在干什么？他再次出声呵斥，只是这呵斥听起来威慑力不足，嗔怪有余。陆晨立刻换上委屈巴巴的语气：倾城师姐，这真不能怪我，你实在太美了，师弟情难自禁啊。你不知道于西岳那个女人毫无情趣，碰都不让我碰一下，我实在是憋坏了。哦，是吗？夏倾城闻言，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竟默许了他的行为。罢了，摸就摸吧，反正你很快就是我的男人了。陆晨直接无语，他嘴角再次狠狠一抽，这女人也太开放，太主动了吧？她该不会是辆公交车吧？于西岳至少原因尚在，是完璧之身，可他自己是真的有洁癖啊。身为前世纵横情场的顶级海王，他陆晨是绝对不坐二手车的。顿时他心中的欲火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熄灭了大半。
那双不安分的咸猪手也瞬间老实了许多。怎么不摸了？你可是我见过最大胆的卢鼎了。夏倾城似乎有些意犹未尽，竟出言调侃。接下来的交谈更让陆晨心头警铃大作，这女人竟然打算登记完后立刻就带他回洞府深入交流。妈蛋，原则问题绝不能妥协，说不坐二手车就坚决不坐。你放心，跟了我定会好好待你，绝不会像于西月那般冷落你羞辱你。途中夏倾城信誓旦旦保证。陆晨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这感觉怎么好像自己是个被霸道总裁看上的小女人，正在被强势追求呢？角色完全反了啊，这让他非常不爽。嗡，飞剑稳稳停在了宗门执事殿的大门前。走吧。夏倾城动作自然地拉起他的手，语气轻快。你我去登记，结为道侣。陆晨嘴角疯狂抽搐，心里已是万马奔腾。妈蛋，怎么办？这简直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自己一个练气期的小卢鼎，真是命运多舛。看夏倾城这架势，还有开放程度，跟了他指不定要怎么被折磨呢，说不定还有2房3房4房呢，自己还得去宫斗争宠。想到这里，陆晨感觉很恶心。等等，倾城师姐。在踏入殿门的前一刻，他猛地停下脚步。师弟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我这点微末修为和废物资质，实在配不上师姐你的天人之姿。你说什么？夏倾城眸光一寒，周身气息瞬间冷冽。他承认选择陆晨最初主要是为了恶心于西月，但当他听说于西月借此突破了筑基中期，他确实也需要陆晨的纯阳圣体来助自己突破瓶颈。陆晨被他骤然爆发的气场吓了一跳，这女人简直就是个霸道的御姐，连他这个前世海王都被瞬间镇住了。妈蛋，豁出去了！他强自镇定下来，挺直腰板。倾城师姐，我刚和于西月解除婚契，按照宗门规矩，我享有1年的自由择偶权，你若想与我结为道侣，还请排队，1年之后再议。闻言，夏倾城不怒反笑。曾几何时，有哪个男人敢如此对他说话？于西月用过的这个道侣果然有点意思，非但没有让他厌弃，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烈的征服欲。少废话！夏倾城懒得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说吧，你想要什么条件？灵石、丹药，只要我能做到的，都可以答应你。这……陆晨一时语塞，被这直球打得有点猛。自己真的就这么抢手？这女人到底看上自己哪点了？但话已至此，他知道自己根本没资本拒绝。无权无势，修为低微，对方若用强，自己最终也只能沦为他的裙下之臣。我要灵石，还要很多丹药。陆晨心一横，索性狮子大开口。他的石灵根靠自己修炼就是死路，只能靠海量资源硬堆，那数目足以拖垮一个小家族。夏倾城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可以，我给你10万下品灵石，100瓶聚灵丹，如何？成交！陆晨心脏狂跳，立刻答应。没办法，他给的实在太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很好，那我们便去登记吧。夏倾城做事雷厉风行。等一等！陆晨灵机一动，赶忙说道：我还有些行李在于西月的圣女阁，不如师姐你陪我去取一趟。我想与于西月彻底做个了断，干干净净与你结为道侣，免得日后再生出什么误会因果。夏倾城美目流转，瞬间看穿了陆晨的小心思，但他非但不恼，反而觉得正中下怀。可以啊，他嫣然一笑，带着几分妩媚。那你待会儿可要抱紧我了，正好让于西月看看，好好气一气他。好啊！陆晨嘴角微抽，这女人的好胜心也太强了。不过他喜欢。飞剑破空，瞬息便至圣女阁。于西月并不在，陆晨轻车熟路，带着夏倾城直进入他的寝宫。刚一踏入内室，夏倾城的俏脸便是一沉。只见寝宫内一片狼藉，显然还没来得及收拾，正是陆晨和于西月之前的战场。华丽的玉床上轻纱凌乱，甚至还能看到几件破损的不堪入目的贴身战衣，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旖旎暧昧的气息。陆晨老脸一红，尴尬的脚趾抠的硬着头皮开始收拾。你特意带我回来一趟，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些，看你和他留下的痕迹。夏倾城的声音冷了几分，明显不高兴。陆晨立刻厚着脸皮开始表演，语气委屈。是啊，师姐你有所不知，那个女人为了提升修为，一次又一次的猜捕我，简直不把我当人。如今她突破了，就把我一脚踢开，我就这么点家当，总得拿回来吧。夏倾城听他这么说，脸色微变，语气也缓和下来。你放心，跟了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灵石丹药，修炼资源管够。闻言，陆晨心中一阵激动，这女人好像还挺好。
而且，夏倾城话锋一转，抛出一个更诱人的筹码。我听说你在陆家受了不公平待遇，只要你好好表现，本仙子未必不能替你讨回公道。闻言，陆晨心头猛地一震，原主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本是青州庆云程陆家名正言顺的少家主，父亲陆云天身为家主，却在一次秘境探索中意外陨落，母亲也随之下落不明。而他这个曾经的少主，仅仅因为被测出是万中无一的废柴石灵根，就被二叔陆云海狠心逐出家族。那些曾经对他阿谀奉承的族人，转眼间就将他视若敝履，好一个雀巢鸠占。陆晨攥紧拳头，骨节发白。那些被夺走的家产，被霸占的府邸，还有那些落井下石的嘴脸，此刻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后来他流落街头，险些饿死荒野，还是合欢宗一位长老偶然发现他身具纯阳圣体，这才将他带回宗门，当做一个炉鼎培养。既然我继承了你的身体，陆晨眼中寒光闪烁，那些欠你的、害你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此刻听到夏倾城提及此事，他心头不禁一暖。这女人虽然总是若即若离，却是在这世上第一个主动说要为他讨回公道的人。这份心意他记下了。怎么，你不信？夏倾城看着他，继续抛出优厚条件。你放心，与我结为道侣后，我只需你辅助我修炼即可，绝不会像于西月那般粗暴的裁捕你。待哪日我内心真正接受你了，才会与你真正双修，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听到这话，陆晨恨不得立刻拉着他去执事殿登记。这下倾城也太好了吧，不仅给灵石给资源，还帮自己报仇，甚至还尊重自己的身心健康，给了缓冲期。如此贴心又豪气的绝世尤物，还用犹豫吗？夏倾城也在暗中观察陆晨的反应。通过他的调查，这个陆晨解除婚契后似乎性情大变，而于西月解除婚契后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更是让他确定这个男人他抢对了。等于西月后悔莫及，看见陆晨成了自己的道侣时，那场面一定精彩至极。他凑近陆晨，吐气如兰，声音带着蛊惑：陆晨，想和本仙子真正双修，就看你的表现了。若是你能将于西月气出心魔，那我便应了你，日日夜夜伺候你，又如何？陆晨心中直呼好家伙，原来这女人还存着这个目的。不过于西月心里只有那个云傲天，自己凭什么能成为他的心魔？但转念一想，这几日自己的心情耕耘，或许真在他心里留下了点什么万一呢？他脸上浮现出一抹邪魅的笑容，目光灼灼地看向夏倾城。那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让倾城师姐得偿所愿。夏倾城娇媚一笑，满意地点点头。你很不错，孺子可教。就在陆晨与夏倾城各怀心思，达成协议之际，远在千里之外的于西月正怀着全然不同的心境奔赴另一场相会。他驾驭日航万里的飞行法宝月华灵绸，直奔云岚宗方向而去。他此行的目标明确，去见那位闭关5年名动青州的云岚宗圣子，与他有婚约在身的云傲天。合欢宗圣女亲临云岚宗的消息，如同投入镜湖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快看，是合欢宗的西月仙子！天啊，她比传闻中还要美上3分。若能得仙子垂青，我愿散尽100年修为。山门之外，无数云岚宗弟子与往来散修纷纷驻足，目光痴迷看着那道绝美身影。更有甚者，目光贪婪，喉结滚动，口水横流。于西月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他平日深居简出，但今日他要让整个青州都知道，他与西月未来的道侣唯有云傲天。只是随着云岚宗的山门越来越近，他的心却莫名纷乱起来。5年未见，不知傲天师兄修为精进到何等地步。然而越是接近那个思念了5年的人，另一张玩世不恭的脸就越是霸道闯入他的脑海。陆晨那混蛋的邪笑，强势的拥抱，灼热的体温，竟如心魔般疯狂涌现，挥之不去。不，我在想什么？于西月用力摇头，指尖深深掐入掌心，用疼痛让自己清醒。我心中唯有傲天师兄一人，他才是与我并肩之人。陆晨，你不过是个废物炉鼎，凭什么扰乱我心绪？就在他心潮翻涌之际，嗡！一道恢宏磅礴的灵光自云岚宗后山冲天而起，映照苍穹。磅礴威压让方圆100里的修士都为之心神震颤。云傲天出关了，他早已感知到于西月的气息，身形一闪，便如谪仙临世般出现在他面前，速度快到极致，身法潇洒不凡。这一幕顿时让云岚宗内无数仰慕云傲天的师妹们心碎了一地。凭什么？傲天师兄是我们的。就是她一个合欢宗出身的女子，怎配得上我宗圣子？圣子师兄不要被他迷惑啊！只见云傲天负手而立，面容俊朗，剑眉星目，周身道韵流转，气度超凡。一袭白衣不染尘埃，
唇角含着温润笑意，俨然一副天命所归的正道领袖模样。见状，于希月俏脸微红，心头泛起一丝涟漪。果然，他爱的还是云傲天师兄。他可是万中无一的天灵根修士，修为高深，气度不凡。陆晨那个10灵根的废物，拿什么跟他比？5年不见，于希月出落得越发倾国倾城，那惊世的美貌让见惯美人的云傲天也不由看直了眼。他压下心头的悸动，含蓄一笑，风度翩翩一拱手：“希月师妹，久违了。”傲天师兄。于希月盈盈一礼，声若黄莺。云傲天心中早已激动难耐，太美了。而且他早就听闻于希月身怀特殊体质，若是能与他双修，对自己的修为定有极大好处。今日他就要向所有人宣告，这个绝世尤物属于他云傲天。想到这里，他自然而然地微微抬手，想要将眼前的美人揽入怀中，尽显亲密。于希月原本心中满是期待和娇羞，然而当云傲天的手即将触碰到他的瞬间，他脑海中竟然不受控制浮现出陆晨那张桀骜不驯的脸，还有他那句霸道至极的话，如同魔咒般在耳边回荡：“我这个人有洁癖，如果让别的男人碰了你，我可是真的会嫌脏。”于希月娇躯猛地一颤，几乎是本能的闪身后退，避开了那个期待的怀抱。云傲天目光一沉：“怎么回事？”按照常理，于希月对他痴心一片，自己无论是家世、天赋，还是在这云岚宗的地位，都是顶尖。他不该是这般反应才对，莫非是女儿家害羞了？于希月自己也愣住了，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陆晨，你个登徒子，到底对本圣女做了什么？他在心中呐喊：为何我满脑子都是你？你莫非在我道心中种下了心魔？想到这里，他俏脸瞬间煞白。修仙之人最忌心魔，一旦滋生，轻则修为停滞，重则走火入魔，后果不堪设想。可恶，都怪那个该死的陆晨。为了掩饰失态，他连忙开口：傲天师兄，此处人多眼杂，不如我们找个清静之处说话。云傲天闻言，脸上恢复儒雅笑容，心中却冷笑：哼，果然是在害羞，还跟我玩欲擒故纵这套。下一刻，两人化作2道流光，敛去修为，驾驭飞行法宝破空而去。希月师妹，我闭关多年，早已辟谷，不过听闻山下青兰城的酒菜乃是一绝，不知可否赏光共饮。云傲天闻声邀请，自觉安排的颇为风雅浪漫，但他心中却冷笑连连。合欢宗的女子果然个个媚骨天成，惯会装腔作势，待几杯灵酒下肚，看你还能否保持这副清高模样。但凭师兄安排。于希月勉强一笑，既然如此。云傲天很是自然地伸出手：师妹与我同乘一剑便可，也方便指引方向。说着便又要去拉于希月的手，于希月却是娇躯一颤，如同触电般猛地将手缩回。师兄不必麻烦，我自己飞行就好。不知为何，此刻他满心都是陆晨那个混蛋的身影，对于其他男人的触碰竟生出一种本能的抗拒。这一定是心魔，而且是很严重的心魔。云傲天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鸷，但转瞬便又恢复了那副温文尔雅的绅士模样。然而在他心中已是怒火翻腾，恶狠狠地咒骂道：给脸不要脸的贱人，这里都没人了，还跟本圣子装什么清纯玉女？不过是个合欢宗出来的货色，若不是看你上有几分利用价值，本圣子岂会看得上你？与云傲天并肩飞行，于希月却只感到一阵难言的空虚。他下意识地回首望向合欢宗的方向，心里没来由一紧。宗门内是发生了什么吗？为何我竟有些不安？很快，两人很快便来到了青州最繁华的青兰城集市。街道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好不热闹。云傲天特意选了城中最好的酒楼，在最高的雅间落座，窗外视野开阔，能将半座城池的风光尽收眼底。几杯灵酒下肚，云傲天看似随意开口，眼底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希月师妹，我听闻你之前在宗内有一位炉鼎道侣，还是万中无一的纯阳圣体。于希月心中一紧，夹菜的指尖微微发白。是，不过师兄放心，我与他早已解除婚契，再无瓜葛了。他强作镇定，心中却已掀起惊涛骇浪。若是傲天师兄知道他的元婴之身已失，还是被陆晨那般粗暴夺走，他会不会嫌弃自己？死陆晨，臭陆晨，全都怪你。他只能在心底狠狠咒骂那个让他方寸大乱的男人。很好，云傲天嘴角微翘，语气温和。看来希月师妹心里始终装着我，真是委屈你了。这话如同无形的鞭子抽在于希月心上，让他愧疚的几乎无法呼吸。然而云傲天话锋一转，看似关切追问：
我还听说师妹之前一直卡在筑基中期瓶颈，近日却顺利突破了。完了！于西月娇躯一颤，心中一慌，他果然在意，他定是猜到了什么，否则为何偏偏追问此事？他对陆晨的恨意此刻达到了顶点。见他神色慌乱，云傲天心中已然一沉，眸底瞬间接满寒霜。看来传言非虚，这贱人果然与那纯阳圣体双修了。一股被玷污、被背叛的暴怒在他胸中翻涌。他云傲天看中的女人，竟被一个低贱的炉鼎捷足先登，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他脸上依旧维持着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甚至连语气都没有任何变化。既如此，不如将你那前任道侣请来一叙，他记住你突破，于情于理，我这个做师兄的都该好好补偿他一番才是。于西月闻言，脸色瞬间煞白。不必了。他慌忙拒绝，婚期已解，他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废物，我已经给过他补偿了。呵，欲盖弥彰。云傲天心中冷笑，杀意已决。他几乎可以断定，于西月的原因必定是被那纯阳圣体夺走了。身为云岚宗圣子，未来的正道领袖，他岂能容忍自己的女人身上留下别的男人的痕迹？此子必须死！师妹何必推辞？他语气依旧温和，却带着一丝强势。我云傲天向来恩怨分明，他照顾了你，我若不亲自答谢，心中实在难安。于西月彻底慌了神，心乱如麻。他不敢见陆晨，他怕一见到那个混蛋，自己勉强维持的冷静就会彻底崩溃，又会在他面前露出那般不堪的模样。西月师妹，云傲天目光深情专注，你要知道，在我心中，从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人，你的一切因果皆因我而起，为了你，我愿付出任何代价。若是以前听到这等情话，于西月早已感动得无以复加，可此刻不知为何，他只觉得一阵莫名的虚伪和恶心涌上心头。他强迫自己压下这份不适。不，我喜欢的是傲天师兄，一直都是。西月，云傲天图穷匕现，如今我已出关，自当护你周全。待我们结为道侣后，你便脱离合欢宗，来我云岚宗吧。于西月如遭雷击，方寸大乱。并非他不愿离开合欢宗，而是一旦离开，岂不是再也见不到陆晨了？这个念头如同魔咒般窜出，让他感到一阵羞耻和恐慌。我这是怎么了？他不过是个连杂役弟子都不如的废物炉鼎而已。就在于西月心慌意乱，不知该如何婉拒之际，却猛然看见邻桌两道熟悉刺眼的身影。他脸色大变，手中茶杯掉在桌上。那两人，一个是他恨之入骨却又挥之不去的心魔陆晨，另一个则是他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夏倾城。他们怎么会在一起？两人在靠窗的雅座相对而坐，陆晨谈笑风生，夏倾城巧笑嫣然，俨然一对璧人。这一幕刺痛了于西月的眼睛。夏倾城眼波流转，故意夹起一块灵扇，轻昵送到陆晨嘴边：“陆师弟，尝尝这个。”陆晨淡然张口，怡然自得。这一幕险些让于西月破防，这自然是夏倾城故意的，他就是想试探于西月的反应。陆晨也想看看于西月心心念念的那个云傲天师兄到底是何等风采。于西月心头猛地一抽，酸涩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为什么？明明他只是一个废物炉鼎，为什么看到他与其他女人亲密，心会这么痛？一定是心魔作祟。对，一定是这样。他强迫自己移开视线，指尖却因用力而发白，好难受。明明解除婚期时，他答应要给陆晨找一个温柔师妹做道侣的，可当真看见他身边有别的女人，内心就无比抗拒。西月师妹，云傲天温润的嗓音将他拉回现实，语气森冷。看来有些人是专程来给你难堪的。说话时，他的目光却粘在夏倾城身上。太美了，这女子姿容绝世，竟丝毫不逊于西月。若是能左拥右抱，将两女都收入房中，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她是夏家天骄夏倾城。于西月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声音冷淡：“绝非陆晨这等废物能够高攀的。”哦，云傲天眉头微挑，纯阳圣体果然对女修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这废物何德何能，竟能让如此角色相伴左右？一股嫉妒和愤怒的情绪在胸中翻腾。陆晨必须死！他眼底杀机一闪，脸上却依旧是翩翩风度。此子竟敢带着新欢来羞辱你，我这个做师兄的岂能坐视不理？说着，他周身灵力暗涌，竟是打算当众出手。不必了，师兄。于西月急忙阻止，我与他的因果已了，今日之事定是夏倾城刻意为之，想要离间你我。他太了解这个死对头了。云傲天闻言，嘴角微翘，原来如此，这般绝色仙子
怎会真心委身一个练气期的废物？既然不是真情实意，那自己便有机会了。他整理了一下衣袍，脸上重新挂起那副无可挑剔的温和笑容，竟是起身朝着灵桌走去。这位仙子，在下云岚宗圣子云傲天。他朝着夏倾城潇洒一礼，目光灼灼，不知是否有幸能与仙子交个朋友。谁知夏倾城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仿佛眼前根本没人。他巧笑嫣然，又夹起一块灵扇，亲自送到陆晨唇边。陆师弟，再尝尝这个。云傲天伸出的手僵在半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贱人，该死，给脸不要脸！还有这个废物陆晨，必须死！他心头怒火翻涌，脸上却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转而端起酒杯看向陆晨。这位就是陆晨师弟吧？呵呵，相逢即是有缘，承蒙陆师弟这1年来对西月的照顾，这杯酒我敬你。话音未落，他袍袖下的手腕猛地一抖，杯中清酒看似平常，实则已被他暗中灌注了精纯霸道的筑基后期灵力，化作一道无形气剑，直射陆晨丹田。这一下若是击中，陆晨即便不死，丹田也必定被震碎，彻底沦为废人。小心！于西月俏脸瞬间煞白，心中惊呼，想要阻止却是来不及。他万万没想到，云傲天竟会如此狠毒，公然对陆晨下死手。陆晨也是心头一紧，感受到那致命的威胁，却根本无力躲闪。妈的，玩脱了！这家伙好硬！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冰冷的哼声响起，一旁的夏倾城眸中寒光乍现。想动我的人，问过本仙子了吗？他甚至无需动作，只是心念微动，唰，一道黑影如鬼魅般闪现，精准挡在陆晨身前。那道蕴含恐怖灵力的气劲被来人轻松化解。那黑影对着夏倾城一躬身，周身散发出的赫然是金丹期修士的威压。陆晨顿时松了一口气，后背惊出一身冷汗。好险，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果然，抱紧富婆姐姐的大腿才是王道。于西月也愣住了，看着安然无恙的陆晨，心中竟也莫名一松，随即他又被自己这诡异的反应惊到。我怎么会担心那个登徒子？云傲天瞳孔一缩，脸色难看至极。他死死盯着那名金丹护卫，心中骇然。这陆晨在夏倾城心中竟有如此分量，连贴身金丹护卫都为他出手。云傲天，夏倾城的声音冷得像冰，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动我夏倾城的男人？他玉手轻轻一挥，那道黑影心领神会，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刻，砰！一声闷响，云傲天甚至没看清对方如何出手，整个人就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砸碎了一张桌子，口中鲜血狂喷，狼狈不堪。于西月彻底呆在原地。按照常理，他此刻应该心急如焚地冲上去扶起云傲天才对，可为什么看着他那副惨状，他心底竟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畅快？特别是听到夏倾城当众宣称陆晨是他的男人时，他更是瞬间慌了神。不行，陆晨应该是我的，打得好！倾城师姐威武。陆晨则是激动的差点跳起来，心中狂呼解气。这霸道护短的劲儿，他太爱了。夏倾城回眸对他嫣然一笑，那笑容足以令万物失色。他红唇轻启，声音轻柔：我说过，跟了我，绝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云傲天捂着胸口，艰难起身，脸色惨白如纸，气息紊乱。他这副狼狈模样，再也掩饰不住体内的气息。于西月和夏倾城身为合欢宗弟子，只一眼便看出端倪，这分明是纵欲过度、元阳亏空之象。别说他们，就连陆晨这个练气期都看出来了。于西月只觉得耳边嗡的一声，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这真的是那个自己痴恋多年的傲天师兄吗？你就是云傲天师兄吧？陆晨故作关切，语气却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西月可经常在我面前念叨你呢。不过看师兄这脸色啧啧，都是同道中人，可得注意身体，要懂得节制啊。你！云傲天胸口一堵，险些喷出一口老血。这个废物竟敢当众羞辱他！他明明用秘法遮掩了元阳亏空的气息，怎么可能被看穿？你胡说八道什么？云傲天怒目而视，语气心虚。陆晨轻蔑一笑，悠闲地往夏倾城身边靠了靠。有这位绝美师姐撑腰，他怕什么？见状，于西月又羞又怒，这个登徒子竟敢牵下倾城的手。夏倾城心中畅快极了，红唇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于西月，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不怎么样。你心心念念的傲天师兄，背地里不知玩得多花你，现在后悔抛弃陆晨了吧？他笑得花枝乱颤，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于西月心上。于西月神色复杂地看着云傲天，心中信仰正在崩塌。
这个面色虚浮、气息紊乱的男人，真的是他心心念念的傲天师兄吗？陆晨见状，趁热打铁，故意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道：“要我说，云师兄真是好父亲，毕竟咱们圣女大人那可是真的很润啊。”陆晨，于希月彻底炸了，俏脸涨得通红。他还没答应云傲天呢，这个混蛋竟敢当众说这种话。云傲天更是暴怒，杀机毕露：“陆晨，你找死！”眼看火候差不多了，夏倾城优雅起身，亲昵地挽住陆晨的手臂：“好了，陆师弟，咱们就别打扰人家叙旧了。”说完，他便拉住陆晨，转身就要走。于希月心头猛地一紧，一股说不清的慌乱涌上心头。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这个混蛋才跟他缠绵了9次，转头就能和夏倾城谈笑风生，简直无情无义。可为什么他会这么害怕被他误会？等等，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陆晨，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你还想不想要聚灵丹了？”他强作镇定，努力维持着圣女的姿态：“我说过会为你寻一位温柔体贴的师妹做道侣，你可不能在外面乱来。”这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他凭什么管他？他们明明已经解除婚期了。陆晨闻言差点气笑了，这女人什么意思？都离婚了还管这么宽？要不是夏倾城就在旁边看着，他真想立刻催动纯阳圣体，把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按在墙上，让他好好回忆一下谁才是他的男人。要怎么不要？他压下心头的火气，故作轻松一耸肩：“那就麻烦圣女大人尽快给我送来吧，师弟我可是翘首以盼呢。”“你放心。”于希月咬着唇，等我瑜伽练治好了，自然会派人给你送去。看着于希月那副明明很在意，却非要强撑的模样，陆晨心中一阵暗爽。莫非这个女人是真的被自己拿捏住了？他勾起嘴角，故意试探：“很好，那就提前祝福圣女大人和云师兄永结同心，早生贵子。”这话如同最锋利的针，狠狠扎进于希月的心口。他娇躯猛地一颤，脸色瞬间苍白。祝福？他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自己真的要和云傲天结为道侣吗？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恐慌。此刻他身上还残留着与陆晨激烈修炼的痕迹，每一处都在灼烧他的理智。而这个狠心的登徒子竟然能如此绝情，他真的好狠心。前身那个窝囊废或许会对于希月心软，但陆晨绝不会。他可是纵横情场的海王，最懂得及时止损。更何况他身边已经有了夏倾城这样的角色，又仙又玉，还自带金丹护卫，安全感爆棚。于希月不过是个极品前任罢了，当断则断。看着陆晨与夏倾城并肩而立，甚至一同御剑离去，那亲密无间的姿态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于希月的心口。那本该是他的位置，一股强烈的悔意瞬间淹没了他，让他几乎喘不过气。希月，云傲天压下心中的烦躁，勉强维持着风度：“你随我回洞府吧，我有礼物送你。”他伸手想去拉他，却被于希月触电般躲开。抱歉，傲天师兄。他避开云傲天的目光，声音带着一丝疏离：“我还有些要紧事必须去处理。”云傲天眉头紧皱，强忍不快：“什么事比你我重逢更重要？”于希月眼神闪烁，下意识捏紧了衣角，低声道：“我还得去给陆晨送答应他的聚灵丹。”又是陆晨这个废物。云傲天脸色阴沉如水，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恨不得立刻用强将于希月带回洞府狠狠裁捕，但理智告诉他不行。合欢宗的功法特殊，若非心甘情愿，双修效果将大打折扣。他卡在筑基后期已久，元阳亏空，迫切需要于希月特殊的元婴之体来突破瓶颈。忍，必须忍。他深吸一口气，硬生生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好，那你早去早回，我等你。”见云傲天应允，于希月如蒙大赦，心中却更加复杂。傲天师兄还是这般大度，我是不是太过分了？陆晨那个混蛋到底给我灌了什么迷魂汤？然而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的身体远比内心诚实，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转身驾驭月华灵绸，便朝着陆晨与夏倾城离开的方向追去，只留下云傲天江在原地，满脸阴沉，眼中充满怨毒和杀意。另一边，夏倾城的洞府内，陆晨刚踏入其中，便感受到精纯的灵气扑面而来，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若有似无的冷香，与他的人一样高贵又迷人。不愧是仙子的洞府，就是讲究。他心中暗赞，甚至冒出了要是能一直住这儿该多好的念头。可一想到这女人之前那副主动又霸道的模样，他心里又忍不住打鼓。这位神仙姐姐该不会真是亮公交车吧？那真是太可惜了。坐。夏倾城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他亲手为他斟上一杯灵酒，琥珀色的酒液在玉杯中荡漾。
陆晨，他开门见山，美眸灼灼，我要你助我修炼。妈蛋，来了！陆晨心头一跳，看着他递来的酒杯，满眼警惕。这酒里该不会下了什么奇怪的药吧？可他看了一眼洞府外若隐若现的金丹护卫气息，瞬间认清了现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反抗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师姐有命，师弟岂敢不从？他硬着头皮，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惹得夏倾城娇媚一笑。预想中的灼热并未出现，反而一股温和精纯的灵力在体内化开，让他停滞不前的修为竟有了一丝精进好久。他眼睛一亮，试探着问道：不知师弟该如何助师姐修炼？夏倾城眼波流转，媚意自成，红唇轻启，吐出3个字：脱衣服。卧槽，这么直接！陆晨心里咯噔一下，最后的侥幸也破灭了。这分明就是要霸王硬上弓啊！救命！好好表现！夏倾城轻笑着，纤纤玉指勾住轻纱衣带，轻轻一拉，随着轻纱滑落，一具曼妙绝伦、宛若上天杰作的玉体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冰肌玉骨，曲线惊心动魄，每一寸都散发着极致的诱惑。陆晨看得呼吸一滞，太玉了，极品，这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可是小爷我堂堂海王，难道今天真要被失身？就在他以为自己在劫难逃时，夏倾城却随手抛过来一枚古朴的玉简。这是巅凤培元功，你且参悟一下，只要练成第1层，便能助我修炼了。他巧笑嫣然，仿佛刚才让他脱衣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啊，就这巨大的落差让陆晨一时没反应过来，心底竟莫名涌上一丝失望。他赶紧收敛心神，拿起玉简参悟。功法内容玄奥，但奇怪的是，他胸口的玉坠微微颤动，体内的纯阳之气竟随之自主运转，畅通无阻。不到1炷香的功夫，玉简上微光一闪，第1层已成。你，夏倾城美眸中闪过一抹极致的震惊，你竟有如此悟性，可惜了，你这石灵根。他语气惋惜。然而陆晨此刻却顾不上这些了，功法运转之下，他体内的纯阳之气如同被点燃的火山，炽热澎湃，再也压制不住。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主宰了他的行动。他猛地起身，在夏倾城惊讶的目光中，一把将他那完美无瑕的娇躯压在了柔软的云床之上。师姐，我现在就助你修炼。夏倾城美眸中第一次闪过一丝未曾预料的慌乱，他下意识想要运起灵力推开陆晨，但那源自纯阳圣体的炽热气息却让他浑身发软，提不起半分力气。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在巅凤培元功的引导下，这一次的修炼效果远超以往。陆晨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直接就突破了炼气9层。而更让他惊喜又意外的是，当他突破最后关头时，清晰感受到了一层阻碍。这个看似开放主动、作风大胆的夏倾城原因尚在，竟是完璧之身。他之前的所有判断全都是错误的。就在洞府内春意盎然、阴阳交融之际，一道驾驭月华灵绸的倩影已悄然落在了洞府之外。下次你能不能轻点儿？陆晨心中满是惊叹。夏倾城绝对是继于西月之后他见过最美的女人，没有之一。更妙的是，他不像于西月那般全靠自己主动，反而懂得如何巧妙配合，每每都让他欲罢不能，直到修炼结束，陆晨都有些恍惚。和欢宗2大绝世圣女竟然全都被他拿了一血，这简直跟做梦一样不真实。爽、润、嫩、滑，4个字在脑中炸开，回味无穷。此刻夏倾城正在一旁稳固刚刚突破的修为，陆晨偷偷瞄了他一眼，压下了再来一次的冲动。算了，这女人可是有金丹护卫的，小命要紧，小命要紧，可不能精虫上脑。趁着他闭目修炼，陆晨的注意力落在了胸口挂着的一枚玉坠上。印象里，这好像是他那失踪的娘亲留下的遗物。一直觉得除了冰冰凉凉能帮自己静心凝神外，没什么大用。但刚才参悟巅凤培元功时，似乎就是他帮了自己大忙。他下意识地摩挲着玉坠，心中好奇更盛。下一刻，异变陡生，玉坠突然散发出微光，将他整个人包裹。嗡！陆晨只觉眼前一花，身影瞬间从洞府中消失。待他回过神来，已然置身于一片巨大的神秘空间之中。这里的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比夏倾城的洞府还要强上100倍不止。而更让他心跳骤停的是，眼前赫然是一口口氤氲着磅礴灵气的泉眼，极品灵泉。我的天，这么多极品灵泉！老子这是要彻底发达了！狂喜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果然，穿越者怎么可能没有金手指？
这泼天的富贵，总算轮到我了。凭借灵泉空间，我石灵根的修炼难题或许能迎刃而解。他强压下激动的心情，迅速感知并彻底掌控了这方灵泉空间。心念一动，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夏倾城的洞府内，仿佛从未离开过。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仍在入定的夏倾城，长长舒了口气。好险，差点就被发现了，这底牌必须捂紧了。陆晨正回味着方才的美妙，夏倾城已稳固了境界，缓缓睁开美眸。当他看向陆晨时，目光极为复杂，有羞恼，有审视，但最终都化为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这个男人竟真的能助我突破瓶颈。沉默片刻，想到这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他终究是嫣然一笑。那一瞬的风情足以倾倒众生。他轻咬红唇，声音带着一丝罕见的娇嗔：下次你能不能轻点儿？陆晨先是一愣，随即心头狂喜。还有下次？他满脸真诚，连忙点头。没问题，师姐放心，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夏倾城微微一笑。走吧。他十分自然伸手，亲密挽住陆晨的手臂，声音酥媚入骨。有客人来了，夫君，随我一同去迎客吧。夫君？陆晨心头一跳，虽然他们还没去执事殿登记，但这称呼听着可真他娘的得劲。他立刻挺直腰板，任由夏倾城挽着，一同走出洞府。洞府之外，于西月屏风而立，当他看到夏倾城亲密的挽着陆晨走出来，尤其是当他感受到夏倾城身上那刚刚突破的气息时，他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他们竟真的双修了，夏倾城还突破了。一股难以抑制的酸楚和怒火直冲头顶，让他娇躯微颤，几乎要当场破防。这个混蛋，他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就和别人无尽的悔恨袭来？他恨自己当初为什么鬼迷心窍，非要和他解除婚契。眼看夏倾城那宣示主权般的姿态，他几乎要控制不住，上前将陆晨拉开。西月圣女。夏倾城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畅快，笑容愈发妩媚。不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我与夫君方才修炼完毕，若有怠慢，还请见谅。夫君，这两个字像两把尖刀，狠狠刺入于西月的心口。他强忍着几乎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目光死死锁定陆晨，声音颤抖：陆晨，我给你送丹药来了，你随我回圣女阁去取。陆晨看着眼前依旧绝美的于西月，要说没半点心动那是假的，但一想到他之前的高傲，以及心里始终装着那个云傲天，他瞬间就冷静了下来。他淡然一笑，语气轻松：抱歉啊，圣女大人，还是劳烦您派人给我送过来吧。他顿了顿，看一眼身旁的夏倾城，继续说道：咱们孤男寡女的，万一再发生点什么，可就真的说不清道不明了。我得避嫌，你说是不是啊？你……于西月气得浑身发抖，俏脸一阵红一阵白。这个无耻的登徒子，当初明明是他强迫自己的，他现在居然好意思说这种风凉话。以前那个对自己千依百顺，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陆晨，到底去哪儿了？他明明应该是属于我的。臭男人，为什么刚刚解除婚契，他就能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于西月紧咬下唇，眼中竟然带着一丝哀求：你随我去取，我可以多给你一些丹药。听到这话，陆晨心中了然，看来这女人是真的被自己彻底说服了。他体内尚未平息的纯阳之气正蠢蠢欲动，此刻他主动送上门来，简直是天赐的修炼良机，岂有放过之理？然而一旁的夏倾城却不乐意了，他先手轻轻挽住陆晨的手臂，笑靥如花，语气玩味：夫君，取个丹药何必劳你亲自跑一趟，不如我陪你一起去吧。陆晨顿时一个头两个大，连忙找补：倾城师姐，不必麻烦，我自己去就回，正好借此机会与他彻底做个了断，斩断因果。出乎他意料的是，夏倾城闻言非但没有坚持，反而格外大度松开了手。他早已看穿于西月心魔已生，对自己无法构成威胁，况且他对自身魅力有着绝对自信，不妨就让他的心魔种得更深一些吧。想到这里，他美眸流转，看了于西月一眼，红唇微勾：既如此，那你去吧。他的声音轻柔，却字字清晰：你可要好好表现，千万别辜负了圣女大人的一番美意。陆晨当场就懵了，这女人话里有话啊，她这态度难道是默许，甚至在暗示什么？二女共侍一夫？挖槽，这也太懂事了吧！爱了，不容他细想。于西月已经一把拉起他的手，踏上了月华灵绸，化作流光直奔圣女阁。谁敢欺负我家夫君，就是跟我夏倾城过不去。重新回到熟悉的圣女寝宫，气氛却截然不同。陆晨面无表情，直接伸手，语气疏离淡漠：
丹药呢？拿来吧。有了夏倾城那等角色尤物在前，他对于西月的冲动确实淡了不少。男人嘛，就是如此现实。更何况，这可是在双修风气开放的合欢宗。一想到云傲天那个玉女无数的银棍，谁知道他有没有碰过于西月？自己可是真有洁癖的。这么一想，他心头那点念头瞬间熄灭了大半。于西月看着他冷漠的样子，心如针扎。他强忍着酸楚，开出条件：只要你答应我，不再与夏倾城双修，我可以给你更多丹药，还有修炼资源。不行，陆晨想都没想，断然拒绝。你，于西月气急，美目圆睁。你这个登徒子，未免也太贪心了。我贪心？陆晨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语气讥讽。圣女大人，我们好像已经解除婚契，毫无关系了吧？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管我？他逼近一步，目光锐利如刀。你不去和你的傲天师兄卿卿我我，反倒来管我这个前炉鼎的闲事，不觉得可笑吗？我没有。于西月慌忙辩解，方寸大乱，心底话脱口而出：只要你离开夏倾城，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打住！陆晨毫不客气，目光冰冷。圣女大人，提出解除婚契的人是你，不要我的人也是你，现在你说后悔就后悔，是不是很可笑？他嗤笑一声，语气决绝。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这个人不怎么爱吃回头草。这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于西月所有的坚强和伪装。他俏脸瞬间苍白如纸，娇躯控制不住微微颤抖，看着陆晨毫不犹豫转身就走的背影，他所有的骄傲、矜持和挣扎在这一刻轰然崩塌。不是这样的。他泪水决堤，哭得撕心裂肺。陆晨，你这个混蛋，我没有让他碰过我，我真的后悔了，我知道错了，是我错了，求你别走。然而，远处的陆晨只是微微一顿，却没有回头，径直离去。在于西月看不见的角度，他的拳头悄然收紧。空荡华丽的寝宫内，只剩下于西月无力跌坐在地，崩溃大哭。他终于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心早已被那个混蛋的身影彻底填满。可惜他已经不要自己了，他真成了自己的心魔。陆晨离去后，打算先去重新登记一个洞府。既然已经和于西月解除婚契，自然不能再住圣女阁。至于夏倾城那里，这女人心思深沉，不过是在利用自己对付于西月罢了，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为妙。他穿过宗门广场，沿途不少仙子都对他投来好奇的目光。毕竟纯阳圣体的名头在外，加上刚刚解除婚约，自然引人注目。当然，更多的还是男弟子们充满敌意的视线。哟，这不是我们合欢宗第一炉鼎陆晨吗？刚到洞府管事处门口，一道刺耳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只见一个锦衣青年带着几个跟班，大摇大摆地挡在门前，正是天双城周家的少爷周彪。此人修为炼气12层，仗着家世在宗门内横行霸道。自从陆晨与于西月结为道侣后，就一直怀恨在心。怎么，来登记洞府？周彪嗤笑一声，故意提高了音量。该不会是被圣女赶出来了吧？我听说于师姐不要你了，原来是真的啊！废物就是废物，他就是一个连杂役弟子都不如的炉鼎而已。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哄笑声，不少男弟子都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陆晨目光一沉，冷声开口：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癞蛤蟆！怎么，现在还做着娶圣女的春秋大梦？你……周彪脸色瞬间铁青。陆晨，你个废物，现在圣女不要你了，我看谁还能护着你。等我收拾了你，再去向圣女求亲。说完，他周身灵力暴涨，炼气12层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一拳直取陆晨面门。这一拳来势汹汹，陆晨虽然已经突破到炼气9层，但面对炼气12层的全力一击，也只能勉强招架。然而，就在他准备硬接这一拳的瞬间，砰！一道倩影快如闪电，周彪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远处的石壁上，喷出一大口鲜血。放肆！夏倾城翩然落在陆晨身前，衣袂飘飘，美眸含怒。我的夫君也是你能动的。他其实一直悄悄跟在陆晨身后，方才见他并未与于西月旧情复燃，心中既有些失望，又莫名松了一口气。此刻见有人敢对陆晨出手，当即现身护肤。啊！周彪惨叫着从地上爬起，满脸惊恐。陆晨心中暗爽，果然抱紧富婆姐姐的大腿是对的，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实在太有安全感了。他缓缓走到周彪面前，居高临下：看见没有，我虽然和圣女解除婚契，但倾城师姐愿意收留我，就凭你也配打圣女的主意？你！周彪气得浑身发抖，看到绝美的夏倾城，他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夏倾城也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如今2个女神竟然都被陆晨这个废物得手，这让他如何能忍？陆晨，我警告你！噗！话未说完，周彪再次倒飞出去，这次直接昏死过去。还敢狗吠！夏倾城冷哼一声，美眸扫过四周，都给我听好了，谁敢欺负我家夫君，就是跟我夏倾城过不去。围观的弟子们面面相觑，一个个羡慕的眼睛都红了。为什么我没有纯阳圣体啊？陆晨这也太幸福了吧，以后可得离他远点，惹不起。在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夏倾城自然地挽起陆晨的手臂，柔声道：夫君，我们走吧，回洞府。陆晨感受着四周火辣辣的视线，心里美滋滋的。毕竟以前于西月可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的护着自己，这碗软饭真香啊。那陆晨绝无生路可言。路上，夏倾城玉臂轻挽着陆晨，语气带着几分戏谑：怎么，我看西月圣女可是后悔的肝肠寸断呢？夫君，你还真是半点不懂怜香惜玉啊。陆晨面色不变，淡然道：我与他早已缘尽，再无瓜葛。话虽如此，他心里却忍不住嘀咕：奇怪，明明我才是穿越来的海王，怎么感觉反倒被这个女人牢牢拿捏了？我刚刚拿的就是她的一血，她明明原因尚在，可这手段，这心态，怎么看都像个纵横情场的老手，该不会她也是个穿越者吧？夏倾城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美眸流转，继续煽风点火。哎，人家哭的那般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你怎么就不能回头好好心疼他一下呢？陆晨立刻换上一副深情款款的表情，熟练抛出情话，因为在我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倾城师姐你一人啊。哇，我好感动哦。夏倾城满脸夸张，笑容敷衍。陆晨脸上笑嘻嘻，心里马麦批，失策了。情话对这个御姐根本没用，这套路也就骗骗于西月那种单纯小仙女。他叹了口气，语气带着点莫名的苦恼。他现在好像真的滋生心魔了，而我就是他的心魔。你说这能怪我吗？放心。夏倾城忽然贴近，吐气如兰，声音中带着蛊惑。他若真的滋生心魔，待我成为圣女，我答应过与你在一起，日日夜夜伺候你，自然不会食言。陆晨心中咯噔一声，真的假的？这女人还惦记着圣女之位呢。她简直完美的毫无缺点，实力强，背景硬，还这么懂事，该不会是个顶级渣女，想把我养在鱼塘里吧？不行，必须反客为主。陆晨邪魅一笑，顺势揽住她的纤腰，开始反撩。既然师姐对我如此情深意重，不如我们这就回洞府，再深入修炼几次。谁知夏倾城俏脸微变，心中一慌。这个家伙虽然让他很满意，但自己可不能如于西月那般生了心魔双修之事，还是得循序渐进。想到这里，他轻轻挣脱陆晨的怀抱，语气恢复了往日的清冷：不必了，我修为刚有突破，暂无瓶颈，待日后需要时再劳烦师弟吧。陆晨心头一凉，妈蛋，实锤了！这女人果然只是把我当成了随用随取的修炼工具人。换成于西月，还不是我想修炼几次就几次，想爽就爽，现在反倒被他掌控了节奏，真是不爽啊！两人回到洞府，夏倾城便自顾自打坐修炼，神情专注，直接把陆晨晾在了一边。陆晨看着眼前这块看得见却吃不到的绝色美肉，心里像有只小猫在挠，痒得不行。他凝视着夏倾城绝美的侧影，心中暗自嘀咕：一直这样被他牵着鼻子走可不行，看来光是说服还不够，必须得在他面前展现出我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价值才行。就在这时，夏倾城轻叹一声，取出一株灵气暗淡、奄奄一息的灵草，黛眉微蹙。可惜了这株100年份的凝神草，若是能救活，我便能开炉炼制凝神丹，助我稳固神识了。此草极难培育，看来是无望了。表现的机会来了。陆晨心中一动，立刻上前，脸上却故作沉吟，仔细端详那株灵草，这才一脸胸有成竹。此草生机未绝，或可一试。师姐若是相信我，交给我，我应该有70%把握能救活。你，夏倾城美眸中满是诧异，你会培育灵药？当然会。陆晨底气十足，他灵泉空间里那片灵田宝地，别说救活，就是让他一夜之间茁壮成长，开花结果都不是问题。好，夏倾城眸光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竟真的将灵草递到他手中。那我便信你一次，若能救活，少不了你的好处。拿到灵草，陆晨再无理由滞留，当即返回了自己新登记的洞府。一进门，他立刻闪身进入灵泉空间，将那株萎靡的凝神草小心翼翼地种在灵田之中。接下来的一幕堪称奇迹，原本濒死的灵草在接触到极品灵泉和充满生机的灵土后，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生机，叶片变得翠绿欲滴，脉络中灵光流转，
仅仅一夜之间便长得郁郁葱葱，状态好得惊人。另一边，周家府邸内，什么？彪儿被重伤了？长老周长风接到消息，当场震怒，一掌将身旁的玄铁木桌拍得粉碎。看着躺在地上气息奄奄的孙儿周彪，这位金丹初期的长老双目赤红，周身灵力失控般暴涌，整个厅堂都在剧烈震颤。陆晨，一个10灵根的废物也敢动我周家嫡孙？好好好，老夫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不敢明着针对背景深厚的夏倾城，但拿捏一个毫无根基的陆晨还不是手到擒来。合欢宗执法堂内气氛凝重，周长风携着滔天怒意而来，毫不掩饰威压，声音冰寒刺骨。邱长老，我孙儿周彪在宗内被同门恶意重创，道基受损，此事你执法堂必须给老夫一个交代。端坐上手的邱长老面色不变，呵呵一笑，捋着长须。周长老息怒，据老夫所知，令孙似乎是被夏家的丫头所伤，这其中怕是有些误会吧？误会？周长风猛地踏前一步，金丹威压轰然爆发，震得整个执法堂嗡嗡作响。若不是陆晨那废物挑唆，夏仙子怎会对我孙儿出手？此事皆因他而起，他必须付出代价。他死死盯着邱长老，话语中的杀意毫不掩饰。今日你执法堂若不将那罪魁祸首陆晨缉拿归案，休怪老夫亲自出手清理门户。邱长老眼底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便被圆滑的笑容掩盖。周长老的意思老夫明白了。他故作沉吟，面露难色。只是那陆晨如今颇得夏仙子青睐，若我执法堂贸然动手，夏家那边恐怕不好交代啊。你看这，哼，这有何难？周长风早有准备，阴冷一笑，待我孙儿伤势稍愈，便让他与陆晨上生死台，一决生死，既合宗门规矩，又能了结恩怨。他盯着邱长老，一字一句道，届时还请邱长老做个见证，确保无人插手，尤其是夏家那丫头。邱长老闻言，眼中金光一闪，心中暗赞，周长老好算计，姜还是老的辣。陆晨资质低劣，常年停滞在炼气7层，而周彪已是炼气12层，根基扎实，资源雄厚，一旦上了生死台，陆晨必死无疑。既能卖周长风一个人情，又能不得罪夏家，还能顺便清理掉一个惹是生非的麻烦，一举三得。周长老放心。邱长老抚须而笑，语气笃定，此事老夫定会安排妥当。那陆晨绝无生路可言。陆晨，回到我身边好不好？阿嚏！陆晨在自己心动府里猛地打了个喷嚏，揉着鼻子，一脸晦气。妈蛋，是谁在背后算计小爷？怎么感觉后背凉飕飕的？他没多想，穿上那株生机勃勃的凝神草，就去找夏倾城。虽然不太好解释他怎么一夜之间就把灵草救活了，但他记得自己刚入合欢宗时，确实在药园当过几天药童，用这个借口糊弄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师姐，你的凝神草。当夏倾城看到那株灵气充盈、叶片翠绿欲滴的灵草时，美眸瞬间亮了起来。他激动之下，竟踮起脚尖，在陆晨脸上亲了一口，温软湿润的触感让陆晨心神一荡。有戏！他顺势揽住他的纤腰，嘴角勾起坏笑。这就完了？师姐，不如我们再深入修炼一次，稳固修为。本以为他会拒绝，谁知夏倾城竟娇笑一声，眼波妩媚的能滴出水来。好啊，夫君，这次可是帮了我大忙呢，确实该好好犒劳你一下。陆晨顿时懵了，这女人不按套路出牌啊，不但不问灵草的事，还答应的这么爽快。我该怎么接招？不管了，送上门的福利岂有不吃之理？身为一代海王，还是先吃为敬。一番翻云覆雨，极致旖旎。陆晨神清气爽，修为又精进了一分。夏倾城的气息也更加圆融稳固，他娇躯微颤，美眸中竟流露出几分期待。这谁顶得住？陆晨自然毫不客气，再次提枪上马，潜心修炼，直到日上三竿，两人才偃旗息鼓。夏倾城慵懒地整理着衣裙，轻声道：夫君，我要离开宗门几日，你乖乖待在宗内，好好修炼。看着他离去的倩影，陆晨咂了咂嘴，回味无穷。不得不承认，夏倾城实在太润了，和于西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都是极品啊。他屁颠屁颠地回到自己洞府，心里还美滋滋地回味着方才的滋味。就在这时，腰间传音令微微一颤，他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于西月。陆晨，传音令那头，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你马上回圣女阁一趟，我想见你。陆晨眉头一挑，语气冷淡：抱歉，孤男寡女，不合适，我怕倾城误会。倾城，他竟然叫得这么亲热。于西月的心像被狠狠剜了一刀，痛得无法呼吸。
自己也把身子给了他，这个混蛋登徒子，凭什么对夏倾城就那么亲热？陆晨，你个混蛋！他带着哭腔骂道。陆晨捏着传音令，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出于西月那绝美的容颜和动人的娇躯。说实话，于西月的滋味也确实妙不可言，和夏倾城是两种不同的极品体验。他可以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更加彻底的释放。小爷我确实还要点馋他的身子，但是小爷我可是个有原则的海王，说不吃回头草就绝对不吃，除非这草镀了金边，或者加钱。陆晨，于西月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声音决绝，只要你肯回来一趟，我再给你10万下品灵石。10万下品灵石？陆晨眼睛瞬间亮了，还有这种好事？不要白不要啊！嗨，他强装镇定，既然圣女大人如此有诚意，那我便勉为其难走一趟吧。不过说好，我只是去拿灵石，绝对不会干别的事。想到自己修炼的还是最基础的垃圾功法，战斗力太弱，他又赶紧补充，等等，光有灵石还不够，我还有一门厉害的修炼功法。好，我给你。于西月毫不犹豫果断答应。陆晨眼珠子一转，这个女人现在这么没有底线了吗？果然自己一定成了她的心魔。他嘴角微翘，打算试探一下。算了，你还是直接把灵石和功法给我送到洞府来吧。我在。半个时辰后，于西月果然出现在了陆晨的洞府门口。他看着眼前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男人，美眸中充满了期盼。陆晨，回到我身边好不好？夏倾城能给你的我都能给，我还能给的更多。陆晨轻点着灵石，检查着功法玉简，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不动声色。开玩笑，夏倾城现在可是我的护身符兼修炼加速工具，你这点灵石就想让我离开他？圣女大人，他收起灵石，语气疏离，多谢你的馈赠。至于回到你身边，抱歉，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还是不要让你的云傲天师兄误会的好。于西月看着他冷漠的神情，听着他决绝的话语，一颗心彻底沉入谷底。他最后深深看了他一眼，美眸中噙满泪水，无奈转身离去。送走于西月后，陆晨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头莫名一痛。这女人确实美得惊心动魄，那份纯欲交织的气质更是世间罕见。仅仅3天，自己都差点沦陷，刚才是不是太过分了？然而，当脑海中浮现出他曾经冷漠的眼神，想起他心里始终装着那个云傲天时，陆晨瞬间硬起了心肠。哼，这都是他自找的，必须好好调教才行。他深吸一口气，将注意力转移到于西月送来的功法上。九阳破虚拳，这可是地阶中品的功法，据说真传弟子想要兑换，都需要海量的宗门贡献。功法品阶从高到低分为天、地、玄、黄，地阶中品，太珍贵了。陆晨眼前一亮，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为了我，竟然能做到这一步。仔细翻阅后，他更是欣喜若狂。这套拳法刚猛霸道，每一式都蕴含着撕裂虚空般的威能，与他的纯阳圣体简直是绝配。有了这套拳法，再加上我的纯阳圣体，同阶之内谁还是我的对手？杀回陆家报仇指日可待。更妙的是，他还有神秘吊坠这个外挂。当晚，陆晨便迫不及待地进入灵泉空间开始修炼。在浓郁如夜的灵气环绕下，他按照功法要诀挥拳起舞。神秘吊坠散发着温润的光芒，让他对拳法的领悟如醍醐灌顶般顺畅。轰！一拳挥出，炽热的纯阳之气喷薄而出，竟在灵泉上空掀起一阵热浪。太强了，这威力简直逆天。他越练越兴奋，完全沉浸在拳法的玄妙之中。纯阳圣体与九阳破虚拳相辅相成，每一拳都蕴含着撕裂山河的威势。当第一缕晨曦透过洞府时，陆晨缓缓收功，眼中金光四射。这就小成了，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寻常弟子想要入门都需要数月苦修，而他竟然一夜之间跳过入门阶段，直接将九阳破虚拳修炼到了小成境界。此刻的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成境界的九阳破虚拳威力暴涨了数倍不止。若是现在与人对敌，单凭这套拳法就足以碾压同阶修士，甚至能越阶而战。陆晨自信一笑，爽，真是太爽了。他兴奋挥舞着拳头，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有纯阳圣体，有神秘吊坠，现在又有了九阳破虚拳，他倒要看看还有谁敢说他是石灵根废物。九阳破虚拳第3式。陆晨刚走出洞府，准备活动筋骨，就被周彪带着一群人堵了个正着。废物，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痊愈了吧？周彪狞笑着，气息比之前更盛。今日我就要在生死台上将你碎尸万段。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陆晨心头一紧，夏倾城不在宗门，于西岳那边也刚闹翻，这下糟了。他本想暂避锋芒，可四周嘲讽的目光和议论声如针扎般刺来。这废物居然敢出来！听说周师兄已经炼气大圆满了，陆晨这次死定了。泥人尚有3分火气，他陆晨难道真要一辈子躲在女人身后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陆晨眼中寒光一闪。好，我接了。消息瞬间传遍外门，整个合欢宗都轰动了。生死台四周人山人海，几乎所有弟子都赶来看热闹，准确说是来看陆晨怎么死。周师兄，打死这个玷污圣女的废物！石灵根的垃圾也配合圣女双修？陆晨师兄加油啊！只有几个心善的师妹弱弱的喊着，声音很快就被淹没。高台上，执法堂邱长老端坐正中，周彪的爷爷周长风坐在一旁，金丹威压若隐若现。完了，这根本就是个杀局！陆晨后背一阵发凉。周彪服用了家族的2品疗伤灵丹，不仅伤势痊愈，修为更是因祸得福，直接突破炼气大圆满。而自己在众人眼中还是个卡在炼气7层的废物。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周彪跃上擂台，灵力全开，跪地向我求饶，本少爷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陆晨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不安。不，我不能死，我还没有报仇。夏倾城还等着我双修，于西月还在等我回头，我还有灵泉空间这个底牌。他缓缓走上擂台，在万众瞩目下朗声道：要战便战，哪来这么多废话？这一刻，所有围观者都愣住了。这个一向靠女人庇护的废物，何时有了这般胆识？唯有陆晨自己知道，这一战他输不起。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身影分开人群，是西月圣女。她怎么会来？难道圣女要护着陆晨？不可能吧，她不是刚和陆晨解除婚契吗？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于西月款款走来，目光落在陆晨身上，带着几分担忧，几分气恼。陆晨，你太冲动了。他声音清冷，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若是你肯答应离开夏倾城，我今日便保你无恙。这话一出，全场哗然。什么？陆晨真的和夏倾城在一起了？我的天，2大圣女都和他有关系，这废物何德何能？无数道嫉恨的目光几乎要将陆晨杀死。陆晨嘴角一抽，无奈扶额：我的圣女大人，你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啊？特意来给我拉仇恨的吗？快走吧，我的事不劳你费心。这话像一把刀子，狠狠刺进于西月的心口。他为了陆晨，连番拒绝云傲天的传音，为了他不惜放下身段前来求情，换来的却是这般冷漠。但于西月还是深吸一口气，面向高台，声音清冷决绝：邱长老，陆晨与周师弟不过是一场误会，都是同门，何必生死相搏？此事因我而起，若你愿就此作罢，我愿以个人名义补偿周家1枚筑基丹，并承诺欠周家1个人情。此言一出，全场再次哗然。筑基丹和圣女的人情，这代价不可谓不重。闻言，邱长老面露难色。于西月毕竟是宗门圣女，这个面子他不能不给。但一旁的周长风却勃然大怒：哼，于家丫头，好大的口气！我孙儿险些被废，你说作罢就作罢？我周家可不缺筑基丹。于西月强忍不悦，那周长老要如何才肯罢休？周长风眼中金光一闪，冷笑道：简单，只要你肯与我孙儿结为道侣，此事便一笔勾销。周彪闻言激动得浑身发抖：爷爷说的对，孙儿愿与西月圣女结为道侣，哪怕被他榨干，精尽人亡，死也甘心。此话一出，四周响起一片嗤笑声。周长风老脸一红，却还是硬着头皮问道：如何？绝无可能。于西月满脸寒霜，斩钉截铁：哼，那就没得谈了。周长风冷哼一声。台上，陆晨看着于西月为自己据理力争的模样，心中不禁一暖。虽说这女人之前伤他很深，心里还装着别的男人，但此刻能为他做到这个地步，也算是有情有义了。喂，还打不打了？陆晨朗声打断：生死斗照常进行，只希望你们信守承诺，别事后反悔。找死！周长风勃然大怒：彪，给我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周彪早已按捺不住，闻言立即催动全身灵力，炼气大圆满的威压轰然爆发。陆晨，受死吧！他双掌翻飞，施展周家绝学寒冰掌，森冷寒气瞬间笼罩整个擂台，连空气都仿佛要冻结。然而陆晨却不闪不避，体内纯阳之气奔腾流转，九阳破虚拳第一式，破晓出阳，悍然轰出。轰！炽热的纯阳拳劲与森寒掌锋猛烈碰撞，爆发出一声巨响，气浪翻涌间，
周彪竟被震得连退3步，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于西月更是美眸圆睁，难以置信。这九阳破虚拳，他昨夜才交给陆晨，怎么今日就已达小成境界？简直比他施展威力还要大出几分。周彪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陆晨竟有如此实力，当下再不保留，全力催动寒冰掌，擂台上冰霜蔓延，寒意刺骨。来得好！陆晨长啸一声，九阳破虚拳第2式烈日当空，悍然出手。这一次拳劲更加炽烈，仿佛一轮骄阳在擂台上绽放。砰！周彪的寒冰掌劲在纯阳拳力面前，如同冰雪遇骄阳，瞬间溃散。他整个人被轰得倒飞出去，重重砸在擂台边缘。这不可能！周长风猛地站起，满脸震惊。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逆转的一幕惊呆了。陆晨负手而立，环视全场，朗声道：“还打吗？”他的目光扫过之处，众人纷纷低头，无人敢与他对视。周彪在众人面前，尤其是在于西月眼前被打得如此狼狈，顿时气急败坏，彻底疯狂。陆晨，我要你死！他双目赤红，竟不顾伤势再次扑来，掌中寒芒闪烁，赫然是要拼命的架势。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我就不客气了。陆晨目光一寒，九阳破虚拳第3式悍然出手。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周彪的手掌应声而断。啊！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陆晨攻势不减，飞起一脚狠狠踹在周彪丹田处。噗！周彪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人在半空就已鲜血狂喷，修为尽废。啊！我的边儿！周长风目眦欲裂，金丹威压轰然爆发。小畜生，拿命来！他竟不顾身份，直接对陆晨出手。周前辈不可！于西月急忙出手阻拦，一道月华般的灵力护在陆晨身前。于家丫头，你敢拦我！周长风怒不可遏。生死斗的规矩，第3人不得插手。于西月寸步不让，眼看于西月就要抵挡不住，一道黑影倏然而至，轻描淡写，直接化解了周长风的致命一击。夏倾城飘然落在陆晨身前，面若寒霜。周家好大的威风，竟敢对我的男人下黑手！贱人，竟敢如此对待本圣子！全场一片哗然，2位死对头圣女竟然同时出手保护陆晨，围观弟子们看得眼睛都直了。我的天，2位圣女都护着他，这陆晨到底有什么魔力？我酸了，我真的酸了。周长风脸色铁青，夏家的背景他再清楚不过，更何况夏倾城身边还有金丹护卫，今日之事怕是难以如愿了。好，很好，夏家丫头，你竟然为了一个废物与我周家不死不休！他咬牙切齿，不甘心地收起威压。陆晨，今日之仇我周家记下了。说完，他抱起昏死过去的周彪，愤然离去。在人群的角落里，一位脸上带着刀疤的男子悄然站立，他那双锐利的眼眸中此刻却满是欣慰激动。少爷，您真的长大了。他低声自语，粗糙的手指不自觉颤抖，竟然能让合欢宗2位绝世圣女都为你挺身而出。刀疤笑容中带着几分自豪，几分感慨。夫人，您看见了吗？少爷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胆小鬼了。他望向天际，眼中闪过一丝追忆。您放心，只要我刀疤3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少爷。他的目光重新投向擂台上的陆晨，眼神变得坚定锐利。周家这笔账我记下了，你们若是敢针对少爷，那就等着被灭族吧。他声音很轻，却带着森冷寒意。随即他的身影悄无声息融入人群，仿佛从未出现过。于西月刚松口气，却发现是夏倾城救了陆晨，心中顿时五味杂陈。陆晨表面上一副后怕模样，心里却在暗笑。他其实早就想废了周彪，只是差了点时机，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方才他就是在赌夏倾城会不会及时赶到。果然他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心里，自己这个工具人还挺重要。多谢圣女大人，多谢倾城师姐。陆晨嬉皮笑脸地凑上前。于西月冷哼一声，陆晨，你一个小小炉鼎实在太自大了。夏倾城也板着脸，要不是我及时收到传讯，你今日必死无疑。不过他心中却也震惊，陆晨竟能轻松击败炼气大圆满的周彪，看来这个家伙的价值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快，这场生死斗的消息就传遍了合欢宗，所有人都被一个事实震撼了：水火不容的2位圣女竟然同时出手保护同一个男人，这简直前所未有，堪称合欢宗开宗以来第一奇观。2位圣女争一个男人，这陆晨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要是能被其中一位圣女青睐，死都值了。
从今天起，陆晨就是我的偶像。陆晨听着这些议论，嘴角微扬。这一战，他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更验证了在2个圣女心中的地位。这软饭是越嚼越香了。于希月望着陆晨和夏倾城相携离去的背影，只觉得心如刀割。他失魂落魄，回到圣女寝宫，空荡华丽的殿宇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梳妆台，那上面还放着一只普通的木簪，是陆晨当初笨手笨脚雕刻了许久，硬塞给他的。他曾嫌弃其粗陋，此刻却觉得无比刺眼。他冲过去，将木簪紧紧攥在手心，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泪水决堤而下。呜！他终于忍不住，跌坐在冰冷的地面上，泪水决堤。曾几何时，这寝宫里处处都是陆晨的身影。那个赶都赶不走的男人，总会想方设法逗他开心，哪怕他冷眼相对，他也从不气馁。如今他却为了抑制婚气，亲手将他推开。我到底做了什么？这1年来，他早已习惯了陆晨的存在，他的声音，他的气息，他笨拙的讨好，都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更何况，他早已是他的女人。那9次缠绵，每一次都让他如坠深渊，沉沦其中。于希月腰间传音令不停闪烁，全是云傲天的传讯。他看都不看，直接挥袖将其震碎。远在云岚宗的云傲天感应到传音被毁，气得暴跳如雷。贱人，竟敢如此对待本圣子！而寝宫内，于希月将脸埋进掌心，哭得撕心裂肺。另一边，夏倾城慵懒地靠在软榻上，美眸看着陆晨。夫君，今日若不是于希月先出手阻拦周长风，恐怕等不到我赶来，你就已经没命了。他红唇微勾，怎么，你不去好好感谢感谢他？陆晨神色平静，一码归一码，大不了他给的丹药我不要了便是。他向来恩怨分明，于希月今日确实救了他，这份情他记下了。哦，夏倾城凑近几分，吐气如兰。你当真不动心，就不想与他旧情复燃？什么旧情，从未有过。陆晨皱眉，这女人的话总是虚虚实实，让他捉摸不透。一会儿让他去其余西月，一会儿又把他往对方那里推，他到底想干什么？夏倾城被他困惑的模样逗笑，也不再逗他。我的凝神丹很快就能炼成，到时候分你1颗。陆晨眼睛一亮，凝神丹，这可是滋养神识的极品灵药，价值连城，有价无市。这女人出手真是阔绰。他看着眼前这张倾国倾城的脸，越看越觉得心痒难耐。倾城师姐，陆晨凑近几分，嗓音低沉，你今日救我一命，我还没好好报答呢。夏倾城挑眉，你想怎么报答？陆晨邪魅一笑，指尖轻抚过他的脸颊，当然是出力报答。夏倾城俏脸瞬间绯红，娇嗔地推开他，你不是总说于希月要了一次又一次，把你当炉顶财不吗？怎么现在反倒主动了？陆晨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这儿。这女人定是误会了他和于希月的关系，以为他厌恶双修。那不一样，他再不掩饰，一把将夏倾城压倒在软榻上，目光灼灼。与他那是被迫，与师姐你是心甘情愿。你夏倾城还欲说什么，却被陆晨直接吻住红唇。衣衫渐落，满是生春。这一夜的报恩格外漫长，也格外激烈。直到翌日清晨，陆晨从酣畅的修炼中缓缓醒来，身旁早已空无一人，只余一缕若有似无的体香。一枚精致的传音玉简静静躺在枕边，灵力微漾。陆晨拿起时，甚至能感受到玉简上残留着夏倾城的一丝体温和淡淡冷香。这女人来去如风的。陆晨摩挲着玉简，心头莫名有些空落落的，但他很快振作精神，眼下最重要的事是尽快提升实力。经过昨夜与夏倾城的深入修炼，他修为大涨，此刻气海充盈，灵力澎湃，只差那临门一脚就能突破至炼气10层。这速度简直像做了飞剑一样。他心心念念想着早日筑基，一旦筑基便能遇见逍遥天地间，寿元更能暴涨100年。长生大道，谁不向往？陆晨二话不说，转身就回了自己的洞府，决定闭关冲击瓶颈。不知是否因为在灵泉空间中淬炼过的缘故，他发觉自己的神魂感知变得异常敏锐。刚刚运转功法，他便隐约察觉到，在洞府外似乎有一道若有似无的气息正静静守护着自己。那气息沉稳内敛，并无半分敌意，反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和。陆晨心头一动，嘴角不自觉扬起。难道是夏倾城不放心，特意留了人暗中保护我？想到这里，他心头一暖。这女人表面上一副利用我的冷淡模样，背地里却这么细心。他摇了摇头，嘴角微翘，真是怪让人心动的，真是个妥妥高级绿茶。
一番苦修后，陆晨接连炼化了整整50多瓶聚灵丹，汹涌的灵力终于冲开瓶颈，助他踏入炼气10层。他换上一身崭新的青衫，整个人神采奕奕，打算去天霜城采购一批灵药种子自行培育。毕竟身为10灵根，修炼所需的灵力简直是个无底洞。好在一旦资源充足，10灵根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他仔细内视气海，其中奔腾的灵力如江河般汹涌，其浑厚程度竟然比他昨日在生死台上感知到的刚筑基不久的执事弟子还要强上几分。同阶无敌，越阶而战，指日可待。踏入天霜城，陆晨径直走向城中最大的万宝商盟。一位炼气5层的妙龄少女立刻迎了上来。她容貌清秀，眼眸灵动，见到陆晨时不知为何心头莫名一跳，脸上泛起浅浅红晕。这位前辈，请问需要些什么？她声音轻柔，不自觉地多了几分亲近。陆晨对这般反应早已见怪不怪。纯阳圣体对异性天然的吸引力果然妙用无穷。我想采购些灵药种子。他取出一份清单，上面罗列的都是有助于提升修为的灵药。有灵泉空间这等宝地，自给自足才是王道。少女接过清单，美眸微亮。前辈请稍后，这些种子我们都有库存。您这是为宗门采购的吗？不错。陆晨含笑点头。总计多少灵石？除了聚灵草种子外，凝霜花和赤阳参的种子较为稀有，每份需1万下品灵石。陆晨面不改色，从容取出储物袋。得益于于西月和夏倾城的赞助，他现在可是底气十足。交易顺利完成。随后在少女的引导下，陆晨又来到符箓专区。他对制符颇感兴趣，据说高阶符箓中封存着浩瀚灵力，威力惊人，是防身对敌甚至杀人越货的利器。而他拥有灵泉空间，最不缺的就是精纯灵气，简直是天生的制符奇才。这些上等符纸、灵墨和配套工具，总计3万下品灵石。少女熟练报价。陆晨正要点头，目光却被一只陈列在琉璃柜中的符笔牢牢吸引。笔身流淌着温润灵光，笔尖隐约有符文流转。更让他心惊的是，胸前的神秘吊坠竟在此刻传来一丝微热的悸动。前辈好眼力。少女见状，小心翼翼地将符笔取出。这支流云笔由300年青玉竹所制，笔尖取自3阶灵兽银月狼毫，是下品灵气中的精品，足以绘制2品符箓。2品符箓的威力相当于筑基期修士全力一击，售价只要8万下品灵石。8万！陆晨嘴角微微一抽，刚刚鼓胀的荷包瞬间感觉瘪了下去。果然，修仙界最大的真理就是灵石永远不够花。可这支笔不仅让他一见倾心，更能引动吊坠异动，绝非凡品。笔身隐约有云纹流转，触手温润。他轻咳一声，脸上堆起诚恳的笑容。仙子，你看我买了这么多，这幅笔能否打个折？少女见他俊朗的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心头一软，细声应道：若前辈诚心要，我做主给您9折。成交。陆晨果断付清灵石，将购买的物品郑重收起。在万宝商盟门口等候流云笔时，他摸着再次缩水的储物袋，心中感慨：看来是时候琢磨点生财之道了，总不能一直靠卖身吧。就在这时，万宝商盟门口传来一道清越婉转的声音：前方可是陆晨哥哥？陆晨闻声抬头，只见一位身姿窈窕的少女正驻足望着他。她身着一袭翠绿色流仙裙，容颜清丽绝伦，气质空灵出尘，宛如初绽的玉兰。尤其那双眼眸清澈如水，此刻正带着几分惊喜与不确定，盈盈地望着他。在他身侧还站着一位锦衣华服的俊朗青年，眉宇间带着几分倨傲。这少女瞧着十分面熟，陆晨在记忆中飞快搜寻，如此美女，若是见过，绝不可能忘记。电光石火间，一个名字浮上心头，原来是婉儿妹妹。陆晨恍然，嘴角扬起一抹温和笑意。云家与陆家乃是世交，眼前这位正是云家千金云婉儿。如果他没记错，两家似乎还有一桩娃娃亲，只是如今他已被陆家除名，这婚约怕是早已换了人选。他的目光转向少女身旁的青年，心底冷笑，这不是他那好堂弟陆明轩吗？当年他被逐出陆家时，就属这位堂弟嘲讽的最欢，是时候收点利息了。果然，陆明轩下巴微扬，语带讥诮：陆晨，没想到你离开陆家后，非但没死，竟还有脸在外招摇，想必如今过得甚是落魄吧？明轩师兄。云婉儿秀眉微皱，轻声劝阻：陆晨哥哥终究是你的堂兄，何必？堂兄。陆明轩嗤笑一声，毫不掩饰眼中的鄙夷：我陆家可没有这种10灵根的废物，说出去简直笑掉大牙。云婉儿却不理会他的嘲讽，美眸流转，反而好奇地看向陆晨。说起来，明轩师兄莫非还不知道，陆晨哥哥如今已是合欢宗弟子，
昨日更是在宗门比斗上，一招便废了周家那位骄横的少爷呢。陆晨闻言，眉梢微挑，这云婉儿消息倒是灵通，他昨日才在宗门内与周彪生死斗，他今日就知道了。看来这位看似不谙世事的云家千金，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陆晨脸上挂着谦逊的假笑，连连摆手，呵呵，都是侥幸罢了。周彪本就伤势未愈，传言多有夸大，当不得真。他刻意保持低调，不想惹人注目。云婉儿闻言也觉得有理，毕竟周彪是炼气大圆满的修为，而陆晨等等。他美眸微凝，仔细感知了一下陆晨的气息，炼气10层，不是说他一直卡在炼气7层，是个十足的废物吗？云婉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按照母亲的说法，他与陆家嫡系的婚约对象本该就是眼前的陆晨。此刻细看，陆晨剑眉星目，身姿挺拔，气质洒脱不羁，远比身旁倨傲的陆明轩要俊朗得多。更让他心跳加速的是，陆晨身上似乎有种独特的气息，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陆明轩见状，妒火中烧，冷哼道：哼，这废物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得罪了周家还敢来天霜城，简直是自寻死路。就在这时，先前接待陆晨的少女捧着一个精致的玉盒走了过来。前辈，您要的流云笔已解除禁制，请收好，有劳了。陆晨随手接过，姿态从容。可是那件下品灵气流云笔，云婉失声轻呼，眼中闪过一抹急切。陆晨哥哥，没想到这支笔竟被你买下了，不知你能否割爱？我愿出3万下品灵石。他曾偶然得知，这支看似平常的流云笔暗藏玄机，以其绘制符箓威力能平天3成。他云家乃至符世家，若得此笔，无疑如虎添翼。今日他特意拉着陆明轩来万宝商盟，本就是存了让他买下此笔送给自己的心思，谁知竟被陆晨捷足先登，这未免也太巧了。抱歉，婉儿妹妹。陆晨想都没想，直接拒绝，语气虽温和，却不容置疑。这支笔我急用，不便相让。他目光清明，心中冷笑。这云婉儿虽姿容出众，但比起于西月的绝色清冷，夏倾城的妩媚神秘，终究逊色一筹。而且此女心机深沉，看似纯真无邪，实则步步算计。自己花了近8万灵石买的，他花3万就想买去，还真是个妥妥高级绿茶。他陆晨纵横情场，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想跟他玩这套，还嫩了点。死绿茶，云婉儿完全没料到陆晨会拒绝得如此干脆。他对自己的容貌向来极有信心，从小到大，哪个男子见了他不是神魂颠倒？就连陆家这一代最杰出子弟的陆明轩，不也被他迷得找不着北，对他言听计从？但凡他看上的东西，那些世家子弟哪个不是争先恐后，双手奉上？怎么到了陆晨这里，这套就失灵了？他身旁的陆明轩更是忍无可忍，一步上前，语气中满是威胁：陆晨，我劝你识相点，乖乖把流云笔送给婉妹妹，否则我要你好看。在他眼里，陆晨永远都是那个被陆家赶出去的废物，若不是想在云婉面前保持风度，他早就直接动手抢了。云婉心中暗喜，脸上却装出为难模样，轻轻拉住陆明轩的衣袖：明轩哥哥，别这样，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陆晨看着这对狗男女一唱一和的表演，只觉得可笑至极。云婉，抱歉，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站住！陆明轩岂能让他就这么走了？这个废物竟敢无视他，真是翅膀硬了。云婉同样心中不快。陆晨虽然俊朗非凡，让他忍不住心生好感，可居然对自己如此冷淡，这让他十分不甘。当陆晨走到天霜城一处僻静角落时，陆明轩果然追了上来，拦住去路，语气嚣张：废物，把流云笔交出来，然后滚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陆晨眼神一冷：陆明轩，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找死！陆明轩勃然大怒，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恰在此时，云婉儿也跟了过来，适时的柔声劝道：陆晨哥哥，明轩哥哥，你们别为了我动手啊，那支流云笔人家不要了还不行吗？他这话看似劝和，实则火上浇油。陆明轩果然更来劲了：婉儿妹妹你放心，今天这流云笔我必须让他吐出来。陆晨看着这对配合默契的狗男女，直接被气笑了，真把他当软柿子捏了。你们放心，流云笔我不会交。陆晨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滚，或者被我打一顿再滚。你说什么？陆明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云婉儿也装不下去了，皱眉道：陆晨哥哥，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的？陆晨负手而立，眼神睥睨。今日他就要让这对狗男女知道，他陆晨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他目光如炬，冷冷道：“如果我没记错，当年你们云家收了我父亲的重礼，才答应与陆家联姻，而婚约的对象本应是我陆晨。”他语气一转，带着讥讽：“如今我既已离开陆家，就请将我父亲当年付出的资源如数归还。”云婉娇躯一颤，他万万没想到陆晨会突然提起这桩旧事，脸色瞬间变得不太自然。“你胡说八道！”陆明轩顿时急了，脸色涨红。他知道自己确实是捡了陆晨的便宜，但他对云婉痴心一片，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我才是婉名正言顺的道侣，那些资源本就是陆家的，跟你那死鬼老爹毫无关系。”说着，他竟从怀中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飞刀，直指陆晨。陆晨目光骤然一凝，这飞刀他再熟悉不过，这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极品灵器雪影飞刀。当年他被无情逐出陆家，此宝也被二叔强行夺走，没想到如今竟落在了陆明轩手中。嗡！陆晨心念微动，只是抬手虚虚一抓，那雪影飞刀仿佛受到召唤，瞬间挣脱陆明轩的控制，化作一道流光飞入陆晨掌中。飞刀入手，一股血脉相连的温热感瞬间传来，仿佛父亲宽厚的手掌再次握住了他。往昔的屈辱，父亲的音容笑貌，被逐出家门的那个雨夜，无数画面在他脑海中翻涌。啊，我的法宝！陆明轩又惊又怒，连云婉儿也急了。这柄威力不凡的飞刀他觊觎已久，还曾多次暗示陆明轩送给自己呢。陆晨哥哥，你怎么能抢明轩哥哥的法宝呢？他故作委屈。抢！陆晨把玩着失而复得的雪影飞刀，嗤笑一声。陆明轩，你拿我爹留给我的遗物去讨好这个绿茶，脑子被门夹了，真是蠢得无可救药。你！陆明轩气得浑身发抖。云婉儿还在一边煽风点火，泪光盈盈。陆晨哥哥，你变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陆晨懒得再看他表演，直接吐出3个字：死。绿茶。四周早已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散修，对着他们指指点点。天霜城内严禁私斗，陆明轩本还在极力克制，但此刻在众人面前被如此羞辱，再加上云婉儿那委屈的眼神，他的理智彻底被淹没了。我杀了你！他怒吼一声，炼气11层的灵力全面爆发，一拳轰向陆晨面门。然而，砰！只听一声闷响，伴随着凄厉的惨叫，陆明轩瞬间倒飞出去，像条死狗一样重重摔在地上，挣扎了几下都没能爬起来。陆晨摊了摊手，一脸无辜地看向周围的吃瓜群众。大家可都看到了，是他先动手的，我纯属正当防卫。啊！陆晨，你死定了！陆明轩瘫在地上，不甘嘶吼，心中更是惊骇欲绝。他可是炼气11层，怎么会连陆晨的一拳都接不下？云婉儿直接傻在原地，红唇微张，美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这陆晨实力竟然强横到了如此地步！傻逼！陆晨瞥了一眼地上的陆明轩，满脸讥讽。被人当枪使了，还在这自我感动。不远处的阴影中，刀疤三抱臂而立，脸上露出了欣慰而又解气的笑容。少爷真的长大了，打得好！陆家这些人早就该打了。陆晨收起父亲的雪影飞刀，心情复杂中带着一丝快意。今日能意外收回父亲遗物，总算不虚此行。他不再理会那对男女，迅速收敛气息，悄无声息地返回了合欢宗，直奔自己的洞府。一路上出奇的安全，竟然没有杀人夺宝的散修，或许都是夏倾城安排的护卫给力。一进入灵泉空间，陆晨便迫不及待地将采购来的各类灵药种子播种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他震惊得无以复加。种子刚落入灵土，巨灵草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土，发出嫩芽。仅仅1炷香的功夫，便从嫩芽生长到了近乎1年份药力的灵光。紧接着5年份、10年份灵药在他眼前疯狂生长。这也太逆天了！陆晨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这神秘吊坠带来的灵泉空间功效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将灵药妥善种植后，他又满怀期待开始研究符箓之道。目前他只有最基础的几种符箓，用来赶路的神行符，用来防御的金刚符，以及攻击用的烈焰符。如今仇家越来越多，符箓这种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陆晨摩挲着新得的流云笔，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寻常符箓依靠修饰自身灵力绘制，威力有限，而我或许可以尝试直接引动这灵泉空间的本源灵气入符。如果能成功，绘制出的符箓威力恐怕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这女人简直像雾像雨又像风。转眼间2个时辰飞逝而过，陆晨面前已经堆起厚厚一沓烈焰符，每一张都灵光流转，散发着炽热气息。爽！这制符速度简直跟开了挂一样。他兴奋地搓了搓手，感觉体内灵力消耗颇大，就取出丹药服下。
可这些寻常丹药对他来说已经是杯水车薪。犹豫片刻，他小心翼翼舀起一滴灵泉水送入口中，轰！就这一滴灵泉入体，狂暴的灵力瞬间在经脉中炸开。陆晨只觉得整个人都要被撑爆了，血管凸起，皮肤通红，仿佛下一秒就要原地爆炸。妈蛋，完脱了！危急关头，灵泉空间突然产生一股吸力，将多余的灵气尽数吸走。陆晨瘫倒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好险！这一滴灵泉差点要了老命，恐怕连筑基修士都扛不住，这也太恐怖了。劫后余生的他惊喜地发现，经过这番折腾，自己竟然突破了炼气11层，哈哈哈！这修炼速度简直跟坐火箭一样。纯阳圣体配上灵泉空间，简直逆天。他激动轻点着制成的符箓，虽然都是一品符箓，但经过流云笔的加持和灵泉灵气的灌注，威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张爆裂符，炼气大圆满，见了都得掉层皮。要是多来几张，筑基修士也得头疼。平复心情后，陆晨若有所思。符箓师和炼丹师一样，都是修仙界的香饽饽。既然神秘吊坠让他对符道一点就通，那丹道想必也不在话下。等有时间，一定要好好钻研一下炼丹术。彻底稳固修为后，陆晨发愁地发现，突破炼气12层所需的灵力简直是个无底洞。寻常聚灵丹已经毫无用处，可灵泉水又不敢再碰，那是真要命啊！好在九阳破虚拳在他的参悟下已经达到精通境界，威力更上一层楼。现在这拳法可是我最大的底牌了。陆晨握紧拳头，眼中闪过自信的光芒。只要自己正常修炼，很快就会崭露头角，报酬指日可待。又是修炼一整夜后，陆晨精神饱满，这才走出洞府。洞府外，晨光中，一道绝美身影静立等候，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只见夏倾城一袭冰蓝色流仙裙，裙摆随风轻扬，勾勒出曼妙动人的曲线。阳光洒在她精致的侧脸上，宛如九天玄女，美得令人窒息。咕噜，陆晨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目光完全被那道身影吸引。夫君，我回来了。夏倾城转过身，美眸流转间带着几分笑意。你的修为似乎又精进了。他纤手轻抬，递过一个白玉瓷瓶，这是答应给你的凝神丹。陆晨接过瓷瓶，触碰到他微凉的指尖，心头一跳。多谢倾城师姐，这女人今天也太诱人了吧。他感觉体内纯阳之气都在躁动，恨不得立刻拉着她深入修炼一番。然而夏倾城却轻笑着后退半步，丹药既已送到，我便先回去闭关了。说完，他翩然转身，裙摆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弧度，留下阵阵幽香。陆晨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一阵怅然若失。这女人分明是故意来撩我的吧？撩完就跑，只负责点火，不负责灭火，也太渣了吧！他握紧手中的凝神丹，嘴角却忍不住扬起一抹笑意。圣女寝宫内，于希月哭了整整一夜，直到天光微亮，才勉强平复心情。他盘膝静坐，运转功法，强行将那些不该有的念头压下。只要不再见那个混蛋，只要彻底忘记他，他喃喃自语，试图用灵力洗涤心神，把关于陆晨的一切都从记忆中抹去。只有这样，那颗隐隐作痛的心才能好受些。没错，这一定是心魔作祟。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眼神重新变得坚定。我心中从始至终都只有傲天师兄一人，就算云傲天曾与其他女子双修又如何？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为了提升修为，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就在他努力说服自己时，腰间传音令忽然亮起。希月师妹，你近日为何音讯全无？我这便来和欢宗寻你。云傲天温润如玉的嗓音从传音令中传出，语气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于希月握着传音令怔了许久，他惊讶发现自己心中竟毫无波澜，没有期待，没有羞涩，没有一丝悸动。对这个曾经让他魂牵梦萦的傲天师兄，他竟像面对一个陌生人般平静。怎么会这样？于希月满脸困惑，明明他爱的人应该是云傲天，可为何此刻满脑子都是陆晨那个混蛋的身影？那个登徒子邪气的笑容，强势的拥抱，还有他决绝离去的背影，该死！他气恼发现，越是想要忘记那人的模样，就越是清晰。这心魔当真厉害的可怕。夏倾城闭关的这几天，陆晨独自修炼，心里却莫名烦躁。这女人简直像雾像雨又像风，完全捉摸不透。明明当初是他主动提出要登记道侣，现在却绝口不提，说好要双修助他突破，却时而热情似火，时而冷若冰霜，这是妥妥的海后手段啊！虽然他待自己不薄，但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陆晨这个情场老手都感到不安，怎么有种随时要翻车的感觉？比起夏倾城的难以掌控，于希月那种单纯性子反倒好拿捏得多。沉吟片刻，陆晨心中惊叹：妈的，这女人是在玩推拉战术啊！
先给足甜头，再突然抽离，让我产生失落感和投资感，从而更想在他那里证明自己。前世夜店里哥们儿都用烂的招数，没想到换了个世界，被一个御姐玩得明明白白的。2日后，当夏倾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整个人气质焕然一新。他气息饱满，神采奕奕，显然这次闭关收获颇丰。陆晨决定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倾城师姐，你之前不是说要带我去执事殿登记道侣吗？闻言，夏倾城嫣然一笑，眼波流转，想得美，我不过是想气气于西月罢了。陆晨当场愣住，心里咯噔一下，妈蛋，你这是提起裙子就不认账了？见他那副吃瘪的模样，夏倾城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只是那笑容里藏着几分狡黠，让陆晨更加看不透这个女人的心思。此女段位太高，简直深不可测。好啦，不逗你了。夏倾城敛起笑意，正色道：我夏家集需一位3品炼丹师坐镇，正巧余家那位名动青州的墨渊大师近日有意离开，我们不如去碰碰运气。若能请动他，对我夏家意义重大。炼丹师还是3品？陆晨眼睛一亮，若能结识这等人物，对他日后钻研丹道必定大有裨益。他当即点头，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总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这么快就给我安排上低保了。路上，夏倾城仔细交代着情况。这位墨渊大师丹道造诣极高，脾气也颇为古怪，据说已经无限接近4品灵丹师的境界，那可是能炼制元婴期丹药的存在。陆晨挑眉，所以呢？墨渊大师还有个孙女。夏倾城继续道，他向来不问世事，沉迷炼丹，多少大家族重金招揽都被拒绝了。可1年前，他却因为孙女的一句话，选择加入了余家。他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甘，正因为如此，余家才能迅速壮大，于西月也才能在圣女选拔中压我一头。陆晨恍然大悟，这么说，只要搞定了他那位孙女，就等于搞定了墨渊大师。没错，夏倾城点头。他孙女莫彩衣也是一位2品灵丹师，丹道天赋极高，据说容貌更是倾国倾城。这次不知为何，他们竟然打算离开余家，所以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听说是个美女，陆晨顿时来了兴致，既会炼丹又长得漂亮，这可是一举两得啊。夏倾城驾驭飞剑，2人很快抵达天霜城。陆晨恋恋不舍地松开咸猪手。这座城池规模宏大，人口数亿，城中坐落着9大家族。莫彩衣开的妙丹坊就在城中最繁华的地段，坊外求丹之人排成长龙。妙丹坊出品的丹药纯度高达80%，在这青州修仙界堪称极品。寻常丹药能有60%药性纯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夏倾城也顺便购买了几瓶2品聚灵丹，这才对一位胖掌柜拱手说道：掌柜的，我是夏家夏倾城，想求见莫丹师一面。他本已做好被拒绝的准备，毕竟莫彩衣向来不轻易见客。谁知胖掌柜竟客气一躬身：夏仙子这边请，小姐早已恭候多时。陆晨和夏倾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诧异。莫彩衣竟然早就知道他们要来。2人跟着掌柜走上2楼，这里布置的素雅别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药香，处处透着主人的不俗品味。然而最让陆晨在意的却不是这些布置。只见一位身着素白长裙的绝美女子款款走来，宛如画中仙子。她气质娴静温婉，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息，与于西月的清冷、夏倾城的妩媚截然不同。更让陆晨惊讶的是，这明明是他第一次见到莫彩衣，可对方看他的眼神中竟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奇怪，我明明收敛了纯阳圣体的气息，怎么还会这样？夏倾城上前一步，恭敬行礼：莫丹师，夏家夏倾城冒昧来访。然而莫彩衣却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一双美目始终凝视着陆晨，眼中闪着异样的光彩。他朱唇轻启，语出惊人：陆晨哥哥，我们又见面了。陆晨当场就懵了，又见面了？自己什么时候见过这位绝色丹师？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一旁的夏倾城也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莫彩衣不仅认识陆晨，而且这关系似乎还不一般。莫仙子，我们曾经见过。陆晨满脸疑惑，莫彩衣美眸中泛起追忆之色，那略带感伤的模样让人心生怜惜。陆晨哥哥，你果然不记得我了，不过也难怪，那时你还小，我也才6岁。陆晨更懵了，这丫头6岁，自己现在17岁，那会儿顶多7、8岁吧。他仔细搜索前身的记忆，却是一片空白。夏倾城也惊呆了，这2人居然还有这等渊源。看着2人困惑的表情，莫彩衣悠悠道来：当年我和爷爷出到庆云城，恰逢妖兽攻城，危急时刻是陆叔和陆晨哥哥出手相救。他眼中闪着泪光，我记得很清楚，是陆晨哥哥，你不忍心看我们遇难，恳求陆叔出手，我们才侥幸活下来。后来听说陆家巨变，你也被逐出家族，我和爷爷便来到天霜城。这些年来，我虽未去见你，但也一直留意着你的消息。我知道你入了合欢宗，知道你成了圣女的道侣，
我们才选择加入余家，成为客卿。卧槽，前身居然还有这等善缘，这可真是种善因得善果啊！夏倾城美眸一亮，心中狂喜，这次带陆晨来真是带对了，难怪墨渊大师会选择余家，原来是因为陆晨。陆晨哥哥，现在你想起来了吗？莫彩一满脸期待地望着他。陆晨轻咳一声，面不改色，确实记不太清了。不过当年庆云城遇袭，我陆家确实救过不少人。闻言，夏倾城差点笑出声，这家伙脸皮也太厚了吧，明明什么都不记得，还在这装模作样。莫彩一却信以为真，认真点头，陆叔和陆晨哥哥都是大善人，当年若不是你们，很多散修都难逃一劫。彩一妹妹，陆晨温和一笑，以后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莫彩一俏脸微红，美目中闪过欣喜之色。陆晨哥哥果然如他调查的那般，潇洒不羁又温柔体贴，还很多情。看着莫彩一这副小女儿姿态，夏倾城震惊不已。据他所知，这位妙丹坊的坊主手段高明，绝不是什么简单角色，否则也不可能在天霜城这等复杂之地站稳脚跟。看来在莫彩一心中，陆晨的分量极重。想到这里，夏倾城心里突然酸溜溜的，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竞争对手，还是这么优秀漂亮的丹师？他不禁暗自琢磨，要不要真的和陆晨去登记，成为正式道侣？夏倾城趁热打铁，连忙开口：莫丹师，不知您和您爷爷是否愿意成为我夏家的客卿丹师？条件随您开。莫彩一却轻轻摆手，美眸始终停留在陆晨身上。陆晨哥哥，你现在是打算和夏姐姐结为道侣吗？这问题问得陆晨一时语塞。莫彩一也是绝色美人，这让他怎么回答？夏倾城抢先一步挽住陆晨的手臂，这个动作一半是为了利益，另一半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是出于一种本能。莫丹师，我们正在考虑成为道侣，我夏家绝不会亏待他的。他何等聪明，只要他和陆晨绑定关系，莫彩一就一定会答应。既然如此，莫彩一浅浅一笑，我会去和爷爷说，我们去夏家做客卿。夏倾城心中狂喜，他万万没想到莫彩一竟然可以不顾利益，不怕得罪余家，直接就选择了夏家。这份对陆晨的偏爱实在让他既惊喜又酸涩，这男人怕是要被人抢走了。但一位3品甚至准4品灵丹师对夏家实在太重要了。心思敏锐的莫彩一察觉到他的异样，夏姐姐，我要去夏家，你似乎不太高兴。陆晨站在一旁，发现自己完全插不上话。夏倾城连忙挤出一个笑容，怎么会，欢迎彩一妹妹。不过莫彩一话锋一转，要我们加入夏家还有一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都行。夏倾城毫不犹豫，以后夏家要给陆晨哥哥提供修炼资源，当然我和爷爷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夏倾城一愣，随即大喜过望，这莫彩一对陆晨也太好了吧，这条件他没有理由拒绝。没问题，陆晨将享受夏家嫡系子弟待遇，资源与我同等。陆晨在一旁听得心花怒放，莫彩一真是我的好妹妹啊，这么快就给我安排上低保了。放心，夫君，我会保护你的。就这样，莫彩一爽快答应加入夏家。夏倾城简直不敢相信事情会如此顺利，连忙传讯通知家族早做安排。而莫彩一则一直跟在陆晨身边，从腰间取出一个储物袋，陆晨哥哥，这些丹药你拿着，对提升修为应该有帮助。陆晨接过储物袋一看，顿时惊呆了，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上百瓶丹药，种类繁多，丹香四溢，这也太贵重了。莫彩一浅浅一笑，语气却带着几分担忧，陆晨哥哥，是要3分毒，我观你体内丹毒淤积，定是服用了大量杂质较多的丹药吧。他轻轻摇头，丹药终究只是辅助，纯度不够反而会阻碍修行，还有大多数灵药也不建议直接生吃。一旁的夏倾城听得俏脸微红，这些日子陆晨服用的丹药多半都是他夏家炼制的，纯度只有60%左右，而莫彩一拿出的这些纯度竟高达80%，甚至接近90%。至于生吃，陆晨这家伙还真是饿了。陆晨也是恍然大悟，难怪最近吃再多丹药都感觉修为停滞不前，多谢彩一妹妹提醒，我记住了。他真诚道谢。陆晨哥哥，莫彩一突然压低声音，还请借一步说话，我还有东西要给你。看着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内室，夏倾城当场破防了，这丫头想干什么？当着我的面抢男人？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今天带陆晨来见莫彩一，真的做对了吗？回想最初，他确实只是想利用陆晨气遗弃于西月，可相处越久，他就越发觉得陆晨值得他真心相待。现在莫彩一的出现让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内室里，莫彩一取出一枚流光溢彩的灵丹，陆晨哥哥，这枚2品清灵丹能帮你清除体内丹毒，以后尽量少吃那些杂质太多的丹药。陆晨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彩一妹妹你真好。两人又聊了许久，莫彩一对他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这一刻，陆晨深深体会到，有个会炼丹的仙女妹妹真好。妙丹坊门口，夏倾城终于绷不住脸上的表情。夫君，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好妹妹呢。她语气酸溜溜的。陆晨尴尬一笑，倾城师姐，这事我真不知道，要怪就怪我从小就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夏倾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家伙脸皮真是厚的可以。看来夫君很高兴吗？他故意凑近，吐气如兰，有这么一位貌美如花，还是炼丹师的好妹妹。陆晨索性不装了，在夏倾城这个深不可测的女人面前，他必须拿出气势。那是自然，他理直气壮，才艺确实很优秀。哟，夏倾城美眸微眯，夫君这是心动了。陆晨故意露出一副心虚又期待的表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还请师姐多多包涵。夏倾城一时语塞，这男人还真是坦诚的让人火大，见一个爱一个，根本拴不住。他暗自咬牙，看来自己得把他喂饱才行。正好我的巅峰培元功最近有所突破，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双修仪式。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让陆晨心头一紧。夫君，就算你有这个心，也得有这个机会才行。你可知道彩衣仙子有多少追求者？光是天双城林家的少主，就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陆晨顿时垮下脸来9大修仙世家之首的林家少主。林家的实力确实比夏家和余家加起来还要强上几分，但他很快又挺直腰板，厚着脸皮道：我怕什么？反正彩衣妹妹对我好得很。夏倾城彻底无语。夫君，你不仅色胆包天，胆子也不小啊。陆晨邪魅一笑，意有所指。我不仅胆子大，其他地方也很大，你不是最清楚吗？毕竟你可是亲身感受过的。你登徒子。夏倾城瞬间俏脸绯红，羞恼地跺了跺脚。看着他难得吃瘪的模样，陆晨心中暗爽，哼，总算扳回一城。想跟我玩暧昧，看我不撩的你找不着北。就在两人打情骂俏、相谈甚欢之际，前方人群忽然一阵骚动。只见于西月一袭白衣翩然而至，绝色容颜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在他身旁，云傲天依旧那副道貌岸然的模样，嘴角挂着虚伪的温和笑意。这般引人注目的场面，陆晨在夏倾城身边时也经历过，实在是这两位仙子的美貌都太过惊为天人。夏倾城红唇微勾，亲昵凑到陆晨耳边：夫君，你说若是你的圣女大人知道他们余家最重要的首席丹师马上就要成为我夏家的人了，而且还是因为你才答应的，他会不会气得想杀了你啊？陆晨嘴角一抽，故作淡定，满不在乎摆了摆手：随便他恨呗，反正他现在看我的眼神也跟看仇人似的。哎呀，夏倾城故作叹息，某些人还真是薄情，他可是你曾经的圣女大人呢。陆晨被他这阴阳怪气的调侃弄得哭笑不得，索性一把揽住他的纤腰，将人往怀里一带。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的倾城师姐这么迷人呢？为了你，他是爱是恨都随他去吧。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夏倾城猝不及防，耳根微红轻啐一口，油嘴滑舌，那双美眸中却荡起一丝藏不住的欢喜。当于西月远远看见陆晨和夏倾城亲密相拥时，整张俏脸瞬间失了血色。他们竟然这么甜蜜，是故意做给自己看的吗？更让他心慌的是，夏倾城出现在妙丹坊，目的不言而喻。这个女人不仅要抢他的男人，现在连余家最重要的首席丹师也不放过。哟，这不是我们尊贵的圣女大人吗？夏倾城笑盈盈地主动开口，来找莫丹师，恐怕要让你白跑一趟了。于西月强压怒意：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夏倾城红唇微勾，彩衣妹妹已经答应来我夏家了，西月圣女还是请回吧，别白费心思了。于西月冷笑一声，就算陆晨这登徒子被这女人抢走了又如何？以他和莫彩衣的交情，绝不可能被轻易动摇。一旁的云傲天见状，立即挺身上前，摆出最潇洒的姿态：西月师妹不必忧心，我云家与莫丹师素有交情，定能助你留住他，更何况我贵为云岚宗圣子。他说的冠冕堂皇，目光却不自觉地往夏倾城身上飘。这个绝色佳人，他真是越看越心动。若是能左拥于西月，又抱下倾城，那该是何等快意！像我这般优秀的男子，夏倾城怎么可能不动心？他不是最爱和于西月作对吗？若能把本圣子从于西月身边抢走，龙傲天越想越激动，仿佛已经看到两位绝色仙子为他争风吃醋的场面。于西月懒得理会云傲天，径直转身走进妙丹坊，留下他在原地独自陶醉。夏倾城嫌弃地撇了撇嘴，这云傲天他曾经确实留意过，甚至还真打算跟于西月抢一抢，但自从那日见过真人后，跟陆晨一比，简直是云泥之别。至少陆晨坦荡真诚，体内纯阳之气更是浩瀚如海，
那家伙纵情声色，杨元亏空十分严重。他一把拉住陆晨的手，走，夫君，我们看热闹去。陆晨无奈，我没兴趣，不如我们回洞府深入交流修炼心得，万一要是打起来了怎么办？哼，打起来才好看呢。夏倾城美目一瞪，放心，夫君，我会保护你的。这霸道的劲儿让陆晨哭笑不得，只好任由他挽着重新走向妙丹坊。看来今天这场好戏，他是非看不可了。缠他身子的第7天啊，一踏入妙丹坊，云傲天的目光就死死粘在了莫彩衣身上。他早就听说过这位丹仙子的美名，但亲眼见到时还是被惊艳的说不出话。那是一种与于西月的清冷、夏倾城的妩媚截然不同的美，温婉娴静，宛如空谷幽兰，让人恨不得立刻捧在手心好好呵护。彩衣妹妹，于西月连忙上前打招呼。她与莫彩衣年纪相仿，私交很好，整个于家都清楚，只要稳住这位小祖宗，那位莫丹师就会死心塌地留在于家。想当初于家在天霜城还算不上一流家族，可自从莫丹师加入后，简直是一飞冲天。其他8大世家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位准4品丹师为何会选择于家，最后只能归结于于西月与莫彩衣的私交关系。于西月对莫家祖孙一向敬重有加，几乎把莫彩衣当作亲妹妹看待。西月姐姐，莫彩衣浅浅一笑，随即注意到云傲天那令人不适的视线，微微蹙眉。这位是？云傲天立即摆出最潇洒的姿态，脸上挂着自以为迷人的微笑。见过彩衣仙子，在下云岚宗圣子云傲天。没错，他又心动了。若是能把于西月、夏倾城和莫彩衣这3位绝世仙女都收入房中，那该是何等快活。他忍不住在脑海中幻想起那香艳的画面，嘴角控制不住淫笑。于西月看着这猥琐笑容，心头猛地一沉。他强忍着不适介绍道：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傲天师兄，他刚刚出关。莫彩衣恍然想起，于西月确实曾与他分享过这段八卦，把这位云傲天师兄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可今日一见，却让他大失所望。身为炼丹师，他一眼就看出云傲天修炼出了问题，浑身浊气萦绕，分明是心术不正之象。那副见了美女就挪不开眼的模样，更让他心生厌恶。见莫彩衣皱眉，于西月心中五味杂陈。我的选择真的正确吗？陆晨虽是个登徒子，可这云傲天似乎更加不堪。莫彩衣冷哼一声，语出惊人：西月姐姐，你就是为了这种人和陆晨哥哥解除婚期的？陆晨哥哥？于西月美眸圆睁，难以置信。这丫头不是整日沉迷丹道，何时与陆晨相识了？云傲天被这声质问拉回现实，顿时恼羞成怒。彩衣仙子此言差矣，那陆晨不过是个10灵根的废物，连杂役弟子都不如，如何配得上西月？我乃天灵根资质，云岚宗圣子，才是与他天造地设的一对。这话说得于西月俏脸煞白，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他万万没想到，云傲天竟然会如此公然羞辱陆晨，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高兴。而一向温柔的莫彩衣更是瞬间炸毛，这厮谁敢诋毁他的陆晨哥哥？云傲天，他声音陡然转冷，整个妙丹坊的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分。请你放尊重些，如果连我陆晨哥哥都配不上圣女，那你更加配不上。于西月惊呆了，他从未见过温婉娴静的莫彩衣发这么大脾气，还以为他是在替自己不值。云傲天也吓了一跳，满脸委屈：我只是实话实说啊，不就说个废物吗？至于这么激动吗？莫彩衣语气清冷，一字一句道：于西月师姐，抱歉，我和爷爷很快就会成为夏家客卿。什么？这话如同惊雷炸响，于西月瞬间呆立当场，俏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连对自己的称呼都变了。一旁的云傲天却不知哪来的自信，竟摆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势：彩衣仙子，你可知我云岚宗与你爷爷的交情？当初若不是于家收留你们爷孙，你们能有今日？这般忘恩负义，连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他心中早已盘算好了，如果不能说服莫彩衣，就用云岚宗、于家和他云家3方势力施压。一对无依无靠的爷孙，还不是任他拿捏？不仅要让他们屈服，更要趁机将这位绝色美女丹师收入囊中。莫彩衣闻言不怒反笑，他沉默片刻，目光玩味地打量着云傲天，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而于西月此刻已是怒不可遏，他从未像现在这般失望过。眼前这个狂妄自大的蠢货，真的是他曾经心心念念的傲天师兄吗？闭关5年，他连事实都没查清就大放厥词，这分明是来坏事的。于西月急忙解释：彩衣妹妹，你别误会，若是于家有什么怠慢之处，你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让父亲。不必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莫彩衣直接打断。云傲天还想说什么，被于西月一个凌厉的眼神瞪了回去。于西月声音发颤：为什么？
总要给我一个理由。莫彩衣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平静却字字诛心。你想想，你是怎么对待陆晨哥哥的？于希月如遭雷击，踉跄后退半步，瞬间明白了什么。原来你们是因为陆晨才选择于家的。自己引以为傲的圣女之位，于家如今的显赫，竟然全都与陆晨有关，这让他心中猛然抽痛。莫彩衣继续说道，既然陆晨哥哥已经与你解除婚契，那我和爷爷也没有必要留在于家了。我听说倾城姐姐待他很好，我自然要去下家。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砸在于希月心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无尽的悔恨如潮水般涌来，让他几乎站立不稳。而云傲天也惊呆了，那个废物凭什么？先是夏倾城，现在连莫彩衣都这样向着他。他咬牙切齿，心中嫉恨交加。这一刻，于希月终于看清了真相，他为了一个虚伪的死渣男，失去了真正值得珍惜的人。于希月深知莫彩衣说一不二的性子，既然他去意已决，挽留也是徒劳。他轻叹一声，语气带着几分释然，彩衣妹妹，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也不再强求了。恰好此时，一直在旁边吃瓜看戏的夏倾城挽着陆晨走了过来。云傲天见到两人亲密无间的模样，顿时火冒三丈，陆晨你个废物还敢来！云傲天，你给我滚！于希月声音冰寒，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冷。云傲天脸色瞬间铁青，操！于希月，你竟敢这样跟本圣子说话！然而于希月根本懒得理会他，转而看向陆晨，竟然主动上前拉住他的手，语气温柔，陆晨，对不起，以前是我亏欠你了。感受到掌心传来的温软触感，陆晨心头一荡，这女人的手真软，缠他身子的第7天啊！于希月也被陆晨身上散发的纯阳之气撩得心惊摇曳，若不是在常人多，两人怕是真要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该死，这登徒子，大庭广众的，我怎么会？陆晨嘴角微翘，笑得意味深长。哦，既然知道亏欠我，那就先记在账上，以后慢慢还。夏倾城看着两人眉来眼去的暧昧模样，竟破天荒没有插手，只是美眸微眯，不知心中在盘算着什么。倒是一旁的莫彩衣看着这一幕，心中泛起丝丝酸楚。果然，在陆晨哥哥眼里，就只有希月姐姐和倾城姐姐呢。她们都那么美，若是你也能喜欢彩衣就好了，彩衣一定不会介意和他们分享的。可惜陆晨听不到他这番心声，否则怕是要激动的当场跳起来。这奇人之福，他可是求之不得啊！就在陆晨享受着指尖温存之际，他没有注意到，远处阴影中，一道属于云岚宗的隐秘传讯符正带着云傲天无尽的怨毒破空而去。真正的砍瓜切菜，陆晨哥哥。莫彩衣亲昵地挽住陆晨的手臂，甜甜唤道。陆晨满脸宠溺，揉了揉他的秀发。彩衣妹妹真乖，这亲密无间的模样，看得于希月和夏倾城心里都泛起了酸意。而云傲天更是嫉妒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凭什么这个废物能同时得到这么多绝色仙子的青睐？于希月强忍着心头的酸涩，轻声道：陆晨，我会补偿你修炼资源的。陆晨却淡然一笑，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接着上下打量，目光灼热。有倾城师姐和彩衣妹妹在，我现在可不缺修炼资源。这话让于希月愣住了，这家伙连修炼资源都不在乎了，那他还想要什么？难道是想要我？想到这里，他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撩完这一句，陆晨便潇洒与莫彩衣道别。夏倾城十分默契地上前挽住他的手臂，两人并肩离去。夫君，这场戏看得可还过瘾？他笑盈盈问道。陆晨满意点头，太过瘾了。你没看见于希月那后悔莫及的样子，还有他那个云傲天简直像个跳梁小丑。夏倾城美眸流转，夫君撩人的分寸拿捏得正好，撩得人家心神荡漾就转身离开，是不是太残忍了些？陆晨邪魅一笑，你不是也很懂事吗？特意给我发挥的舞台，回宗门后我一定好好奖赏你。夏倾城满脸好奇眨了眨眼，如何奖赏？陆晨没有说话，只是抬手啪啪啪拍了3下手掌，清脆的击掌声在空气中回荡。夏倾城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俏脸瞬间绯红，娇嗔地捶了他一下。登徒子，你好坏！离开喧嚣的天霜城，夏倾城与陆晨驾驭飞剑，朝着合欢宗方向疾驰。刚才在市集淘宝的轻松氛围还未散去，陆晨满脸陶醉，双手搂住夏倾城的纤腰，心中还在回味新入手的那几包稀有灵药种子。然而就在飞剑掠过一处荒僻山谷的上空时，嗡！数道强横无比的灵压如同无形枷锁，骤然从四面八方镇压而下，瞬间将两人所在的空域彻底封锁。飞剑哀鸣一声，灵光暗淡，被迫坠向地面。小心！夏倾城反应极快，
在落地瞬间便已飞剑在手，一把将陆晨死死护在身后。他美眸锐利，扫过周围，8道漆黑如墨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每人身上散发出的灵力波动，赫然都是筑基大圆满。为首的蒙面人声音沙哑，语气戏谑：夏仙子，此事与你无关，留下你身后那个叫陆晨的小子，你可以走了。是谁派你们来的？我是不可能丢下夫君不管的，你们应该知道我夏家的能量，识趣的就速速退去。夏倾城声音冰寒，心思聪慧，他的金丹护卫今日恰被家族急事调走，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杀！没有多余废话，8名筑基大圆满杀手同时出手，剑光术法交织，铺天盖地照向2人。他们配合默契，目标明确，攻击直接绕开夏倾城，直取他身后的陆晨。休想！夏倾城娇喝一声，赤红色的飞剑舞动如龙，筑基中期的修为全力爆发。他深知陆晨修为尚浅，绝不可能挡住任何一击，竟是以一己之力硬汉8名强敌。砰砰砰！赤焰炸裂，凌厉的剑气余波冲击在他身上。为了护住陆晨周全，他几乎放弃了所有闪避，只能用身体硬抗。噗！一道刁钻的剑光穿透防御，狠狠斩在他的肩头，带起一蓬刺目的血花。夏倾城闷哼一声，脸色瞬间苍白，但依然护在陆晨身前，未曾后退半分。倾城师姐！陆晨双目赤红，看着那染血的倩影，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滔天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他取出厚厚一沓爆裂符扔出，轰隆！可惜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下，爆裂符根本无用。炼气期与筑基大圆满的差距如同天堑，我太弱了，太弱了！陆晨死死咬紧牙关，紧握双拳。不愧是夏家天骄，可惜到此为止了。一名杀手瞅准夏倾城灵力耗尽，直奔陆晨一剑刺去。这一剑快、准、狠，夏倾城已然来不及救援。陆晨目光一沉，难道我这么快就要死了吗？眼看剑尖已至眉心，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不退反进，体内灵力涌动，就要尝试全力出手。妈的，就是死老子也要崩掉你一颗牙！可就在这生死一线间，动我家少爷者，死！一声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咆哮，裹挟着滔天煞气，猛然炸响。声音未落，一道横贯长空的猩红刀芒，如同血色雷霆，后发先至。哧啦！那名出手的杀手，连同他手中的飞剑，如同纸糊一般，被瞬间劈成2半。场面血腥至极，一道模糊身影护在陆晨身前。来人身材魁梧，隐约可见一道狰狞刀疤，周身散发出的赫然是远超筑基，令人灵魂战栗的金丹威压。来人正是刀疤三。死！刀疤三狞笑一声，噗噗噗！没有华丽的招式，只有最极致的速度和力量。巨刀挥动，带起血雨和残肢断臂。筑基大圆满在他面前与土鸡瓦狗毫无区别。砍瓜切菜，真正的砍瓜切菜。不过2-3个呼吸的时间，8名杀手全部变成了散落一地的尸块。浓重的血腥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山谷。刀疤三收刀，瞬间消失在原地。陆晨脑子有些发懵，你们夏家的护卫好凶残。夏倾城脸色苍白，服下疗伤丹药，美眸中充满了困惑，虚弱摇头，不，我今天没带家族护卫，此人绝非我夏家之人。陆晨这才盯着刀疤三消失的方向，脑海中一片混乱。他好像叫我少爷来着，他到底是谁？不对，我那个落魄的陆家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金丹期修士？陆晨也顾不得疑惑了，看着怀中女子苍白的脸，感受着她的伤势，想到她不顾性命挡在自己身前的决绝，心神触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陆晨声音低沉，但我现在只知道你为我受伤了。他小心翼翼地为夏倾城擦拭嘴角的血迹，目光复杂。这个时而霸道，时而狡黠，却又肯为他豁出性命的女人，是真的在乎自己。夏倾城苍白的脸上竟浮现出一抹淡淡红晕，轻轻靠在陆晨怀里，低声道：夫君，你没事就好。这一刻无需再多言语，共同经历生死，有些东西已然变得不同。我回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小姐，老身来迟了。这时一道略显嘶哑的声音骤然响起，紧接着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夏倾城身侧。来人是一位身着灰衣的老妪，她面容枯槁，身形佝偻，手中拄着一根看似普通的乌木拐杖。然而她仅仅是站在那里，周身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气息，便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滞了几分，其修为显然深不可测。罗婆！夏倾城见到老妪，紧绷的心神终于松懈下来。我并无大碍，
我们暂时不回宗门了，劳烦您带我们前往青云城吧。他美眸流转，看向陆晨，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关切。庆云城，听到这3个字，陆晨心头猛地一震，脑中惊雷炸响。那个他出生、成长，却也承载了他无数屈辱痛苦的地方。这次刺杀，如果不是云傲天干的，那也有可能是陆家人干的。毕竟自己可是刚揍了陆明轩一顿。陆晨紧紧攥住拳头，眼中寒芒闪烁。陆家的账，是时候好好清算一下了。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飞速盘算着如今的实力。凭借纯阳圣体的雄浑灵力以及精通境界的九阳破虚拳，若是底牌尽出，倾力一战，或许能勉强与筑基中期的修士周旋一番。但若是对上筑基后期乃至大圆满的高手，必败无疑。实力的差距让陆晨心中一紧，还不够，我还需要更强的力量。他在心中咆哮，眼前闪过夏倾城为他挡剑时燃血的背影。第一次对力量的渴望如此强烈，我不想再让任何人为我受伤，更不想永远活在别人的庇护之下。夫君，别胡思乱想了。夏倾城语气清冷，又带着一丝安抚意味。你如今结下的仇家，无非就是天霜城周家、云岚宗的那个云傲天，还有你那不长眼的本家陆家。他语气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强势。周家那边你无需挂心，不过是个二流家族，蹦跶不了多久。我夏家自会出面，定要他们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听到这话，陆晨心头猛地一热，瞬间感动。这女人竟然将他所有潜在的威胁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并且早已在心中为他铺好了路。他瞬间明悟，云傲天背景太硬，有云岚宗这个庞然大物，现在想动他太不现实。周家不过是个小世家，夏家抬手可灭。那么他此刻执意要去庆云城，目标不言而喻，就是要替他杀回陆家，清算旧账，扫平一切潜在威胁。想到这里，陆晨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看向夏倾城的目光充满了震撼。为了他竟然要做到这一步，这个女人也太霸道，太护短了，当真是宁可杀错也不放过。但她真的好爱。陆家府邸大厅内，明轩，我的儿，你没事吧？陆家家主陆云海刚回到家族，就听到儿子吃亏的消息，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眼神锐利，浑身散发着阴冷寒意。爹！陆明轩一见靠山回来了，立刻哭诉，都是陆晨那个该死的废物，他不仅抢走了您赐给我的雪影飞刀，还当众把我打伤，让我在婉妹妹面前丢尽了脸面。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什么？那个小畜生岂敢！陆云海勃然大怒，一掌拍在身旁的玄铁木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当初将他逐出家族时，我就该一掌毙了他，永绝后患。都怪你三叔心软，非要讲什么血脉亲情，留他一条狗命。他胸口剧烈起伏，眼中杀机毕露。陆明轩见状，立刻咬牙切齿，语气怨毒：爹！他现在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实力增长了不少。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我要他死，要他不得好死。就在陆云海父子杀意沸腾之际，报！一名护卫连滚带爬冲进了大厅，脸上写满了惊慌。家主，明轩少爷，不好了，陆晨那个废物他回来了，此刻就在府门外。什么？陆云海猛地从座位上弹起，眼中先是闪过一丝阴沉，随即被凶狠取代。这个小畜生竟敢主动送上门来，真是狗胆包天。一旁的陆明轩先是一惊，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忙拉住父亲的手臂，语气带着几分忌惮：爹！他肯定是有恃无恐，三叔最疼陆晨，万一他出面阻拦怎么办？哼，你怕什么？陆云海一把甩开儿子的手，狰狞冷笑：你三叔早在1个月前就被我派去掌管边境矿场了，短时间内根本回不来。他眼中寒光四射，没了你三叔护着，我看今天还有谁能保得住这个小畜生？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闯进来，正好斩草除根。与此同时，陆晨缓缓踏入陆家府邸，他没有惊动太多人，而是凭着记忆走向自己曾经居住的那处偏僻小院。然而入目所及却是一片荒芜，院墙倾颓，杂草丛生，门窗破败，哪里还有半分往日的生气？故地重游，这破败的景象像一根根冰冷的针，刺进他的心里。过往那些被轻视、被欺辱的记忆重现眼前，就像他亲身经历的一般。少爷，真的是你？一个苍老而颤抖的声音自身后响起。陆晨回头，只见老管家张丰年拄着拐杖，踉跄着快步走来。老人脸上没有惊喜，他死死攥住陆晨的衣袖，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急切说道：少爷，算老奴求您了，您斗不过他们的，快走啊！
留着青山在啊。张丰年一把拉住陆晨的衣袖，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陆云海一脉的人正愁找不到由头对付你呢，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听老奴一句劝，赶紧离开庆云城，走得越远越好。看着老人眼中真切的关怀，陆晨冰冷的心泛起一丝暖意。他轻轻拍了拍张丰年枯瘦的手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淡然。张伯，放心吧，我这次回来没打算立刻走。他目光扫过荒废的院落，嘴角微翘。我还打算在这里住上几天呢。住几天？张丰年急得直跺脚，还想再劝，可看见陆晨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到了嘴边的话只能化作一声无奈的哀叹。他看着陆晨挺拔的背影，浑浊的老眼中充满了担忧，只能喃喃低语：唉，要是老家主还在，该多好啊。想起陆晨的父亲陆云天，那位曾经让陆家辉煌一时的男人，待人宽厚，恩泽众多，乃像现在的陆云海仗着家主身份排除异己，搞得整个陆家乌烟瘴气，离心离德。就连一向顾全大局的三爷陆云鹏，都因为看不惯陆云海的所作所为，宁愿常年在外打理家族产业，也不愿回到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如今少爷孤身归来，面对虎狼环伺，他真的能安然无恙吗？陆晨负手立于荒院之中，目光平静，望向陆家核心区域那片灯火通明的建筑群。他能感觉到无数道或恶意或好奇的神识正从那个方向扫来，如同张开的蛛网。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陆云海，我回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今天你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陆晨刚在破败小院中站定，还没来得及感慨，一个怯生生的侍女就小跑过来，低着头不敢看他少爷，家主让您立刻去主厅一趟。呵，陆晨眉头一挑，嘴角泛起冷笑，消息传的倒是快，我这刚踏进门槛，他们就等不及了。他不再耽搁，龙行虎步，径直朝着陆家会客大厅走去。一踏入那熟悉又陌生的大厅，一股压抑的气氛便扑面而来。家主陆云海端坐在主位，面色阴沉如水，两侧坐满了陆家的族老，一个个眼神淡漠，或鄙夷，或幸灾乐祸。陆明轩站在他父亲身旁，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狞笑，仿佛已经吃定了陆晨。陆云海率先发难，声音冰冷：陆晨，你这个被逐出家门的废物，怎么还敢回来？就是一回来就惹是生非，打伤明轩少爷，简直是我陆家的灾星。一位族老立刻帮腔：何止是灾星，我看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当初家主就不该心软留他性命。陆晨，你可知罪？还不快将抢走的雪影飞刀交出来！另一位族老厉声喝道，直接扣上帽子。陆明轩更是得意的叫嚣：爹，各位长老，不止雪影飞刀，他手里还有一支在万宝商盟买的流云笔，那也是抢了我的，必须让他一并交出来，再自废修为，跪着爬出庆云城。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指责、挖苦和毫无底线的污蔑，陆晨只是负手而立，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他就像在看一群跳梁小丑表演，眼神平静的令人心寒。就连隐藏在暗处的刀疤三看到这一幕，拳头都硬了，恨不得立刻现身，将这些无耻之徒全都砍瓜切菜。陆云海见陆晨如此淡定，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猛地一拍座椅扶手，筑基大圆满的威压轰然爆发。小畜生，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周身灵力涌动，眼看就要动手，我看谁敢动我的晨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如同炸雷般的怒吼声从厅外传来，声到人到。只见陆家老三陆云鹏风尘仆仆，一脸怒容，大步闯入厅中，直接挡在了陆晨身前。他虎目圆睁，扫视全场。他这一来，厅内嚣张的气焰顿时为之医治。陆云海脸色一变，强压下怒火，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老三，你回来的正好，你看看陆晨这个孽障，他不仅抢了明轩的法宝，还把他打成重伤，如此忤逆凶残，今日我必须执行家法，以正家风。陆云鹏根本不信，语气带着讥讽：二哥，你开什么玩笑？明轩侄儿可是已经突破了炼气12层的修为，晨儿他当初离开时不过炼气3层，如今应该也不会超过炼气7层，他如何打伤明轩？何况那雪影飞刀本来就是大哥留给晨儿的遗物，何来抢夺一说？他话音未落，目光下意识扫过陆晨，随即猛地愣住，脸上瞬间被惊喜取代。晨儿，你的修为炼气11层了，好，他激动的连说3个好字，用力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关切问道：你快告诉三叔，你这些年在外过得怎么样？受没受委屈？感受到三叔毫不作为的关怀，陆晨冰冷的心泛起暖意，恭敬回应：三叔，我很好。在这个冰冷无情的陆家，也只有三叔陆云鹏是真心护着他。
当年若不是三叔极力劝阻，他恐怕早已死在陆云海的毒掌之下。当陆云鹏惊呼炼气11层时，主座上的陆云海瞳孔骤然一缩，搭在扶手上的五指下意识地收紧。他身旁的陆明轩更是目光一沉。陆云鹏欣慰点头，这才转向陆云海，语气缓和了一些：“二哥，你看，年轻后辈之间有些摩擦也属正常，何况他们还是兄弟。既然明轩伤的也不重，此事不如就此结果。晨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们陆家理应设宴为他接风洗尘才是。”接风洗尘？陆云鹏，你疯了不成？陆云海闻言，脸色瞬间铁青，他猛地站起身，指着陆晨咆哮道：“这个小畜生早就被逐出我陆家了，他打了我儿子，我今日就要打回来，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你今日休想再护着他。”“对，家主说的对，此子绝不能留，一个10灵根的废物，回来也是丢我陆家的脸。老三，你莫要是非不分。”周围的族老们也纷纷出声，言语刻薄，支持陆云海。听着这些诛心之言，陆云鹏气得浑身发抖，虎目含泪，猛地指向厅堂上方那块家风浩然的牌匾，声音悲愤而苍凉：“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年我大哥陆云天执掌陆家时，是如何待你们的？家族资源何曾短缺过你们分毫？如今我大哥尸骨未寒，你们就如此逼迫他的独子，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这番掷地有声的质问，如同惊雷炸响在不少族老的心头，让他们面露愧色，不由自主低下了头。大厅之内，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微妙，剑拔弩张。就在一众族老被陆云鹏问得抬不起头时，场中只有陆晨神色依旧淡定从容，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他看着台上那群跳梁小丑，心中冷笑：“蹦跶吧，尽情的蹦跶吧，现在蹦得越欢，待会儿脸就肿得越高。”他一步踏出，目光如2道冰冷的利剑，直射主位上的陆云海，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整个大厅，带着一股前所未有强势。“陆云海，你听好了，你那废物儿子陆明轩自己实力不济，学人当舔狗不成反被揍，纯粹是咎由自取。今天你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我陆晨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你们拿捏的软柿子了。”轰！这话如同平地惊雷，在整个大厅炸响，所有人都懵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场中那个挺拔傲立的身影。这真是那个曾经怯懦卑微、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陆晨？他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跟家主说话？就连一直护着他的陆云鹏此刻也惊呆了。他看着陆晨那锋芒毕露、睥睨全场的背影，虎目之中瞬间热泪盈眶，激动的嘴唇都在颤抖，心中无声呐喊：“长大了，晨儿他真的长大了。大哥，你在天有灵看到了吗？你的儿子再也不是那个需要人时刻护在羽翼下的雏鸟了。好，很好，小畜生，你真是狂得没边了。”陆云海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但他看了一眼挡在前面的陆云鹏，强压下立刻动手的冲动，眼中闪过一丝阴毒。有老三这个筑基巅峰修士死保，强行击杀陆晨不仅不现实，还会引起家族内讧，得不偿失。他深吸一口气，强行挤出一丝狰狞的笑容，改用激将法：“陆晨，别说我以大欺小，你既然这么有本事，敢不敢与我明轩上擂台公平比试一场？”他心中早已算计清楚，陆明轩不仅突破了炼气12层，境界稳固，更是手握家族珍藏的中品灵气清风剑，真实战力足以媲美炼气大圆满。对付一个刚刚突破、空有境界的陆晨，绝对是手到擒来，十拿九稳。只要上了擂台，刀剑无眼，失手打死打残，就算是陆云鹏也无话可说。陆晨闻言，脸上嘲讽的意味更浓了。这群蠢货，还真把他当成那个任人揉捏的10灵根废物了。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应战，声音桀骜：“好，你的挑战我接了。”正好他也需要一场战斗来彻底宣告自己的归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谁赢了，谁便是我云家的乘龙快婿。好，这可是你自找的。陆云海心中狂喜，生怕他反悔，立刻大声道：“诸位族老都听到了，擂台之上拳脚无眼，生死各安天命。家主英明，理当如此。此子忤逆狂妄，正需明轩少爷出手惩戒。对，明日一早擂台比斗，正好让全城的人都看看这废物与我陆家麒麟儿的差距。”一众族老纷纷出声附和，语气不屑，就连陆明轩也是满脸兴奋：“陆晨，这回你必死无疑。”陆家后院，想到陆晨毫不犹豫地接下战书，陆云鹏是又急又气，脸上写满了担忧：“晨儿，你糊涂啊？何必逞着一时之快？
明轩有清风剑在手，实力堪比炼气大圆满。三叔本打算先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给你备好修炼资源，送你远走高飞。陆晨打断了他，语气平静，神色自信。三叔，您放心，一个跳梁小丑而已，他不是我的对手。说着，他心念微动，体内纯阳圣体的雄浑灵力微微流转，一股远超寻常炼气期，甚至堪比筑基修士的磅礴气息涌现。好家伙！陆云鹏身为筑基巅峰修士，感知何等敏锐，他浑身猛地一震，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像是看怪物一样盯着陆晨，声音都变了调：“你小子，你这灵力的浑厚程度，简直堪比筑基中期修士。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这不可能啊！”看着三叔震惊的模样，陆晨淡然一笑，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认知：“三叔，世人都错了，石灵根并非是不能修炼，只是需要的资源是别人的10倍、100倍，修炼速度慢如龟爬而已。可一旦资源足够，其灵力储量与根基之后，同样远超常人。”好小子，不愧是我大哥的种，有种！陆云鹏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激动的虎目发红，用力拍打着陆晨的肩膀，所有的担忧瞬间化为了欣慰和骄傲。激动过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眉头又皱了起来，语气带着几分心疼：“对了，晨儿，三叔还听说你在合欢宗是给那些女弟子当炉鼎，这简直欺人太甚。如此一来，你修为如何能精进？岂不是成了他们修炼的工具？”工具？陆晨闻言，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三叔，您多虑了，在合欢宗，只有我裁补别人的份，谁敢裁补我？他们不过是您侄儿的修炼资源罢了。”陆云鹏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个我懂了的猥琐笑容，挤眉弄眼的捶了陆晨一拳：“嘿嘿嘿，好小子，真有你的！原来传闻中的纯阳圣体竟如此霸道，你这哪里是受罪，分明是掉进温柔乡里享福去了，真是艳福不浅啊！”玩笑归玩笑，陆晨心中却自有规划。他早已摸清了合欢宗的晋升体系，宗门弟子等级森严，从低到高分别是炉鼎、杂役、外门、内门、真传、亲传，而他正是最底层、最没有尊严的炉鼎弟子。想要摆脱这个身份，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尊重，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宗门考核，一步步爬上去。如今我底牌众多，也是时候去弄个外门弟子的身份来玩玩了。陆晨眼中金光闪烁，一股昂扬斗志在胸中燃烧。只有站得更高，才能更快的变强，才能将那些曾经轻视他、伤害他的人统统踩在脚下。就在陆晨与三叔交谈之际，门外护卫突然来报：“三爷，云家家主到访，说是有要事相商，关乎云陆两家的婚约。”很快，云家家主便笑呵呵迈入陆家大厅，身后还跟着一脸乖巧的云婉。这次自然是云婉怂恿他爹来的。这几日，他派人仔细打听了一番陆晨，最终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那个他曾经看不起的废物陆晨，在合欢宗竟成了2位圣女争抢的香饽饽，连夏倾城那等眼高于天的天之娇女都对他青睐有加，甚至已经和他双修。这说明什么？说明陆晨的纯阳圣体价值远超他的想象。若是能将他收为群下之臣，成为他的专属炉鼎，那好处简直不敢想。想到这里，他眼角的余光飞快扫过陆晨，带着一丝灼热目光。反观陆明轩，除了会无能狂怒，还有什么？他是真的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巨婴。于是他便撺掇父亲，想出了这么一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云家主满面红光，对着陆云海和陆云鹏及一众族老拱手朗声道：“陆兄，各位长老，云某此来是为了我云家与陆家的婚约。小女婉年纪也不小了，你们陆家是时候定下道理人选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陆明轩和陆晨，继续说道：“我听闻明日明轩贤侄与陆晨贤侄不是正好有一场龙争虎斗吗？依我看，年轻人有竞争是好事，不如就这样，明日擂台之战，谁赢了，谁便是我云家的乘龙快婿，与小女婉儿结为道侣。如此既公平，也能激励2位贤侄全力出手，岂不美哉？”此言一出，满堂皆惊。陆明轩闻言，瞬间狂喜，激动的浑身发抖，看向陆晨的眼神充满了志在必得和残忍。在他看来，这婚约迟迟不定，他都等不及了。只是比试一番，云婉就必定是他的囊中之物。而站在一旁的陆晨，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差点直接笑出声来。他目光玩味，看向那边装出一副羞涩模样，低着头的云婉，心中简直要为这女人的算计鼓掌。高啊，实在是高，这一手玩的可真漂亮。若是陆明轩赢了，他顺理成章嫁给陆家少主，未来家主夫人不亏；若是他陆晨赢了，那就更妙了。
他不仅能得到一个连圣女都争抢的极品炉鼎，还能借此押宝在他这个潜力股身上。更何况在陆家还有三叔陆云鹏给他撑腰，合着无论谁输谁赢，他云婉儿都稳坐钓鱼台，永远不亏。呵，陆晨轻轻摇头，笑容讥讽。这个女人还真是把绿茶二字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想把它当成战利品，当成可以随意争夺的货物。那就看看明天到底是谁会成为水掌中的玩物吧。一刀，仅仅一刀，送走了心思各异的云家妇女。陆晨便跟着三叔陆云鹏回到了他清静的小院，关上院门。陆云鹏看着眼前气质沉稳的侄儿，眼中满是愧疚和欣慰。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古朴玉简，郑重地到陆晨手中，声音有些沙哑：晨儿，这些年是三叔对不住你，让你在外吃了那么多苦。三叔不是不想去找你，而是希望你在外能多经历些磨砺，真正的成长起来。现在看来是时候了。他指着那本秘籍，眼神追忆。这是你父亲当年的成名功法，名为雪影刀法。虽然只是玄阶上品，算不得顶尖，但它与你手中的雪影飞刀乃是同源一体，二者配合，威力足以媲美的阶下品乃至中品功法。你要好生休息，莫要堕了你父亲的威名。我爹修炼的刀法。陆晨接过玉简，入手微沉，仿佛能感受到一份跨越时空的重量。他低声自语，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收敛心神，恭敬道：多谢三叔，侄儿定不负期望，必将此刀法发扬光大。好，好孩子。陆云鹏虎目含泪，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今夜你便在此参悟，有任何不明之处，随时问三叔，我必倾囊相授。感受着三叔如父般的关怀，陆晨心中暖流涌动。他当即席地而坐，翻开了雪影刀法。仅仅浏览了几页，他目光便骤然锐利起来。好精妙的刀法！这刀法招式诡谲，诡计莫测，专走偏锋，迅疾如电的同时，竟隐隐蕴含着一种料敌先机，克制天下诸多剑招的奇异意境。以我的悟性，配合神秘吊坠，一夜之间修炼到小成境界，应当不难。陆晨心念一动，取出那柄失而复得的雪影飞刀。嗡！飞刀入手，发出一声细微的轻鸣，仿佛与这刀法产生了共鸣。下一刻，陆晨动了，身影如风，刀光如雪。他整个人仿佛融入到了刀法描述的意境之中，每一招每一式都如同演练过千百遍般流畅自然。一开始，陆云鹏还端着长辈的架子，准备随时指点，但看着看着，他脸上的从容就维持不住了。晨儿，你这一刀血落无痕，角度怎会如此刁钻？过了一会儿，等等，这招冰封千里的运镜法门，你怎么看一眼就悟透了？这不可能。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陆云鹏已经彻底失态，他绕着陆晨左看右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怪物，你小子绝对是个怪物。晨儿，你老实告诉三叔，你还是我那个晨儿吗？该不会是哪个修炼了千年的老怪物，夺舍了我侄儿的肉身吧？面对三叔的怀疑人生，陆晨只是微微一笑，手中刀光不停。仅仅2个时辰后，哧啦，一道凝练至极、寒意森然的雪亮刀芒破空而出，瞬间将10丈外的一块试剑石无声无息切为2半，断面光滑如镜。雪影刀法，小成境界。陆晨收刀而立，气息平稳。一旁的陆云鹏张着嘴巴，呆呆看着那块被劈开的试剑石，又看了看气定神闲的陆晨，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感觉自己这大半辈子都活到狗身上去了，但紧接着他满脸狂喜。天才，我陆家出了个绝世天才。大哥，你在天有灵，看到了吗？你的儿子是比你还要妖孽的怪物啊！我陆家崛起指日可待。一夜时间转瞬即逝，陆晨非但将雪影刀法炼至小成，更是一鼓作气，直接突破到了精通境界。到最后，就连筑基巅峰的三叔陆云鹏亲自下场切磋，在不动用绝对灵力压制的情况下，竟也丝毫占不到便宜。这套刀法仿佛激活了他血脉中的某种印记，如同为他量身打造一般，施展起来如臂使指，圆融贯通。此刻陆晨信心暴涨，他甚至觉得单凭这套刀法就足以轻松碾压陆明轩。天色渐亮，朝霞染红天际，陆晨简单清洗，换上一身干净利落的青衫，目光平静走向陆家宗族广场。此时的广场早已人声鼎沸，不仅陆云两家的人到齐，庆云城其他不少家族也闻风而来，等着看这场清理门户的好戏。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所谓的比斗不过是陆云海一系斩草除根的堂皇借口罢了。毕竟一个资质尚可的少家主对付一个传说中的石灵根废物，结果还用想吗？擂台边，陆明轩正围着云婉儿大献殷勤。
婉儿师妹，待我解决了那个废物，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云婉儿表面巧笑嫣然，明轩哥哥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未来也定会成为陆家家主。心中却在冷笑，哼，蠢货，若你连这都赢不了，就更证明我的选择没错，陆晨才是我云婉儿该压住的人。台下几乎所有的年轻子弟都在为陆明轩呐喊助威，无一人看好陆晨。陆明轩享受着众人的追捧，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手持清风剑将陆晨斩于剑下的风光场面。老管家张丰年躲在人群角落，老泪纵横，低声祈祷：老家主，您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少爷平安啊！当陆晨孤身一人缓步走来时，迎接他的是一片毫不掩饰的嘘声和嘲笑。陆明轩一跃登上擂台，居高临下，用剑指着陆晨，姿态嚣张至极。陆晨，废物！你现在若是跪下磕头认输，再自废修为，或许本少爷念在血脉亲情上，还能饶你一条狗命。陆晨眼皮都懒得抬，语气平淡的反讽：哦，这句话原样送还给你。你若愿意现在跪地求饶，我看在三叔面子上，或许也会考虑饶你不死。你很好，找死！陆明轩被彻底激怒，猛地抽出家族至宝清风剑，枪，剑鸣清月，中品灵气的威势轰然爆发，配合他炼气12层巅峰的灵力，气息竟然直逼住机器，引得台下惊呼连连。陆云海更是抚掌大笑，志得意满。唯有陆云鹏看着台上剑拔弩张的两人，面色复杂，一声叹息。陆晨今日可没打算善了他，目光转向高台上的陆云海，声音清晰传遍全场：陆云海，昨日可是你亲口所说，擂台之上拳脚无眼，生死各安天命。我昨夜修炼我爹留下的血影刀法，略有所成，待会儿若是一个不小心收不住刀，把你儿子给宰了，你们不会怪我吧？此话一出，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哄笑声。他说什么？血影刀法？那可是出了名的难练，没个3年5载，连门都入不了。吹牛也不打草稿，死到临头还嘴硬。陆云海强忍笑意，故作大度：陆晨贤侄，你放心，本家主一言九鼎，绝不追究。但若是我儿明轩不小心将你失手斩杀，那也只能怪你学艺不精了。好，有陆家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身为兄长，我让你3招。陆明轩，你先出手吧。狂妄，给我去死！陆明轩早已迫不及待，闻言立刻怒吼一声，清风剑绽出耀眼寒芒，使出陆家绝学，如同毒蛇般直刺陆晨要害。第一剑，陆晨身形微侧，轻松避开；第二剑，陆晨步伐玄妙，剑锋擦衣而过；第三剑，陆晨仿佛预判了所有诡计，仅仅一个后仰，便让杀招落空。3招已过，陆晨冷漠的声音响起。下一刻，一道比朝阳更刺眼，比寒冰更刺骨的雪亮刀光，如同瞬移般毫无征兆突然乍现。没有人看清他是如何出刀的，甚至没有人看到雪影飞刀是何时出现在他手中的。众人只觉眼前一花，那道惊艳的刀芒已如同死神的叹息一闪而逝，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陆明轩前冲的姿势僵在原地，脸上的狞笑还未褪去，眼中的疯狂却已化为彻底的茫然和难以置信。一道细细的血线缓缓出现在他的脖颈上，噗！下一刻，鲜血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他手中的清风剑哐当一声掉落在地，而他的头颅则顺着光滑如镜的切口缓缓滑落，咚的一声闷响，滚落在擂台之上。一刀，仅仅一刀，秒杀！全场死寂，所有的笑声、嘘声、议论声戛然而止，每一个人都瞪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鸭子，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震惊和骇然。风吹过广场，带着浓重的血腥味。台上唯有陆晨持刀而立，衣袂飘飘，宛若杀神。不必你动手，这些脏活让3叔来。吾儿明轩眼睁睁看着儿子人头落地，陆云海愣了一瞬，随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双目瞬间赤红。小畜生，你竟敢杀我儿，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他状若疯魔，筑基大圆满的恐怖灵力毫无保留爆发，整个广场飞沙走石。他猛地抬起手掌，一道凝聚了毕生修为的致命掌印，带着滔天杀意，轰然拍向陆晨。这一掌快如闪电，狠辣无比，是要将陆晨当场格杀。远处的陆云鹏脸色巨变，失声惊呼：二哥住手！他想要救援，却已是来不及。所有人都以为陆晨必死无疑，然而砰一声闷响，预料中陆晨被拍成肉泥的画面并未出现，反而是抱起杀人的陆云海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人在半空便鲜血狂喷，重重砸在地上，气息瞬间萎靡。一道枯瘦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陆晨身前，正是夏倾城身边的那位老妪罗婆。罗婆依旧佝偻着身子，拄着那根乌木拐杖，仿佛从未动过，但周身散发出的那丝若有若无的冰冷气息，却让全场所有人都感到窒息。金丹大能，是金丹大能！有人失声尖叫，声音充满了恐惧。直到此刻，所有人才如梦初醒，满脸骇然看着陆晨。原来，这个被他们嘲笑了10几年的废物，背后竟然站着一位金丹期的恐怖靠山。陆晨目光冰冷，看着重伤可血的陆云海，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彻骨的寒意。斩草必须除根，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岂会错过？老狗，拿命来！陆晨心中杀意已决，身影如电射出，手中雪影飞刀发出一声愉悦的清鸣，化作一道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死亡寒光，直取陆云海咽喉。正是雪影刀法中最诡异、最迅疾的杀招。陆云海刚从重创中回过神，只觉得脖颈一凉，他满脸惊恐，瞪大双眼，还来不及发出声音，噗嗤，刀光闪过，血溅五步，又一颗头颅冲天而起，滚落在擂台之上，脸上凝固着极致的震惊和不甘。陆云海，死！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那颗滚落的头颅，嘴唇竟还蠕动了2下，发出模糊的音节，双目圆瞪，真正是死不瞑目。直到此刻，整个陆家广场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围观之人，无论是陆家族老、云家妇女，还是其他来看热闹的宾客，全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他们呆呆地看着擂台上持刀而立的少年，又看了看地上那2具无头尸体，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狠，太狠了！此子不仅实力强横，出手更是果决狠辣，毫不拖泥带水，说杀就杀，父子2人一个都没放过。陆云鹏也彻底愣住了，他看着杀气腾腾的陆晨，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的这个侄儿。眼见杀鸡儆猴的效果已经达到，满场寂静，无人敢与他对视。陆晨这才缓缓收起雪影飞刀，目光平静，扫过全场每一个噤若寒蝉的陆家族老，声音清晰传遍整个广场。陆云海父子多年来迫害家族嫡系，排除异己，将我陆家搞得乌烟瘴气，其罪当诛。今日我陆晨不过是替陆家列祖列宗清理门户，执行家法。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谁有异议？目光所及之处，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族老们纷纷低下头，冷汗浸湿了后背，连大气都不敢喘。异议？谁敢有异议？没看到家主的脑袋还在那边地上滚着呢吗？这时候跳出来，简直就是嫌自己命太长。看着这群欺软怕硬的墙头草，陆晨心中冷笑。他比谁都清楚，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的话就是道理，就是规则。他不再理会这些人，目光转向一旁神色复杂的三叔陆云鹏，语气变得缓和。三叔，这陆家的家主之位，我没有什么兴趣。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紧接着，陆晨的声音斩钉截铁，响彻广场。我提议，由我三叔陆云鹏继任陆家家主，只有他才配得上这个位置，才能带领陆家走向正轨，重现昔日荣光。晨儿，我……陆云鹏浑身一震，心中悲戚，下意识就想推辞。他性情正直，不喜权势，更不愿看到家族内斗。但当他看到陆晨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信任，再看到台下那些族老闪烁的眼神，以及想到陆家如今内忧外患的处境，他明白，如果自己此刻不站出来扛起这份责任，陆家必定会陷入内乱，被其他虎视眈眈的家族瓜分殆尽。那是大哥和他毕生心血守护的家族啊！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犹豫和复杂情绪压下，向前踏出一步，虎目含威，扫视全场，沉声道：承蒙晨儿信任，诸位族老若无疑义，这家主之位我陆云鹏接了。大局已定，陆云鹏的上位变得顺理成章，无人敢阻。接下来的几天，陆家权力更迭的消息如同风暴般席卷整个庆云城，各大势力的家主们纷纷携重礼登门，一方面是交好新任家主陆云鹏，更重要的是来探探陆晨的底细。当确认陆晨背后确实有金丹大能撑腰后，这些人的态度变得更加殷勤，甚至带着一丝敬畏。借此机会，在陆云鹏的默许和支持下，陆晨进行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内部清算。当年所有曾积极参与迫害、污蔑、落井下石的旁系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个都没能逃过。轻则废除修为，逐出陆家，重则当场格杀，以儆效尤。短短数日，陆家上下风气为之一清，再也无人敢对家主一脉有半分不敬。至于那个趋炎附势的云婉儿，陆晨的处理更是干脆利落。
他直接命人将当初的婚书甩到了云家人面前，婚约就此作废。云婉那张还算俏丽的脸蛋瞬间变得惨白，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曾经他连正眼都懒得瞧的废物，竟敢如此羞辱他。可惜云家只是一个分支小卒，此刻纵然他心中万分不甘，也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陪着笑脸。然而云婉如何能甘心？陆晨，你竟敢如此辱我！从来只有我云婉不要的男人，没有男人能不要我。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辱，他日我必百倍奉还。一颗仇恨的种子在他心中深深埋下。当尘埃落定后，陆家书房内，陆晨与陆云鹏相对而坐。三叔，陆家之事已了，我准备离开了。陆晨平静开口。陆云鹏看着眼前杀气未散的侄儿，喉咙有些发干，他深吸一口气，还是硬着头皮开口：晨儿，你二叔他们确实罪有应得，但他那一脉里还有些妇孺老幼，他们终究也是陆家血脉，你看能不能放过他们？三叔，陆晨直接打断，声音冷得像冰。我的规矩很简单，斩草必须除根。他缓缓转身，眼神没有半分动摇。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今日我若放过他们，来日他们中若有人得了机缘，一飞冲天，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我。陆云鹏张了张嘴，还想再劝。三叔不必再多说。陆晨抬手指住他，语气斩钉截铁：这个恶人让我来当吧。二哥陆云海一脉，一个不留。看着陆晨眼中不容置疑的决绝，陆云鹏所有话都卡在了喉咙里。他忽然想起这些年自己一次次因为顾念亲情而退让，换来的却是二哥变本加厉的迫害，最终连大哥唯一的血脉都险些不保。是啊，这可是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对仇敌仁慈等于对自己残忍。陆云鹏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眼中最后一丝犹豫化为坚定。不必你动手，这些脏活让三叔来做。他用力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声音沙哑却充满力量：晨儿，你尽管去闯，陆家永远是你的后盾。这满手血腥的罪孽让三叔来扛。陆晨取出血影刀法的玉简，缓缓开口说道：三叔，这套刀法威力不凡，以后就作为家主之位的传承信物吧。闻言，陆云鹏满眼复杂，看来自己这个侄儿是真的对陆家毫无兴趣了。纯天然，零添加，无污染。陆家失了，一身杀气未散的陆晨刚走出大门，一道倩影便从一旁款款迎来。来人正是夏倾城。他一直在远处旁观，未曾插手，因为他深知有些仇必须亲手报，有些心魔必须独自面对。他能做的便是在他需要时锦上添花，在他疲惫时给予温柔。通过罗婆的传音，他早已得知了陆晨在广场上那杀伐果断、毫不留情的手段。此刻他美眸中异彩连连，非但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欣赏和炽热。杀伐果断，恩怨分明，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他夏倾城。这才是我夏倾城看中的道侣。陆晨的狠辣手段非但没让他退缩，反而让他那颗骄傲的心彻底为之悸动。他莲步轻移来到陆晨面前，看着他身上尚未散尽的凛冽杀气，嫣然一笑，声音酥媚入骨：夫君，往事已过，不必再萦绕心头。今日我备下了09佳肴，就你我二人共饮。他眼波流转，带着一丝撩人的意味。我们不醉不归，可好？他知道陆晨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释放，来洗去这一身的血腥和铅华。看着眼前这个如此懂得分寸，又在该出现时恰到好处给予温柔的女人，陆晨冰冷的心仿佛被注入一股暖流。他脸上的寒意瞬间消融，化作一抹温柔的浅笑。这个女人还真是知进退，懂他心，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妖精。好，他轻声回应，任由他紧紧挽住自己的手臂。今夜便听师姐的。回到合欢宗后，陆晨和夏倾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过这次生死与共的经历，再加上夏倾城不惜动用金丹护卫帮他肃清陆家的恩情，陆晨对这个女人的感觉彻底不同了。从前他觉得她是个难以掌控的海后，现在却看到了她隐藏在妩媚外表下的些许真心。而夏倾城也像是变了个人，少了几分刻意的撩拨，多了几分真情实意。偶尔与陆晨对视时，他竟然会不自觉避开目光，耳根微微发红，全然不见当初那个游刃有余的御姐模样。这份难得的羞涩，反倒让陆晨觉得她格外动人。当然，最难过的还要属于西月。于家耳目众多，他早在陆晨遇袭的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查了，可惜暂时没有结果。当他得知陆晨在庆云城的所作所为，一刀斩陆明轩，2刀诛杀陆云海，以铁械手腕扶植三叔上位，彻底掌控陆家时，他整个人都呆住了。这真的是他认识的那个怯懦卑微、人人欺凌的废物陆晨吗？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卢鼎，何时变得如此杀伐果断，
霸气凛然。这一刻，于希月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彻底刷新了。而此时的陆晨正静静坐在自己的洞府中闭关，他准备一鼓作气突破到炼气12层，然后就去参加宗门考核，彻底摆脱这卑微的炉鼎身份，成为一名真正的合欢宗弟子。然而他还是远远低估了石灵根这个无底洞对灵力的恐怖需求。他将于希月、夏倾城和莫彩衣送给他的所有丹药，整整几百瓶全部吞服一空，结果修为却依旧卡在炼气11层巅峰，纹丝不动。更糟糕的是，海量的丹药在体内淤积了深厚的丹毒，让他灵力运转都变得晦涩起来。妈的，这下完脱了！陆晨暗骂一声，急忙取出莫彩衣赠予的那枚2品清灵丹服下。丹药入腹，一股清凉之气瞬间席卷四肢百骸，将他体内的杂质与丹毒通过毛孔逼出体外，整个人如同从泥潭里捞出来一般，腥臭不堪。以后绝不能再这么嗑药了。陆晨看着身上排出的污垢，心有余悸。就算是彩衣妹妹炼制的极品丹药，也会有丹毒。可我这该死的石灵根，不靠嗑丹药，根本就寸步难行啊！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空药瓶，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这下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一辈子卡在炼气7吗？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这具身体是万年难遇的石灵根，说是废物都算抬举他了。在修仙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想要逆天改命，唯一的希望就是突破筑基。只有成功筑基，才能洗精伐髓，初步摆脱这具肉身的桎梏，真正踏上仙途。可合欢宗收徒的要求也不低，即便是最低阶的外门弟子，也至少需要是双属性或者3属性的真灵根资质。像他这种石灵根的极品废物，别说合欢宗了，就是放到凡俗界的三流小家族里去，人家都嫌丢人，根本不肯收。即便他坐拥灵泉空间这等逆天宝物，里面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不开，可他那石灵根就像是个锈死了的水龙头，任凭外界水源如何充沛，能流进来的也只是涓涓细流，修炼速度慢得令人绝望。怎么办？难道真的无路可走了吗？一个疯狂的念头再次浮现，再喝一滴灵泉水。但下一秒，他就猛地打了个寒战，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不行，绝对不行！上次那是走了狗屎运，灵泉空间自主护主，才侥幸捡回一条命。这次万一空间没反应，自己绝对会瞬间炸成一片血雾，死得连渣都不剩。为了突破把命搭上，这太不值了。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目光无意识地扫过地上那些空空如也的玉瓶。忽然他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等等，空瓶子，水！陆晨猛地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那些瓶子，一个绝妙的想法在脑中浮现。对啊，我真是个猪脑子，不能直接喝，我可以稀释啊，把一滴灵泉水稀释成100份、1000份，药性温和了，不就能安全吸收了吗？天无绝人之路，我真是个天才！仿佛在无尽的黑暗中，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陆晨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一边哼着不成调的小曲，一边兴冲冲的开始翻箱倒柜，找出各种瓶瓶罐罐，迫不及待的开始他的稀释大业。转眼间，半天过去，陆晨面前摆满了瓶瓶罐罐。他尝试用9%9%的沉露水勾兑一滴灵泉水，看着杯中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淡绿色液体，他心里依旧直打鼓。这玩意儿实在太猛了，要不是小爷我命硬，上次就真交代了。但想到自己那坑爹的石灵根，他一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狠色。妈的，富贵险中求，拼了！他仰头将那杯稀释了100倍的灵泉水一饮而尽。轰！即便只有微不可察的一丝，那股熟悉的霸道无匹的灵力依旧在他体内轰然炸开，如同脱缰的野马，在他经脉中横冲直撞。给老子破！陆晨紧守心神，全力运转功法，引导着这股狂暴能量冲击壁垒。咔嚓！仿佛某种禁锢被彻底打破，一股远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开来。炼气12层突破了，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堪比筑基中期的雄浑灵力，陆晨激动的差点仰天长啸。成功了！我他娘真是个天才！待心情平复后，陆晨惊喜发现，这灵泉水带来的灵力精纯无比，竟没有丝毫杂质和单毒，对肉身完全没有负担，纯天然，零添加，无污染。这简直是修仙界的特供有机灵泉啊！想到连莫彩衣那样的丹道天才炼出的丹药都免不了蕴含丹毒，陆晨心头一片火热。看来是时候研究一下丹道了。不仅心胸宽广，连格局也这么大。陆晨立刻取出莫彩衣赠送的丹道心得和一尊古朴丹炉，开始研究。控温预热，萃取药性，明丹收火。翻了一遍，他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这不就是修仙版的起锅烧油、炒菜炖汤吗？陆晨越看眼睛越亮。这么简单，
感觉有手就行啊。据典籍记载，炼丹师与符箓师一样，分为1品至9品，9品之上更有传说中的仙品、神品。一个3品灵丹师就足以让整个青州修仙界为之疯狂。当然，这些都极其看重天赋，寻常修士连入门都难如登天。陆晨说干就干，直接就地取材。灵泉空间里那片灵田中的巨灵草，在浓郁灵气滋养下，竟已生长到近100年份，药力充沛的吓人。他按照新的所述，声色操控着丹火，投入药材一炷香后，丹炉清震，一股沁人心脾的异香弥漫开来。开炉一看，10颗圆润饱满、萦绕着淡淡光滑的巨灵丹静静躺在炉底。更令人震惊的是，丹药表面竟然浮现着清晰的云状丹纹。一次成功，丹纹纯度90%以上。陆晨自己都傻眼了，我这10灵根难道全点在炼丹天赋上了？他并不知道灵泉空间出产的药材，其药性纯度远超外界，再加上他的领悟力远超同阶，两者结合才造就了这惊世骇俗的一幕。巨大的狂喜之后，他迅速冷静下来。我也算是1品灵丹师了，不行，必须藏拙。10灵根废物就是我最好的保护色，要是让人知道我一个废物不仅修为暴涨，还成了炼丹天才，怕是第2天就要被某些老怪物抓去切片研究了。他小心翼翼将这炉足以引起轰动的极品丹药收好，嘴角却忍不住疯狂上扬。接着陆晨掌心一翻，2枚龙眼大小、通体莹润的丹药出现在手中，正是无数炼气修士挤破头也难求一枚的筑基丹。这小小1枚丹药便代表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多一位筑基修士就多一分话语权，唯有筑基才算真正一脚踏入了仙道长生之门。可陆晨看着这宝贝，嘴角却泛起一丝苦涩。别人1枚就能博个前程，我这坑爹的10灵根怕是吃上110克也筑不了基吧。莫彩衣对他也是极好，一给就是2枚。不是筑基丹难炼，而是其中一味主要天灵果太过稀有，堪称万金难求，有价无市。妈的，我这10灵根虽强，可是真正的硬伤啊。陆晨啐了一口，压下心头烦躁，既然筑基无望，那就先稳扎稳打，将炼气12层的境界彻底巩固。不能筑基，那我就把这一层修到无敌。他收敛心神，将精力投入到炼丹、绘制符箓之中，同时疯狂修炼九阳破虚拳和雪影刀法，这些才是他眼下安身立命的底牌。7日时间匆匆而过，这一日，陆晨的洞府静至被一道传音符触动，光华流转间，门外传来夏倾城那酥媚入骨的嗓音：“夫君，外门弟子考核明日开启，你可莫要错过了时辰。”陆晨打开洞府静至，便见夏倾城一袭水蓝色的流仙裙，衬得肌肤胜雪，眉眼间少了几分平日里的清冷，多了几丝不易察觉的温柔。陆晨目光灼灼地看着她，此女实在太美了，怎么都看不腻。经历了陆家之事，两人之间亲近了许多。他伸手很是自然将夏倾城揽入怀中，夏倾城娇躯微微一僵，顺势靠在他胸前，柔声道：“夫君，你可有把握？”陆晨低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绝美俏脸，笑道：“本来没有，但现在有了。”说完，他一把将夏倾城拉了进去。洞府内春意渐浓，不知是谁先主动，衣衫渐落，满是生香。这一次的双修不再是单纯的修炼或试探，而是真正的情意交织，水乳交融。夏倾城也渐渐放下了往日步步为营的算计，热烈回应着。然而就在两人情意正浓，即将梅开二度之时，陆晨，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从洞府外传来，来人竟是于希月。他显然没有料到会撞见如此旖旎的一幕。当感受到洞府内两人那尚未平息的翻涌气血，于希月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原地。震惊、心痛、酸楚、后悔，无数情绪如同潮水般瞬间将他淹没。凭什么他曾经弃之如敝履的男人，如今却夜夜与他的死对头缠绵双修？陆晨，我……于希月的声音带着几分哽咽，美眸含雾，那副我见犹怜的模样足以让任何男人心软。我来给你送丹药了。陆晨随手打开洞府禁制，让他进来。一时间，洞府内的气氛变得无比微妙。两位合欢宗最耀眼的圣女齐聚一堂，一个仍慵懒地依偎在他怀中，媚眼如丝；一个则站在不远处，泪眼婆娑，楚楚可怜。这简直是终极修罗场。然而，陆晨是何许人也？前世纵横情场的顶级海王，这点小场面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他既没有慌乱地推开夏倾城，也没有立刻去安抚于希月，只是轻轻拍了拍夏倾城的香肩，目光平静看向于希月，嘴角微翘。劳烦圣女大人亲自跑一趟，还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你们以后能不能低调一点？于希月咬着唇，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醋意。听到他这近乎质问的话语，
陆晨心中顿时不爽。这女人管得未免太宽了。他起身走向于西月，修长的手指轻轻挑起她精致的下巴，仔细端详着她略显憔悴的容颜。怎么，几日不见，圣女大人消瘦了不少，可是思念成疾？一旁夏倾城心中微微一紧，却终究没有出声。他确实已经成功报复了于西月，但此刻看着对方这副模样，心中却并无多少快意。他比谁都清楚，陆晨这样的男人绝非池中之物，绝非他一人可以独占。拴得越紧，反而失去得越快，倒不如给他足够的自由，让他自己去飞。眼前失魂落魄的于西月，不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吗？更何况回想起刚才那疾风骤雨般的节奏感，他至今娇躯发软。那冤家仿佛不知疲倦的蛮龙，他一个人确实难以招架。一次又一次，就算于西月和他一起上，估计都得败下阵来。想到这里，他心中那最后一丝醋意也化为了释然，甚至隐隐期盼能多来几个姐妹共同分担一下这份幸福的烦恼。陆晨敢当着夏倾城的面这般调戏于西月，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见夏倾城不为所动，他激动了，果然是个好女人。反倒是于西月被他这般轻佻的举动弄得羞红了脸，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那一夜被陆晨强势占有的画面，身子竟有些发软。我先走了，你们继续。他慌乱想要逃离，陆晨却拦住了他，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别急着走啊，我看圣女大人气息虚浮，根基似乎不太稳，要不要我帮你好好稳固一下境界？不用了。于西月如同受惊的小鹿，再也顾不得其他，几乎是落荒而逃。他是真的担心陆晨在自己的死对头面前将自己给办了，那也太丢人了。看着于西月仓皇离去的背影，陆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这时夏倾城才悠悠开口，语气温柔：夫君，没想到你还真成了他的心魔。从今往后，于西月心里怕是再也装不下别的男人了。他话锋一转，神情忽然认真起来。他和我一样都是特殊体质，他是先天纯阴灵体，而我是先皇冰凤体。你应该也感受到了，与我们双修能助你快速提升修为。说到这里，他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却还是目光坚定。你的石灵根想要修炼太难了，若是为了提升修为，你想要与他双修，我是不会介意的。什么？听到这话，陆晨差点惊掉下巴，眼睛瞪得滚圆。自己这是拯救了全世界吗？居然能让夏倾城这种高傲的女人说出这种话。这个夏倾城，他忍不住摇头感叹：你这女人不仅心胸宽广，连格局也这么大，派你们这群土鸡瓦狗来找死。一夜痴缠，春光尽散。陆晨神采奕奕睁开了眼，身旁的夏倾城依旧在酣睡，绝美的俏脸上带着一丝满足和疲惫的红晕，周身灵力充盈，气息比昨日竟又强盛凝实了几分。这一夜的苦修，他的境界可谓一日千里，根基被打磨得无比扎实。这全都得益于陆晨的孜孜不倦与纯阳圣体的本源馈赠。可反观陆晨自己，却只能苦笑。他那该死的石灵根，简直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喂不饱的吞天巨兽。夏倾城说的没错，于西月乃是万中无一的先天纯阴灵体，与之双修，可汲取最精纯的先天阴元，抵得上寻常修士数月苦功。而怀中的夏倾城更是传说中的先皇冰凤体，身负上古冰凤血脉，与他双修，不仅能急速提升修为，更能淬炼灵力，夯实道基。这两种体质，无论哪一种，都是让整个修仙界的天骄为之疯狂，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绝佳道侣。可即便身负如此逆天的两大特殊体质，在陆晨这前无古人的纯阳圣体面前，也显得有些不够看。当然，在石灵根这个究极大胃王面前，就更加不够看了。任凭两位圣女倾尽所有，那海量的精纯元阴与灵力涌入她体内，就像10桶水倒进了一个干涸的巨型湖泊里，看着水花四溅，实则连个底都没铺满。妈的，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石灵根简直比废物还废物啊！陆晨心中一阵无力，但眼下他灵力雄浑，也顾不上细想，动身前往外门考核的广场。合欢宗收徒门槛极高，像他这种石灵根的绝世废材，按理说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但好在夏倾城早将他的想法透露给了于西月，于西月则动用圣女身份替他打点好了一切，直接跳过了最要命的灵根筛选环节。不过后续的考核就只能靠陆晨自己了。当于西月亲自将考核手令交到陆晨手中时，瞬间引来了全场无数人羡慕嫉妒的目光。快看，是于西月圣女，好美啊！天啊，她竟然亲自来给一个废物炉顶送通关手令，这小子何德何能？陆晨看着眼前绝美出尘，却带着一丝忐忑的于西月，心里原本还有几分犹豫。他陆晨向来说一不二，不吃回头草，
除非这草食再太水灵、太诱人，让人忍不住想再尝一口。更何况于西月口口声声说欠他的定要弥补，而且他也打听过了，这女人似乎真的和云傲天划清了界限，连根手指头都没让对方碰过。这下陆晨心里那点念头又开始活络了，他开始馋他的身子了，那可是和夏倾城不相上下的极品天鹅肉。陆晨凑近一步，几乎能闻到于西月身上清冷的幽香，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坏笑道：我的圣女大人，这份人情我记下了，等我通过考核正式成为外门弟子，你可要洗干净了等我啊。于西月俏脸刷的一下通红，心跳如鼓，却并未多说，只是羞怒转身。他虽不明白死对头夏倾城为何会帮自己创造机会，但只要能弥补陆晨，挽回过去的错误，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况且他已经暗中查明，云傲天这几年在云岚宗闭关，光是采补的炉鼎就用了不下数十个，其中好些女子更是被吸干元气，香消玉殒。甚至陆晨前些日子遭遇的袭击，背后也极可能有云傲天的影子。这一切都让他无法原谅。虽说首席丹师莫彩衣已离开余家，但如今的余家依然是和夏家平起平坐的庞然大物。他于西月有资格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男人。不知为何，只要靠近陆晨，他心中的心魔就不再出来作怪，连自己体内的灵力运转也变得顺畅了。陆晨站在熙攘的广场上，目光扫过周围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朝气的青涩面孔。合欢宗筛选弟子，年龄绝不能超过18岁。他虽然刚满18岁，但按常理早已超龄，更何况他这声名远播的石灵根废物资质。想来于西月为了把我塞进来，定然动用了不少关系和手段。陆晨心中了然，非但没有丝毫别扭，反而十分惬意。哎，有软饭吃的感觉真爽啊！要放在以前，他就算磨破嘴皮子，跪烂膝盖，也休想换来一丝机会。此刻，巨大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喧嚣鼎沸，参与考核的少年少女竟有上千之众。这也难怪，合欢宗本就是修仙福地，更以其开放的风气闻名。宗门内部几乎包分配道侣，助弟子共同修行。光是凭借冰霜圣女于西月和青城仙子夏倾城的角色名头，就足以让无数自命不凡的天才俊杰心驰神往，蜂拥而至。广场中央的高台上，一位留着山羊胡的长老正肃然主持着考核。一旦踏入合欢宗，不仅修炼资源无忧，更能拥有一位角色道侣，共参阴阳大道，这是多少年轻修士梦寐以求的仙缘。与此同时，合欢宗气派的大门外，云家家主云山正用力拍着儿子的肩膀：坤儿，以你的双属性真灵根资质，进入合欢宗十拿九稳。其实凭咱们云家主家在云岚宗的势力，你完全可以选择直接加入云岚宗，为何非要来这合欢宗？云坤闻言，脸上露出一抹心照不宣的邪笑，低声道：爹，你还不了解孩儿吗？我对合欢宗的阴阳双修大道可是向往已久，尤其是那些身娇体柔的仙子们，嘿嘿。云山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与儿子对视一眼，同时发出了一阵只有男人才懂的低沉淫笑。好小子，果然深得为父真传。你爹我虽非合欢宗弟子，但对那双修妙法也是心驰神往啊！哈哈。当然，云坤进入合欢宗可不是来正经修行的，他身负2大使命。其一，他早已是云岚宗安插进来的棋子，更是圣子云傲天的忠实狗腿，此行首要任务便是潜伏下来，摸清圣女于西月的动向。至于其二，也是他最为迫不及待的，就是要将陆晨这个废物彻底踩在脚下，找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一想到陆晨竟敢当众撕毁婚约，让他云家颜面扫地，云坤就恨得牙痒痒。陆晨，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羞辱我云家？此仇不报，我云坤誓不为人。更何况他妹妹云婉梨花带雨的嘱托犹在耳边，他这做大哥的岂能放过那狂妄之徒？合欢宗的仙子们，你们不过是我云坤修炼路上的玩物罢了。哥哥来了。此刻合欢宗广场上人头攒动，云坤阴冷的目光如同毒蛇般扫视，很快就锁定了那个站在人群边缘十分低调的陆晨。此时的陆晨正心态平和，他想着只要通过考核成为正式弟子，便能领取宗门资源，届时修为提升指日可待，说不定宗门还会分配新道侣，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这时，一股毫不掩饰的阴冷杀意如同冰锥般刺在他背上。陆晨眉头一皱，转头便对上了云坤那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的眼神。不仅如此，在云坤身旁还有几道不善的目光同时投来，显然都是一丘之貉。陆晨心中顿时了然，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呵，云家的狗来的倒是挺快，是云傲天等不及了，派你们这群土鸡瓦狗来找死。他眼神骤然转冷。我本来打算放过云家，但如果
你们非要自己凑上来送死，我一定不介意送你们一程。一个废物也配。山羊胡长老缓步登上高台，目光如电扫过全场，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整个广场，原本鼎沸的喧嚣戛然而止。肃静，他声如洪钟，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老夫乃外门传功长老赵千川，负责主持本届外门考核。话音未落，天际便传来2道破空之声。只见一蓝一金2道流光飞掠而至，稳稳落在高台之上，现出一男一女2道身影。刹那间，全场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那女子身姿窈窕，一袭水蓝长裙，容貌清丽绝伦，只是气质冷若冰霜，宛如雪山之巅不容亵渎的莲花，是瑶池峰的冷清双师姐。天啊，太美了，不愧是内门仙子。就连见惯了绝色的陆晨，眼前也是一亮。此女虽比于西月、夏倾城稍逊半筹，但那生人勿近的冰山气质却别有一番引人征服的韵味。而那男子锦袍玉带，剑眉星目，相貌极为俊朗，属于与云傲天同款的正道天骄长相。他的出现同样引得台下不少女弟子美目连连，一阵骚动。赵长老适时开口，本次考核将由瑶池峰弟子冷清霜与天剑峰弟子萧逸共同监督见证。冷清霜只是微微颔首，算是打过招呼，神色依旧清冷。而那萧逸则上前一步，面带和煦微笑，朝着台下众人拱手一礼，风度翩翩。台下众人顿时激动不已，这就是合欢宗招揽弟子的高明之处，每年都派出一位绝色仙子和一位俊朗师兄作为招牌。这般强大的阵容，这般养眼的组合，怎能不让无数怀揣梦想的少年少女趋之若鹜？陆晨混在人群中，嘴角微不可察的一翘。一个冰山美人，一个和煦暖男，这合欢宗为了招人，还真是套路满满啊！外门长老赵千川目光扫过台下跃跃欲试的众人，声若洪钟。考核第一关，登天梯。规则很简单，登上10阶便算通过。他话音落下，袖袍猛地一挥，嗡！一道璀璨金光自他袖中冲天而起，整个广场的地面随之震颤。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一座古朴恢宏、直入云霄的巨大石梯凭空出现在广场中央。石梯周深云雾缭绕，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古老威压。天啊！凭空造物，这就是金丹大能的手段吗？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呼，所有少年少女的脸上都写满了敬畏和向往。赵长老淡然解释道：“此乃我合欢宗重宝，登天梯。考验的不仅是尔等的灵力厚薄，更是道心坚韧、腰力和持久之力。显然，不少知情者早有准备，想要稳稳踏上第10阶，修为至少需达到炼气10层。考核开始。”赵长老一声令下，人群瞬间躁动起来，争先恐后的涌向阶梯。一个身材壮硕的少年满脸不屑，率先冲出。区区10阶，有何难哉？看我！他话音未落，一脚刚踏上第1阶石梯，噗！一股无形的巨力轰然压落，他整个人如同被巨锤砸中，瞬间倒飞而出，人在半空便喷出一口鲜血，重重砸落在地，晕死过去。王猛，淘汰！只是弟子冷漠的声音响起，全场骤然一静，所有人脸上的轻视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凝重。再无人敢小觑这看似普通的石梯。陆晨混在人群中，眼睛微微眯起，非但没有惧意，反而升起一股强烈的兴致，有点意思。紧接着，大批弟子开始正式攀登。李二淘汰，张铁通过，赵四淘汰。只是弟子冰冷的声音不断响起，如同催命符咒。有人拼尽全力，浑身骨骼咯吱作响，才勉强爬上第10阶，随即瘫软在地，仿佛虚脱。有人冲到第8、9阶便后继乏力，被威压狠狠弹飞。粗略看去，开始攀登的人中，大约10人里仅有1人能成功通过，淘汰率高的惊人。场下的云坤看着那高耸的天梯，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陆晨，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陆晨，我看你这废物，怕是连第1阶都踏不上去。转眼间1个时辰过去，天梯上已是人影稀疏。继续。赵千川面无表情宣布，后续的淘汰率高的惊人，50人中能有1人通过就算不错。高台上，天剑峰的萧逸轻笑摇头，语带不屑：“冷师妹，看来这届弟子的成色很是一般啊。”瑶池峰的冷清双声如其人，清冷动听。萧师兄何必急于定论？真正的好苗子往往压轴出场。话音未落，轮到了云坤。此人存心卖弄，在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他竟一口气直接踏上了第15阶天梯，引得台下惊呼连连。紧接着，与他交好，同样对陆晨抱有敌意的几人也纷纷发力，竟有7成通过了考核。
这一幕让赵千川抚须点头，连声道：“好，好，好。”直到为考核者所剩无几，陆晨才不紧不慢登场。以他炼气12层，堪比筑基中期的雄浑灵力，登顶本是易如反掌。但他知道必须低调，这才故意表现得举步维艰，浑身颤抖，最终勉强踏上了第10阶，引得台下嘘声和惊叹混杂。这个废物居然真让他爬上去了。然而高台上的冷清霜美眸中却骤然掠过一丝惊诧，此人如此精纯的纯阳本源之气，我苦寻数年竟在此处的见。他自幼修炼家族秘法，对纯阳之气感知极为敏锐，家族一直在为他寻觅身负纯阳体质的道侣，可惜多年却一无所获。这时台下弟子议论纷纷，他就是那个10灵根的废物陆晨，听说他被圣女抛弃了，可我明明看见圣女亲自送他来考核的。冷清霜心中巨震，陆晨10灵根，原来他就是传闻中的纯阳圣体，难怪一股难以言喻的心悸在他心中蔓延。而一旁的萧逸眼底则闪过一抹冰冷的寒光和嫉恨。于西月，那可是他倾慕已久却求而不得的梦中神女，当初自己极力追求，但却被于西月无情拒绝。如今他竟与这个废物卢鼎纠缠不清，一个废物也配？他心中杀意暗生，争夺仙缘，各凭本事，生死各安天命。眼见陆晨竟也通过了考核，场下不少嫉妒者都面露不忿。肃静！赵千川的声音压下所有嘈杂。恭喜通过者，接下来是第2关幻境道新考核。他袖袍再挥，场景变换，一片朦胧光雾将通过的弟子笼罩。此关考验等道心是否坚毅。幻境之中自有万千诱惑，是沉沦还是坚守，全在尔等一念之间。陆晨想起于西月事前的叮嘱，嘴角微不可察的一勾。幻境中有无数绝色美女主动投怀送抱，既要考验定力，还要考验妖力，这和欢宗的考核果然很合欢宗。他倒是很期待这幻境能玩出什么花样。陆晨只觉眼前一花，周遭景象已然大变，他竟然身处一间极致奢华的香闺之中，暖玉生香，红纱漫舞。那张宽大的锦榻之上，5位风情各异、如花似玉的美人正含情脉脉地望着他，有的楚楚可怜，我见犹怜；有的娇俏活泼，灵动可人；有的妩媚多姿，眼波流转，类型齐全，直击男人内心最深处的幻想。根据考核规则，只需在这等温柔香中坚守一炷香，心神不失，元阳不泄，便算通过。场外，通过水镜术观看考核的众人只见得景象百态，有人进去不到3息便嘶吼着扑了上去，结果瞬间白光一闪，阳元大泄，被狼狈地传送出来，瘫软如泥。有人还能假装矜持，推拒几下，但在美人热情的缠绕下，很快便意志崩溃，丑态毕出。废物，都是一群色中恶鬼，道心如此不堪。高台上，冷清霜面带失望，口中忍不住唾弃。在合欢宗，双修是大道，但沉溺色欲，心智不坚，便是取死之道。幻境内，陆晨也不得不承认，这幻境有点东西。虽然比我家西月和倾城差了几个档次，但架不住他们骚啊！眼前美人放浪形骸，种种撩人姿态，试问哪个热血男儿能顶得住？公子，春宵苦短，该歇歇了。一位美人玉臂如水蛇般缠来，让奴家为您宽衣吧。另一位已贴上前，吐气如兰。公子，让奴家好好伺候您，可好？声音酥麻入骨。陆晨抱着玩玩看，测试幻境极限的心态，嘴角玩味。好啊，本公子倒要看看你们有何本事。他这般轻佻回应，落在场外冷清双眼中，便是坐实了登徒子的印象，这让他心中一阵烦闷失落。哼，空有绝世体质，心性却如此不堪。我冷家要找的是能共同攀登大道的道侣，而非一个沉溺皮肉之欲的色中恶鬼，当真令人作呕。陆晨万万没想到，自己一时兴起的玩票心态，竟让一位绝色仙子给他打上了色魔的标签。他如果知道，怕是要当场喊冤。然而，就在5位美人即将贴身的瞬间，陆晨眼神陡然一清，再无半分迷离。玩归玩，闹归闹，考核还得要过关。喂，都散了吧！就你们这点勾人伎俩，还不及小西月和小倾城的1/1000。第2轮考核结束，通过的弟子人数锐减，广场上仅剩100余人，显得空旷了许多。高台上，冷清霜早已散去了身前的水镜术，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罕见掠过一丝疑惑。这陆晨竟然通过考核了。据他方才观察，此人在幻境中不堪诱惑，是个极色之徒。他怎么可能通过？莫非真如旁人所言，是圣女在暗中相助，替他铺平道路？有黑幕？这个念头让他微微皱眉，
心底就更加看不起陆晨了。哼，原来只是一个只知道走后门的家伙。台下，云坤见陆晨通过，脸色更是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万万没想到，陆晨这10灵根的废物竟也能蒙混过关，与他站在同一队列之中，倒是小瞧你了。他盯着陆晨的背影，眼中寒光闪烁。不过下一关，你可千万别遇到我啊！一想到方才幻境中的旖旎风光，云坤心头又是一片燥热。这合欢宗的妙处果然名不虚传，等正式入门后，定要寻几个仙子，好好体验一番这双修大道。很快，赵千川长老浑厚的声音再次响彻广场。肃静，接下来是第3轮考核实战，所有通过者上前抽签，决定你们的对手。一时间，台下剩余的上百名弟子纷纷上前，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当陆晨缓步上前，从签筒中抽出自己的竹签时，执事弟子高声宣布：第1场，陆晨对战王啸。真是天助我也！台下的云坤闻言几乎要狂笑出声，他强压着激动，快步走到那名叫王啸的健硕青年身边，压低声音，语气狠毒：王啸，你是我云家附庸家族中最出色的天才，此战只许胜不许败，给我找准机会废了他，最好让陆晨意外死在台上，事后我保你家族3年资源翻倍。王啸眼中寒光一闪，抱拳沉声道：云少放心，一个10灵根的废物，我必让他血溅当场。说完，他纵身一跃，重重落在比斗台上，震起一圈尘土。他目光如鹰隼般死死锁定台下的陆晨，杀意毫不掩饰。竟然是王啸，他可是半步筑基的修为，据说曾独占3名炼气大圆满而不败。这陆晨真是倒了血霉，第1轮就碰上这种狠人，他死定了。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哗然，所有人都用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目光看向陆晨，一个靠着圣女关系才勉强混进第3轮考核的废物，对上一位半步筑基的天才，结果毫无悬念。云坤看着一脸淡然的陆晨，笑容狰狞：陆晨，你的好运气到此为止了。王啸纵身跃上比斗台，周身杀气几乎凝成实质，毫不掩饰。陆晨见状，嘴角微微一抽：想杀我，连装都懒得装了是吧？他随即转身，对着高台上的赵千川拱手道：赵长老，弟子有一事不明，还请解惑。赵千川眉头微皱：何事？快说。陆晨朗声问道：请问长老，这实战考核是否允许出现死伤？赵千川闻言不耐地一挥手：你们如今还算不得合欢宗正式弟子，争夺仙缘各凭本事，生死各安天命，宗门一概不问。此言一出，王啸与台下的云坤眼中同时爆发出狂喜之色。他们原本还顾及陆晨炉鼎的身份，如今连主持长老都亲口说了生死各安天命，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然而他们却没注意到陆晨的嘴角同样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实战考核开始。执事弟子高声宣布：陆晨，给我死来！王啸暴喝一声，双手一翻，一对寒光闪闪的金铁利爪已然戴在手上。他身形如电，带着凌厉的劲风直扑陆晨面门。这正是他王家的绝学烈风爪。当一声脆响，预想中陆晨被开膛破肚的场景并未出现。只见陆晨不知何时指尖夹着一柄薄如蝉翼的飞刀，刀身雪亮，寒意森然。哼，就这点本事！陆晨冷哼一声，手腕微不可察的一抖，咻！一道细微的破空声几乎被风声掩盖。那柄雪影飞刀化作一线寒芒，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瞬间没入了王啸的眉心。王啸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脸上的狞笑彻底凝固，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他僵在原地，仿佛一尊雕塑。下一秒，砰！王啸壮硕的身躯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重重砸在台面上，气息全无，眉心的嫣红鲜血缓缓流淌。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广场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仿佛见了鬼一样。一个半步筑基的天才被一个10灵根的废物秒杀了。哎呀，师兄，你们好暴力啊！片刻后，漫天倒吸冷气的声音才如同潮水般响起。高台之上，一直神色淡漠的冷清霜，美眸中瞬间爆发出惊人的神采，而萧逸的瞳孔也是猛地一缩，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赵千川深深地看了陆晨一眼，语气依旧平淡地宣布：此战陆晨胜。王啸！台下的云坤这才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看着台上王啸的尸体，双目瞬间赤红，发出野兽般的低吼：陆晨，你竟敢下此毒手！你给我等着，我云坤定要你血债血偿！下一场，云坤对战张山；下一场，陆晨对战赵四。赵千川的声音再次响起，但接下来的实战
却让所有人见识到了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陆晨秒杀王啸的凶威犹在眼前，但凡抽到与他做对手的弟子，无不面色惨白。我认输，长老，弟子甘拜下风，自愿放弃。陆师兄修为高深，师弟不敢与之争锋。一时间，认输之声此起彼伏。失去资格不过是小事，总比像王啸一样上去就丢了小命强。陆晨乐得清闲，双手抱胸，几乎是在轮空看戏。不过其中一场倒是有些意思，他的对手是一位身着鹅黄衣裙的少女，明眸皓齿，笑起来嘴角有2个浅浅的梨窝，灵动的像只小鹿。喂，你就是那个秒杀了半步筑基的陆晨？少女跳上比斗台，叉着腰，毫无惧色，反而满眼都是好奇，看起来也不像3头6臂嘛。陆晨眉头一挑，这丫头有点意思。怎么，你要替她报仇？才不是呢，那个王啸我看着也不顺眼，死得好。少女皱了皱小巧的鼻子，随即狡黠一笑。不过本姑娘可不会轻易认输。看招。她说是看招，身法如风，并不硬拼，反而绕着陆晨游走，时不时做个鬼脸，或者用不知道哪来的狗尾巴草搔一下他的后颈。略，来打我呀！大木头反应这么慢呀？陆晨一阵无语，这丫头是来搞笑的吗？但不得不承认，这丫头古灵精怪，天真烂漫的模样，确实可爱又俏皮。纯真活泼这一款，双修时别有一番滋味。身为海王的他也很喜欢。玩闹归玩闹，陆晨瞅准一个破绽，一把揪住少女，狠狠在她柔嫩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哎呦，你！少女捂着屁股，羞红了脸，委屈巴巴地看着他，臭流氓，你欺负人，还打吗？陆晨满脸淡定，心中却在回味那惊人的触感。不打啦，不打啦！他气鼓鼓地跳开，却还是对他做了个鬼脸，算你厉害。不过我苏莲记住你了。2个时辰后，第3轮考核终于结束，上千名参与者，如今仅剩50余人站在广场上，人人脸上都带着激动与自豪。赵千川长老抚须而立，朗声开口：恭喜你们，正式成为我和欢宗外门弟子。人群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散场时，那道鹅黄色的身影又蹦蹦跳跳凑到陆晨身边，自来熟地拍了拍他的胳膊。喂，陆晨师兄，走，我带你去登记，领取身份令牌和宗门服饰。这地方我熟。陆晨疑惑地看着他。你熟？苏丽儿满脸得意，扬起小脸，眼睛弯成了月牙。那当然，我可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听说和欢宗最好玩了，我早就摸清楚路线了。看着他活力四射的模样，陆晨感慨，这丫头就是一只跳出笼子，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金丝雀啊，不谙世事，单纯又好骗。喂，臭流氓，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苏灵儿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双手叉腰，奶凶地瞪着他。陆晨脸部红心不跳，海王本色尽显。当然是因为灵儿师妹你长得太可爱了。很快，执事弟子前来为他们分配外门弟子统一的住处，但陆晨并不需要，他直接表明自己在宗门内已有洞府。苏灵儿一听，立刻凑了上来，扯着他的袖子摇晃。臭流氓，我想挨着你住吗？抱歉，我不住这里。陆晨果断拒绝。这一幕看得旁边几位外门弟子心头火起，很是不爽。一个10灵根的废物，凭什么能让新来的漂亮师妹如此亲近？必须给他个教训。几名身材壮硕、面相凶悍的老弟子相互使了个眼色，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直接将陆晨围住。为首一人倨傲地抬着下巴：新来的懂不懂规矩？把刚领的聚灵丹和灵石孝敬上来，以后这片儿我们罩着你。苏丽儿非但不怕，反而觉得无比新奇刺激。她在家族被保护得太好，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此刻激动的眼睛发亮。她立刻戏精附体，装出一副怯生生的模样。哇，师兄你们别杀我，我给你们就是了。几人见他这般模样，更是色心大起，目光在他身上游历。师妹别怕，师兄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另外一人淫笑着上前，来，师妹，让师兄给你演示一下我和欢宗的正宗双修功法，师妹你可要好好配合啊。苏灵儿满眼无辜，师兄，那你现在演示吧，师妹看着呢。陆晨看得一阵无语，这丫头看似天真，实则机灵得很，分明是在拱火看戏，等着自己出手，实在太吵了。他冷喝一声，滚！小子，老子还没找你算账，你倒先狂起来了。那领头弟子面目狰狞，来人，给我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一群小弟摩拳擦掌就要动手。苏灵儿觉得更刺激了，在一旁假装劝架。哎呀，师兄，你们好暴力啊，这样不好。虽然这个臭流氓是有点讨厌，但你们也不能仗势欺人啊。就在陆晨准备活动筋骨，给这群人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时，
一股清冷强大的气息骤然降临，一道绝美的身影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不远处，冰肌玉骨，风华绝代，是于希月。她的到来瞬间让所有人为之失神，被那惊世的美貌所震撼。然而这还没完，紧接着另一道妩媚酥骨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夫君。夏倾城也来了。她红裙似火，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与于希月的清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却同样美得令人窒息。两位宗门内地位超然的圣女竟同时为了一个新人而来。那群本想动手的老弟子此刻僵在原地，吓得魂飞魄散，腿肚子都在打颤。苏灵儿看看于希月，又看看夏倾城，眼睛都瞪直了，小嘴张成了 O 型。天啊，好漂亮的两位仙子姐姐，他们都是来找这个臭流氓的。于希月看向陆晨，语气柔和：陆晨，恭喜你。夏倾城则更直接，笑靥如花：夫君，恭喜你呢。周围一片死寂，落针可闻。所有旁观的外门弟子心中都掀起了惊涛骇浪，看向陆晨的目光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羡慕与嫉妒。这新来的师弟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也太幸福了吧！小子，听说你背景很硬啊。眼前这一幕让苏灵儿惊得小嘴都合不拢了。那位美得不像话的仙女姐姐居然亲昵地喊着那个臭流氓夫君，而另一位气质清冷的仙女姐姐看向她的眼神里更是充满了复杂的愧疚情谊，分明是情根深重。天哪，自己还真是小瞧了这个臭流氓。他不仅实力强得离谱，招惹桃花的本事更是厉害到逆天啊！苏灵儿的大眼睛滴溜溜一转，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和好胜心瞬间涌了上来。不行，这么有趣的家伙可不能让他俩给独占了。本小姐必须先下手为强，想办法把自己分配成他的道侣。我倒要看看他除了实力到底还有什么特长，而且他身上的气味真的好舒服，好好闻啊。陆晨却无心理会这小妮子的盘算，他并不想在此刻过于高调，成为全场焦点。他只是对着两位圣女微微点头示意，便转身朝着自己的洞府方向快速走去。场中很快便只剩下了于希月与夏倾城。于希月看着陆晨离去的背影，深吸一口气，转向夏倾城，语气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夏倾城，上次袭击陆晨的幕后黑手，你查得如何了？夏倾城轻哼一声，红唇边勾起一抹嘲讽：周家打算针对夫君，早已被我顺手处理了。至于陆家，他们还没那个本事。他美眸转向于希月，意有所指：排除了所有不可能，剩下的那个自然就是你那位好师兄云傲天了。于希月闻言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纤手不自觉握紧。我知道了。他抬起头，目光坚定看向夏倾城：我会配合你，但我希望你说到做到，和我共享陆晨。说到这里，他绝美的脸颊也不禁泛起一抹红晕。就像你说的，那个家伙强得像个怪物，你一个人确实应付不来。你放心，我也只是为了压制心魔。话音落下，两位平日里高高在上、清冷孤傲的圣女竟不约而同感到一阵羞耻，俏脸绯红，甚至连恩怨都短暂放下了。这绝世罕见的画面，若是被宗门里那些天骄俊杰们看见，怕是当场就要极度的吐血三升，道心崩溃。回到洞府，陆晨终于感受到了片刻清静。如今他已是堂堂正正的合欢宗外门弟子，再非任人拿捏的炉鼎。他迫不及待进入灵泉空间，准备大干一场修炼，吞服丹药。然而修为如同老龟爬行，纹丝不动。妈蛋，这到底是什么绝世坑爹资质？陆晨彻底郁闷了，看着手中光滑流转的丹药，只觉得一阵无力。空有宝山而不得入，这感觉比当初一无所有时还要憋屈。难道我陆晨的仙路就只剩下双修这一条歪路可走了吗？就在他几乎要被绝望淹没之时，嗡！灵泉空间的最深处，一道混沌光芒骤然亮起，仿佛在回应他内心的不甘咆哮。陆晨心神俱震，飞身前往。只见光芒源头，一枚非金非玉的古老符文静静悬浮，散发着洪荒般古老磅礴的气息。他下意识伸手触碰，轰！符文瞬间化作无数流光，涌入他的识海。一篇名为《混沌长生诀》的玄奥功法，如同烙印般刻入他的灵魂。这是专为石灵根打造的无上功法。陆晨激动得浑身颤抖，几乎要仰天长啸。天无绝人之路，这灵泉空间果然是他的最大机缘。他立刻依照功法运转周天。下一刻，让他热泪盈眶的景象发生了。那10个死气沉沉的灵气漩涡，仿佛被注入了灵魂，第一次主动、贪婪、疯狂吞噬起周遭的天地灵气。灵气不再是涓涓细流，而是化作了汩汩奔涌的江河，畅快地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咔嚓，某种禁锢被彻底打破。陆晨的气息节节攀升，
一路冲破关隘，最终稳定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横境界。炼气期大圆满，只差一个契机，便能推开那梦寐以求的筑基之门。陆晨紧握双拳，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远超从前的磅礴力量，心中豪情万丈。前路已开，先途可期。从今日起，他再也不是那个连天地灵气都无法吸收的绝世废物了。他立刻催动混沌长生诀，周围浓郁的灵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涌入他体内，冲刷着经脉。一个时辰后，境界彻底稳固，炼气大圆满的修为雄浑无比，足以碾压同阶。但一想到筑基，陆晨又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如果说常人的筑基难度各有不同，那他10灵根的筑基简直就是地狱中的地狱模式。天灵根和变异灵根筑基如同走一条康庄大道，真灵根筑基像是在攀登一座高山，伪灵根筑基便已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他这10灵根想要筑基，简直就像是要将一片无垠沙漠硬生生改造成浩瀚汪洋，需要的灵气总量堪称海量，是普通修士的1000倍万倍不止。不过混沌长生诀的强大此刻才真正显现，它竟能让陆晨选择性的单独修炼某一条灵根。他身负金、木、水、火、土、冰、风、雷、阴、阳10大灵根，堪称包罗万象。陆晨毫不犹豫，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其中关于阳灵根的修炼法门。原因无他，第一，他身负纯阳圣体，修炼此灵根事半功倍，如同本能。第二，这可是在合欢宗，阳灵根乃是双修根本，一旦将此灵根修炼壮大，其威力不言而喻。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到时候别说夏倾城和于希月两人齐上，就算再来几个莺莺燕燕，怕是也得向他讨饶。至于其他9大灵根，他则按照功法的正常节奏稳步修炼。即便如此，有着逆天功法加持，他任何单一灵根的修炼速度与威力都远超所谓的天灵根和变异灵根。10灵根果然不是我的枷锁，而是我登临绝顶的基石。陆晨信心爆棚，对未来充满期待。翌日一大早，陆晨神清气爽走出了洞府，他打算以正式外门弟子的身份去宗门任务大厅接取任务，体验一下正经修士的日常。双修虽好，但也得适度。他是很馋于西岳和夏倾城那2具曼妙的娇躯，但自己必须留着纯阳本源，为筑基做准备。他估计现在那2位绝世仙女恐怕更馋他的身子。陆晨径直来到任务大厅，心中感慨万千。曾几何时，他还是个人人可欺的卑微炉鼎，连踏入此地的资格都没有。如今他终于也能享受宗门弟子的基本权利了。今天就好好体验一下做任务赚灵石的感觉。陆晨心情不错，接了一个猎杀1级妖兽罡宗侏罗兽的任务，奖励的灵石颇为丰厚。握着任务玉简，他心里还有点小激动，终于找到了点脚踏实地修仙的感觉了。然而他刚走出任务大厅，准备出发，一群人便呼啦啦地围了上来，堵住了他的去路。正是昨天那群想抢他资源的外门弟子，今天他们还特意请来了帮手，个个气势汹汹。为首的是一个身着白衣、面容倨傲的青年，周身散发着强大的灵压，赫然是筑基初期的修为。不少外门弟子见状，纷纷脸色一变，赶紧躲开，生怕被牵连。小子，听说你背景很硬啊？那白衣青年下巴微抬，用鼻孔看着陆晨，只会躲在女人屁股后面，算什么本事？充实，这才是修仙该有的样子。抱歉，我要出任务，没空。陆晨不想多生事端，抬脚就想走。站住！白衣青年厉喝一声，语气充满威胁。听着，新来的，只要你现在跪下磕3个响头，乖乖交出这个月的俸禄，并且保证以后见到我们都跪下喊一声师兄好，老子今天可以大发慈悲，饶你一条狗命。他话音刚落，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骤然响起。陆晨专修阳灵根后，体内灵力雄浑如海，速度更是快若闪电。这一巴掌后发先至，结结实实地抽在白衣青年脸上，直接将他打得原地转了个圈，半边脸颊瞬间肿起老高。小畜生，你找死！白衣青年捂着脸，又惊又怒。陆晨眼神冷漠，淡淡反问：小畜生骂谁？白衣青年正在气头上，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小畜生骂你！噗嗤，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哄笑声。白衣青年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陆晨尖叫道：你他妈敢耍我！老子叫张狂，我爷爷是执法堂的张长老，你敢动我，谁来了都救不了你。一听张狂这个名字，周围看热闹的弟子脸色更是精彩。这家伙仗着有个执法堂长老的爷爷，在外门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出了名的恶霸。陆晨一愣，张狂，好家伙，这名字够张狂啊！啪！
又是一记更响亮的耳光。陆晨甩了甩手，面色依旧平静。他管不了那么多，大不了就给于西月惹点麻烦呗。反正他说欠自己的，正好给他一个将功补过，帮自己擦屁股的机会。你敢！张狂被打懵了，他身边的狗腿子们见状，嚎叫着就要一拥而上。结果陆晨身形如鬼魅般闪动，拳脚并用，砰砰砰，几声闷响过后，那些练气期的狗腿子全都被干翻在地，呻吟不止。静！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练气期竟然随手就干翻了一群同级，甚至连筑基初期的张狂都被他2巴掌扇得找不到北。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剩下的几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跑远了。张狂捂着肿成猪头的脸，开始放狠话：陆晨，你给老子等着，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陆晨都懒得看他一眼，拍了拍手，在一众敬畏的目光中从容离去。合欢宗坐落于青州云雾缭绕的万寿山脉延伸腹地。陆晨出了山门，抬手祭出2张神行符，御风疾行数百里，一头就扎进了广袤无垠的万寿山脉外围。呼，这就是凭自身力量纵横天地的感觉吗？爽！山风烈烈，吹动他的衣袍，俯瞰着下方飞速掠过的苍茫林海，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在陆晨胸中激荡。直到此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修仙之路，除了以你的双修之外，更有着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无限精彩。这片山脉是妖兽的乐园，也是灵草宝药的生长之地，危机和机遇并存。这次任务只是开始，说不定小爷我运气好，还能捡到些意想不到的机缘呢。陆晨心中充满期待，他评估了一下自身实力，只要不倒霉催的撞上堪比筑基后期的2级巅峰妖兽，在这外围区域自保应该无虞。更何况他储物袋里还静静躺着几百张爆裂符，想象一下几百张灵符同时砸出去的壮观场面，陆晨觉得就算是金丹修士见了也得头皮发麻，暂避锋芒吧。不过赶路途中，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法有些拖后腿，不够迅捷灵动，总不能一直依靠灵符吧？打不过就跑，乃是至理名言。看来得找机会专门修炼一下风灵根了。要是能搞到一门厉害的风系身法神通，那才是进可攻退可溜的保命根本。打定主意后，陆晨收敛心神，朝着任务地图上标注的罡宗侏罗兽活动区域谨慎探索而去。刚一踏入任务区域，陆晨就乐了，运气真好。一头体型肥硕、皮毛油亮的罡宗侏罗兽正挺着圆滚滚的肚子，躺在阳光下呼呼大睡，显然刚饱餐一顿。抱歉，就拿你开张了。陆晨心念微动，雪影飞刀化作一道肉眼难辨的寒芒，瞬间没入其要害。那侏罗兽只在梦中哼唧了一声，便再无生机。接下来的3天，陆晨在这片区域开启了收割模式，雪影飞刀神出鬼没，刀无虚发。所有被他盯上的妖兽基本都是一击毙命，走得毫无痛苦，这也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人道主义。不仅任务所需的击杀数量飞速完成，他对自身力量的掌控和实战应变也在飞速进步。趁着休整间隙，陆晨寻了一处隐蔽山洞，开始依照混沌长生诀的法门专心修炼风灵根。只见他周身气流环绕，道淡青色的锋刃凭空生成，随着他的意念盘旋飞舞。当他对风灵力的掌控更进一步时，一股前所未有的轻盈感涌遍全身。他试着迈出一步，身形竟如柳絮般飘出数丈之远，当真是脚下生风，太神奇了！陆晨心中狂喜，我这10灵根果然是个巨大的宝藏。这还只是初步开发风灵根带来的身法加成就已如此显著，简直堪比专门修习了一门精妙的身法神通。如今他有鬼魅般的身法提速，又有雪影飞刀的极致灵力，两相结合，陆晨自信，即便此刻对上筑基后期的修士，他也有一战之力，至少跑路是绝对没有问题了。在陆晨的潜心修炼下，风灵根得到显著强化，身法更加轻盈迅捷，有阳灵根提供的海量灵力作为支撑，即便日行千里也丝毫不会疲惫充实，这才是修仙该有的样子。陆晨心情舒畅，正准备布下静置，好好感悟一番方才的收获。就在这时，不远处却隐约传来一阵骚动，他神识悄然外放，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感知，竟然是苏灵儿。这丫头搞什么鬼？跟踪我！此刻，苏灵儿正被一小群妖兽围住，情况看似危急，其中甚至有一头相当于筑基初期的2级妖兽青木狼。救命啊！有没有人来救救人家呀？他一边呼喊，一边心里暗自嘀咕：奇怪，我明明感应到陆师兄的气息就在附近的，这个臭流氓该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为了演得更逼真，他甚至自己用灵力逼出了几滴眼泪，看上去楚楚可怜。连围住他的妖兽们都懵了一瞬间，他们虽然灵智未开，但还没发动攻击呢，
这个人类怎么自己先哭上了？陆晨看得一阵无语，他本不想多管闲事，但这丫头的叫声实在太吵了。这里距离青木狼的巢穴不远，万一他的尖叫引来狼群，自己也要跟着倒霉。算了，清静要紧。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身形如鬼魅般掠出，噗噗噗，雪影飞刀寒光连闪，精准地没入几头妖兽的眉心，包括那头2级青木狼在内，所有妖兽瞬间倒地毙命。苏里儿惊得捂住了小嘴，眼中却闪过一丝计谋得逞的狡黠。他立刻换上一副惊喜又崇拜的表情。陆师兄，怎么是你？太好了，谢谢你救了我，你真是太厉害了，杀了这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陆晨冷哼一声，根本懒得理他，自顾自地开始收拾战利品。这些妖兽材料正好可以拿回宗门兑换资源，他心中冷笑，哼，跟踪我还跟我演戏，小丫头片子，跟我玩心眼。苏里儿见陆晨完全无视自己，小脾气也上来了，他跺了跺脚，奶凶奶凶地指着陆晨，喂，臭流氓，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这么转。陆晨这才慢悠悠地转过身，眼神戏谑地看着他。我转。他一步步逼近，强大的气息让苏灵儿下意识地后退，偷偷跟踪我，把我当免费保镖，还在这跟我大呼小叫。我没有。苏灵儿心虚反驳，但气势明显弱了下去。看来不给你长点记性，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陆晨说着，眼中闪过一丝恶趣味的光芒。他身形一动，苏灵儿只觉眼前一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抓住，翻过身来，脸朝下按在了他的大腿上。啊，你要干什么？臭流氓，你快放开我！苏灵儿瞬间慌了，狱卒乱蹬，啪！一记清脆响亮的巴掌毫不留情地落在了他挺翘柔软的臀上。啊！苏灵儿发出一声羞愤的尖叫，整张脸瞬间红透，连耳根都染上了红霞。陆晨，你个混蛋，臭流氓，我跟你没完！啪啪，又是结结实实地挨了2下。跟踪我，错没错？没错。啊，别打了，还嘴硬。我错了，我知道错了。陆师兄饶了我吧。苏灵儿又羞又气，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但奇怪的是，除了火辣辣的疼痛感，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酥麻感，伴随着一道精纯的纯阳之气窜遍全身，让他浑身发软，几乎要呻吟出声。怎么会这么舒服？不行，太羞耻了。这种身体的本能享受与他内心的骄傲激烈交战，让他更加无地自容。他甚至还想被打几巴掌。陆晨打着打着，这才发现不太对劲，这丫头怎么不挣扎了，还一脸享受的样子。他意犹未尽，直接停手将他放开。苏灵儿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跳开，捂着屁股，泪眼汪汪地瞪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羞愤、委屈，还有一丝狡黠。臭流氓，敢打本小姐，你给我等着！他撂下一句毫无威慑力的狠话，转身就跑。陆晨看着他逃走的娇俏背影，摸了摸下巴，回味着刚才那惊人的弹性手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手感还真不错，这小辣椒有点意思。陆晨收敛气息，向着山脉更深处探索。没走多远，他目光一凝，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只见前方一处峭壁的缝隙中，一株通体晶莹、散发着诱人异香的灵植正随风摇曳，上面结着一颗龙眼大小、流光溢彩的果实——天灵果，炼制住鸡丹的绝佳主药。陆晨心中狂喜，最重要的是，只要将这果子弄到灵泉空间里培育，他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天灵果，自己炼制住鸡丹，何愁不能筑基？他强压心中激动，正要上前采摘。住手！一声娇喝自身后传来，语气充满了强势。陆晨回头，只见一名身着合欢宗内门服饰、容貌艳丽的女子疾驰而来，修为赫然是筑基中期。他扫了一眼天灵果，眼中闪过贪婪，随即用下巴指着陆晨，语气傲慢：这枚天灵果我看上了，念在你发现有功，这10块下品灵石就赏你了，拿着快滚吧。那施舍的语气仿佛在打发一条路边的野狗。陆晨都被他给气笑了。这位师姐，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先来后到？我乃内门丹顶峰弟子，此物与我炼制住鸡丹有大用，你一个外门废物拿了也是暴殄天物。女子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接着冷冷一笑。更何况在这修仙界，实力就是规矩，你一个练气期的废物也配跟我谈条件？再不滚，别怪我心狠手辣，连灵石都没有。陆晨眼神瞬间转冷，他本不想同门相残，但这女人实在欺人太甚。既然如此，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他不再废话，身形一动，雪影飞刀已然出手。那女子没料到陆晨竟敢主动出手，
仓促迎战。可他万万没想到，陆晨的身法快得诡异，飞刀更是刁钻狠辣，仅仅2个照面，他便被一道刀刃划破手臂，鲜血直流，狼狈落败。你！女子又惊又怒，陆晨本想罢手，只想取走天灵果，谁知那女子眼中杀机毕露，尖叫道：“师兄，你还不出手，杀了这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一道更加强悍的气息骤然降临，一名身材高大的男修从天而降，挡在女子身前，修为竟然是筑基后期。他看了一眼受伤的女子，顿时勃然大怒：“好个心狠手辣的小畜生，敢伤我的道侣，今日必将你抽魂炼魄！”陆晨心中一凛，他现在面对筑基后期，压力巨大。他迅速评估，凭借身法和飞刀，或许能重伤一人后逃走，但自己必然也要付出代价。为了一颗天灵果，得不偿失。电光火石间，他心念急转，已有对策。陆晨假装不敌，且战且退，方向却悄然偏转。同时，他袖中一道隐秘的纯阳灵力弹出，精准射向不远处的青木狼巢穴。据他所知，自己的纯阳之力不仅能吸引女人，对妖兽也有着致命吸引力。嗷呜！霎时间，狼嚎四起，数十头青木狼被惊动，猩红的眼睛在暗处亮起，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蜂拥而来。不好，是狼群！那对男女脸色巨变。趁他们分神的刹那，陆晨身如鬼魅，瞬间来到天灵果旁，连根带土一把薅起，塞入灵泉空间。多谢2位师兄师姐帮忙吸引火力，这份人情师弟记下了。陆晨大笑一声，祭出2张神行符，脚下风灵之力狂涌，身化流影，疾驰而去。小畜生，我必杀你！身后传来那对男女气得发疯的咆哮，以及他们被狼群团团围住的厮杀声。即便他们能杀出重围，也注定要脱一层皮了。陆晨听着身后的动静，嘴角勾起一抹畅快的弧度。丹顶峰吗？想抢小爷的东西，这就是代价。一炉接一炉，炉炉皆是满丹。万寿山脉一处隐蔽的洞穴内，陆晨闪身进入灵泉空间，迫不及待将那株连根拔起的天灵果取出。他小心翼翼将它栽种在灵气最为浓郁的灵田中央，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舀起一捧晶莹的灵泉水，缓缓浇下。嗡！奇迹发生了，灵泉之水触及根系的瞬间，天灵果植株仿佛被注入了生命本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疯长，枝叶变得更加翠绿欲滴，藤蔓舒展。那颗原本只是成熟的果实，光滑内蕴，耀气蒸腾，转眼间便跨越了数十年的光阴，达到了100年份的极品层次。成了，真的成了！陆晨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这意味着他拥有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天灵果宝库。更让他惊喜的是，旁边之前用种子培育的其他几种灵药，嫩绿的芽苞在如此浓郁的灵气滋养下，也纷纷破土而出，舒展叶片，长势喜人。我虽然算是1品灵丹师，但2品丹药，尤其是筑基丹，还从未练过。陆晨摩擦着下巴，却并不缺乏信心。有着逆天的灵泉空间提供最极品的药材，加上莫彩衣的丹道心得和自己的纯阳圣体对火焰的天然亲和力，炼制2品丹药，成功率定然不低。不过，筑基丹的丹方和辅材却是眼下最大的难题，看来必须得去一趟天霜城，找彩衣妹妹资助一下了。打定主意，陆晨收敛心神，不再耽搁，便明天霜城的方向，身化清风，疾驰而去。天霜城妙丹方，再次见到陆晨，莫彩衣清丽绝伦的小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欣喜。陆晨哥哥，你怎么来了？但他眉宇间却萦绕着一抹化不开的愁绪。细问之下才知，他正在尝试炼制一种珍贵丹药，却为一味主药的年份不足而发愁，药效差了一丝，屡次失败。陆晨闻言，心中一动，表面却不动声色。正巧，我前些时日在外历练，偶得了一些年份尚可的药材，也不知合不合你用。他借口取出药材，实则暗中将莫彩衣所需的灵药在灵泉空间中催熟到了足年份。当他把那一株灵气盎然、药香扑鼻的100年灵药递到莫彩衣面前时，小姑娘惊得瞪大了美眸。这年份，陆晨哥哥，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莫彩衣激动的小脸通红，困扰她多日的难题迎刃而解。她是个知恩图报的姑娘，立刻问道：陆晨哥哥，你这次来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陆晨顺势道明来意。莫彩衣二话不说，不仅将完整的筑基丹丹方给了他，还亲自带着他在妙丹方的库房里凑齐了数份炼制筑基丹所需的辅助材料。陆晨哥哥，筑基丹炼制不易，你若需要，我可以请爷爷出手为你炼制几炉，只是天灵果难寻，你还需再等等。莫彩衣满脸关切。陆晨心中一暖，却自信地摇了摇头，笑道：多谢彩衣妹妹，我自己想办法就行。陆晨婉拒，
他相信自己炼出的丹药纯度或许会更高一些，因为他有灵泉空间和混沌长生诀作为底气，自然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丹道之路。带着丹方和灵药，陆晨告别了莫彩衣，心中对筑基之事已然胸有成竹。陆晨并未急着返回合欢宗，而是找了个僻静处开始规划接下来的路。在成功筑基之前，他决定暂时冷落一下于西岳和夏倾城，一来得攒着宝贵的纯阳本源，确保筑基这关键一步万无一失；二来他这位情场老手太懂了，距离产生美，就得让那两位高高在上的圣女先好好品品他留下的滋味，心里空落落痒酥酥的才行。他陆晨以后可是要干大事的人，这床榻岂是随便什么女人都能爬上来的。打定主意后，他索性再次潜入万寿山脉深处，这里山高林密，灵气充沛，正是闭关的绝佳场所。他取出丹炉，准备先练手，尝试炼制2品丹药聚灵丹。所需的辅材，一部分是莫彩衣所赠，另一部分则来自他灵泉空间里那片长势喜人的灵田。本来只想着熟悉一下2品丹药的炼制感觉，结果一炉接一炉，炉炉皆是满丹，成丹率100%，而且每一颗丹药都圆润饱满，丹气萦绕，药性纯度赫然都达到了90%以上。我这丹道天赋简直就是开挂啊！陆晨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一口气炼制了10几炉，手法已是炉火纯青。他随手吞服了几10颗，精纯的药力化开，修为确实增长了一丝，但对他那10个无底洞来说，这点增长依旧是杯水车薪。看来光靠丹药堆还是太慢，得把每个灵根都喂一遍才行。陆晨沉下心神，开始依照混沌长生诀逐一修炼剩下的灵根。金灵根让他灵力更具锋芒，以后虚影刀法会更加锐利。木灵根使他恢复能力大增，生命力雄浑。水灵根令灵力运转更为绵长，韧性十足。火灵根对丹火掌控更为精妙。土灵根让下盘沉稳，防御增强。冰灵根心若冰清，更易专注，控制力加强。雷灵根速度与爆发力再上一层楼。阴灵根则与纯阳圣体隐隐形成微妙平衡，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但陆晨感觉很不简单。至于风灵根和阳灵根，他已专修过，更是得到了不小的好处。体内灵力浩瀚如海，身法轻盈如燕。随着10个灵根被初步开发，陆晨感觉体内的灵力愈发磅礴浩瀚，奔腾不休，已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临界点，仿佛只隔着一层薄纱便能踏入全新的境界。可就是这最后一层窗户纸，却坚韧无比，难以捅破。陆晨睁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折腾了半天，还是差这临门一脚难到，真的就差一颗极品筑基丹来充当敲门砖。转眼间3日已过，灵泉空间内，陆晨已将炼制筑基丹的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摘下那颗在灵泉滋养下已成长为200年份的极品天灵果。开炉！他低喝一声，掌心纯阳之火升腾，精准地掌控着炉温，投入辅药，萃取药性，投入主要天灵果，凝丹、收丹，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嗡！丹炉清震，炉盖开启的刹那，浓郁到化不开的丹香喷薄而出。10枚圆润如玉、丹纹隐现的筑基丹静静躺在炉底，药性纯度赫然达到了90%，一炉满丹，皆是上品。陆晨难掩激动，迫不及待地取出1枚吞服下去。丹药入腹，精纯药力瞬间化开，然后就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了无边大海，连个像样的浪花都没掀起来。好家伙，玩得够野啊！我就不信了。陆晨把心一横，将剩余的9枚筑基丹像吃糖豆一样全部倒入口中。轰！这一次，海量的药力在他体内轰然爆发，灵力如同决堤江河般奔腾涌动。半个时辰后，灵力潮汐缓缓平息。陆晨感受着体内状况，嘴角微微抽搐。修为是增长了一些，但距离冲破那层筑基壁垒还差着108000里。这什么情况？10枚上品筑基丹啊！就算是头猪也该筑基了吧？他快崩溃了。按照常理，1枚筑基丹就足以让普通修士搏一个前程，可他这10灵根简直是个填不满的深渊。10枚筑基丹远远不够。看着灵田里还在生长的天灵果，以及仅剩的4份辅助灵药，陆晨一阵肉痛。虽然筑基失败，但10枚筑基丹的海量药力，也让他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雄浑浩瀚，堪比大江大河。他自信，此刻若对上筑基中期修士，无需智取，也敢正面一战。1颗不行就10颗，10颗不行就100颗，100颗若还不行，老子就吃上1000颗、10000颗。陆晨眼中闪过一抹狠色和偏执，用丹药堆，我也要堆出一条通天筑基路，我就不信砸不开你这破门槛。他身形一闪，离开了灵泉空间，
重新出现在万寿山脉中。什么宗门任务，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那本就是他找个借口出来历练的由头。接下来的2日，他如同疯魔一般，在山林中疯狂搜集各类灵药，同时也将新领悟的身法、雪影飞刀以及诸多实战技巧磨练得愈发纯熟，几近炉火纯青。筑基之路受阻，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斗志。就在陆晨小心翼翼采摘完一株所需的灵草时，不远处陡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和灵力波动。他心中一动，悄然收敛所有气息，如同鬼魅般潜伏过去，拨开浓密的灌木。只见前方空地上3道人影正在激烈交锋，准确地说，是2名男子正在围攻1名女子。那女子似乎有伤在身，而当陆晨看清那女子的面容时，眼中不禁闪过一丝诧异，竟然是外门考核时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瑶池峰弟子冷清霜。此女不愧是内门天骄，年纪轻轻已是筑基初期巅峰的修为，身负天灵根，实力绝不逊于圣女于西月。此刻她秀眉紧蹙，俏脸寒霜，玲珑有致的娇躯尽显绝美风姿。那挺翘的酥胸因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更添几分惊心动魄的魅力。对面那2名男子，一人筑基初期，一人筑基中期，眼神火热，攻势愈发凌厉，显然不怀好意。陆晨看得暗暗点头，这气质，这身段，不愧是合欢宗出品，必属精品。随即他的目光便被3人争抢之物吸引，一株通体冰蓝，叶片如同蝉一般晶莹的灵草，冰蝉异叶。陆晨心头一跳，这可是炼制多种高阶丹药的稀有主药，对他日后修行大有裨益。这东西必须搞到手，种进我的灵泉空间。这个念头瞬间在他脑中坚定下来。这时那名长脸的筑基初期修士一边攻击一边淫笑道：“这位仙子，何必如此固执？这冰蝉异叶你若是想要，也不是不能商量。”他舔了舔嘴唇，目光贪婪在冷清霜身上扫视。早就听闻合欢宗双修秘术玄妙无比，不如你与我师兄弟2人切磋交流一番，这灵草我们便让与你，如何？无耻之徒，休想！冷清霜美眸中怒火燃烧，见势更急。另一名筑基中期的3角眼修士闻言，脸色一沉，厉声喝道：“哼，给脸不要脸！一个合欢宗的贱人，装什么清高？师兄，别跟他废话了。”长脸修士催促道。3角眼修士脸上露出一抹狠辣的笑容，猛地甩出一枚龙眼大小的粉色弹丸。砰！弹丸在冷清霜附近猛地炸开，一大片粉红色的雾气瞬间弥漫开来，将他笼罩其中。长脸修士激动的大叫：“师兄，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合欢迷仙散？”3角眼修士得意淫笑：“嘿嘿，算你有点见识。中了此物，任他是什么冰山仙子，也要化作馋人的尤物。待会儿师兄我先来，让你也跟着开开荤。”你们卑鄙！粉雾之中的冷清霜只觉得一股异样的热流瞬间窜遍4肢百骸，浑身力气如同潮水般退去，娇躯发软，体内更是涌起一阵阵难以启齿的燥热和空虚感。他脚步踉跄，用剑支撑着身体，才勉强没有倒下，但那冰冷的眼神已逐渐被迷离的水光所取代，无尽的绝望和屈辱瞬间淹没了他的心神。眼前这情景让陆晨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好家伙，玩得够野啊！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冷清霜确实美得惊心动魄。那清冷气质此刻混合着那张无助的俏脸，还有那双雪白的大长腿，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奋张。但陆晨可没打算当什么英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才是修仙界的生存法则。他目标明确，抢夺那株晶莹剔透的冰蝉异叶。现在这2个淫贼的注意力全在冷清霜身上，正是他浑水摸鱼的天赐良机。就在那2人淫笑着扑向浑身瘫软的冷清霜时，陆晨也动了。他如同蛰伏的猎豹，瞬间暴起，啪啪2声轻响，他毫不犹豫在双腿拍下2张神行符，速度陡然飙升，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掠过，唰的一下就将那冰蝉异叶连根薅起，顺手就丢进了灵泉空间。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小子，你敢！那2名修士立刻反应过来，又惊又怒。3角眼修士身法极快，一个闪身就拦在了陆晨面前，堵住了去路。陆晨心里一阵无语，妈的，本想当个得力的渔翁，这下玩脱了，变成螳螂了。看来这一架是非打不可了。而此时意识迷离的冷清霜也看到了陆晨，绝望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希望。可当他感知到陆晨仅仅只是炼气期修为时，那丝希望瞬间破灭，陷入了更深的绝望。这位炼气期的小子，把灵草交出来，本大爷可以给你留个全尸。3角眼狞笑着逼近。废话真多，
陆晨眼神一冷，不再保留，雪影飞刀化作夺命寒芒，配合着鬼魅般的身法，在两人惊愕的目光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准划过了他们的咽喉。两人捂着喷血的脖子，难以置信地倒地身亡。陆晨熟练地取下他们的储物袋，看都没多看一眼。没想到会这么轻松，要怪只能怪你们太轻敌了。救我！陆晨身后传来冷清霜微不可闻，却又带着极致诱惑的娇喘。专业助人突破，工具人实锤了。冷清霜蜷缩在地，冰肌玉肤泛着不正常的嫣红，目光哀求。陆晨撇了撇嘴，走了过去，探查了一下他的状况，顿时头大。这药性极其霸道，若不与男子交合，他必定经脉逆行，香消玉殒。陆晨叹了口气，一脸为难。我陆晨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吗？他在心里迅速给了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没错，我是。于是他抱起滚烫柔软的娇躯，迅速寻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山洞，将冷清霜轻轻放下时，他还不忘义正辞严声明一番。冷师姐，你可听清楚了，是你求我救你的时候，要是找我麻烦，我可不认账啊。一番激烈的云雨缠绵，满洞生春。势必。陆晨看着怀中沉沉睡去的冰山美人，回味无穷。此女虽在容貌上比于西月和夏倾城略逊半筹，但那份冰肌玉骨的触感，以及过程中由内而外散发的极致寒意与火热交织的反差，却别有一番风味。天天大鱼大肉，偶尔换换清甜小菜，感觉还真不错。虽然付出了一些纯阳本源，但陆晨却惊喜发现，与冷清霜双修之后，他体内灵力再次暴涨，比之前吞服10枚筑基丹的效果还要明显。那层坚固的筑基壁垒，此刻已然薄如蝉翼，仿佛轻轻一戳就能彻底突破。这波不亏。山洞内，陆晨正美滋滋地清点着储物袋里的战利品，灵石、丹药、灵药、功法、法宝，种类倒是不少。虽然品质都一般般，但蚊子腿也是肉啊。这时，身旁的冷清霜悠悠转醒，短暂的迷茫后，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瞬间俏脸寒霜，眸中喷火。自己守身如玉这么多年，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被这个色魔给夺走了第一次。陆晨，今日之事，你若敢对外透露半个字，我定与你不死不休。他声音冰冷，带着羞愤。陆晨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心中憋闷，脸上写满了委屈。冷师姐，你这可就冤枉好人了。昨晚明明是你主动扑过来的，还求着我帮你。师弟我一时心软，为了救你，这才不得已牺牲了清白啊。他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他的神色。你胡说！冷清霜语气一滞，有些慌乱。仔细回想，昨晚自己似乎确实很主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任何一个正常男人恐怕都难以抵挡自己的投怀送抱吧。何况他还是为了救自己，但一想到他之前在幻境里那副急色的样子，他又立刻认定，这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淫魔，得了便宜还卖乖，弄得自己双腿发软，火辣辣的，强词夺理。若非你心术不正，岂会那般顺水推舟？他咬着银牙，继续输出。陆晨也来了火气，这女人怎么油盐不进呢？翻脸比翻书还快。行，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多管闲事，早知道就让你自生自灭好了。冷清霜被他噎得说不出话，又想起一事，硬着头皮说道：那朱冰禅液对我至关重要，是我用来突破筑基中期瓶颈的，你必须还给我。陆晨直接被气笑了。冷师姐，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我救了你，没捞着一声谢谢，你还跟我要东西。再说了，你不是已经突破到筑基中期了吗？什么？冷清霜一愣，下意识内视自身，果然，那困扰他许久的瓶颈，不知何时已然冲破，修为稳稳地停在了筑基中期。难道是因为和他双修，纯阳圣体的功效竟恐不如斯？想明白这一点，他绝美的脸颊瞬间飞起2抹红霞，眼神躲闪，羞得无地自容。陆晨也在心里直犯嘀咕，跟于西月双修，帮他突破了筑基中期；跟夏倾城双修，也是帮他突破筑基中期，修为1日千里。现在跟冷清霜还是一样。好家伙，合着我就是个纯阳牌破镜丹呗。专业助人突破，工具人实锤了。趁着他心神恍惚的刹那，陆晨身形一闪，直接开溜。冷师姐，助你突破就算2清了。不用谢，师弟我先走一步。你等等！冷清霜下意识喊道。陆晨的声音从远处飘来，带着几分戏谑。师姐，你都突破了，还惦记我那点辛苦费，也太贪心了吧。不是的我。冷清霜想要解释，可那道身影早已消失在山林间。他气得跺了跺脚，看着陆晨消失的方向，心情复杂难言。
这个混蛋，那可是他的第一次啊！他不负责任就这样跑了。数百里外，陆晨停下疾驰的身影，如同辛勤的药农，仔细搜寻着山林间的每一株灵草。他必须自给自足，这些灵药既能换成灵石，更是他冲击筑基大关的弹药储备。刚刚与冷清霜的双修，让他想通了一个关键：女子的元婴之身带来的好处最为丰厚。下一次再与冷清霜双修，效果必然大打折扣。难道我陆晨真要化身修仙界的人形播种机，不断喜新厌旧，才能快速提升？这个念头让他一阵恶寒。不，夏倾城的热烈与西月的清冷，那蚀骨的滋味早已刻入骨髓，他忘不了。他们更是万中无一的特殊体质，对他裨益巨大，岂是寻常女子可比？当然，冷清霜的滋味也很不错，于情于理自己都得对他们负责。转眼间3日过去，陆晨的灵泉空间里又塞满了各类灵药，同时他也顺手击杀了不少妖兽，其中甚至包括几头堪比筑基修士的2级妖兽。通过这几场战斗，他精准评估出自己目前的实力，足以硬汉筑基中期巅峰的修士。带着收获，他再次进入灵泉空间，开炉炼丹。2炉筑基丹顺利出炉，依旧是满丹，依旧是上品。他毫不犹豫，将新炼制的筑基丹尽数吞服，海量药力在体内炸开，奔腾的灵力变得更加雄浑，更加精纯。然而，那层隔绝天地的筑基壁垒依旧纹丝不动。妈蛋，到底要怎样？陆晨差点道心崩溃，陷入绝望。他不信邪，又疯狂吸收灵石，灵气涌入，泥牛入海。接着他再次尝试稀释灵泉水，期望这逆天宝物能带来奇迹。结果依旧无用，灵力在不断质变，越发精纯，总量也浩瀚如江河，可就是无法跨出那最后一步，完成蜕变。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天堑，死死拦在了他的仙路之前。妈的，这石灵根果然是被天道诅咒的体质，连一丝筑基的契机都感应不到。陆晨骂骂咧咧，意识到自己离开宗门已经大半个月，是时候回去了。他闪身出了灵泉空间，朝着合欢宗的方向疾驰而去。刚飞出万寿山脉外围，一道清冷绝尘的熟悉倩影便拦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陆晨，我等你很久了。声音如冰泉激玉，气质清冽如雪中寒梅，正是瑶池峰弟子冷清霜。他依旧一袭水蓝长裙，身姿曼妙，只是那清丽绝伦的俏脸上此刻附着一层难以融化的寒霜。道侣经济和炉鼎外交，陆晨眼睛一亮，忍不住回味无穷的咂了咂嘴，脸上却堆起玩世不恭的笑容。哟，这不是咱们合欢宗最美的冰山仙子冷师姐吗？这妖巧，该不会是专程在这里等师弟我吧？这多不好意思啊，都说了助人为乐不用谢的，油嘴滑舌。冷清霜美眸寒煞，语气中带着警告。陆晨，昨晚之事，你若敢泄露半句，我定不饶你。他顿了顿，似乎有些难以启齿，但还是冷声道：我家族正在为我寻觅道侣，听闻对方是天剑宗的真传弟子，背景深厚，你若不想惹上杀身之祸，最好管住你的嘴。陆晨一听，心里顿时不爽了。什么意思？小爷我的女人马上要有主了，他还心心念念想着和这位冰山仙子梅开二度呢，这怎么能行？他立刻换上一副深情款款又带着点无赖的表情。冷师姐你放心，我陆晨的嘴最严了，万一真有人泄密了，你也不用怕，大不了我负责，师弟我吃点亏，来做你的道侣好了。你要泄密也只能是你，你果然是个无耻淫魔。冷清霜被他这番言论气得娇躯微颤，多少青年才俊宗门天骄排着队想成为他的道侣，他都不屑一顾。他陆晨一个石灵根的炼气期外门弟子，还是被圣女抛弃的炉鼎，他冷家怕是会直接一掌劈了他。陆晨两手一摊，表情十分委屈。冷师姐，你这话可就伤我心了，我好歹也是救了你，帮你解了毒，咱们还知根知底，我觉得咱们还挺合适的啊。你这家伙不许再说。冷清霜被他戳中羞处，瞬间俏脸绯红，又急又气，周身筑基期的强大气势轰然爆发，一掌便向陆晨拍来，带起凛冽寒风。面对这寒怒一击，陆晨却不闪不避，反而捂着胸口做出一副伤心欲绝的夸张模样。啊，师姐，你竟然要杀人灭口，我的心好痛啊。他嘴上喊着痛，眼神却依旧带着撩拨的笑意，不断用言语刺激着他。几句话功夫，就把这位清冷仙子撩得心浮气躁，连招式都乱了章法，一颗冰心彻底乱成了麻。冷清霜美眸中满是惊诧，他刚才那一击用出了5成实力，就算是筑基初期修士应接也定然要受伤，可这陆晨
怎么跟个没事人一样？这家伙难道在隐藏实力？不可能，他明明只是个练气期的10灵根废物。他心绪纷乱，玉手一扬，又是一道凌厉的剑气射向陆晨。陆晨侧身轻松避开，心里直骂娘：挖槽，这娘们真是个狠人，没完没了是吧？泥人尚有3分火气，陆晨也怒了。既然你讲不通道理，那就别怪小爷我不客气了。他身形如电，不再闪避，反而主动贴近。在冷清霜惊愕的目光中，他巧妙抓住他的手腕，一股纯阳之力瞬间让他手臂一麻，同时另一只手揽住他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将他猛地带向自己怀中。冷清霜猝不及防，撞入他坚实的胸膛，一股浓烈的纯阳男子气息扑面而来，让他瞬间心跳漏了一拍。陆晨的手掌更是看似无意搂在他的细腰上，入手之处柔嫩滑，触感惊人。登徒子，你完蛋了！冷清霜又羞又怒，挣扎着想要脱离他的掌控。陆晨也被他这烈性子激起了真火，直接开启了驯服模式。好烈的小妞儿，看来昨晚是节奏太快，没让你好好体会。他心里甚至有点感谢那2位下药的陌生勇士了，不然以这妞的刚烈程度，正常情况还真不好拿下。疯婆娘，你没完没了是吧？我救了你，你就这样恩将仇报？登徒子，谁要你救？你毁了我清白，本仙子定要你付出代价。代价！陆晨目光一寒，体内纯阳之气轰然爆发，如同炽热的牢笼，将冷清霜死死压制。他不再多说，一把将他拦腰抱起，朝着不远处一处隐秘的山洞大步走去。登徒子，你放开我！你要做什么？陆晨低头对着他坏坏一笑，露出森白牙齿。我好好叫你一声师姐你不听，非要逼我。现在我改主意了，打算先奸后杀，以绝后患。啊！你敢！冷清霜真的怕了，美眸中首次流露出惊恐。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竟然无力反抗。进入山洞，陆晨将他放下，却依然压制着他，目光灼灼看向他略显凌乱的衣襟，那雪白修长的美腿，如凝脂般的肌肤，以及衣料下起伏的挺翘曲线。陆晨心中感慨，昨晚确实太过匆忙，连个前戏都没有，这次得好好补偿回来，重来一次。登徒子，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若敢再碰我一下，我……冷清霜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陆晨俯身，语气轻浮，目光戏谑又霸道。这种目光让心高气傲的冷清霜难以承受，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浑身酥软。见冷清霜不再大呼小叫，陆晨这才收起纯阳之气。他现在可没有心思干点啥，即便此女很润。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你好自为之。登徒子，你完蛋了，你给我等着！冷清霜瘫软在地，艰难起身，快速整理衣衫。不知为何，见到陆晨离去，他心里竟然有些空落落的，那双美腿竟然轻轻颤抖。可恶，这个登徒子，我怎么会对他有那种想法？另一边，合欢宗外门，云坤这几天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云岚宗圣子云傲天亲自交代他来找陆晨的麻烦，结果他连那废物的影子都没摸着。好不容易打听到的消息，只说那小子接了个低阶任务，就一头扎进了万寿山脉，至今未归。坤哥，陆晨那废物该不会是死在万寿山脉里了吧？一个小弟凑上前，小心翼翼问道。一提陆晨，云坤就恨得牙痒痒。就是这混蛋，让他云家在庆云城丢尽了脸面。他冷哼一声，语气里满是怨毒。哼，真要死在外面，那倒是省了老子一番手脚。不过我打听过了，他接的就是个最低阶的猎杀任务，按理说出不了什么大事。他目光阴沉扫过几个手下，命令道：都给我继续盯紧了，一有那废物的消息立刻来报。是，坤哥。几名狗腿子连忙躬身应下，不敢有丝毫怠慢。陆晨刚回到任务大厅，交完任务就察觉到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锁定了自己。他懒得理会，这次他在万寿山脉收获颇丰，一口气提交了好几个猎杀任务，奖励的灵石不算多，但宗门贡献积分却不少，竟然一口气积累了3万多点。这位师弟，你竟然还是新晋弟子，贡献真不少啊！负责登记的执事弟子都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随口道：这3万多贡献都够兑换一个丁级道侣了。丁级道侣？陆晨一愣，随即从执事弟子口中得知了合欢宗一项核心特色：宗门内的女修包括炉鼎，从高到低竟被明确划分为4个品阶：甲、乙、丙、丁。高阶的天赋好，修为高，容貌绝佳，是真正的天之娇女，寻常弟子连见一面都难。而低阶的则更像是一种可以批量兑换，甚至对外售卖的资源商品。更让陆晨震惊的是，
只是弟子似乎有些话痨。他压低声音补充道：“嘿嘿，不瞒师弟你说，咱们青州地界上不少大小宗门的高层，他们的侍妾甚至道侣都是从咱们合欢宗采购的女修。”好家伙！陆晨瞬间明悟，这合欢宗哪里是个单纯的修仙门派，这分明是把道侣经济和炉鼎外交玩明白了啊！通过这种方式，合欢宗的触角和影响力早已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青州各个角落。想通这里，陆晨不由得对合欢宗那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们再次高看了一眼。用道侣和炉鼎编织一张庞大的人情利益网，这合欢宗的生存之道果然不简单。用丹药砸出一条通天筑基路，陆晨用刚到手的贡献点在宗门兑换了一批急需的灵药辅材。他本想找于西月或者夏倾城交流下感情，却得知2位仙女都在闭关，他只好回到自己洞府，将所有心思都放在筑基上。要筑基就得疯狂炼制筑基丹。他盘算了一下最近的收获，再炼个10几炉问题不大。这么多筑基丹都够一个小家族倾家荡产来换了。陆晨看着堆积的药材，却还是觉得心里没底。既然凑巧拿到了冰蝉异叶，或许可以尝试炼制那种成功率更高的玄元丹。想到这儿，他不再犹豫，再次动身前往天霜城，总去找莫彩衣白嫖。他脸皮再厚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次他打算去城里的商盟碰碰运气。谁知刚走到一家大型商盟门口，还没踏进去，就被几个人影堵了个正着为首的，正是那个被他当众扇过耳光的张狂。他身后还跟着4个气息不弱的小弟。冤家路窄，张狂目光怨毒，死死盯着他。陆晨，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敢离开宗门庇护，我看你今天往哪儿逃！他一声令下，4名小弟瞬间将陆晨团团围住。陆晨本来心情不错，被这群阴魂不散的家伙一搅和，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妈蛋，还有完没完？真当小爷我是泥捏的？噼里啪啦，砰砰砰！陆晨懒得废话，身法如电，出手如风。几个呼吸之间，张狂带来的4个小弟就惨叫着倒飞出去，躺了一地。啪！又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精准地抽在张狂那张惊恐的脸上。张狂是吧？我警告过你，再敢来惹我，下次打的你妈都不认识。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张狂捂着脸，敢怒不敢言。陆晨却没打算轻易放过他，拳脚如同疾风骤雨，将张狂和他那几个刚爬起来的小弟再次揍成了猪头。小畜生，你敢在天霜城内动手，你死定了！而且我执法堂绝不会放过你，有种你就永远别回宗门！张狂鼻青脸肿，大声嘶吼。咔嚓！陆晨眼神一冷，直接一脚狠狠踢出，瞬间踢断了张狂的小腿。啊！杀猪般的惨叫响彻街道。还敢威胁我！咔嚓！又是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张狂的一条手臂也应声而断。让你威胁我！陆晨彻底不装了。此刻的他就像一个从炼狱归来的修罗杀神，下手狠辣，毫不留情。周围的修士看得目瞪口呆，窃窃私语。很快，一队身着制式铠甲的城主府巡逻守卫闻讯赶来。何人胆敢在天霜城内斗殴？张狂如同见到救星，立刻指着陆晨颠倒黑白。陆晨冷静自辩，说是对方寻衅在先，自己被迫正当防卫。可张狂在天霜城显然有些背景，那守卫队长眼神闪烁，明显偏袒，就要下令拿下陆晨。陆晨心头一沉，妈蛋，光顾着出气，忘了天霜城的禁令。这张狂是故意引我动手，若真跟这些守卫走了，进了天牢，生死可就由不得自己了，绝不能去。他体内灵力暗涌，已做好强行突围的准备，哪怕将事情彻底闹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清脆悦耳带着些许急切的声音传来：陆晨哥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妙丹方方主莫彩衣正快步走来。他先是关切地看了陆晨一眼，随即转向守卫队长，语气虽淡，却自带一份不容置疑的威严。王队长，这位陆晨公子是我妙丹方的贵客，更是我的朋友。此事缘由，我想周围诸位道友都看得明白，是有人主动挑衅在先，陆晨哥哥只是自卫，可否给我妙丹方一个面子？莫彩衣可是连天霜城主都要礼敬3分的丹道天才。守卫队长脸色一变，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原来是莫方主的朋友，误会，都是误会。既然是他人在城内寻衅滋事，按律应当带走严惩。说完，他一挥手，手下守卫直接架起惨叫连连的张狂和他那群小弟，不由分说的拖走了。张狂气得双眼翻白，差点当场晕厥。危机解除，莫彩衣这才转向陆晨，柔声道：陆晨哥哥，你来天霜城怎么不直接来找我啊？你需要什么灵药？妙丹房还能缺得了你的吗？面对莫彩衣毫无保留的信任，
陆晨心中温暖又有些不好意思。在莫彩衣的坚持下，他又从妙丹坊得到了一批珍贵的灵药，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一份沉甸甸的人情，陆晨这才告别莫彩衣，回到了宗门。这丫头真好，日后必须以身相许，好好报答。离开天霜城后，陆晨并没有直接返回合欢宗，他在城外百里处寻了一处荒僻山林，找到一个被遗弃的洞府，随手布下几个简易禁制作为遮掩，便迫不及待地闪身进入了绝对安全区——灵泉空间。他很清楚，自己若在此的闭关修炼，只要不出去就是绝对安全。更重要的是，筑基乃是修士生命层次的第一次真正跃迁，动静绝不会小。他盘膝坐下，将莫彩衣赠予的灵药一一取出整理，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珍稀药材，陆晨心中暖流涌动。这丫头真是个实心眼，给的也太多了。没有丝毫犹豫，陆晨立刻开炉炼丹。一炉、两炉、三炉，他如同不知疲倦的炼丹机器，全身心投入其中，整整18炉筑基丹一气呵成。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炼制了2炉更为珍贵、能稳固根基、提升筑基成功率的玄元丹。若是外界那些丹道大师得知有人能以100%的成功率连续炼制如此多的高品质2阶丹药，恐怕眼珠子都得惊得掉下来。可陆晨却觉得，就这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吗？难道我真是丹神转世？这灵泉空间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外挂啊！他满意的看着身前整整齐齐摆放的20个玉瓶，180枚筑基丹，20枚玄元丹，而且几乎全是上品品质。这笔财富若是流传出去，足以在青州修仙界引起一场腥风血雨，卖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天价。但陆晨要用这海量的丹药去赌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他深知玄元丹的珍贵，这可是2阶灵丹里的极品，无数筑基修士求而不得。以我如今的炼丹手段，若是愿意，随便投靠哪个大势力，都能被奉为上宾，从此资源不愁，逍遥快活。这个念头极具诱惑力，但陆晨瞬间就将其掐灭。不行，说到底还是自身实力不够。一旦暴露，最好的下场也是沦为那些势力的专属炼丹工具，失去自由，生死不由自己。力量，唯有自身拥有绝对的力量，才能掌控命运。他毅然将所有的丹药收起，闪身离开了灵泉空间。或许正是因为灵泉空间过于逆天，完全屏蔽了天机感应，他才始终触摸不到那层筑基壁垒。站在废弃洞府中，陆晨眼神变得无比坚定，甚至带着一丝疯狂。看来必须在外界突破了。他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虽然在外界筑基动静极大，必然会引来窥探，风险不小，但这180枚筑基丹，20枚玄元丹便是他全部的底气。闭关不成功便成人，老子今天就要用丹药砸出一条通天筑基路。我的天！10重天劫，天霜城南，一座精致的茶楼雅间内，2位风格迥异却同样绝美的仙子正相对而坐。清霜姐姐，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天霜城来了？总算想起我这个妹妹了。唐家大小姐唐梦瑶巧笑嫣然，亲自为冷清霜斟上一杯灵茶。冷清霜端起茶杯，却是轻轻一叹，美眸中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愁绪。梦瑶，你们唐家近来可有为你安排道侣？道侣？唐梦瑶一扬秀眉，语气带着世家女的傲然。我才不需要呢，我的大道自己走，何须依靠男子？真羡慕你。冷清霜悠悠一叹，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我身在合欢宗，自幼修炼的便是阴阳相合的功法，若不及早寻得合适的道侣，修为便难有寸进。可这世间寻一个心意相通，又能与我并肩之人，谈何容易？唐梦瑶闻言凑近了些，压低声音道：我怎么听说你们冷家不是为你牵线了天剑宗那位新晋真传弟子吗？据说他不仅天赋卓绝，潜力巨大，样貌更是万里挑一的俊朗呢。冷清霜闻言，纤长的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杯沿，犹豫了片刻，才悠悠问道：梦瑶，你说他会不会介意我已非元婴之身？什么？唐梦瑶手中的茶杯差点摔在地上，她瞪大了美眸，难以置信地看着冷清霜。清霜姐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这怎么可能？事已至此，冷清霜也不再隐瞒，将自己在万寿山脉中被奸人所害，无奈与陆晨结合之事，细细说与了这位最好的闺蜜听。唐梦瑶听得一愣一愣的，好半天才消化完这个惊天消息，顿时痛心疾首。什么？那个叫陆晨的家伙不仅趁人之危，还是个登徒子，而且只是个练气期的废物，甚至还是被于西月抛弃的炉鼎。清霜姐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这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哎，
听到闺蜜如此贬低陆晨，冷清霜心里没来由的升起一丝不悦。那家伙虽然可恶霸道，还是个臭流氓，但细细想来，若非是他，自己当时恐怕已然香消玉殒。而且与他双修之后，自己困顿已久的修为确实突破了瓶颈。更重要的是，他那张脸其实很是俊朗，身负纯阳圣体，气息更是让他莫名有些留恋。他虽然讨厌，但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念头一起，冷清霜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点想再见到那个登徒子，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无比困扰。清霜姐姐，你的脸怎么红了？唐梦瑶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惊疑问道。你该不会是对那个登徒子动心了吧？哎，别瞎说。冷清霜急忙否认，却更显心虚。他叹了口气，试图转移话题，也是抒发心中迷茫。我只是感慨，合欢宗内天骄如云，青州地界俊杰也不少，可想要找到一个真正合适的道侣，为何就这么难？唐梦瑶眼珠一转，立刻献策。对了，萧逸师兄的兄长萧晨，他不是一直对姐姐你青睐有加吗？我听说他可是合欢宗内定的准圣子，未来前途无量。萧晨师兄吗？冷清霜喃喃道，眼神有些复杂。他确实很好，堪称完美，但正因为他如此优秀，未来的圣子，其道侣必定是与之匹配的圣女才对。我只是一介普通弟子，如何高攀？更何况西岳圣女那般芳华绝代，听闻已突破至筑基后期，她们才是众人眼中的金童玉女。他心中暗自叹息，曾几何时，他也曾仰慕过萧晨师兄那样的天之骄子，可不知为何，那个霸道无赖修为低微的陆晨却总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怎么会拿这个登徒子跟萧晨师兄比？而且好像还是那个混蛋更顺眼一点。冷清霜，你这是怎么了？做好万全准备。又在洞府外布下数道防护禁制后，陆晨眼中闪过一丝狠色，他不再犹豫，直接将180枚筑基丹和20枚玄元丹如同倒豆子一般一股脑吞服下去。海量的药力瞬间在他体内炸开，如同引爆了一座火山。如此庞大的能量，就算堆也该把我堆上筑基了吧。他心中发狠，若是连这样都无法筑基，那他或许真的只能认命，去走那最为人不齿的财不邪道，依靠掠夺女子缘因来强行突破了。但那终究是下下之策，一个管不住自身欲望，沉溺于皮肉之欢的人，未来道途必然有限，绝非他心中所愿。就在那庞大药力彻底爆发的刹那，轰隆隆，洞府之外，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昏暗，厚重的乌云如同墨汁般翻滚汇聚，沉闷的雷声仿佛远古巨兽的咆哮，震得人心神欲裂。一股煌煌天威笼罩四野，如此惊人的天地异象，瞬间吸引了方圆数千里内所有修士的注意。这里距离天霜城不远，大量修士被惊动，纷纷驾驭遁光赶来。这是天劫，还是有一宝出世？不对，这威压是有人在渡劫。一位路过的金丹修士瞠目结舌，喃喃道：区区筑基修士竟能引来如此天威，这声势比老子当年结丹时还要恐怖。甚至连万里之外某些隐世不出的元婴老怪都微微睁开了眼眸，露出一丝感兴趣的神色。正在茶楼中聊着女儿家心事的冷清霜与唐梦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地之威惊动。好可怕的天劫！走，梦瑶，我们去看看。冷清霜拉起闺蜜也朝着劫云中心飞去。劫云之下，陆晨的身影已然暴露在所有人面前。第一道天雷赫然带着炽热火焰轰然劈落，紧接着是第二道蕴含庚金锋芒的雷霆，第三道携带玄冥重水的雷光，一道比一道恐怖，属性竟截然不同。整整10道天雷对应着他的10灵根，仿佛上天不容他这逆天资质存于世间，是要将他彻底抹杀。我的天，10重天劫！古籍记载，唯有那些逆天而行的绝世妖孽，筑基10方有可能引来雷劫，但也最多3、6、9道而已。这10道简直闻所未闻。此子完了，这等天威，莫说筑基，就是金丹修士来了也得脱层皮。十死无生。人群外围，一道阴冷的目光死死锁定着在雷光中苦苦支撑的陆晨，正是恰巧路过的云傲天。他嘴角微翘，陆晨，真是天助我也，就算这天劫劈不死你，本圣子今日也要让你魂飞魄散。他暗中运转灵力，已然准备好趁陆晨渡劫后最虚弱的时刻给予致命一击。噗！陆晨硬扛到第6道雷霆，已是浑身焦黑，鲜血淋漓，身体多处可见森森白骨。这贼老天简直是要把他往死里整！妈蛋，贼老天，你是不想让我活啊？他仰天怒吼，眼中尽是不屈和疯狂。就在这时，
冷清霜与唐梦瑶也赶到了外围。当冷清霜看清那个在毁天灭地的雷光中衣衫破碎、血肉模糊却依旧倔强挺立的身影时，他的心猛地一揪，竟然是他，陆晨，那个夺走他元婴，让他又恨又忍不住牵挂的登徒子。看着他一次次被雷霆劈得皮开肉绽，鲜血狂喷，却又一次次挣扎着站起，冷清霜玉手不自觉地捂住了心口，一股难以言喻的刺痛和担忧瞬间淹没了他。直到第9道天雷悍然劈落，陆晨整个人几乎被劈散架，如同一个破碎的血人瘫倒在地，气息奄奄。嗨嗨，贼老天，就这点本事吗？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用尽最后力气，直接吞下了一滴未经稀释的灵泉水。轰！磅礴无比的生机瞬间在他残破的体内炸开，修复着触目惊心的伤口，强行吊住了他最后一口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陆晨挣扎着，摇摇晃晃的再次站起，染血的黑发狂舞，对着苍穹发出不屈的咆哮：来啊，狗老天，还有最后一道，劈不死我，你就是我孙子！那股逆天而行的桀骜与疯狂震撼了所有围观之人。然而那第10道劫雷却并未立刻落下，天空中的劫云浓缩成了一团深邃、寂静，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暗黑雷球，无声地旋转着，散发着令人灵魂冻结的毁灭气息。它在积蓄，在酝酿，仿佛在思考该如何彻底抹杀这个不该存于世的艺术。场外所有修士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屏息凝神。此时的陆晨早已面目全非，血肉模糊，唯有那熟悉的气息能让冷清霜、云傲天等少数人辨认出他的身份。云傲天眼中杀机暴涨，不能再等了，这第10道天雷诡异，万一真让他扛过去了，后患无穷。他不再顾忌什么道义规矩，体内灵力疯狂运转，一道阴毒狠辣的剑气已然在袖中凝聚。就在那第10道暗黑雷球即将坠下，陆晨全部心神都在对抗天威的刹那。小畜生，敢和我抢圣女，给本圣子死来！云傲天悍然出手，那道蓄势已久的阴毒剑气如同毒蛇出洞，直射陆晨毫无防备的后心。无耻，此人是谁？竟行此趁人之危的卑劣之事！四周顿时响起一片愤怒的惊呼和鄙夷的唾骂。同为修士，即便有再大的仇恨，在他人渡劫的生死关头偷袭，也是修仙界最为人不齿的行径。也就在这一刻，嗡！那第10道暗黑劫雷仿佛被云傲天的行为激怒，或者说他捕捉到了这片区域出现了作弊者，声势变得更为浩大。他并未完全劈向陆晨，而是分出了一丝微不足道的余波，如同天道之鞭，后发先至，精准地扫过了那道阴毒剑气，并狠狠抽在了云傲天的身上。噗！云傲天只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毁灭力量侵入体内，他凝聚的攻势瞬间瓦解，鲜血狂喷而出，周身经脉如同被寸寸撕裂。他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难以置信，再也不敢停留，借助秘宝化作一道狼狈的血光，仓皇遁走。而正面承受了第10道暗黑雷球绝大部分威能的陆晨更是惨烈，他口中鲜血如同泉涌，身体仿佛要在那极致的毁灭中化为飞灰，但最终凭借着一滴灵泉原液带来的磅礴生机，以及那股坚韧到变态的意志，他硬生生挺了过来。在意识陷入黑暗的前一秒，他死死记住了云傲天那道狼狈逃窜的身影。云傲天，此仇不共戴天。眼见陆晨在第10道诡异天劫下鲜血狂喷，气息如同风中残烛，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湮灭。冷清霜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痛得无法呼吸，晶莹的泪水不受控制夺眶而出，顺着她光洁的脸颊滑落。清霜姐姐，你怎么哭了？难道你认识那个渡劫之人？一旁唐梦瑶察觉到闺蜜的异常，惊讶问道。冷清霜没有回答，她甚至来不及擦去泪水，身法已然催动到极致，化作一道冰蓝色的流光，不顾一切冲向那片依旧残留着恐怖天威的焦土中心。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别人趁机伤害她。对，她是我和欢宗弟子，我是她师姐，保护同门，仅此而已。她试图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可那夺眶而出的眼泪和揪心的疼痛却暴露了她最真实的情感。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侧的天空中，一道清脆焦急的声音响起：快，封锁这片区域，任何人不得靠近。只见莫彩衣带着2名气息强悍的金丹期修士及时赶到，他一眼就看到了焦土中心那个血肉模糊、生死不知的身影，俏脸瞬间煞白，心如刀绞。陆晨哥哥，你要筑基，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你怎么这么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指挥护卫清场，自己则如同乳燕归巢般瞬间冲到陆晨身边。看着他那惨不忍睹的模样，
莫彩衣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她强忍着悲痛，迅速而小心地检查他的伤势，立刻取出自己珍藏的保命灵丹，轻柔地喂入他口中，并用最温和的灵力护住他微弱的心脉。走，我们回妙丹坊。在2名金丹护卫的护送下，莫彩衣小心翼翼地抱起陆晨，毫不犹豫化作一道遁光，朝着天双城的方向急速离去。他必须争分夺秒，用尽一切手段救活他的陆晨哥哥。眼见陆晨被莫彩衣等人带走，冷清霜俏脸瞬间失去血色，正在原地。一旁的唐梦瑶连忙扶住他，心中疑惑更深。清霜姐姐，你告诉我，那人到底是谁？你为何如此在意？冷清霜恍若未闻，只是死死盯着遁光消失的方向，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走，他们回天双城了，我们也立刻回去。与此同时，在那道急速飞往天双城的遁光中，陆晨的意识在无尽的黑暗和剧痛中沉浮。这次他实在伤得太重了，终究还是小觑了10重天劫的毁灭之威。就在他即将被黑暗彻底吞噬时，一股熟悉的带着淡淡药香的温暖气息包裹了他，模糊的视线里映入了莫彩衣那写满焦急和关切的绝世俏脸。是彩衣妹妹。确认自身安全后，他心神一松，彻底陷入了昏迷。不知过了多久，陆晨的意识才从深渊中缓缓回归。首先感受到的是周身无处不在、钻心刺骨的剧痛，仿佛整个人被碾碎后又勉强拼凑起来。他艰难睁开眼皮，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布置雅致、带着淡淡馨香的少女闺房，而床边莫彩衣正趴在那里，似乎因长时间的守护而疲惫睡着了。她那清丽绝俗的俏脸上还带着未曾散去的担忧，长长的睫毛上甚至挂着些许湿润。这一幕让陆晨冰冷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似乎察觉到他的动静，莫彩衣猛地惊醒，抬头对上陆晨睁开的双眼。他先是一愣，随即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美眸中瞬间蒙上一层水雾。陆晨哥哥，你终于醒了，太好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是真情流露。彩衣妹妹。陆晨声音沙哑干涩，带着劫后余生的虚弱。这次又多亏你了。陆晨哥哥，别这么说。莫彩衣连忙摇头，随即心有余悸地压低声音。你知不知道，你这次筑基引来的竟是传说中的10重天劫，这简直是前无古人，闻所未闻。他神色转为凝重。还好我们发现的早，第一时间用阵法混淆了天机，对外只宣称是异宝出世引动的天地异象，勉强将此事掩盖了过去，否则不知会引来多少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陆晨闻言，心中猛地一凛，背后瞬间惊出一身冷汗。莫彩衣说的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这种逆天的资质一旦彻底暴露，对于那些大宗门和隐士老怪而言，只有2种结局：要么被他们掌控，成为其手中傀儡；要么在他们意识到无法掌控时，被毫不犹豫彻底抹杀。他们是绝不会任由一个潜在的、无法预料的威胁成长起来。想通这一点，陆晨一阵后怕。就算这次侥幸从天劫下捡回一条命，自己也几乎等同于踏入了一个更为凶险的死局。我明白了，彩衣妹妹，谢谢你，这份人情我记下了。陆晨满脸郑重，随即他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芒，心中暗自嘀咕：不过云傲天那个伪君子，当时似乎想趁机对我下手，介入他人天劫，想必他此刻也一定不好受吧。莫彩衣俏脸绯红，却没有挣脱。另一边，青兰城云家，云傲天的情况可就惨多了。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耗尽了保命秘宝，才像条死狗一样狼狈地爬回了云家。刚进大门，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就直接一口黑血喷出，当场晕死过去。天儿，圣子！云家上下瞬间炸开了锅，乱作一团。几位长老手忙脚乱地将他抬进去，一番探查，个个面如土色。云傲天体内赫然盘踞着一团诡异无比的暗黑天雷，如同复古之躯，正在疯狂破坏他的经脉根基。任凭他们输入多少灵力，都如同泥牛入海，反而被那雷力吞噬。反弹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就连云岚宗那边也被惊动了。云傲天的师尊，一位金丹后期修士，亲自出关赶来。他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得无比凝重，倒吸一口凉气。好霸道诡异的雷霆，这绝非寻常法术，其中蕴含着一丝天威。若非是天劫余波，便是某位金丹大圆满的雷灵根修士倾尽全力的一击。他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地宣布：此乃道伤，寻常丹药根本无用。若3年之内寻不来那能洗涤道基、重塑经脉的9窍还魂莲，傲天就算侥幸不死，一身修为也必将付诸东流，彻底沦为废人。什么废人？云家家主眼前一黑，差点晕厥过去。云傲天可是他们云家未来最大的指望，
更是云岚宗倾力培养的圣子。他要是成了废人，整个云家和云岚宗的投入和脸面都将荡然无存。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九窍还魂莲。整个云家和云岚宗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如同疯了一般，开始四处搜寻着救命的圣药。云家家主更是在暴怒中下令：查，给我彻查，天儿到底是被谁所害？就算找不到灵药，我云家也要先杀了他，为天儿报仇。2个时辰后，陆晨从深沉的调息中缓缓睁开双眼。就在睁眼的刹那，2道实质般的金光自他眸中一闪而逝，周身空气都为之一震。他下意识地握紧双拳，感受着体内那奔腾不息、浩瀚如海的全新力量，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充斥着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举手投足间，仿佛都能引动周遭的天地灵气。他的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少了几分曾经的刻意内敛，多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超凡。他立刻内视己身，惊喜发现丹田内的10灵根经过10道属性各异的天劫雷霆的极致淬炼，不仅未曾损毁，反而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它们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漩涡，而是化作了10颗微缩的、闪烁着不同属性光芒的璀璨星辰，以一种玄奥的轨迹缓缓运转，彼此共鸣，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这难道就是古籍中只存在于传说的完美筑基？陆晨心中狂喜。虽然每一次大境界的提升依旧需要远超常人的海量灵力，但前路已然畅通，不再是绝望的深渊。他心念微动，10颗不同属性的灵根星辰轻轻一颤，四周的灵气便如同受到君王召唤，比以前顺畅了10倍不止的涌入体内。爽，太爽了！强，太强了！陆晨哥哥，你感觉怎么样？恰好进屋的墨彩一见他调息完成，连忙上前，美眸中满是关切，还有一丝被陆晨此刻强大气息所震撼的激动。陆晨收敛气息，看向莫彩衣的眼神充满了温柔。若非他及时相救，自己恐怕真要曝尸荒野了。他自然伸手轻轻握住了莫彩衣的纤纤玉手，柔声道：彩衣妹妹，这次多亏你了，我已无碍，而且前所未有的好。莫彩衣俏脸绯红，却没有挣脱，只是羞涩地低下了头，心中小鹿乱撞。就在这时，一声轻咳，嗨嗨！一位精神矍铄、须发皆白、身上带着浓郁药香的老者，在侍从的引领下快步走了进来。来人正是莫彩衣的爷爷，天双城乃至青州都极负盛名的3品灵丹师莫渊。他进来后，目光便牢牢锁定在陆晨身上，神情激动，嘴唇微微颤抖。他无视了陆晨刚刚筑基的惊人气象，而是死死盯着他的面容，仿佛在确认什么。忽然，他快步上前，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像，太像了，小恩公，你与你父亲太像了。陆晨心神一震，前辈，您就是彩衣的爷爷吧？见到恩公，莫渊竟激动的老泪纵横，对着陆晨便要躬身行礼。恩公之后，果然是小恩公你。老朽莫渊，当年若非恩公和小恩公仗义相救，我和彩衣早已死在了庆云城外，此恩此德，没齿难忘啊！陆晨连忙扶住他。一番叙话后，莫渊感慨万千，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困扰。他醉心丹道一生，却卡在3品巅峰已长达10年，始终无法窥见4品之境的门槛，为此耗尽心血。直到得知陆晨受伤，这才肯离开炼丹房。陆晨闻言，沉吟片刻，他回想起混沌长生诀中附带的一些关于天地治理、能量本质的玄奥阐述，虽非具体丹方，却直指本源。他组织了一下语言，缓声道：莫老，晚辈对丹道理解浅薄，但偶有所得。或许炼丹不应执着于形与方，而应更重于意与事。正所谓草木有灵，如同这天地5行，相生亦相克。若能引导其事，令药力自然相融，而非强行凝聚，或许别有一番洞天。他这番话说的有些玄乎，更像是某种哲学思考。然而听在困于瓶颈10年的莫渊耳中，却如同一道划破黑暗的惊雷。他整个人僵在原地，口中反复喃喃着是自然相融等词，浑浊的老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我一直都在舍本逐末，画地为牢啊！莫渊状若疯魔，竟不顾形象的手舞足蹈起来，周身气息剧烈波动，一股远比之前纯粹浩瀚的灵魂力量升腾而起。困住他10年的壁垒，在这一刻伴随着陆晨几句点拨，轰然破碎。4品灵丹师，水到渠成。莫渊激动得难以自抑，匆匆告别陆晨，直奔炼丹房。小恩公果然是自己的恩人。暗处，一道模糊的身影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脸上带着一道狰狞刀疤的汉子，正是刀疤3，将方才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
他那张惯常冷硬的脸上，此刻写满了震惊和恍然。少爷他竟然对丹道有着如此深邃的见解，三言两语便点破了一位三品丹师10年的迷障。他心中翻起惊涛骇浪，不愧是夫人的儿子，这份天赋和悟性简直骇人听闻。随即他看向正与陆晨轻声交谈的莫彩衣，眼中闪过一丝庆幸，幸亏有莫家这丫头在，心思纯善，又是故人之后，否则我前几日离开的空隙，少爷怕是真要遭了云傲天那杂碎的毒手。一想到云傲天竟敢在少爷渡劫的生死关头出手偷袭，刀疤三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杀意凛然，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在他周身一闪而逝，仿佛能将周围的阴影都冻结。云家，你们真是活腻了。然而这股杀意又被他强行压下。他回想起夫人临行前那无比郑重的嘱托，拳头紧握，骨节发白。可是夫人严令，除非少爷真正面临十死无生的绝境，否则绝不允许我出手干预他的任何磨难。夫人是要用这世间的刀剑与风霜，亲手将少爷打磨成一把能斩破一切枷锁的利刃啊！也对，一个软弱无能的少爷，如何能担得起姑爷的死，又如何去报仇？刀疤三深深吸了一口气，身影在阴影中变得更加模糊，唯有那双眼睛依旧如同最忠诚的猎犬，死死守护着他的少主。云家，这次算你们走运，但这份仇，我相信少爷定然会亲自讨回来。轻松说服。很快，冷清霜便循着踪迹找到了妙丹坊。一名侍女恭敬向莫彩衣禀报：坊主，外面有一位叫冷清霜的合欢宗弟子求见，说是他的师弟在我们这里。莫彩衣闻言，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陆晨。陆晨嘴角一抽，满脸都是怎么又来了的无语表情。这个疯女人居然追到这里来了，难不成上次的教训还不够，还想来找我麻烦？他直接摆了摆手，语气嫌弃：不见。莫彩衣自然是听陆晨的，对侍女吩咐道：按陆晨哥哥的意思回绝了吧。是。门外得到回复的冷清霜顿时急了，他不清楚莫彩衣是敌是友，一想到陆晨重伤垂死的模样可能无人照料，心中就没来由的一阵揪紧，这股担忧强烈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缘由。你们妙丹坊为何阻挠我见同门？莫非是囚禁了我合欢宗弟子，当我合欢宗无人了吗？他情急之下，声音都带上了几分冰寒厉色。一旁的唐梦瑶赶紧悄悄拉他的袖子，小声劝道：清霜姐姐，这可是妙丹坊，连城主大人都要礼让3分，咱们可不能在这里闹事啊。可关心则乱，冷清霜此刻什么也顾不上了，执意要闯。陆晨在内堂听到外面隐隐传来的争执声，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彩衣妹妹，这冷清霜确实是我的一位好师姐罢了，我还是亲自去打发她走吧，免得她真把你这妙丹坊给拆了。当陆晨缓步走出，来到前厅时，冷清霜一眼就看到了他。预想中的拔剑相向或者冷言冷语并未发生，冷清霜竟是快步上前，也顾不得还有旁人在场，美眸在他身上飞快地扫视了一圈，语气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关切：陆晨师弟，你的伤势如何了？陆晨满脸问号，他原本准备好的用来应付找茬的冷言冷语瞬间卡在了喉咙里。这剧本不对啊，这疯女人不是该喊打喊杀吗？怎么一副很担心我的模样？陆晨一脸戒备，试探性地回了一句：多谢师姐关心，暂时还死不了。冷清霜这才察觉不妥：谁关心你了？我只是身为师姐，怕你死在外面，丢了我们合欢宗的脸面。陆晨满脸无感。哦，冷清霜又急了，你又是什么意思？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对话，看得周围众人一脸懵，却又忍不住想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位之间的关系绝对不简单，有猫腻。而站在冷清霜身旁的唐梦瑶，在陆晨出现的第一眼也是美眸一亮，眼前这青年身姿挺拔，面容俊朗非凡，尤其是筑基之后，陆晨周身更添了一份儒雅出尘的气质，体内那磅礴的纯阳气息，对于修炼阴柔功法的女修而言，简直如同黑夜中的灯塔，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难怪清霜姐姐会这般失态，这家伙确实有让女子心动的资本，连他自己的心跳都不自觉地加速。陆晨好不容易搞定了前来关心问罪的冷清霜，他郑重叮嘱，绝不能将他筑基渡劫的事泄露出去。冷清霜也是心思玲珑之人，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这等惊世骇俗之事若传开，陆晨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说不定就连合欢宗都保不住他。他冰雪般的眸子转了转，轻哼一声，努力维持着表面的清冷，但微微泛红的耳根却出卖了他。哼，想让我替你保守这么大的秘密，也不是不可以，但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陆晨一听，顿时哭笑不得。不是吧，师姐，你这还带趁火打劫的？什么条件？冷清霜下巴微扬，眼神略带得意地瞟向他，
语气却带上了一丝罕见的娇蛮。具体是什么，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总之，你答应就是了。说完，他似乎怕陆晨反悔，又赶紧补充道：你放心，不会让你去做什么伤天害理、违背道义之事。看着他那故作镇定却难掩羞涩，又带着点小狡猾的模样，陆晨先是一愣，随即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意味深长、专属于资深海王的了然笑容。呵，女人。身为情场老手，他太懂这种未完待续的潜台词了，这哪里是威胁，这分明是给他自己制造下次再见面的借口，是步步靠近的序曲。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纯阳气息，心中底气十足。连于西月那样的冰山圣女都能被小爷我轻松说服，看来你这个外冷内热的青奥师姐也不能免俗啊。离开妙丹坊后，陆晨盘点了一下灵泉空间里的收获，心里乐开了花。那水晶玉浆果已然盛产，年份从10年到100年不等，个个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和纯净的灵力波动。这灵果不仅美味多汁，更能快速补充修饰耗损的灵力，在市面上一向是紧俏货，价格不菲。总算能自食其力，赚点零食了。总不能一直靠莫采一接济。陆晨寻了个人刘尚可的街角，铺开一块布，直接将一堆水灵灵的灵果摆了出来，开始了他的地摊生涯。他自认为定价十分公道，10年份的卖5000下品灵石，50年份的卖3万下品灵石，100年份的卖5万下品灵石。很快就有修士被这品相极佳的灵果吸引，围了上来。道友，这玉浆果怎么卖？10年份的5000，5000下品灵石，就这么个小果子，味道是不错，灵力也还行，但花5000灵石就为解个馋，也太奢侈了吧。一位练气期的散修咂了咂嘴，摇了摇头走了。那50年份的呢？又有人问。3万下品灵石。到此，偶尔有穿着光鲜些的修士问价100年份的，一听5万，也是眉头大皱。5万，这价钱都能在店里买件不错的法器了。地摊上卖这个价，道友你莫不是开玩笑？结果就是问的人多，看的人多，流口水的人也多，但真正掏零食的一个都没有。散修们嫌贵消费不起，而那些不差钱的家族子弟或宗门弟子又嫌掉价，根本不屑于来逛这种小地摊。陆晨孤零零地坐在小马扎上，看着眼前无人问津的高档货，心里那叫一个郁闷。失策了，我这薄利多销的策略看来是定位错误。难道好东西在地摊就卖不出价了？沉吟片刻后，他心中豁然开朗，我的货应该卖给那些识货之人，或者以物易物，换一些其他灵药种子。陆晨正收拾摊位，琢磨换个商业思路，一道让他厌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陆晨，真巧，你为何在这里摆摊呀？陆晨头也不抬，光是这假惺惺的语调，他就知道是云婉那个绿茶来了。他手上动作没停，冷冷说道：抱歉，收摊了，不卖。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有点绿。云婉立刻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陆晨，我们好歹有过婚约，就算已经解除，但情分总在吧？你就这个态度。他旁边一位穿着云岚宗服饰的男子立刻皱起眉头，婉师妹，此人是谁？云婉马上靠了过去，声音又软了几分。江峰师兄，他就是陆晨，那个退了我婚约之人。陆晨心里冷笑，果然这女人找到新靠山，这是专门带过来炫耀，外加找茬的。江峰顿时就怒了，指着陆晨，原来是你，就凭你一个刚筑基的废物，也敢退婉师妹的婚？要退也是他退你。江峰师兄，一切都过去了，你别说了。云婉假意劝道，眼里却藏着得意。江峰不屑地扫了一眼地摊，师妹你就是太善良了，这种摆地摊的穷逼退了也好，免得脏了你的名声。陆晨本不想理会这对狗男女，奈何这江峰嘴实在太贱，句句往他脸上踩，简直欺人太甚。他眼神一冷，吐出一个字：滚。江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子，你刚才说什么？云婉心中暗喜，表面却假意劝阻。哎呀，江峰师兄，你别生气，陆晨他只是一时冲动。陆晨看着云婉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心中冷笑。行啊，云婉，你想玩是吧？小爷我奉陪到底。他立刻换上一副痛心疾首又带着几分轻浮的表情，目光深情地看向云婉，故意拔高音量。婉妹妹，那一夜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该酒后乱性，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你怎么能转头就找了个野男人来气我呢？此言一出，效果拔群。云婉瞬间懵了，大脑一片空白。陆晨，你在胡说什么？江峰更是如遭雷击，双眼瞬间赤红，理智被嫉妒和愤怒彻底吞噬。婉师妹，你骗我！陆晨，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他怒吼一声，
筑基中期的灵力爆发，不管不顾，一拳就朝着陆晨面门轰来。云婉见江峰含怒出手，心中窃喜，目的已然达到。可他万万没想到，陆晨等的就是他先动手。就在江峰出手的瞬间，陆晨非但不躲，反而朝着不远处正在巡逻的天双城守卫方向用尽力气大声吆喝：“打人了！救命啊！”光天化日之下，奸夫淫妇联手打原配了。他一边喊，一边灵活避开江峰的拳头，继续他的表演。大家都来评评理啊！这对狗男女背着我勾搭成奸，被我撞破，现在还要杀人灭口啊！没天理啊！他算是豁出去了。你云婉儿不是很会演绿茶吗？还有这个江峰也是个没脑子，不然怎么做备胎呢？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顶级茶艺大师的临场发挥。这劲爆的剧情瞬间点燃了整条街道。哇，这么刺激，原来是感情纠纷。这女人看着人模狗样的，居然干出这种事，真是水性杨花啊！周围的修士立刻围了过来，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甚至有过来人安慰：“兄弟，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有点绿。”道友节哀。那群巡逻的守卫王队长闻讯，立刻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住手！天双城内严禁私斗。王队长一看现场情况，又是这个关系户陆晨在听周围人的议论，目光不善地盯住了率先动手还处于暴怒状态的江峰。把他给我拿下，带走！几名守卫一拥而上，不由分说，直接制住了还在挣扎咆哮的江峰。云婉直到江峰被守卫粗暴地押走，这才反应过来，看着周围人投来的鄙夷目光，他羞愤欲死，再也顾不得其他，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掩面遮脸。畜生！陆晨，我江家绝不会放过你的。远处只剩下江峰充满怨毒的咆哮声。只要进了天双城的天牢，不脱一层皮是很难离开的。看着江峰被守卫粗暴押走，云婉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陆晨还想说什么。完了，全完了！不仅没能恶心到陆晨，还得罪了江峰，家族绝不会放过我的。陆晨都懒得再多看他一眼，这种绿茶多费口舌都是浪费灵力。陆晨师兄，我终于找到你了。就在这时，一道充满活力的娇俏身影如同欢快的小鹿，蹦蹦跳跳地冲了过来。不是苏灵儿又是谁？陆晨顿时一个头两个大。好吗？刚送走一个绿茶，这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又无缝衔接了。苏灵儿可不管陆晨什么表情，她双手叉腰，像只护崽的小母鸡，火力全开，对准了远处的云婉儿。喂，你这个坏女人，我老远就看见你在这里装可怜了。明明是你自己趋炎附势，看陆晨哥哥当初落魄就瞧不起人，现在看陆晨师兄厉害了，又跑来纠缠不休，还带个没脑子的家伙来撑腰，结果自己跑得比兔子还快。我要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他小嘴巴巴的，语速又快，条理还清晰，直接把云婉那点小心思扒了个底朝天。周围还没散去的围观群众顿时发出恍然大悟的嘘声。云婉被对得面红耳赤，胸口剧烈起伏，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最终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跺了跺脚，灰溜溜的逃走了。陆晨看得目瞪口呆，不由得对苏灵儿刮目相看。这丫头看着可爱，嘴皮子功夫是真毒啊！走吧，灵儿师妹，为这种女人生气不值得。陆晨摇了摇头，像个没事人，反倒是安慰起了苏灵儿。苏灵儿立刻像块牛皮糖一样粘了上来，非常自然地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胳膊。我们走。陆晨师兄。陆晨立刻感觉到胳膊处传来一团柔软而充满弹性的触感，让他心神微微一荡。他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紧紧依偎着自己的苏灵。这小丫头看上去娇小可人，面容精致，让人忍不住心生保护欲。没想到身材竟然这么有料，这童颜巨乳的极致反差，简直是前世某个岛国文化中最顶级的梦幻尤物啊！苏灵儿，你天天这么跟着我，到底想干嘛？陆晨故意板起脸，你该不会是真想当我的道侣吧？苏灵儿扬起那张纯真无邪的俏脸，大眼睛眨呀眨，语不惊人死不休。对啊对啊，陆晨师兄，你猜对了，我就是想成为你的道侣。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把生米煮成熟饭吧。他说着还用力抱紧了陆晨的胳膊，那惊人的触感更加清晰了。陆晨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这么直接，这么生猛，自己刚才好像没运转纯阳圣体啊，我的魅力有这么大吗？噗嗤，看着陆晨一脸错愕的样子，苏灵儿忍不住笑出声来，像只偷到鸡的小狐狸。看把你吓的，逗你玩呢。他晃住陆晨的胳膊，这才说出实情，其实是家里非要给我安排一门联姻，我一点都不喜欢，所以就想找个厉害又顺眼的师兄当挡箭牌嘛。想来想去，就你最合适了。陆晨这才恍然，原来是逃婚戏码。他摸了摸下巴，眼神在苏灵儿那张可爱的脸蛋和火爆的身材上扫过，
心中快速盘算起来。自己现在的仇家已经够多了，云家、云岚宗，还有很多暗中使绊子的家伙，再掺和进这种家族联姻的破事里，麻烦肯定少不了。陆晨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这种亏本的忙怎么可能白帮？除非能先实际收取一点报酬，比如双个休什么的，深入交流一下。师妹，师兄与你共餐大道可好？陆晨的目光逐渐灼热，在苏灵儿那娇俏可人的脸蛋和火爆诱人的身材上游走，真是越看越卡哇伊，简直顶级尤物啊！苏灵儿多机灵啊，瞬间就感觉到了情况不对，秒变怂包。陆晨师兄好像大灰狼呀，好怕怕。那个师兄，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等我消息，到时候我提前通知你。他语速飞快丢下一句话，转身就跑，几个闪身就混入了街上的人流里，溜的那叫一个快。身为资深海王的陆晨直接愣在了原地。不是，这啥情况？撩完本大爷就想跑？这丫头片子是来空手套白狼的。他这边连作战计划都快构思好了，正准备和这位堪比岛国顶级老师的尤物好好切磋一番，结果人没了。陆晨看着苏灵儿消失的方向，气得牙痒痒。妈蛋，苏灵儿撩完就闪是吧？好，很好，你给我等着，看小爷我下次怎么收拾你。快速处理完水晶玉浆果，得到了一笔还算可观的灵石后，陆晨便动身返回了合欢宗。刚回到自己的洞府，他就被一个重磅消息砸中了：合欢宗外门历练即将开启。此次历练几乎涵盖了所有外门弟子，规模浩大。原本陆晨对这种集体活动是没啥兴趣的，有那时间不如多在床上躺一会儿。但当他看到历练奖励清单时，眼睛瞬间就直了。其中一项奖励赫然是道侣择偶优先权，获得此权限者可以在宗门庞大的道侣资源库中无视贡献点要求，优先选择一位丙级道侣。要知道，正常兑换一位丙级道侣至少需要3万宗门贡献积分，那得做多少任务才能攒够？而且宗门对外供应的这些道侣，无论容貌身段还是双修功法，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训练的，个个姿色不俗，技艺炉火纯青，堪称极品炉鼎。最主要的是听话，是无数底层弟子梦寐以求的修行伴侣。陆晨缺道侣吗？表面上好像不缺，身边已有多位圣女级别的红颜，但他骨子里就是个喜欢新鲜感和刺激的海王啊。丙级道侣还没体验过宗门标准化培养出来的产品是什么滋味呢？听起来就很刺激。这个念头一出，他立刻心动了。正好于西月和夏倾城都在闭关冲击筑基后期，自己就当去体验体验吧。不光是他，合欢宗外门有多少攒不够贡献点的老光棍纷纷出关，此刻都跟打了鸡血一样，摩拳擦掌，势在必得。在这里，强者才拥有优先的择偶权，与单纯擂台比试的外门大比不同。此次历练的场地设在宗门闻名已久的一处秘境，名叫幻情洞天。据传，这幻情洞天乃是合欢宗开派祖师以无上法力开辟的一处小世界，历史悠久，玄妙无比。整个历练将持续7日，规则简单而残酷。所有弟子进入幻情洞天，洞天内自成一片天地，有山川河流，亦有险地秘境。弟子们需在其中生存、探索，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一种名为幻晶石的特殊材料。7日之后，依据收集晶石的数量和个人在其中的表现，综合评定排名。而这幻情洞天最有意思的是有3大区域，外围区域弥漫着天然的情欲迷雾幻阵，会不断勾起人心底最原始的欲望，演化出各种俊男美女，以你幻境主动纠缠。在此区域，意志不坚者，极易沉沦，元阳泄劲儿被传送出局。但若能坚守本心，抵抗诱惑，则能收获大量幻晶石。腹地区域散落着更多、品质更高的情缘晶石，但也允许弟子之间相互争斗、抢夺。是联手组队，还是独行偷袭，全凭个人选择。在这里，实力和智慧才是硬道理。至于洞天深处，则存在着一些上古遗留的双修壁画、石刻，或是一些需要男女弟子配合才能解开的机关机缘。若能参悟，不仅能获得大量晶石奖励，甚至可能直接领悟到某种高深的双修法门或神通。最终收集晶石最多、积分最高、表现最优异的前10人，便能荣登外门合欢榜，获得那令人眼红的道侣优先择偶权。外门合欢榜有点意思。陆晨摩挲着下巴，眼中闪过一丝感兴趣的光芒。这幻情洞天看来不只是简单的比拼武力，更考验心性、智慧和机缘。丙级道侣的滋味，我陆晨倒要先去尝个鲜了。很快，陆晨在外门长老张千川处报了名，拿到了一枚记录积分的预制手令。他瞥了一眼上面的编号9527 9527，这要巧。陆晨嘴角微抽，参与人数都过万了，合欢宗哪来这么多嗷嗷待哺的老光棍？转念一想，
他明白了，在这风气开放的合欢宗，一个修士拥有多位道侣实属平常，资源嘛，谁不想要更多？放眼望去，参与历练的外门弟子大部分是炼气大圆满，但筑基初期、中期的也不在少数。陆晨凭借其完美筑基的底蕴，在这万人之中，倒也显得从容不迫。这一日，外门演武广场人声鼎沸，上万弟子齐聚，盛况空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女弟子的数量竟也不少。毕竟优先择偶权对他们同样有效，谁不想挑选一个强大的道侣共同修行呢？因此，此次历练是男女混合，排名也统一计算，竞争更为激烈。张千川长老环视全场，声若洪钟。规则已经明示7日，老夫不再赘述。入洞天后，争斗可以，但绝不可取人性命。若遇生死危机，立刻捏碎积分手令，自会被传送出来，亦视为放弃历练。说完，他大手一挥，磅礴的灵力轰击在广场中央的石壁上。嗡！一道扭曲着粉色与七彩光华的空间漩涡骤然出现在石壁之上，散发出令人心神摇曳的奇异波动。幻情洞天正式开启，历练开始，入洞天。随着一声令下，上万弟子如同潮水般涌向那道光门。陆晨随着人流一步踏入其中，只觉眼前光华乱闪，身体传来轻微的失重感。下一秒，双脚便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他定睛一看，已然身处一片奇异的天地。天空是暧昧的粉紫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腻的，能勾起人内心深处最原始欲望的异香。四周古木参天，花草繁茂，却都透着一股妖冶的气息。这里便是幻情洞天的外围区域。师兄，来吗？师弟，你看我美吗？夫君，妾身等你等得好苦啊。师妹，师兄与你共参大道可好？几乎是在进入的瞬间，陆晨耳边就响起了无数充满诱惑的靡靡之音。放眼望去，周遭的景象开始扭曲，演化出种种不堪入目的旖旎幻境。无数由雾气构成的、衣着暴露、身材火辣的俊男美女从四面八方涌来，缠向在场的每一位弟子，一拳一个俊杰。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啊？我受不了了！仙子，我的仙子，师姐别走，让我抱抱。师兄，不要，轻点。一时间，场面不忍直视，仅仅是外围的幻境，威力就远超当初外门考核时的强度。大量心智不坚或是修为较低的炼气期弟子，在进入后不到10息的时间里，便面红耳赤，眼神迷离，嘶吼着扑向了那些幻影。结果自然是扑了个空，随即周身灵力如同开闸洪水般倾泻而出，白光一闪，便被狼狈地传送了出去，彻底淘汰。当然，女弟子也是一样。然而，这一切对陆晨而言似乎毫无影响。他深吸了一口那甜腻的空气，只觉得也就那样。他身负纯阳圣体，外加10灵根，更是历经10重天劫洗礼，完成完美筑基，道心之间远超同阶。这点程度的诱惑，在他眼中简直如同清风拂面，甚至连让他心跳加速半分都做不到。就这，陆晨撇了撇嘴，略显失望。看来这丙级道侣拿的会比想象中还要轻松啊。他无视了身边那些陷入幻境、丑态百出的弟子，以及那些不断试图缠绕上来的魅惑幻影，闲庭信步朝着区域深处走去。他所过之处，那些幻影仿佛遇到了无形的壁垒，纷纷自行溃散。同时，他敏锐的神识散开，轻易的就在一些树根下、岩石缝隙中发现了一枚枚闪烁着粉色光华的幻晶石。这些晶石入手冰凉，却能迷惑心神。道心不坚的弟子，怕是连收取都做不到。陆晨随手收取，如同捡路边的石子。当他终于穿过这片外围区域，踏入一片相对清明的山谷时，他手中的积分手令微微一热，上面的数字跳动了一下，积分10000。再加上他沿途随手收集的几十枚幻晶石，他的积分已然名列前茅。而此刻，绝大部分弟子还挣扎在外围的幻境中，或是刚刚摆脱幻境，开始艰难收集晶石。这开局堪称完美。踏入洞天腹地区域，这里的灵气更为浓郁，但气氛也明显紧张了许多。能抵达这里的弟子基本都是筑基初期以上的修为，而且大多3-5成群，形成了小团体。陆晨这孤家寡人一出现，立刻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肥羊。果然，他还没走几步，3道高大的身影就成品字形围了过来，堵住了他的去路。这3人组合颇为醒目，一个眼睛有点斗鸡，一个留着浓密的大胡子，还有一个长着一对招风耳。这长相一看就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哼，新来的吧？面生的很啊。大胡子壮汉抱着胳膊，瓮声瓮气的开口，试图营造压迫感。斗鸡眼努力聚焦，打量着陆晨。大哥，探测清楚了，是个刚筑基的小菜鸟。招风耳立刻附和。对，菜鸟。
大胡子满意的点点头，居高临下的看着陆晨：“小子，识相点，把身上的幻晶石和积分都交出来，然后自己捏碎手另滚蛋，免得哥几个动手，让你难看。”陆晨嘴角抽搐，这三人还挺唬人的。要是其他弟子，估计只能照做，可他陆晨不是被吓大的。他目光一扫，发现周围类似的事情正在多处上演。拉帮结派，弱肉强食，在这里是被默许的规则。别人能组团抢劫，我为什么不能组个队自保？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闪过。必须借鉴一下这先进的团队建设经验。眼看三人就要动手，陆晨忽然抬手，脸上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哎，等等，三位好汉，先别急着动手，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大胡子一愣，斗鸡眼和招风耳也面面相觑。打赌？小子，你想耍什么花招？怎么个赌法？大胡子一脸警惕，但明显被勾起了好奇心。陆晨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附近的人都听清。简单，我叫陆晨，你们三兄弟一起上，若是能打赢我，我身上所有的幻晶石和积分双手奉上，我立刻捏碎手令退出历练。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但如果你们输了，从今往后在这幻情洞天里，你们就得认我当老大，听我号令。怎么样，敢不敢赌？大胡子闻言，眼睛瞪得像铜铃，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啥？你小子说什么？竟敢瞧不起我们蟒山三杰？陆晨憋住笑，忍不住在心中吐槽：卧槽，原来叫三个货叫蟒山三杰，这名字和他们的长相一样朴实。四周其他正在打劫的团队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赌约吸引了注意力，顿时哄笑声四起。我没听错吧？这新来的小子要单挑蟒山三傻，啧，勇气可嘉。要知道这三兄弟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皮糙肉厚，联手之下，就连筑基大圆满的高手一时半会儿都拿不下他们。更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直接就地开启了盘口。来，下注了，买蟒山三杰胜1赔 1.1， 买这陆晨小哥胜1赔10，我买三杰，我也买三杰，这不明摆着送零食吗？本少再看看。一个衣着华贵的弟子犹豫了一下，没敢下注。他好像在天双城见识过这陆晨的厉害。蟒山三杰被周围的哄笑和议论弄得面红耳赤，大胡子感觉面子彻底挂不住了，咆哮道：赌了，老子跟你赌了！小子，看你刚筑基，别说我们欺负你，接招！陆晨看着嗷嗷叫冲上来的三兄弟，嘴角微翘，无奈摇了摇头。实力是不错，皮糙肉厚，可惜这智商实在堪忧啊，简直是上天派来的扶贫小队，正好拿来当临时打手使唤，再合适不过。等等，陆晨忽然抬手直接叫停，蟒山三杰一个急刹车，差点没站稳。大胡子不耐烦地吼道：干嘛？陆晨不慌不忙走到那个临时盘口前，掏出自己的储物袋，哗啦啦倒出一堆亮晶晶的零食。我下注3万下品零食，买我自己赢。此言一出，现场瞬间炸锅。3万？这小子这么自信，肯定是虚张声势，想吓唬我们。管他呢，送钱上门还有不要的。我家注买三节。那些原本犹豫的人看到陆晨自己都送钱了，顿时信心爆棚，纷纷加注，赌盘金额直接冲上高潮。几乎所有人都把注码压在了蟒山三杰身上。蟒山三杰见状也觉得胜券在握，再次蓄势，大吼着扑了上来。等等，陆晨又举手，三人气得差点岔气。小子，你到底打不打？嗨，陆晨一脸无辜。等我活动一下筋骨，热热身，免得待会儿抽筋。所有人都被他这反复横跳的操作激得抓耳挠腮。终于，在蟒山三杰第3次咆哮着冲来时，陆晨眼神一凛，不再留手。九阳破虚拳，他低喝一声，体内纯阳灵力奔腾涌动。第一式破晓出阳，拳出如大日初升，光芒刺眼，直逼斗鸡眼。第二式烈阳当空，拳势如火，炽热狂暴，笼罩大胡子。第三式残阳如血，拳意带着一丝寂灭之意，精准轰向招风耳。砰砰砰，3声闷响，几乎不分先后。3道肉山般的身影以比冲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蟒山三杰惨败。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仿佛集体被施了定身术。嘶！片刻后，漫天都是倒吸冷气的声音。这是真的吗？一拳一个俊杰，他到底是什么怪物？难道是筑基后期的真传弟子伪装进来的？这不合理啊！那些下了重注的弟子
此刻心都在滴血，脸绿得跟地上的青苔一样。这3个傻大个能处，有事他们真上啊！莽山3杰哼哼唧唧地爬起来，互相搀扶着，脸上却没有半点怨恨，反而屁颠屁颠地跑到陆晨面前，低头就拜，异口同声：“大哥！”他们声音洪亮，竟然充满了崇拜。陆晨都愣了一下，随即感慨：没想到这3个货虽然傻，但人品似乎还行。那个开盘口的弟子见势不妙，卷起灵石就想溜。站住！大胡子一声怒吼，带着2个兄弟如同3座铁塔般堵住了去路。灵石都是我大哥的，清点下来，扣除成本，净赚19万8千下品灵石。陆晨接过沉甸甸的储物袋，心里乐开了花。这波血赚！这位师兄，你这么厉害，早说啊！输钱的弟子欲哭无泪。师兄，你好坑人啊！另一人捂着储物袋，心痛到无法呼吸。不少人看着陆晨和他身后新收的3个打手，顿感不妙。快走，不能待在这片区域了，不然积分和换晶石都得被抢光。一时间，人群作鸟兽散。陆晨掂量着手中的灵石，看着面前一脸崇拜、等待指示的莽山3兄弟，心情大好很好。你们自己的积分和换晶石自己留着。他大手一挥，指向洞天更深处。现在跟我继续深入，带你们去搞几票更大的。是，大哥。3兄弟声音洪亮，干劲十足。当然，陆晨这干净利落的3拳不仅打服了莽山3杰，吓跑了一群打劫分子，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在场女弟子的目光。一位穿着翠绿衣裙、模样娇俏的少女拉了拉身旁师姐的衣袖，美眸中满是好奇和兴奋。雪晴师姐，这个陆晨名字好耳熟呀，他能3招解决莽山3杰，实力至少能排进咱们外门合欢榜前100了吧？我怎么之前都没什么印象？那位被称为雪晴师姐的女子名叫刘雪晴，也是一名外门弟子。她望着陆晨离去的方向，低声道：“芳芳师妹，你前段时间在外历练，当然不熟。这家伙听说就是被西岳圣女解除婚期的卢鼎，前不久才刚成为外门弟子。啊，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纯阳圣体。”芳芳师妹掩住小嘴，眼中惊讶更甚。刘雪晴点点头，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向往。纯阳圣体本就万中无一，而能正常修炼并且实力如此强悍的纯阳圣体更是凤毛麟角。不出意外的话，此人未来的成就恐怕不可限量。雪晴师姐，芳芳师妹忽然扯着她的袖子，撒娇般晃了晃，小脸微红。你看她长得怪好看的，实力又这么强，人家好喜欢。刘雪晴被她这副模样逗笑了，伸出仙指轻轻点了一下她的额头。吴芳芳，你这小丫头又思春了是不是？哼，怎么啦？吴芳芳理直气壮地挺了挺胸，人家就是想找个好看又厉害的道侣吗？难道要我去学莽山3杰那样的呀？这话一出，连柳师姐都忍不住扑哧笑出声。平心而论，谁不想要一个容貌俊朗、天赋异禀、阳元充沛到隔着老远都能让他们功法隐隐共鸣的完美道侣呢？刘雪晴存心逗他，故意板起脸。我看莽山3杰就挺好，多有安全感。而且人家3兄弟还团结，一夜能得3个呢，还不得幸福死了？哼，师姐你坏死了！吴芳芳师妹俏脸绯红，跺了跺脚。我才不要！我听李师姐私下里说，那种壮汉大多都不太行，可能连半炷香的功夫都坚持不住呢。3个还不顶1个强。哎呀，你这死丫头，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混话？真是不知羞！柳师姐自己也闹了个大红脸，赶紧去捂她的嘴。两女顿时笑闹作一团，俏脸都红扑扑的，如同熟透的苹果。她们不约而同，再次将目光投向陆晨消失的方向，美眸之中异彩连连，还带着一丝渴望。随着陆晨不断深入幻情洞天腹地，周围的幻晶石果然越来越多，莽山3杰彻底沦为金牌塔工人，吭哧吭哧，专职收集幻晶石，效率惊人。有这3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当门神，那些想打歪主意的队伍远远看到就绕道走了。陆晨心中暗爽，这波投资太正确了。然而总有不长眼的。一名筑基中期修士带着足足9名手下，一行10人，气势汹汹地直接围了上来，堵死了所有去路。为首之人赫然是云坤，这家伙应该是云傲天派来的狗腿子。陆晨目光骤然变冷。陆晨，总算让老子带到你了，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逃？云坤得意大笑，志在必得。莽山3杰见状，毫不犹豫挡在陆晨身前，将刚刚收集到的一大袋幻晶石塞到他手里。大胡子一脸决绝，大哥，你拿着这些先走，我们断后。斗鸡眼努力瞪着眼，大哥快走。招风耳也用力点头，大哥走。
陆晨看着这三个刚刚收服不久，却愿意为自己挺身而出的憨货，心中涌起一丝感动。想啊，这三个傻大个能处，有事他们真上啊！云坤见状，阴阳怪气地拍起手来，啧，真是感人至深的兄弟情谊啊！可惜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他脸色陡然转厉，狞笑道：陆晨，你的积分、换晶石，还有你的狗命，老子今天全收了。结阵！他一声令下，身后9人瞬间身形闪动，各占方位，灵力勾连，竟瞬间结成了一道光幕。十方锁灵阵，此阵一出，不仅能极大限制阵内之人的灵力运转，更能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确实极难突破。动手！云坤厉喝一声，在阵法加持下，10人攻击威力大增。莽山三杰虽然皮糙肉厚，但在密集的攻击下，瞬间就受了伤，险象环生。陆晨眼神锐利，迅速分析着阵法。这阵法看似严密，但核心在于10个节点彼此呼应，强行攻击一点会遭受其他点的合力反击，确实麻烦。硬闯不行，就算他出手，短时间内也难以同时击破10个节点。怎么办？电光火石之间，陆晨脑中灵光一闪，有了！阵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打不破阵法，我还打不破不阵的人吗？他身形猛地一动，将风灵根的速度催发到极致，如同鬼魅般无视了周围袭来的攻击，目标明确。擒贼先擒王。在所有云坤手下都没反应过来的瞬间，陆晨已经如同瞬一般出现在了云坤面前。九阳破虚拳，砰！第一拳直接砸在云坤那张惊愕的脸上，鼻梁瞬间塌陷。啊！砰！砰！砰！陆晨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拳头如同狂风暴雨，专门照着脸和四肢关节招呼。哦！我的腿，手，我的手断了！云坤的惨叫一声比一声凄厉，整个人如同一个破麻袋，被陆晨一套组合拳直接打瘫在地，四肢呈现诡异的角度弯曲，丹田气海更是被陆晨一脚狠狠踏碎，修为尽废。陆晨，我云傲天师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云坤如同死狗般瘫在地上，怨毒嘶吼。果然是云傲天的狗。陆晨冷哼一声，确认了幕后主使。他看都没看成了废人的云坤，转身如同虎入羊群，3两下就将剩下9个因为主阵者被废而阵法大乱，惊慌失措的云家子弟全部放倒。抢积分，抢换晶石，收储物袋，一气呵成。周围一些原本想捡便宜的队伍看到云坤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头也不回四散逃窜。不远处，恰好路过的刘雪琴和吴芳芳2位女修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吴芳芳捂住小嘴，眼睛发亮，小声惊呼：雪琴师姐，这家伙好暴力，好凶残啊！但是我怎么有点喜欢呢？刘雪琴俏脸微红，嗔怪地拍了他一下：你这丫头胡说些什么呢？可他自己的目光却也不由自主地追随着那道霸气凛然的身影，心跳悄悄加速。其实他也喜欢这一款，实在难以想象他在床上该有多威猛。身为海王，色胆必须大，一下子进账10万积分，外加数百枚换晶石。陆晨此刻的身家已然不菲，总换晶石数量轻松突破4位数。他正准备带着3个新收的小弟离开这是非之地，却忽然感到一道锐利如剑的目光锁定了自己，那眼神充满了审视和敌意。只见一位身着锦袍、面容冷峻的青年负手而立，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小子，你就是灵儿师妹口中念念不忘的那个道侣陆晨。他声音冰冷，带着居高临下的质问。陆晨一脸懵，自己啥时候成了苏灵儿的道侣了？这都哪跟哪啊？肯定是苏灵儿那个小妖精在外面乱说话，给自己招来的麻烦。眼前此人虽是独行，但气息凝练，赫然是一位双属性真灵根的天才，实力更是隐隐触摸到了筑基后期的门槛。这种人物按理说至少也该是内门弟子，怎么会跑来外门历练？陆晨能感觉到此人给他一种淡淡的危险感，显然是出身大家族，身上必定有顶级法宝傍身，不好招惹。莽山三杰也察觉到来者不善，想要上前，但陆晨知道以他们3属性灵根的资质和实力，绝非此人对手。哼，你跑不了。锦袍青年冷哼一声，自报家门，语气带着天生的优越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慕容白，乃是苏灵儿师妹最坚定的追求者，也是她未来的道侣。如果你识相，我劝你。好，打住！陆晨立刻抬手打断了他，脸上写满了真诚和无辜。慕容师兄是吧？我很识相，非常识相。我对苏灵儿真的没有兴趣，她就是个小丫头片子，你要是喜欢，尽管追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你爱咋咋地，跟我半块零食的关系都没有。慕容白听到这话，
先是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算你识相的得意，可下一秒，他脑海中就不由自主浮现出苏灵儿左一句陆晨师兄，右一句陆晨师兄，那满脸娇羞的样子，心中那股无名邪火噌的一下又冒了上来。凭什么？我慕容白哪里比不上这个家伙？哼！陆晨，你口说无凭。慕容白眼神转冷，带着一股偏执的怨毒。灵儿师妹对你可是青睐有加，我看只有彻底废掉你，断了他的念想，他才会心甘情愿回到我身边。陆晨简直要被这家伙神奇的脑回路气笑了，脱口而出：卧槽，哥们儿，你这逻辑也太霸道了吧！我都说了让给你了，你还要怎样？难道非得让我给你俩当证婚人？噗嗤！一旁的莽山三杰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大胡子努力憋着笑，瓮声瓮气的帮腔：就是，俺大哥都说不跟你抢了，你这人咋听不懂好赖话呢？斗鸡眼努力聚焦，一脸睿智。可能是他耳朵不好使。招风耳点头如捣蒜：对，没我耳朵好使。这仨活宝一唱一和，场面顿时变得有些滑稽。陆晨自己都没忍住，摇头失笑。远处偷偷观望的刘雪琴和吴芳芳更是笑得花枝乱颤。吴芳芳捂着肚子，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师姐，这家伙太幽默了，我突然又很喜欢幽默的道侣，这个你可别跟我抢。刘雪琴也是忍俊不禁，俏脸微红，轻啐了一口：呸，谁要跟你抢？不过这家伙是挺有意思的。吴芳芳娇媚一笑：那不如咱们共享。闻言，刘雪琴羞得直接低下了头。慕容白看着眼前这啼笑皆非的场面，听着远处的笑声，感觉自己像个被围观的傻子，一张冷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陆晨，你找死！天哪，那是慕容白师兄，慕容家的天才，和萧家齐名的超级世家子弟，他怎么会出现在外门历练？周围弟子的惊呼声中，慕容白已然出手，他一掌拍出，凌厉汹涌，带着冰冷的杀意。陆晨眼神一凝，也不闪避，运转灵力，一拳迎上。砰！气劲爆开，陆晨竟被震得连退3步，体内气血一阵翻涌，而慕容白却纹丝不动。有意思。陆晨心中微惊，这家伙果然有古怪，实力远超普通筑基中期。慕容白见一掌未能拿下陆晨，眼中寒光更盛，再次蓄势，准备发动更凌厉的攻击。陆晨冷笑一声，甩了甩手腕，试探结束，该动真格的了。就在他准备全力出手的瞬间，一道灵巧曼妙的倩影如同蝴蝶般翩然插入两人之间。来人，正是苏灵儿。哎呀，你们不要再打了！他张开双臂，拦在陆晨身前，俏脸上写满了焦急。慕容白见状，更是怒火攻心，非但没有停手，反而掌势更猛。慕容白，你敢！苏灵儿眼神一寒，仓促间运转灵力就要硬接了这一掌。噗！慕容白可舍不得伤害苏灵儿，他一个收力不及，遭到灵力反噬，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灵儿师妹你！他捂着胸口，相比身体的创伤，看到苏灵儿毫不犹豫去维护陆晨，他的心更痛。陆晨嘴角微翘，抱起胳膊，直接进入了看戏模式。哼，慕容师兄，你明明是内门弟子，却故意压制修为跑到外门来纠缠我，有意思吗？苏灵儿气鼓鼓地指责道。四周顿时响起一片恍然大悟的惊叹声，原来如此。灵儿师妹，所有阻止我得到你的人都该死！慕容白状若疯魔，偏执低吼。苏灵儿被他这极端的态度气得俏脸发白，陆晨这才有空仔细打量身边的苏灵儿。只见她一身鹅黄色衣裙，将娇小玲珑的身段包裹得恰到好处。这丫头不仅长相卡哇伊，惹人怜爱，那身材更是火爆的比前世岛国动作片里的顶级老师还要顶辣，真是越看越耐看。难怪能把慕容白这种天才迷得神魂颠倒，连自己这海王定力都感觉有点燥热。慕容白强行压下伤势，目光阴毒看向陆晨。哼，陆晨，我记住你了，今日看在灵儿师妹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我们走着瞧。说完，他转身就要走。站住！陆晨冷喝一声，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离开？这种大家族的嫡系子弟嚣张跋扈，从小要风的风，要雨的雨，一旦出现无法掌控的事物，就容易走向极端，变得不择手段。他对自己杀意纯粹，仅仅因为疑似情敌就想取人性命，若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必须趁早解决。陆晨心中沉吟，瞬间就有了主意。他手臂一伸，直接一把揽住苏灵儿的纤腰，将其带入怀中。入手处温润柔软，触感惊人。苏灵儿娇躯一僵，俏脸瞬间绯红，却意外没有挣扎。陆晨看着慕容白，语气挑衅轻蔑：慕容白，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看到了吗？灵儿师妹喜欢的人是我，你没戏的。他这话半真半假，既是刺激慕容白，
也是趁机开油，毕竟是时候找苏灵收点利息了。身为海王，色胆必须大。陆晨，我要你死！慕容白果然被刺激得彻底疯狂，双目赤红，理智尽失。我要与你生死斗！别说我没给你机会，我给你3个月时间准备。3个月后，生死台上，计分高下，也决生死。你敢不敢接？陆晨心中冷笑，鱼上钩了。他正愁没机会正大光明的除掉这个潜在威胁呢。生死台，宗门内唯一可以合法杀人的地方，正是绝佳的舞台。3个月吗？以我的修行资源，足够将完美筑基的底蕴彻底巩固，甚至冲击筑基中期，到时候杀他如土狗，有何不敢？陆晨声音朗朗，传遍四周。3个月后，生死台见。你的狗命，我陆晨预定了。我陆晨行事，何须向女人解释？苏灵儿依偎在陆晨坚实的怀抱里，听到他毫不犹豫就接下生死斗，先是微微一愣。他可是很清楚慕容白的恐怖实力，那双属性真灵根的天赋和慕容家的雄厚资源，让他拥有足以位列真传弟子的实力。他不免觉得陆晨此举有些拖大，为他担心，但感受着他怀中传来的让他浑身舒坦的纯阳气息，以及那份不容置疑的霸道，他心中更多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和安全感。这个家伙虽然有时候很讨厌，但关键时刻还挺有担当的嘛。他身上的气息真好闻，暖暖的，让人安心。要是能一直这么抱着就好了。哎呀，苏灵儿，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真是不知羞。他的小脸偷偷泛起红晕，将头埋得更深了些。不远处，刘雪琴和吴芳芳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表情复杂。吴芳芳撅起了小嘴，扯了扯刘雪琴的衣袖，委屈巴巴：师姐，完了完了，我们看中的道侣好像被人半路截胡了。刘雪琴轻叹一声，目光落在苏灵儿身上，带着一丝了然。芳芳，看来这家伙比我们想的还要抢手，而且这个苏灵儿来历恐怕极不简单，连眼高于天的慕容家都要刻意巴结，我们还是再看看吧。等慕容白带着满腔不甘离去后，现场凝重的气氛才为之一松。陆晨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低头盯着还赖在自己怀里的苏灵儿，语气不善：苏灵儿，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苏灵儿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猛地从他怀里弹开，小手绞着衣角，脸上写满了我知道错了的尴尬笑容。陆晨师兄，对不起吗？我好像已经不小心提前把你当做挡箭牌用了。他越说声音越小，偷偷抬眼观察陆晨的脸色，赶紧补充道：不过你放心，慕容白他只是我众多追求者里的一个而已，还有其他的舔狗，可能大概也许他们没有那么偏激。听到这话，陆晨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好家伙，听这意思，后面还有一连串的麻烦在排队，连一旁的莽山三杰都听傻了。大胡子挠了挠他的大脑袋，瓮声瓮气的感慨：大哥，你这挡箭牌必须得加强加厚啊。斗鸡眼努力聚焦，一脸同情：大哥必须加厚。招风儿也跟着点头，补上致命一击：对，加厚。这三兄弟一唱一和，直接把陆晨给整无语了。对不起吗？苏灵儿双手合十，眨巴着大眼睛，试图蒙混过关，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陆晨板着脸，显然不买账。苏灵儿小嘴一撇：那你想怎样吗？陆晨看着他那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再联想到那具隐藏在衣裙下的堪比前世顶级老师的火辣胴体，海王之魂瞬间觉醒，坏笑道：简单啊，就按你之前说的，咱们把生米煮成熟饭，这样既坐实了关系，我也算没白担这个虚名，岂不是两全其美？你想得美，臭流氓！苏灵儿立刻就急了，他咬着嘴唇沉吟了半天，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开口道：大不了我把我自己收集的所有幻晶石还有积分都给你，保你稳拿这次外门历练的第一名，这样总行了吧？陆晨一愣，保我第一名，口气倒是不小。他本来没抱太大希望，可当苏灵儿将自己的储物袋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倒出来时，陆晨的眼睛瞬间直了。这丫头的积分手令上显示的积分确实只有1万多，不算突出，但是那堆成小山的闪闪发光的幻晶石差点晃瞎了他的眼。粗略一看，数量绝对超过了8000枚，比他辛辛苦苦打劫是努力收集来的还要多得多。嘿嘿，厉害吧？苏灵儿得意地皱了皱小鼻子，但接下来他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大部分都是那些热心师兄们非要硬塞给我的，我说不要，他们偏要给，推都推不掉，烦死了。他摆出一副我很困扰的样子。陆晨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幻晶石，再听听这凡尔赛十足的发言，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好家伙，他非但没有欣喜，
反而感觉背后一阵发凉。这得要多少热心师兄前仆后继啊！而且能在这幻情洞天里收集到这么多幻晶石，这些舔狗师兄们的实力得强到什么地步？自己这是吸引了多少仇恨啊！还有，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何等红颜祸水，才能让这么多天骄心甘情愿当舔狗？看来岛国老师这一款在其他世界同样深受欢迎。苏黎儿接下来的话更是让陆晨眼界大开，他巧笑嫣然：好了，陆晨师兄，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假道侣了。记住哦，只要你能在2年之内成为合欢宗的圣子，说不定还有那么一丢丢机会转正哦。嘻嘻，他伸出如鱼偶般的小指，比划着那一丢丢，脸上满是嬉笑表情。陆晨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啥？合欢宗圣子？新一任的准圣子不是那个叫萧晨的家伙吗？我叫陆晨，陆地的陆，尘土的尘。而且听苏黎儿这口气，他的身份绝对不简单，竟然需要合欢宗圣子才勉强配得上他。可自己才刚筑基啊！据他所知，合欢宗目前有3大准圣子，最差的都是假丹境界，而那些早已成名威震一方的老牌圣子，无一不是金丹后期的大修士。这目标有点高远啊！一旁的莽山三杰也彻底沉默了，看向陆晨的眼神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大胡子憋了半天，才瓮声瓮气地憋出一句：大哥，为了爱奋斗吧！斗鸡眼和招风耳疯狂点头，表示支持大哥勇敢追爱。对了，苏黎儿像是才想起来，补充道：我已经在宗门登记过了，我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丙级道侣，你到时候拿了第1名，可一定要选我哟，不然我就被其他人给挑走了。哼哼，陆晨彻底无语了，这女人简直是打乱他全盘计划的克星。他原本还想着优先选个丙级道侣尝尝鲜呢。等你哦。苏黎儿留下一个狡黠的笑容，蹦蹦跳跳的走了。陆晨看着他的背影，只觉得这苏灵儿简直是阴魂不散，专程来克他的。可现在木已成舟，就算他有10张嘴，也跟那些疯狂的追求者解释不清了。出去之后，自己该怎么跟夏倾城解释啊？不对，陆晨忽然挺直腰板，我陆晨行事，何须向女人解释？对，我可是海王，池塘里多一条漂亮又背景深厚的小锦鲤，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心中豪气顿生。很好，那你就等着吧，待我陆晨登顶圣子之位时，你便是我的女人。区区筑基竟能让本座心魔丛生。在莽山三杰这3位金牌打手的开路下，陆晨一路横冲直撞，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抵达了幻情洞天的最深处。除了顺利拿到通过该区域的1万基础积分外，此地弥漫的古老气息和隐隐传来的能量波动都预示着真正的机缘就在眼前。果然，在一处残破的古殿中央，一道璀璨的光柱冲天而起，光柱之中，一枚缭绕着阴阳2气的古老玉简静静悬浮，是传承顶级双修功法阴阳合欢秘典的传承。立刻有识货的弟子惊呼出声。这道光柱本身就是一道强大的禁制，需要众人合力才能攻破。一时间，聚集在深处的数十名顶尖弟子，无论是独行侠还是小团队，都暂时放下了争斗，纷纷出手攻击光柱禁制。陆晨也混在人群中，看似随意的出手，实则他体内的纯阳之气早已蠢蠢欲动。就在光柱禁制被众人消耗到最薄弱的瞬间，就是现在，陆晨眼中金光一闪，体内浩瀚的纯阳之气如同找到宣泄口，化作一道无形无质却至刚至阳的洪流，精准的轰击在禁制最核心的节点上。嗡，咔一声轻响，那困扰了众人许久的光柱禁制竟如同玻璃般寸寸碎裂。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陆晨身化流影，后发先至，一把将那枚记载着阴阳合欢秘典的古老玉简抓在手中。传承被他抢了，拦住他，小子，交出传承！短暂的寂静后，是疯狂的咆哮与贪婪的目光。至少10几名自恃实力强横的筑基弟子，同时红着眼向陆晨扑来，各种灵气、法术的光芒瞬间将他淹没。大哥小心！莽山三杰目眦欲裂，想要上前帮忙，却被更多的人拦住。找死！陆晨眼神骤然转冷，他刚刚获得传承，心中正有一股玄奥的意念需要宣泄，甚至无需刻意运转，那阴阳合欢秘典的些许精髓似乎已融入他的本能。他身形如鬼魅般在围攻中穿梭，九阳破虚拳携带着一丝新领悟的阴阳轮转之意，威力更胜从前。拳出如龙，阳刚霸道，掌幅似水，阴柔缠绵。砰！一个筑基中期弟子被刚猛一拳直接轰飞，胸骨碎裂。噗！另一个试图偷袭的弟子被阴柔掌力侵入经脉，吐血倒飞。啊！惨叫声此起彼伏，陆晨如同虎入羊群，所过之处人影翻飞，惨叫声不绝于耳。
不过短短十几个呼吸的时间，那十几名最先冲上来抢夺的弟子已全部倒地不起，非死即残，现场一片死寂。剩余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全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惊恐地看着那道如同战神般的身影，再不敢上前半步。陆晨一人震慑群雄。经此一战，他的凶名彻底响彻整个幻晴洞天，再无人敢挑衅他的权威。他带着蟒山三杰，几乎是以散步的姿态，横扫了洞天深处剩余的所有区域，将所有看得上眼的资源搜刮一空。他收集到的幻晶石数量，最终达到了一个让后来统计长老都手抖的天文数字。7日期满，幻晴洞天历练结束。合欢宗外门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嚣鼎沸。今日正是宣布历练结果、论功行赏的重大日子。当外门执事长老张千川亲自统计完所有弟子的积分和幻晶石数量，并公之于众时，结果毫无悬念，甚至可以说是碾压式的。陆晨以超越第二名足足数倍的绝对优势，悍然登顶，荣获本次外门历练第1名。陆晨，这名字好耳熟啊，不就是那个石灵根的废物吧？哼，不过是走了狗屎运，靠着蟒山三杰那3个傻大个当打手罢了。没有他们，他算个什么东西？有意思，一个废物灵根竟然能拿到第1，这里面怕是有什么猫腻吧？台下议论纷纷，质疑者有之，嫉妒者有之，当然也有不少女修美目连连，低声交谈。别管他们怎么说，陆晨师兄就是厉害，又俊朗，实力又强。是啊，若是能与他结为道侣就好了。按照宗门规定，他将拥有令人眼红的奖励，优先选择一位丙级道侣的权限，海量的修炼资源以及直接晋升内门弟子的资格。颁奖仪式上，在无数男弟子羡慕、嫉妒、恨不能取而代之的复杂目光中，陆晨神色平静，走向那排精心打扮、环肥燕瘦皆有的丙级道侣队列前。苏灵儿也赫然在列，今日他特意打扮过，更是明艳动人。他对着陆晨狡黠地眨着大眼睛，眼神里满是快选我快选我的期待。陆晨嘴角微不可察地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想让我乖乖当你的挡箭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他修长的手指随意抬起，目光扫过苏灵儿，正准备越过他，指向另一位姿色出众的女修，好好给这个总给自己惹麻烦的小丫头一点教训。就在这时，天际云层之上，一道绝美身影静立。此女容貌与于西月如出一辙，气质却截然不同。于西月是清冷中带着少女的倔强，而她却是彻骨的冰寒与高贵，宛如九天神女，漠然俯视众生，周身散发的威压深不可测，远超在场所有长老。就是这个小子，他眸光如冰剑穿透云层，锁定广场上那道身影，区区筑基竟能让本座心魔丛生，道基动摇，不得不提前苏醒过来。见陆晨正站在一众女修面前挑选道侣，他唇角泛起一丝讥诮，惹出这般祸事，还有心思在此寻欢作乐？就在他目光落下的刹那，陆晨浑身一僵，只觉一股寒意从脊背窜起，仿佛被远古凶兽盯上，连指尖都难以动弹。那只抬起的手就这么僵在半空，迟迟无法落下。陆晨师兄，苏灵儿敏锐察觉到他的异样，虽不明所以，却还是毫不犹豫跳了出来，亲昵地挽住他的手臂，娇声道：选我呀，我愿意。众人见状，无不羡慕地捶胸顿足。说来也怪，在苏灵儿挽住自己的瞬间，那股令人窒息的威压竟如潮水般退去。陆晨长舒一口气，背后已被冷汗浸湿。云层之上，女子眸光微动，方才那一瞬的接触让他感知到了一丝异常，竟是纯阳圣体小成的气息。万年难遇的体质竟出现在这小子身上，他眼底掠过一丝深邃的光芒。罢了，因果既定，解铃还须系铃人。一个能修炼的纯阳圣体，有点意思。他红唇微勾，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弧度。小子，你是逃不掉的。陆晨，你好大的胆子！合欢宗地域辽阔，整整36座灵峰直插云霄，灵气氤氲。外门共有21峰，内门占据9峰，真传则有6座主峰。至于那最高最神秘的一座主峰，则是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太上长老清修之地，寻常弟子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然而此刻，最高主峰之巅，云雾缭绕的仙宫内，一道清冷绝尘，周身道韵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的绝美倩影，正稳坐大殿中央。她轻纱遮面，却难掩那惊心动魄的轮廓。若是陆晨在此，定会惊掉下巴。这气质，这身段，简直和圣女于西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比起于西月的清冷，此女更多了一份历经岁月、俯瞰众生的漠然和高贵。本座听说此次外门历练拔得头筹者是一个叫陆晨的弟子，玄霜，你去将他带来吧。他的声音空灵悦耳，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仿佛9天仙音在寂静的大殿中回荡。侍立在下方的是一位容貌姣好、
气质干练的美女金丹修士。他闻言心中猛地一跳，太上长老何等身份？那可是合欢宗的定海神针，传说中无比接近化神期的恐怖存在。平日里连宗主想求见一面都难如登天，今日却突然回归宗门，开口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要见一个刚刚筑基的外门小子。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恭敬垂首，回禀太上长老，正是，弟子这就去将他带来。太上长老微微颔首，目光似乎穿透了层层云雾，落在了外门广场的方向，无人能看清他面纱下的神情。美女金丹修士领命退下，脚下生风，心里却疑云重重。怪事，真是天大的怪事！一个筑基期的小家伙，怎么就入了太上长老的法眼？该不会是那小子在外面惹了什么滔天大祸，惊动了老祖宗亲自回来清理门户吧？他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不由得为那个素未谋面的陆晨捏了把冷汗。小家伙，自求多福吧。与此同时，被苏灵儿轻易挽住手臂的陆晨瞬间感受到了无数道极度仇恨的目光，那一道道视线如同利箭般射来，恨不得将他万箭穿心。陆晨心中暗惊，这小妮子就这么招人喜欢？仔细看去，苏灵儿确实是个千变万化的妖精，时而娇俏可人，时而妩媚动人，气质多变，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撩动人心。这与夏倾城的明艳、于西月的清冷截然不同，自成一派独特魅力，实力碾压岛国风情。少数知晓苏灵儿真实身份的人更是暗中摇头，这小子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不过能被苏灵儿看上，就算是死也值了。在合欢宗，苏灵儿虽不是公认的第一美女，但在众多修士心中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圣女于西月和第二圣女夏倾城。她是无数修士闭关修炼时心中幻想的完美道侣。更令人忌惮的是，她的来历大得吓人。宗门的几位准圣子或许不会去追求两位圣女，却无一例外的都在想方设法接近苏灵儿。别看她现在只是个外门弟子，真正的实力恐怕早已达到金丹期。这一切不过是在扮猪吃老虎罢了。此刻的陆晨在众人眼中既是幸运儿，也是将死之人。能得到苏灵儿的垂青，确实令人羡慕，但随之而来的麻烦恐怕不是他一个小小筑基修士能承受的。苏灵儿紧紧挽着陆晨的手臂，娇声道：陆晨师兄，咱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以后你可要好好保护人家哦。陆晨嘴角微抽，谁敢欺负你啊？你那些舔狗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对方淹死。苏灵儿嫣然一笑，眼波流转间，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陆晨心中暗叹，这女人的魅力当真惊人。如果说于西月和夏倾城是清冷出尘的绝代仙子，那苏灵儿就是摄人心魄的妖女，一颦一笑都勾魂夺魄。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段，精致的容颜，简直让所有男人为之疯狂。人家就要陆晨师兄保护嘛，你现在可是我的道侣了。苏灵儿撒娇道。陆晨心头一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稀里糊涂的成了苏灵儿的道侣，虽然是假装的。他忽然觉得自己被算计了，原本自己可以选个温柔听话的流水线道侣，低调双修，现在却招惹了这么个妖女。就在两人说话间，一道倩影翩然而至，来人正是真传主峰玄霜峰的峰主洛玄霜。他的出现让整个外门广场为之震动。这位真传峰主平日里深居简出，不仅修为已达金丹后期，更以温婉端庄著称。你就是陆晨？洛玄霜目光落在陆晨身上。太上长老要见你，随我走一趟吧。太上长老要见我。陆晨脑子嗡的一声，脸色瞬间发白。完了，是不是自己最近太过高调，引起了那群老怪物的注意？他的纯阳圣体外加可以修炼的石灵根，对那些寿元将近的元婴老怪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夺舍容器。想到这里，陆晨不禁咽了咽口水，后背已被冷汗浸湿。洛玄霜见他脸色难看，也不由心生同情。太上长老的脾气他再清楚不过，这次突然召见一个外门弟子，实在蹊跷。陆师侄，请随我走吧。洛玄霜柔声催促。这时苏灵儿突然上前一步，神色凝重。洛师叔，陆晨现在是我的道侣，我们苏家的意思想必你也明白。洛玄霜微微颔首。苏家确实是个联合欢宗都要礼让3分的庞然大物，苏师侄请放心，我会向太上长老说明此事。陆晨闻言心中稍安，没想到苏家的背景如此深厚，自己竟是误打误撞抱上了一条粗壮的大腿。幸亏及时与苏灵儿结为道侣，否则今日恐怕真要成为元婴老怪夺舍的容器了。陆晨跟着洛玄霜一路向合欢宗最高的主峰飞去，两人一路无话。陆晨虽然满腹疑问，却也识趣的没有多问。穿过内门区域，越过真传弟子的6座主峰，终于来到那座直插云霄的巍峨主峰前。走进气势恢宏的大殿，陆晨不禁暗暗啧舌，这排场，这气势，不愧是太上长老的地盘。只见大殿中央
端坐着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虽然面纱遮住了她的容颜，但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眸却锐利如剑，美得惊心动魄。不知为何，陆晨总觉得这双眼睛格外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太上长老，陆晨带到，洛玄霜躬身行礼。你且退下。面纱下传来清冷的声音。是。洛玄霜意味深长地看了陆晨一眼，转身离去。陆晨表面镇定，心里却慌得一批。外门弟子陆晨拜见太上长老。他恭敬行礼。陆晨，你好大的胆子！于西月声音中带着压抑的怒意。这个臭小子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在他分魂上种下心魔，让那具分魂对他情根深种，害得他不得不提前苏醒，连神魂之伤都没来得及完全恢复。小爷我这是被那老妖婆给盯死了。陆晨一脸无辜，弟子不知犯了何罪。哼，你在我徒儿西月身上种下心魔，还敢狡辩？陆晨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老妖婆是于西月的师尊，可他们俩长得也太像了吧，这眼睛简直一模一样，他们该不会是一对母女吧？弟子冤枉啊！陆晨立即叫屈，心魔一事实在是弟子与圣女两情相悦。住口！于西月气得差点拍案而起，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奇怪的是，明明很想重罚这个登徒子，心里却莫名有些舍不得，他不禁暗自苦恼。果然，分魂的情感已经影响到本尊了。当年他遭人暗算，神魂受创，不得已宣布必死关，分出一缕神魂，伪装成普通家族子弟潜入宗门，一边修行一边疗伤。这一办就是10多年，没想到伤还没好利索，半路杀出个陆晨，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真是冤家啊！于西月强压下心头的怒意，沉声道：“你过来，让本座好好瞧瞧。”是。陆晨心头一紧，完了完了，这老妖婆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该不会是要开始夺舍吧？要不要现在就躲进灵泉空间？可万一被这元婴老怪看出端倪，岂不是死得更快？他战战兢兢往前挪步，连头都不敢抬。哼，就这点胆量！于西月冷哼一声，真不知我那徒儿是怎么看上你的。待陆晨走近，于西月仔细打量，这才发现他确实生得剑眉星目，俊朗非凡。更难得的是，他身上散发出的纯阳气息，竟让他神魂上的旧伤都舒缓了几分。再近些，他不由自主开口。陆晨嘴角一抽，差点就要躲进灵泉空间，但在元婴老怪面前，他实在没有把握能成功逃脱。这一刻，什么海王手段都不管用了。面对这等存在，他连大气都不敢喘。随着陆晨的靠近，于西月只觉得心神愈发宁静，连神魂之伤都好转了许多。难怪分魂会陷进去，此子简直就是疗伤的圣药。陆晨偷瞄着近在咫尺的太上长老，也不由暗叹，这女子当真美得惊为天人，气质超凡脱俗，比传说中的仙子还要动人。若是被这么美的元婴老怪夺舍，似乎也不算太亏。但下一秒，他猛然警醒，呸！自己在想什么呢？复仇未报，母亲下落不明，我怎能在此认命？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搏时，于西月忽然问道：“你主修刀法和拳法？”陆晨心神一松，连忙点头：“九阳破虚拳确实很适合你，你的刀法十分克制，剑法也很不错。不过……”说着，他取出一枚流光溢彩的玉简：“我这有一门九阳神印的残篇，虽只有前3印，却堪比天阶极品功法，你且拿去参悟吧。”陆晨接过玉简，心头一震，天阶极品，若是完整的9印，岂不是圣阶功法？这老妖婆什么意思？是要把自己养肥了再夺舍吗？还是因为他修为太低，现在夺舍担心会爆体而亡？陆晨心情忐忑，等待着对方下一步动作，比如再下个禁制什么的。可奇怪的是，太上长老只是静静注视着他，目光越来越柔和。多谢太上长老，他趁机道谢，心中暗自嘀咕，管他有什么阴谋，功法是真的就行，实力才是我活下去的根本。先把好处吃干抹净，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去吧。于西月挥了挥手。很快，洛玄霜出现在店内，带着一脸茫然的陆晨离去。虽然满心好奇，但洛玄霜识趣没有多问。太上长老的心思，岂是他能揣测的？可太上长老竟将陆晨安排在内门的玉泉峰，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这么多年来，太上长老从不插手宗门事务，更不会亲自安排一个外门弟子的去处。洛玄霜忍不住好奇问道：“陆晨师侄，你与太上长老可是旧识，有什么渊源？”陆晨沉吟片刻，摇头道：“从未见过。”他心中暗想，若真要说有什么渊源，恐怕就是我被选作他的夺舍容器了。只是这位太上长老分明是女儿身，为何要夺舍一个男修？莫非他内心其实是个纯野马？陆晨师侄，既然入了玉泉峰，你可要好生修炼。洛玄霜语气中带着几分羡慕。
太上长老对你很是看重。是，师叔。陆晨表面恭敬，心里却叫苦不迭。他当然要努力修炼，等修为够了，就要沦为那老妖婆的盘中餐。玉泉峰他早有耳闻，那可是内门中灵气最为充盈的几座主峰之一，应该没错了。他这就是打算将自己养肥了再杀。洛玄霜顿了顿，略显犹豫开口：另外，陆晨失职，那苏灵儿身份特殊，牵扯甚广，你既已与他结为道侣，日后还是尽量少离开宗门为妙。陆晨一怔，为何？难道你还不知苏灵儿的真实身份？不知啊，她可是青州超级修仙世家苏家的嫡女，更是苏家年轻一代最杰出的天骄。洛玄霜神色凝重，在青州追求她的青年才俊无数，虽然不知她为何要来我和欢宗，但如今你们结为道侣的消息传开，恐怕对你不妙。原来如此，陆晨淡淡回应。他早就知道苏灵儿来历不凡，但现在知道具体身份，反而有种释然的感觉。反正自己已经被元婴老怪盯上了，还怕那些舔狗做什么？债多不愁，失多不痒。陆晨颇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洒脱。当陆晨收拾完自己的小家当，赶到玉泉峰时，一位师兄早已等在山门前，笑容那叫一个和煦。这位就是陆晨师弟吧？我是玉泉峰执事弟子赵明，欢迎加入咱们玉泉峰。陆晨见过赵师兄，以后还请师兄多多关照。陆晨表面稳如老狗，心里却暗自嘀咕：安排一位筑基后期弟子迎接我，这接待规格是不是有点过于热情了？等被引到安排给他的洞府前，陆晨直接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只见一道飞瀑如银河般从山涧垂落，水汽氤氲间彩虹隐现。洞府门口灵雾缭绕，深吸一口，磅礴的灵气直冲天灵盖。这地方竟是直接建在了一条下品灵脉之上。陆晨站在原地，心里瞬间上演了一出80集宫廷大戏。妈蛋，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筑基期弟子，何德何能配得上这么豪华的修炼洞府，这待遇多少真传师兄看了估计都得眼红。真相只有一个，陆晨痛心疾首，得出结论：小爷我这是被那老妖婆给盯死了，这是在催肥啊！罢了罢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陆晨好歹也是有挂的人，还能怕了这个？送走热情的赵师兄后，陆晨握着那枚操控洞府禁制的手令，神识往里一探，又是一惊。这防护禁制威力惊人，他粗略估计没有金丹修为怕是闯不进来，安全感满满啊！行吧，既来之则安之，这地方不错。他搓了搓手，心中无喜无悲，开始清点这次历练的全部收获。当一个个储物袋里的东西哗啦啦倒出来，在宽敞的洞府里几乎堆成一座小山时，陆晨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呼吸急促。下品灵石堆积如山，粗略一数，竟有将近30万之巨。更离谱的是，旁边还有一小堆灵气逼人、晶莹剔透的石头，那可是几千块中品灵石，一块就抵得上100块下品灵石。旁边还有一堆瓶罐罐的丹药，以及霞光流转、香气扑鼻的珍稀灵草。陆晨一屁股坐在灵石堆旁，抓起一把灵石，感受着其中精纯的灵气，笑得合不拢嘴。发了，这回真特么发了！他激动得差点原地蹦起来。这身家怕是宗门里那些真传弟子也不过如此吧。师弟，上来吧。整理好堆积如山的物资之后，陆晨二话不说，立刻开始了疯狂修炼模式。丹药、当堂豆科、灵石，直接上手吸。然而一番操作猛如虎，一看修为原地杵。他悲催发现自己那破丹田简直是个无底洞，哪怕已经筑基，所需的海量灵力依旧是同阶的100倍1000倍不止。砸了多少资源进去，连个响动都听不见，根本填不满啊！造孽啊！陆晨欲哭无泪。没办法，他一个闪身直接进入灵泉空间。在这里，他才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太上长老赏的那枚功法玉简九阳神印，神识沉入，参悟第一印。不知过了多久，他福至心灵，依照法诀抬手结印。第一印，浩阳破天印。轰隆，一道蕴含至阳至刚气息的金色光印悍然轰出，将前方空间都震得嗡嗡作响，威力大得吓人。陆晨自己都看傻眼了，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卧槽，牛逼！不愧是天阶极品功法，这威力同阶之内谁敢应接？必须当压箱底的杀手锏。一个筑基期修士都能以此印开山碎石，一力破万法，足矣。但激动过后，陆晨又忍不住挠头，心里直犯嘀咕：那老妖婆阿布是尊敬的太上长老，他为啥给我这么猛的功法？对我这么好，图个啥呢？总不能是看上我了吧？可他哪里知道，这九阳神印
本就是为传说中的纯阳圣体量身打造的专属功法，寻常修士修炼能发挥出1/10的威力就烧高香了。唯有他这种万古无一的体质，才能将其真正的恐怖威能彻底展现。成功习得第一印，陆晨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感觉一阵强烈的虚弱感袭来，头晕眼花。不行，神识消耗太大了，以我现在的神魂之力，勉强施展一次就是极限。他赶紧又吞下几颗补充灵力的丹药，同时疯狂吸收灵泉空间内浓郁的化不开的灵气，试图恢复。可惜1个时辰过去了，收获嘛，不能说没有，大概相当于多了几根头发丝儿的灵力，填不满，根本填不满啊！陆晨瘫在地上，望着天空发呆，差点哇的一声哭出来，感觉自己快要抑郁了。但下一秒，他脸上又露出笑容。等等，不对啊，按照我这个坑爹的修炼速度，想要修炼到金丹期，怕不是得100年后了吧？哈哈，那个急着夺舍我的老妖婆，她等得了那么久吗？她肯定等不及啊！这么一来，她岂不是得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帮我提升修为，各种资源使劲往我身上砸？对，就这么办。陆晨一拍大腿，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以后那老妖婆给的资源，我来者不拒，她给多少，我吃多少，吃不了的全揣兜里。等她发现养不起我的时候，小爷我早就溜之大吉了。刚刚的郁闷一扫而空，心里甚至开始盘算起来。果然，陆晨刚从灵泉空间里闪身出来，正在洞府的玉床上躺平，外面就传来了动静。师兄赵明去而复返。赵明笑容满面地递过一个储物袋。陆师弟，这是师兄帮你领的俸禄，还有你的内门服饰和身份令牌。哎呀，辛苦赵师兄跑一趟了。陆晨连忙接过，心里感慨万千。瞧瞧这效率，这服务，内门弟子的待遇就是不一样。赵明又笑道：陆师弟，你这洞府可是玉泉峰的上等洞府，灵气是别处的数倍，多少师兄都眼馋得很，师尊却直接批给了你，可见对你有多看重。听到这话，陆晨更激动了。他在夏青城那儿混了个低保，这转头又在玉泉峰混上了正式编制，双份快乐。送走赵明，陆晨迫不及待打开了储物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套做工精致、绣着流云暗纹的青色内门弟子服。他快速换上，对着水镜一照，嘿，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镜中的青年身姿挺拔，剑眉星目，在合身道袍的衬托下，精神焕发，气度不凡。帅，小爷我现在也是有编制的人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储物袋里还静静躺着一柄寒光闪闪的飞剑，还是一件下品灵器。陆晨爱不释手，嘴角傻笑。御剑飞行，这才是修仙的感觉啊！小爷我也能上天了。初步安顿好一切，陆晨心情大好，决定出去溜达溜达，得去玉泉峰各处转一转，先熟悉熟悉环境，说不定还能结识几位漂亮的师姐。陆晨兴冲冲地来到洞府外的空地，迫不及待祭出了那柄崭新的下品灵气飞剑。他回忆着宗门玉简里记载的基础御剑法诀，笨拙地掐了个指诀，往飞剑里注入灵力。起，飞剑应声而起，颤颤巍巍悬浮了起来，离地1尺。哈哈，成了！我果然是个天才。陆晨心头一喜，信心爆棚，抬脚就踏了上去。谁知他刚站上去，飞剑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猛地向前一窜。哎呦喂！陆晨毫无防备，整个人顿时失去平衡，手舞足蹈在空中晃悠了2下，然后扑通一声，结结实实的摔了个屁股墩儿，疼得他龇牙咧嘴。那飞剑也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灵光暗淡。咯咯咯！就在这时，一阵如清泉般的悦耳笑声从旁边传来。陆晨老脸一红，慌忙爬了起来，扭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着淡紫色衣裙的师姐正站在一株花树下，眉眼弯弯，笑靥如花。她身姿窈窕，气质温婉。这位师弟可是初次练习御剑？紫衣师姐走上前来，声音温柔。陆晨挠了挠头，一脸尴尬。让师姐见笑了，确实是第一次，这飞剑不太听使唤。我姓柳，名清音，是玉泉峰的执事弟子。柳清音自我介绍，随后玉手轻抬，那柄飞剑立刻重新焕发出莹莹光泽。御剑之术，关键在于心稳、一平、气匀。柳清音将飞剑递还给陆晨，耐心讲解。你方才心太急，灵力注入过猛，他自然就跑了起来。来，我先带你感受一次。说着，柳清音脚尖轻点，翩然落于飞剑之上，身形稳如轻松。他向陆晨伸出手，师弟，上来吧。陆晨愣了一下，看着那只白皙纤柔的玉手，心跳莫名快了2拍。他到底有什么特长，能让2位绝世仙子都折腰？陆晨小心翼翼握住柳青音递来的玉手，指尖传来的温软细腻触感，让他心头微微一荡。
他借力稳稳站到飞剑上，为了保持平衡，双手下意识虚附在柳青音的腰侧，收敛心神，感受我灵力运转的轨迹。柳青音的声音依旧温柔，但耳根处似乎泛起一丝绯红。飞剑缓缓升空，陆晨起初确实有些紧张，但注意力都在身前师姐身上。她的淡淡馨香如空谷幽兰，沁人心脾。他不动声色，深吸一口气，一副努力感悟的模样。柳青音操控飞剑在低空飞行，清风拂过，带起她几缕青丝，轻轻扫过陆晨的脸颊，痒痒的。师姐，陆晨适时开口，声音轻缓。这御剑之术精妙非凡，若非师姐亲自指引，只怕师弟我还要摔上无数次呢。柳青音闻言，红唇微勾，师弟言重了，你悟性很好。带着陆晨飞了2圈后，两人落回地面。陆晨似乎有些恋恋不舍，这才松开了咸猪手。师弟，你自己再试试看吧。柳青音鼓励道。陆晨点头，深吸一口气，再次掐诀。这一次他心神沉静，灵力平稳注入，飞剑稳稳升起，他踏了上去，虽慢却稳。对，就是这样，师弟真棒。柳青音赞许点头，都是师姐教得好。陆晨收起飞剑，走到柳青音面前，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今日多谢青音师姐了，不知日后师弟在修炼上若再遇疑难，可否再来向师姐请教？他目光清澈，让人难以拒绝。柳青音微微一怔，对上他那双明亮的眸子，心头一紧。他轻轻点头，自然可以，不过我平日多在执事堂当值，那便说定了。陆晨笑容更盛，下次定不让师姐再看到我那般狼狈模样了。柳青音抿唇一笑，这才化作一道剑光离去。陆晨望着那道远去的倩影，暗自回味着那抹温软和馨香。他摸了摸下巴，嘴角微翘。这位柳师姐，人美心善，手感也不错。他顿时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干劲。不远处，柳青音美目流转，心思活络。这就是雪晴说的那个小子，倒是挺有意思。陆晨立刻驾驭飞剑，在玉泉峰上空慢悠悠地转了一大圈，好好欣赏了一下内门的风景，这才心满意足调转方向，直奔外门区域。他本想去找苏灵儿，却扑了个空，那小妖精不知又跑哪里去了。接着他想去探探圣女于西月的风声，看看她和太上长老是啥关系，结果人家一直在闭关，甚至连下倾城也还没有出关。倒是听见个让陆晨头皮发麻的消息，那位冰山煞星瑶池峰的冷清霜正在到处找他。这个疯女人还有没有点良心？陆晨心里直骂娘，小爷我好心救她一命，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还想恩将仇不成，惹不起我躲得起。他赶紧溜回内门，打算去任务大殿接点任务，赚点外快的同时也避避风头。可刚走到半路，就被一男一女2道身影拦住了去路。陆晨抬眼一看，哟，这不是老熟人吗？两人正是当初在万寿山脉想抢他天灵果的那对丹顶峰道侣，真是冤家路窄。那艳丽女子一看到陆晨，眼睛立刻瞪圆了，尖声道：是你？你个小畜生，居然混进内门了！他身旁的男子目光更是阴沉，死死盯着陆晨。小畜生，当初在万寿山脉就是你害得我们被青木狼群围攻，差点回不来，还抢走了天灵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陆晨掏了掏耳朵，一脸淡然。好狗不挡道：两位麻烦让让，我赶时间。如今他可是有太上长老护体，腰杆硬得很。他算是想明白了，在把自己养肥之前，那位大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伤他，毕竟打坏了还怎么夺舍。那女子目光扫过陆晨腰间的身份玉牌，脸色微变。你就是外门那个陆晨？男子也是一愣，显然也听过这个名字，看来我还挺出名。陆晨嘴角微翘，哼。男子压下心中的忌惮，冷哼一声。外门合欢榜第1又如何？不过是个靠女人上位的废物。这里是内门，规矩可不一样。内门允许同门切磋，只要不闹出人命，执法堂基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男子上前一步，气势逼人，抬手指着陆晨的鼻子。陆晨，我丹顶峰李虎正是向你提出挑战，有种你就别躲在女人背后，可敢与我上擂台一战？这时正是9峰弟子接取任务的高峰期，周围不少内门弟子都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何不敢？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现在可是有免死金牌护体的人，揍个内门弟子还不是洒洒水？这种主动把脸凑上来求打的，必须狠狠扇中。当然若有机会，他不介意直接斩草除根。很好，算你还有几分胆色。李虎狞笑一声，两人当即朝着不远处的一座比斗场走去。看热闹的弟子们顿时兴奋起来，呼啦啦跟上去一大片。宗门风气本就尚武，这种同门切磋最是喜闻乐见。人群中有人得知陆晨才刚加入内门，
忍不住出声劝道：“这位陆师弟，你才入门，而且只是筑基初期吧？李虎师兄可是筑基中期巅峰，半只脚迈入后期了，你可要三思啊！”“是啊，年轻人太沉不住气了，被人一击就上头，怕是要吃亏。”一位面容清瘦的内门罗长老也被惊动，走了过来。他看了两人一眼，沉声道：“宗门允许切磋，但要点到为止，尽量不可伤及性命。”他目光转向陆晨，语气缓和了些：“小子，你是新人，若是现在反悔，可以拒绝。”“是，谨遵罗长老之命。”李虎嘴上应着，眼神却愈发阴冷。陆晨对这位出言维护新人的罗长老印象不错，拱手行礼道：“多谢罗长老提醒，不过弟子确实想领教一下李师兄的高招，还望长老成全。”他心中自有盘算，既想趁机干掉这个碍眼的家伙，更想借此事试探一下那位太上老妖婆对自己的底线。看他废了，甚至杀了一个内门弟子，他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出面保自己？罗长老见陆晨心意已决，只能无奈摇头，不再多言，转身退到一旁。这个叫陆晨的年轻人，他略有耳闻，是此次外门大比的风云人物，以一个堪称废物的石灵根资质强行筑基，其中艰辛可想而知。若是今日在此被李虎废掉，实在是有些可惜了。很快，陆晨和李虎便登上了宽敞的比斗台，台下顿时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内门弟子，议论声四起，那小子就是外门那个陆晨。听说他不仅是夏师姐的道侣，现在又成了苏黎儿的道侣，他到底有什么特长，能让两位绝世仙子都折腰？各种探究、羡慕、嫉妒的目光聚焦在陆晨身上。台上，李虎阴恻恻地盯着陆晨，寒声道：“小畜生，当初在万寿山脉，你差点害死我们，今天必须付出代价。你们不是还没死吗？”陆晨姿态轻松，直接回怼，那副浑不在意的模样更是火上浇油。“你找死！”李虎勃然大怒，筑基中期巅峰的修为全力爆发，手中长剑嗡鸣，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斩向陆晨，气势骇人，眼看就要将他劈成两半。面对如此强敌，陆晨不敢有丝毫怠慢。铮！血影飞刀应声出鞘，化作一道冰冷的寒芒。血影刀法运转，刀光如雪，精准迎上了那道剑气。他向来奉行斩草除根，无论男女。轰！刀剑之气交击，发出一声爆鸣。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一击两人竟是势均力敌。然而只有陆晨自己知道，他连50%实力都没使出来，每次都一刀秒，确实没啥意思。他心中暗自嘀咕，这个李虎心机深沉，正好拿他练练手，顺便演他一把。他打定主意，要演出一场在生死关头被迫反击，侥幸失手反杀的戏码。若是让这对贼夫妇知道小爷我在放水，估计能气得当场吐血。想到这里，陆晨差点没忍住笑出来。转眼间，两人已交手10数回合。陆晨的飞刀神出鬼没，诡计刁钻，竟隐隐克制着李虎的飞剑，打得有来有回。台下众人看得心惊不已，好厉害的飞刀，能以筑基初期与李师兄战到这般地步，这陆晨足以自傲了。就在众人以为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时，陆晨眼中金光一闪，故意卖了个破绽，身形微微一滞。杀心四起的李虎岂会放过这等良机？给我死！他狞笑着，将所有灵力灌注于剑身，一道更胜之前的恐怖剑罡直取陆晨心脉。这一剑分明是奔着杀人去的。不好，陆师弟小心！台下惊呼四起，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恰在此时，一道清冷的娇喝传来：“住手！”刚刚赶到的瑶池峰弟子冷清霜面色大变，他想要阻止，却已是来不及了，只能满脸绝望，愣在原地。李虎那绝杀的一剑已然到了陆晨胸前。与此同时，合欢宗最高主峰之巅，云雾缭绕的仙宫内，于西月缓缓睁开美眸，视线仿佛穿透了虚空，落在比斗台上。他红唇微起，带着一丝玩味与看透一切的淡然。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明明有实力快速结束战斗，却故意隐藏，扮猪吃虎，甚至还以身作饵，引诱对方下杀手。好深的心机，好狠的算计本座，倒是小瞧你了。难怪能让我的分魂心魔横生。就在李虎的剑罡即将触及陆晨心脉的刹那，异变陡生，陆晨原本惊慌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锐利，身形一转，轻松避开致命一击。与此同时，他手中那柄血影飞刀骤然转变，反手一刀，噗嗤，血光迸现。李虎的身形猛然僵住，脸上的狞笑凝固，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他的喉间一道细密的血线正迅速扩大。你不可能！他艰难吐出几个字，随即轰然倒地，气息全无。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比斗台周围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被这逆转的手段震慑住了。虎哥！那艳丽女子发出凄厉的尖叫，状若疯魔，不管不顾冲向陆晨。陆晨，我跟你拼了！砰！陆晨目光漠然，毫不留情，一脚踹出，直接踢在女子丹田气海之处，伴随着一声闷响，还有女子痛苦的哀嚎，他整个人倒飞出去，丹田破碎，昏死在地上。对待敌人，他向来奉行斩草除根，无论男女。嘶！台下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陆晨，你竟敢残杀同门，还废了刘师妹！一名丹顶峰弟子又惊又怒，指着陆晨。好胆！一声暴喝如同惊雷，强大的灵压瞬间笼罩全场。一位身着丹顶峰长老服饰的马脸老者面色铁青，凌空踏步而来，目光如刀锁定陆晨。小辈，下手如此狠毒，是宗门规矩为何物？与此同时，合欢宗最高主峰之巅，云雾仙宫之内，于希月透过神识看着这一幕，他美眸中非但没有怒意，反而掠过一丝赏识。好果觉得小子势敌已弱，一击毙命，顺势废其道侣以绝后患。他纤长的手指轻轻叩击着玉座扶手，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笑意。原来如此，故意将事情闹大，杀人立威是假，逼本座表态才是真。看来他还对我心生警惕了。只要本座出手保下他，他在宗门内的特殊地位便无人敢再质疑，倒是一手阳谋。于希月轻声自语，语气中竟带着几分难得的赞许。杀伐果断，心思缜密，本座的分魂栽在你手里，倒也不算冤。冷清霜怔在原地，他万万没想到陆晨的胆子竟然这么大，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悍然杀人。那份源于救命之恩的亏欠感，让他很想出面维护。可残杀同门乃是重罪，他实在是有心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心中焦急万分。就在丹顶峰那位马脸长老即将出手镇压陆晨之际，且慢！一道平和的声音传来，随身而至的是一个圆润富态的身影，他如同瞬一般出现在陆晨身前，恰好挡住了姚长老的所有气机来人，正是内门玉泉峰峰主玉泉真人。拜见玉泉峰主！周围弟子纷纷躬身行礼。玉泉真人对着面沉如水的姚长老摆了摆手，脸上依旧挂着和气的笑容。姚长老，事情经过我已知晓，陆晨乃我玉泉峰新晋弟子，年轻人难免气盛，下手失了分寸，我这个做峰主的有责任将他带回去严加管教。他话语微微一顿，继续说道，至于后续，我玉泉峰自会给出让你丹顶峰满意的补偿，定不会让你为难。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明白了，玉泉真人这是要力保陆晨。在场的都是明白人，这位玉泉真人的背景可不简单，他不仅是宗主的师弟，更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太上长老亲传弟子。平日里他深居简出，极少过问俗务，可一旦他开了口，整个合欢宗就算是宗主也要给他几分薄面。他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丹顶峰的姚长老脸色变幻数次，最终还是强压下了怒火，重重哼了一声，拂袖而去。这个哑巴亏，他丹顶峰只能暂时咽下。见到这一幕，冷清霜紧绷的心神这才骤然一松，看向陆晨目光复杂，而其他围观弟子则是面面相觑，心中骇浪翻腾。这陆晨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一峰之主亲自出面保他？玉泉峰主可是多年不曾理会这等弟子纷争了。听着周围的议论，陆晨心中没有丝毫喜悦，反而沉了下去。这毫无原则的庇护像一张无形的网，他越是为所欲为，就越证明他这具容器是何等重要。他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属于自己了。实锤了，我这身皮囊看来真是那老妖婆预定的夺舍容器了，那次就当是一夜放纵了。陆晨跟着玉泉真人回到玉泉峰，心里正七上八下，盘算着会面临怎样的责难。谁知玉泉真人只是转过身，那张富态的脸上依旧挂着和煦的笑容，仿佛刚才在广场上的一幕从未发生过。他随手抛给陆晨一块令牌，语气轻松，陆晨，今日之事就此了结，往后在外行事稍加斟酌便是，便罚你在自家洞府禁足1月，静思己过吧。陆晨接过令牌，入手温润，一看就不是凡品，他整个人都懵了。禁足1月，还是在自己那豪华洞府里，这算哪门子惩罚？这分明是变招法给他创造闭关环境，让他避风头的同时还能安心修炼，这优待条件好得让他心里发毛。与此同时，尽管玉泉真人气息内敛，但如此近的距离，陆晨仍能隐隐感受到那具圆润身躯下如同深海般浩瀚磅礴的灵压，远比那位丹顶峰的姚长老要恐怖得多。他立刻收敛心神，压下所有杂念，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感激，躬身行了一个大礼，语气真诚无比，弟子顽劣，给峰主添麻烦了，多谢峰主解围。
弟子定当在洞府中深刻反省。玉泉真人只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并未多言，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留下陆晨一人站在原地，心中的危机感不降反升。这哪里是惩罚啊，分明是圈养的信号啊！看来得抓紧时间了。思过第一天，洞府外的禁制便传来波动。陆晨开启禁制，只见冷清霜独自站在门外。今日他为着瑶池峰制式裙袍，反而换了一身淡青色的便装，少了几分往日的清冷，多了些许柔美。不得不说，韵味十足。他双手有些不自然地交叠在身前，眸光微垂，不敢直视陆晨。陆师弟，他声音比往常低软许多。我能进去说话吗？陆晨做了请的手势。洞府内，灵茶氤氲着热气，冷清霜捧着茶杯，指尖微微收紧。自从那日目睹陆晨在雷劫中遇险，他心中那份难以言喻的恐慌，让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他是在乎陆晨的。万寿山脉之事，是师姐不对。他终于鼓足勇气抬眸，眼中情绪复杂。我当时太过惊慌，只觉得清白被毁，将所有怨气都撒在你身上，却忘了若非你出手，我落入那些贼子手中，下场只会更加不堪。他顿了顿，耳根泛起薄红，声音更低了几分。而且与师弟双修之后，我最近修为精进不少。冷清霜心中哀怨，陆晨纯阳本源，于他而言是难得的机缘。他甚至还想不顾一切，好好双修一场。陆晨看着冷清霜这副悔过的模样，心中那点不快也就散了。他摆了摆手，语气缓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师姐当时也是情非得已，我能理解。我们也是情势所逼。听他语气淡漠，冷清霜心中莫名苦涩。陆晨也感慨，此女虽好，但性格和自己不太搭。自己可是一个有原则的海王，不是什么都吃的。那次就当是一夜放纵了。毕竟冷清霜比起于西月和夏倾城还是差了一些，即便她是无数内门弟子心中的女神。最后冷清霜只能满脸幽怨，独自离去。陆晨看着她离去时那抹幽怨的背影，心中也有一丝叹息。此女虽好也润，但性子太过执拗刚烈，并非同道中人。那次意外就让她停留在美好的回忆里吧。思过的第3天，陆晨正美滋滋地研究着美食烧烤。洞府前的空地上架着一只肥美的侏罗兽后腿，被灵火烤得滋滋冒油，金黄酥脆，香气四溢。他一边翻动烤肉，一边拎着一壶灵酒对嘴吹。那小日子过得哪像是在禁足，分明是在度假。这妖兽肉配灵酒简直是神仙享受啊。就在这时，一道绝美的身影翩然而至，带着淡淡的香风下，倾城终于出关了。他第一时间就听说了陆晨的光辉事迹，先是在外门历练夺魁，转头又成了苏灵儿的道侣，最后更是在擂台上悍然杀了内门弟子，还被玉泉峰主亲自保下。这一连串消息让他心情像是坐过山车，先是惊喜他的成长，接着担忧他惹上麻烦，最后又庆幸他有惊无险。当他急匆匆赶到陆晨的新洞府，看到这家伙正没心没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时，他先是一愣，随即美目含笑：倾城师姐，你总算出关了。陆晨一看到他，眼睛都直了。天知道他这段时间有多馋这位师姐的身子。夏倾城不仅身段风云曼妙，自带一种让人心痒的润感，更重要的是与他双修对自己的修为提升大有裨益。如此完美道侣，岂能不让人心痒难耐？陆晨拉着夏倾城坐下，撕下烤肉递了过去：快坐快坐，尝尝我的手艺。夏倾城接过烤肉，优雅小口品尝，随即美眸一亮，但嘴上却故作幽怨：夫君烤的肉是极好吃的，只是夫君你最近可真不安分呢。听说我闭关的这些日子，你又找了一位道侣。陆晨老脸一红，连忙摆手解释：误会，天大的误会。师姐，我心里可就只有你一个，其他人那都是逢场作戏，是为了修炼。对，就是为了修炼。哦。夏倾城秀眉一挑，似笑非笑：那位苏灵儿师妹背景可不普通呢，夫君真的只是想跟她玩玩而已。陆晨心里咯噔一下，知道瞒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坦白：其实我就是被他拉去当挡箭牌的，我也是受害者啊，师姐。见他这副窘迫又着急解释的模样，夏倾城终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顿时宛如百花绽放。傻瓜，我逗你玩呢。他嗔怪白了陆晨一眼，语气温柔：你想选谁做道侣，想和谁一起修炼，我都不会干涉，只要你心里有我一席之地就行，你开心就好。听到这话，陆晨感动得差点当场飙泪。这是什么神仙师姐？这是什么绝世好道侣？也太善解人意了吧。如果海王注定没有真心，陆晨此刻真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送给夏倾城。师姐，他声音都有些哽咽了。夫君烤的肉真好吃。夏倾城巧妙带过话题，又饮了几口灵酒。
几杯灵酒下肚，夏倾城的俏脸染上了动人的红晕，像是熟透的蜜桃，平添了几分娇憨可爱。他眼波流转，含情脉脉地望向陆晨，声音带着一丝娇柔：“夫君，我感觉瓶颈有所松动，可能需要你助我突破。”陆晨对上他那勾魂摄魄的目光，心头一片火热。两人四目相对，空气中仿佛有火花迸射。乐意效劳，我的好师姐。接下来的事少儿不宜，满是春光。两人开始了没羞没臊的快乐修炼时光。另一边，合欢宗最高的主峰之巅，于希月猛地睁开美眸，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罕见的烦躁。哼！他纤纤玉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襟。那家伙此刻定是在与夏倾城修炼，可为何本座会心乱如麻？那双原本睥睨众生、冰冷孤高的眸子里，此刻竟翻涌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在意和强势。他越想越是心绪难宁，周身道韵都泛起涟漪。最终，这位合欢宗的太上长老竟身形一闪，如同瞬一般，直接出现在了陆晨的洞府之外。这女人的身材也太顶了吧！此刻洞府内春意正浓，陆晨正打算与夏倾城梅开三度，再续前缘。得益于阴阳合欢秘典的神奇功效，夏倾城刚刚顺利突破到了筑基后期，而陆晨筑基初期的修为也得到了极大的稳固。那水乳交融的美妙滋味实在让人沉沦，孜孜不倦，丝毫不觉得疲倦。嗨嗨！一声清冷的咳嗽，如同9天寒泉，瞬间浇灭了洞府内的旖旎温度。陆晨一个机灵，赶紧抓起衣服穿上，带着面色潮红的夏倾城走了出来。弟子陆晨拜见太上长老。他表面恭敬，心里却早已骂开了花。这个老妖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专门坏小爷好事是吧？于希月目光扫过两人，语气听不出喜怒。你们修炼的倒是不错嘛。他咬了咬牙，强行找了个借口，目光落在陆晨身上。陆晨，你的九阳神印修炼的如何了？一旁的夏倾城此刻却瞪大了美眸，死死盯着于希月。这张脸这气质，他对自己的死对头于希月再熟悉不过了。可眼前这位是至高无上的太上长老，怎么会和于希月长得一模一样？他整个人都懵了。陆晨心里翻了个白眼，无奈之下只能运转灵力，浩阳破天印。他低喝一声，抬手结印。轰！一道蕴含至阳至刚气息的金色光印悍然出现，瞬间引动周围灵气暴动，天地都为之变色。恐怖的威压将于希月和夏倾城都吓了一跳。于希月美眸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这第一印这就练成了？他当初可是花了3年时间啊！而且看这威力，怕是寻常金丹修士接下都得费一番功夫。果然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功法，此子的悟性和体质皆是万中无一。他心中掀起波澜，只可惜修炼速度太慢了，这该死的石灵根。想到这里，感受着那精纯的纯阳气息，他体内功法竟躁动起来，心底莫名生出一丝想要与陆晨双修，亲身感受一番那纯阳本源的冲动。这个念头刚一升起，于希月自己都吓了一跳，面纱下的俏脸瞬间绯红。本座在想什么？我可是合欢宗太上长老。他在心中暗斥自己，一定是分魂的情愫在影响本尊，都怪这家伙太坏了。陆晨和夏倾城目瞪口呆，看着于希月站在洞府外，美目变幻不定，两人面面相觑，大气都不敢出。好半晌，于希月才像是下定了决心，清了清嗓子开口：你很不错，九阳神印第一印竟已大成，倒是不枉费本座赐你功法。陆晨立即换上受宠若惊的表情，躬身道：全靠太上长老赐下的功法玄妙，弟子不敢居功。于希月淡淡应了声，目光转向夏倾城：本座找陆晨有事相商，闲杂人等退下吧。夏倾城美目圆睁，陆晨也是一脸错愕，这位太上长老未免也太霸道了吧。但碍于对方身份，夏倾城只得盈盈一礼：弟子这就告退。看着夏倾城离去的背影，陆晨嘴角抽搐，心里疯狂吐槽：这就把我的好师姐赶走了，人家还想修炼呢。怎么？于希月挑眉，不请本座进去坐坐。陆晨心头一紧，硬着头皮道：太上长老请。完犊子了，这老妖婆该不会是等不及，现在就要夺舍我吧？谁知于希月走进洞府后，竟径直走向玉床，优雅坐下，慵懒地伸展了下曼妙的腰肢。他轻抬玉手：本座有些乏了，你且过来给本座捏捏肩。陆晨当场傻眼，这是什么操作？说好的夺舍呢？难道这老妖婆是看上我这副皮囊了，想来个先奸后杀？弟子遵命。陆晨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上前。当他手指处碰到于希月的香肩时，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这女人的身材也太顶了吧！
隔着衣裙都能感受到那完美的曲线，肌肤细腻的不像话，手感好到爆炸。特别是那双美眸，近距离看更是勾魂摄魄。咕咚，陆晨不争气地咽了下口水。这老妖婆到底什么意思？想潜规则我？不行不行，我可是有倾城师姐的人，就算你长得再美，地位再高，我陆晨也绝不会除非你给的太多。你心跳很快啊。于希月忽然轻笑，语气带着几分调侃。没想到这个平日里胆大包天的登徒子也有这么紧张的时候啊。是。陆晨老脸一红，放心，本座又不会吃了你。于希月语气玩味。陆晨一听顿时不服气了，妈蛋，居然敢调戏我，看小爷我怎么反撩你。就算你是太上长老又怎样，论撩妹我可没怕过谁。太上长老冰肌玉骨，风华绝代，弟子一时失态，还请恕罪。哦。于希月美眸流转，那与你的倾城师姐相比如何？闻言，陆晨一脸痴迷，挺直腰板，自然是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死前说句实话。在他心里，倾城师姐就是最好的。你倒是敢说。于希月语气听不出喜怒，接下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陆晨充分发挥海王本色，妙语连珠，把于希月撩得耳根泛红，最后竟有些招架不住，油嘴滑舌。于希月强作镇定起身，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好了，今日便到此为止，你且好好修炼，本座改日再来。说完，他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洞府中。陆晨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嘴角抽了抽。改日再来，这老妖婆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位太上长老目前对他确实没有啥恶意。不过仔细想想，对待一具精心养护的容器，他能有什么恶意？可越是这样，陆晨心里头越是发毛，自己该怎么摆脱这个困境呢？转眼间7天过去，陆晨一头扎进修炼里。他把到手的灵石和能啃的灵药全造了个遍，修为总算在筑基初期站稳了脚跟。妈蛋，砸了这么多资源，就长了这么一丢丢修为。陆晨欲哭无泪，果然还是双修来得快啊。这7天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灵泉空间，虽然能正常吸收灵气，还奢侈用稀释的灵泉水辅助修炼，可修为进度依旧慢得像蜗牛爬。幸好夏倾城时不时来找他共同修炼，两人不知是体质互补还是别的缘故，契合度高的惊人，每次修炼都热火朝天，战况激烈。到最后总是夏倾城先讨饶，几次下来，夏倾城心里暗暗叫苦，再这样下去，他一个人可真顶不住了，是不是得多找几个姐妹来分担一下？这个念头一出，他豁然开朗。若是于希月也加入进来，反正他的心魔也是因陆晨而起，对他早已情根深种。若是两人一同伺候陆晨，或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想到这里，夏倾城脸颊微红，心里那点排斥竟消散了不少。他算是想通了，等陆晨修为上去了，他日后得到的好处只会更多。到时候别说筑基大圆满，就是结丹，恐怕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时光飞逝，30日禁足期转眼间已满。清晨，夏倾城扶着酸软的柳腰，俏脸微红，走出了陆晨的洞府。想到昨夜那个冤家竟不知疲倦，折腾到天亮，一连来了13次，他是又羞涩又是无奈。不过感受着体内澎湃涌动的灵力，他美眸中又闪过一丝惊喜。这1个月来，他的修为竟在双修中突飞猛进，已然逼近筑基圆满。这个冤家，他回头望了眼洞府，唇角不自觉扬起。待我闭关出来，定要你好看。说完，他驾驭飞剑，匆匆返回自己的洞府闭关去了。海王也有海王的操守，这1个月对陆晨来说可谓是神仙般的日子，有夏倾城这位千娇百媚的绝代师姐作伴，他过得滋润无比。夏倾城那盈盈一握的腰肢，修长笔直的双腿，饱满挺翘的胸脯，每一处都让他爱不释手，简直是上天赐予的福利，过得真快啊！禁足期这就满了。陆晨伸了个懒腰，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老妖婆，你想把我养肥再杀，我就偏要借此机会飞速成长，看谁更快。他决定出去走走，找找修仙的感觉。毕竟天天双修，搞得跟那些邪修似的，也太没出息了。也多亏他纯阳圣体，阳元充沛，换做旁人，怕是早就被榨干了。就好比那个云傲天那个银棍。陆晨眼中寒光一闪，那个在天劫中暗算自己的家伙，就算没死也该废了。这等仇怨，他岂会忘记？光是闷头修炼还是太慢，得主动出去寻找机缘。正好在打探云傲天那混蛋的消息，如果能趁他病要他命，那就再好不过了。想到这里，陆晨驾驭飞剑，晃晃悠悠朝着任务大殿飞去。刚来到人头攒动的任务大殿，陆晨就发现不少弟子正围在公告栏前热烈议论着什么。凑近一听才明白，
原来是在青州的落霞山脉深处，近日有一座古修士洞府现世。洞府外的禁制与阵法玄奥异常，引得周边诸多宗门的弟子都前去探寻机缘。更关键的是，据探查，这洞府内部竟自成一方小洞天，受其空间法则限制，唯有金丹期以下的修士方能进入。此等机缘，合欢宗自然不会错过。万一其中有什么上古传承或是珍稀宝物呢？陆晨正仔细打量着任务说明，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一道熟悉的清冷身影，正是冷清霜。他似乎清瘦了几分，但依旧身姿挺拔，容颜清丽，楚楚动人。见到陆晨，他美眸一亮，主动走了过来。陆师弟，你也对这古修士洞府感兴趣？他的声音比起往常少了几分寒意，多了几分柔和。陆晨点了点头。正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两人毕竟有过最亲密的接触，关系自然比旁人亲近不少。既如此，那便与我一同前去吧，我也刚好接了这个任务。冷清霜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期待。陆晨看着他那清澈目光，心中了然。看来之前的深入交流，确实可能说服了这位曾经对他拔剑相向的冰山师姐。他略一思考，并没有拒绝。有个实力不俗的同伴，总好过独自冒险。至于未来能否真正接纳他，就看他后续的表现了。反正他陆晨行事，但求问心无愧。海王之道，贵在随心。然而，就在两人结伴离去之后，一道阴鸷如毒蛇的目光死死锁定了他们的背影。人群之中，一位面容俊朗却眼神阴沉的男子，几乎将拳头捏得发白。冷师妹，我多次向你表明心意，你都无情拒绝。原来你心中装着的是这个小子。此人名为赵俊，乃是瑶池峰首席大师兄。瑶池峰虽以女修为主，但他天赋异禀，及其契合峰内核心功法，加之相貌英俊，修为高深，在峰内可谓众星捧月，深受师妹们仰慕。可他却偏偏对性情清冷的冷清霜情有独钟，追求已久而不得。此刻，他眼见心中女神竟与一个名声在外的废物如此亲近，忍不住心生嫉妒，杀意横生。陆晨竟敢碰我赵俊看中的女人，真是自寻死路。2日时间匆匆而过，陆晨和冷清霜一路驾驭飞剑赶往落霞山脉。陆晨倒是半点不客气，直言自己御剑术还不熟练，直接收起飞剑跃上了冷清霜的飞剑。他很自然地将手须扶在冷清霜纤细的腰肢上，触手之处温软而富有弹性。不过他倒也规矩，并未胡乱摸索。海王也有海王的操守，风流而不下流，方是境界。当两人抵达落霞山脉深处时，只见各处已有不少宗门弟子和散修聚集，人影绰绰，显然都是被那古修士洞府吸引而来。目的地已然不远。落霞山脉虽不算特别辽阔，但也横跨数千里，其中妖兽横行，灵药亦有不少，并非善地。冷清霜没有停留，径直朝着古修士洞府的入口方向飞去。在那入口外围的空地上，气息强大的金丹修士竟有数十位之多，显然是各宗门带队的长老。合欢宗自然也有2位金丹长老在此坐镇。每当合欢宗的女弟子们出现，总能引来诸多或欣赏或贪婪的目光。冷清霜的到来瞬间引起了轰动，他清丽绝尘的身影让不少男修目不转睛，连陆晨也不得不承认，此刻驾驭飞剑衣袂飘飘的冷清霜确实仙气十足，极为惹眼，而已反倒成了众矢之的。冷清霜直接带着陆晨来到了合欢宗的区域，与那位内门长老低声交谈了几句，禀明情况。随后两人便不再耽搁，一同踏入了那泛着空间波动的古修士洞府入口。刚一进入，一股苍凉古老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这处洞天小世界不算极大，但也不小，山川河流依稀可见，目光所及之处隐有灵光闪动，径直遍布，危机四伏。内部似乎划分了不同的区域，能隐约辨认出灵药园、丹房、灵兽园以及依托灵脉修建的修炼洞府等遗迹。看这手笔，洞府主人至少也是元婴期的大能。陆晨心中凛然，但也正因为如此，此地的禁制和残留的阵法极为厉害，稍有不慎触发杀阵，即便是金丹修士也未必能全身而退。他们已经看到远处有些区域残留着打斗痕迹和血迹，显然也有冒失的修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有甚者，被困在幻阵之中，进退维谷，哀嚎之声隐约可闻。冷清霜面色凝重，低声道：陆师弟，跟紧我，我们小心探索，若没有合适的机缘，切莫贪心，及时撤离。陆晨点了点头，对他的理智颇为赞许。比起那些贪心不足最终枉送性命的蠢货，这样的同伴显然可靠得多。很快，两人在一处山谷前停下脚步，只见一道透明的光幕阻挡在前，光幕上流光溢彩，隐约可见五行符文流转不息。阵法前已经聚集了10几名各派弟子，个个愁眉不展，而透过光幕可以清晰看到
后方竟是一片灵气氤氲的灵田，其中生长着数十株形态各异的灵药，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陆晨顿时双目放光，这些可都是炼制高阶丹药的珍稀灵药，正是他眼下最急需的。然而这阵法显然非同小可，几名擅长阵法的弟子轮番上前尝试，不是被阵法反震开来，就是陷入五行循环中无法破局，甚至有人受了不轻的内伤。这阵法以五行相生之理自行运转，外力越强，反弹越猛。一位年长的阵修摇头叹息，连我们天玄门的杨大师都束手无策，莫非是上古失传的五行轮回阵？另一人猜测道。眼见破阵无望，不少弟子悻悻离去，转向其他区域探索。陆晨却嘴角微扬，他虽然不专精阵道，但混沌长生诀中对此类上古阵法有着独到的见解。仔细观察片刻，他已看出这阵法的关键所在，心中暗喜，混沌长生诀果然包罗万象。原来阵眼藏在水火交汇之处，此阵需同时模拟水火两种相冲的灵力特性才能打开节点，还要维持住其他属性灵力稳定，对寻常修士难如登天，但对我这全属性石灵根而言却是轻而易举。冷清霜轻叹一声，陆师弟，我们也走吧，这阵法不是我们能破解的。陆晨忽然开口，等等，让我试上一试。他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在冷清霜惊讶的目光中，陆晨缓步上前，他并未强行破阵，而是并指如剑，精准运转体内灵力，缓缓输向光幕上水火符文交替的某个节点。嗡，光幕发出一阵清鸣，随即如冰雪消融般缓缓散开，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让两人精神一振。这怎么可能？冷清双美眸圆睁，难以置信地看着消散的阵法。陆晨却以一个箭步冲进灵田。快，阵法只是暂时开启，很快就会自行恢复。他动作迅速，小心翼翼采摘着每一株灵药。这些灵药历经百年千年依然生机勃勃，其中大半他都叫不出名字，但散发出的灵气却做不得假。这是龙涎草，还有凤血花。冷清霜辨认出其中几株，声音都带着颤抖。这些都是早已绝迹的上古灵药。就在两人采集完毕的瞬间，身后的光幕果然开始缓缓凝聚。就在陆晨刚收完一半灵药时，一道身影如鬼魅般紧随而至，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来人正是瑶池峰首席弟子赵俊。陆晨目光一凝，瞬间感受到背后那刺骨的寒意。尽管赵俊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但陆晨清晰感知到那眼底是赤裸裸的贪婪和杀心。他不动声色，一边加快手上动作，一边已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沓厚厚的2品爆裂符。赵师兄，冷清霜也发现了来人，语气带着一丝意外和警惕。你怎么会在这里？赵俊脸上堆起温和的笑容，目光却死死锁定在陆晨正在收取的灵药上。冷师妹，还有这位师弟，你们运气可真不错，这里动静不小，难免引来他人觊觎，让师兄来帮你们吧。说着，他便要上前采集灵药。陆晨头也不回，声音冰冷，抱歉，这里是我和冷师姐发现的，没你的份。赵俊脸上的笑容一僵，语气带上威胁，这位师弟独食难肥，何必这么见外呢？冷清霜虽然感动为难，却还是上前一步，挡在陆晨与赵俊之间。赵师兄，既然陆师弟不愿，还请你离去吧。哼！赵俊冷哼一声，脸色陡然狰狞，彻底撕下伪装，筑基后期的强大灵力轰然爆发，一掌便向陆晨后背拍去。早就等着你呢！陆晨仿佛背后长眼，猛地转身，手中那厚厚一沓爆裂符如同天女散花般甩出，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火光与烟尘瞬间吞噬了赵俊的身影。他虽修为高出陆晨一筹，却也没料到对方会如此奢侈，一出手就是上百张符箓，也只能狼狈运起灵力护体，连连后退。但这巨大的动静已然惊动了附近的其他修士，几道身影正从不同方向急速掠来。妈的！陆晨骂了一句，眼中狠色一闪，既然做了，就做到底。他毫不吝啬，再次甩出上百张爆裂符，又是一阵地动山摇的狂轰滥炸。赵俊被炸得灰头土脸，衣袍破损，一时竟无法靠近。趁此间隙，陆晨终于将最后一株灵药收入囊中。此时已有数名散修赶到，目光灼灼地看向这片刚刚开启的灵田。赵俊见状，立刻指着陆晨大喊：诸位道友，就是这小子把里面所有的珍稀灵药全都独吞了，一株都没留下，快拦住他！冷清霜看着状若疯狂的赵俊，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失望。他从未想过，自己一直敬重的大师兄竟是如此卑劣之人。很好，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陆晨目光冰冷，扫了赵俊一眼，不再有丝毫犹豫，一把拉住上在震惊中的冷清霜，瞬间激发早已备好的神行符。咻！
两人身形化作一道流光，以惊人的速度向洞府深处遁去。可恶，给我追！赵俊气得暴跳如雷，带着满身狼狈和几名被煽动的散修急追而去。而此时的陆晨正紧握着冷清霜的手，两人在迷宫般的洞府通道中快速穿行，最终抵达一处灵气异常充沛的隐秘洞窟。这里岔路错综复杂，若非陆晨凭借过人的感知，几乎要迷失方向。冷清霜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心神荡漾，竟有些希望这条路能再长一些。穿过几处布满尘埃的废弃石室后，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古朴恢宏的青石大殿出现在眼前。还未靠近，激烈的争吵声已清晰可闻。这股修士洞府范围有限，涌入的数百名修士让任何一处的机缘都变得竞争激烈。陆晨示意冷清霜隐匿气息，悄然靠近。只见大殿内已聚集了数十名修士，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定在大殿中央石台上悬浮的一条长鞭之上。那长鞭通体呈现暗紫色，隐隐有流光游走，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竟然是下品宝器！人群中有人失声惊呼。陆晨心头一震，宝器，那可是超越灵气的法宝，威力巨大。在修真界素有灵气易得，宝器难求之说，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往往有价无市。他自身虽不善用鞭，但冷清霜正好缺一件称手兵器，即便不留作自用，拿去交换也绝对能换来不少灵石。此刻，大殿内的修士们正为归属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随着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场面愈发混乱，火药味十足，眼看就要动手。陆晨目光一沉，发现那暗紫长鞭表面竟不时跳跃着细密的电弧，发出滋滋轻响，竟然是罕见的雷属性宝器。他心中一惊，这意味着它不仅威力更强，对邪祟魔物更有额外的克制效果，价值还要再翻上几番。一名看似领头的中年修士试图控场：“诸位，依我看，我们见者有份。”“哼，凭什么见者有份？凡事要讲究先来后到。”有人粗暴开口。一名貌美的红衣女羞冷声道：“诸位何必在此做口舌之争？宝器有灵，自责其主，有能者居之。”一名满脸络腮胡的大汉闻言大笑：“这位仙子说的在理，既然是我马某第一个发现的，就让我先来一试。”他大步上前，运足灵力，伸手便抓向长鞭。噼啪！就在他指尖处碰到鞭身的瞬间，一道刺目雷光猛然爆发，大汉惨叫一声，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石壁上，口喷鲜血，气息瞬间萎靡。大殿内顿时鸦雀无声。陆晨眼中却金光一闪，还真是雷属性。巧了，我的石灵根中正好包含了雷灵根。原本他只打算浑水摸鱼，见机行事，但现在情况截然不同。这宝器仿佛就是为他量身准备的机遇。冷清霜感受到他手中传来的力度变化，侧目望去，只见他全神贯注，眼神锐利，到嘴边的劝阻之语悄然咽下，他反而不自觉轻轻回握了一下他的手。此刻他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竟生出一种生死与共的决心。陆晨此刻反而不着急了，他满脸悠闲，抱臂旁观。他几乎可以断定，拥有变异雷灵根的修士万中无一，在这大殿之内恐怕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眼前这件下品宝器几乎就是他的囊中之物。果然，见那大胡子失败，其他修士虽心有余悸，但宝器的诱惑实在太大，仍有人不甘心地陆续上前尝试。结果无一例外，有人被电得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有人灵力被瞬间震散，吐血倒飞；更有修为稍弱者直接昏迷过去，被同伴慌忙抬走。一时间，大殿内哀鸿遍野，气氛从之前的火热争夺变得有些凝重和沮丧。不少自知实力不济的修士摇头叹息，最终选择放弃，黯然离去。宝物虽好，但也得有命拿才行。看着这些人接连失败，陆晨嘴角的笑意几乎抑制不住。冷清霜虽不明所以，但见他这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到嘴边的劝阻又咽了回去，只是柔声提醒：“师弟，此地凶险，不如我们也先行离开。”陆晨转头对他露齿一笑，神色自信：“为什么要走？师姐，我是来取宝的，可不是来看热闹的。这么有韵味的美妇，留不得啊。”很快，轮到了那位提议能者居之的红衣女修上前。她拥有筑基后期修为，周身赤焰缭绕，显然是一位天赋不凡的火属性天灵根修士。她凝神静气，玉手包裹着熊熊烈焰，小心翼翼抓向那暗紫长鞭。嗡！长鞭再次爆发出抗拒的雷光，狂暴的雷霆之力与他的火属性灵力激烈冲突。尽管他修为深厚，坚持了数息，最终还是闷哼一声，被一股巨力弹开，嘴角一血。美艳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和不甘，连他都失败了。这一幕让剩余还抱有侥幸心理的修士彻底死心。
而陆晨却更加激动，此宝注定为我所有。眼见大殿内人群逐渐散去，只剩下寥寥数人还在观望。陆晨讪讪一笑，松开了紧握着的玉手，那温软的触感竟让他有些留恋。他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石台。越是靠近，体内沉寂的雷灵根就越是活跃，仿佛在欢呼雀跃。这宝器果然是为他而生。那红衣女修见陆晨这个筑基初期竟要上前尝试，忍不住开口提醒：“这位道友，修为不足莫要逞强，这宝器反是非同小可，当心伤及根基。”陆晨脚步不停，对他投去一个感谢的眼神，语气坚定：“多谢仙子好意，不过既是机缘在前，岂有不是之理？”红衣女修微微一怔，随即眼中掠过一丝欣赏，倒是个有胆色的家伙。一旁的冷清霜原本也想劝阻，但看到陆晨那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选择相信他，万一他真的可以呢？在众人注视下，陆晨缓缓抬手，他没有贸然去抓，而是先运转体内雷灵根，精纯的雷属性灵力在掌心汇聚，发出细微的噼啪之声。幸好之前在灵泉空间内着重淬炼过雷灵根，此刻才能如此得心应手。当他的手指处碰到暗紫长鞭的刹那，预料中的狂暴雷霆并未出现，那长鞭仿佛遇到了真正的主人，表面跳跃的电弧变得温顺起来，如同乖巧的宠物，轻轻缠绕上他的手臂。一股水乳交融般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只是在这水乳交融之下，这长鞭仿佛有意识一般。可眼下陆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什么？他竟然没事？这怎么可能？原本已经准备看笑话的几名修士目瞪口呆。红衣女修美眸中异彩连连，冷清霜更是惊喜地捂住了小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陆晨嘴角微翘，手腕一抖，便轻松地将这件让无数人铩羽而归的下品宝器收入囊中，接着心念一动，直接送入了灵泉空间。这一幕恰好被刚刚冲进大殿的赵俊尽收眼底，他眼睁睁看着陆晨轻描淡写地收走宝器，眼中瞬间布满血丝。走！陆晨没有丝毫迟疑，一把拉起还在惊喜中的冷清霜，身法全开，朝着大殿另一侧的通道急掠而去。他并非惧怕赵俊，而是忌惮此人的煽动能力。若是让殿内众人知道他身上不仅有宝器，还有大量上古灵药，必然会引发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喂，等等！那红衣女修急忙喊道：“不知道有如何称呼？那长鞭可否转卖给我？价格随你开。”如此雷属性宝器，即便不是雷灵根修士，只要花费时间精心祭炼，同样能发挥出不凡威力。他实在不愿错过。然而陆晨头也不回，身影迅速消失在通道深处。红衣女修失望地跺了跺脚，略一思索，竟也化作一道红芒紧追而去。这件宝器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臭小子，乖乖把上古灵药和下品宝器交出来。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位身姿妖娆、眼神凌厉的筑基后期美妇，她紧追不舍，速度快得惊人。想得美！陆晨头也不回，反手就是100张爆裂符甩出，轰隆隆，剧烈的爆炸暂时阻挡了美妇的脚步，气得她直跺脚。小兔崽子，别让老娘抓到你！这美妇的遁术极其高明，无论陆晨如何加速，总能被她追上。冷清霜见状，虽然暗自震惊陆晨的奢侈，但还是银牙一咬：“师弟，我来拖住他，你先走。”陆晨心头一暖，他虽然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绝做不出让女人替自己挡刀，自己独自逃命的事。这修仙界讲究一个道心圆满，这样做日后必定心魔丛生。别说傻话，跟紧我，小子，你是逃不掉的。美妇的声音如同复古之居，再次从身后传来。陆晨心中焦急，再这样下去，只会引来更多的人，他就是有10条命也不够用。看招！他猛地转身，体内灵力疯狂涌动，双手结印，浩阳破天印。一道蕴含至阳至刚气息的金色光印悍然轰出，速度快如闪电。美妇根本没料到陆晨还有这等强悍的底牌，猝不及防之下被光印结结实实砸在胸前。噗！他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气息瞬间萎靡。7、8个想趁机捡便宜的修士更是被余波直接震死，肉身直接溃散。小畜生，你！美妇狼狈爬起，连忙吞服丹药疗伤，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紧接着他取出了一枚嫣红如血的丹药，毫不犹豫直接吞下。陆晨神识一扫，差点骂娘：“妈蛋，是暴血丹！这娘们长得挺标致，对自己也太狠了吧！暴血丹能短时间内激发潜能，但副作用极大，这女人真是连命都不要了。挖槽，速度怎么又快了一截？”他回头一看，那美妇竟以一种更快的速度追了上来，状若疯魔。陆晨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这修仙界的人为了夺宝，真是连命都可以不要。
冷清霜也全力驾驭飞剑，试图阻拦，可依然无法甩开这个牛皮糖一样的美妇。臭小子，把东西交出来，本座可以考虑饶你不死，说不定还能收你做炉鼎。美妇的尖笑声越来越近，陆晨拼命逃窜，前方突然出现一片荒废的灵兽园区域。奇怪的是，这里竟然空无一人，这里的禁制好像不难破开。危急关头，他也顾不得多想，拉起冷清霜就冲了进去。刚一踏入，两人顿时头皮炸裂。只见前方一口幽深的寒潭中，一头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头生独角的墨蛟正慵懒地在水中翻腾，是2级巅峰妖兽墨蛟，实力堪比金丹修士。陆晨和冷清霜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那追来的美妇也远远看到了墨蛟，吓得急忙刹住身形。他深知墨蛟领地意识极强，一旦闯入必死无疑。可惜了那些宝物，他脸色苍白，当即萌生退意，转身就想开溜。想跑，晚了。陆晨眼中寒光一闪，都是这个老妖婆逼得他闯入绝境，岂能让他轻易脱身？他抬手一道灵力轰向美妇身后，逼得他不得不向前闪避，正好也踏入了墨蛟的领地范围。丧！墨蛟灯笼大的猩红眼眸瞬间锁定3人，发出一声震天怒吼，恐怖的威压席卷开来。美妇面如死灰，眼中充满了绝望。冷清霜反而异常冷静，他紧握陆晨的手，低声道：师弟，看来我们要并肩作战了。面对墨蛟的恐怖威压，3人不得不联手应对。可惜他们的攻击落在墨蛟坚硬的鳞片上，简直就像是在刮痧。美妇的暴血丹药效也逐渐消退，气息迅速萎靡。陆晨见状，眼中金光一闪，故意在防守时卖了个破绽。不！墨蛟抓住机会，血盆大口一张，直接将那妩媚美妇吞入腹中。他最后发出的不甘尖笑在洞窟中久久回荡。陆晨心中略有感慨，曹贼之魂差点觉醒，这么有韵味的美妇，可惜太过凶残，留不得啊。师弟师姐还想修炼？眼下只剩下陆晨和冷清霜单独面对这只庞然大物。危急关头，陆晨也顾不得藏拙了，他心念一转，这墨蛟属性阴寒，说不定那雷属性的长鞭宝器正好能克制它。还有我的纯阳圣体一定也能克制它。他迅速将那柄下品宝器级别的雷纹长鞭取出，稍作祭炼，鞭身上立刻滋滋作响，跳跃起耀眼的雷弧。果然，墨蛟看到这柄充满至阳至刚雷霆弥漫的长鞭，庞大的身躯下意识开始后退，猩红的巨目中闪过一丝忌惮。冷师姐，你先退后，找机会先逃出去。陆晨急声道。不！冷清霜却异常坚决，闪身来到他身旁。要面对就一起面对，我绝不会丢下你独自逃生。陆晨心里一阵无语，这女人关键时刻来什么深情戏码？你不走，我怎么方便动用底牌跑路啊？要不是念在一夜夫妻百夜恩的份上，真想把你推出去吸引火力。他心中暗自吐槽。眼看此路不通，陆晨瞬间改变策略，索性不逃了。他盯着眼前的墨蛟，眼神变得炽热起来。这可是2级巅峰妖兽，实力无限接近金丹修士。他的内丹蕴含的海量精华，若是能吸收，说不定能让自己停滞不前的修为暴涨一截。妈的，拼了！真当小爷是泥捏的？想到这里，陆晨不再隐藏，浑身气息轰然爆发，混沌长生诀全力运转，体内10灵根疯狂汲取周围灵气，磅礴的灵力如江河奔涌。浩洋破天印，他抬手便是最强杀招，巨大的金色光印狠狠砸向墨蛟头颅。与此同时，血影飞刀化作一道肉眼难辨的寒光，专攻其双眼等脆弱部位。一时间，他竟然与这头墨蛟打得有来有回。一旁的冷清霜看得目瞪口呆，下意识捂住了红唇。陆师弟，他原来这么强吗？陆晨越打越顺手，自信心暴涨。原来这墨蛟也不过如此吗？以前太狗了，真把自己当成狗了。没想到老子其实是条真龙。陆晨知道硬拼绝非对手，全靠雷鞭对阴寒妖物的天然克制才勉强周旋。他冒险卖了个破绽，诱使墨蛟全力扑击。扑哧！终于他抓住一个机会，飞刀配合神印，成功重创墨蛟。经过一番激烈搏杀，墨蛟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一颗巨大的头颅滚落出去。总算搞定了。陆晨长舒一口气，迫不及待上前准备收取最珍贵的战利品墨蛟内丹。然而或许是战斗消耗太大，或许是太过激动，他手一抖，下刀的位置偏了那么几分。噗！随着一声轻响，他划开的不是储存内丹的腹腔，而是误破了墨蛟的银囊。一大片粉红色的雾气瞬间爆开，迎面将陆晨笼罩其中。嗨嗨，卧槽，什么玩意儿，好香！陆晨只觉得一股异样的灼热感瞬间传遍全身，体内气血翻腾，
一股难以抑制的原始欲望如同火山般喷发，双眼迅速布满血丝。糟了，是催情淫毒。他声音沙哑，身体滚烫，意识开始模糊。冷清霜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看着眼前面色潮红、呼吸沉重、明显失去理智的陆晨，他又看了看周围空无一人的绝地，一抹红霞瞬间飞上他的脸颊，眼神中充满了挣扎、羞涩，但最终化为了一丝无奈的坚定。这里只有他，能救陆晨的也就只有他了。如果自己走了，陆晨必死无疑。罢了，或许这便是命数。他轻叹一声，打出数个静止，褪下身上的轻纱，缓缓走向了被欲火吞噬的陆晨。不知过了多久，陆晨体内那股焚身的烈火终于渐渐平息，意识也恢复了清明。他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冷清霜那双泛红的美眸，以及他眼角未干的泪痕，而他身上那些暧昧的痕迹无不昭示着他之前的疯狂。陆晨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冷师姐，他难得感到一阵心虚，声音都有些干涩。要不是冷清霜在这里，他恐怕真的要欲火焚身，爆体而亡了。多谢师姐了。陆晨这话说的他自己都有点脸红。冷清霜别过脸去，耳根通红，声音轻柔：你先起来。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体内灵力澎湃，修为瓶颈竟悄然松动，竟一举突破到了筑基后期。这难道就是陆晨那纯阳本源带来的好处？火辣辣的痛楚之后，竟是巨大的惊喜，让他心情复杂，一时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可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感觉陆晨又欺身而上。冷清霜吓得花容失色，声带哭腔：陆师弟，你轻点。陆晨见状，这才动作轻柔，与之前的狂风暴雨截然不同。这一次他像是要将功补过一般，极有耐心引导着他体内的灵力共同运转双修法门缠绵修炼。冷清霜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中的妙处，原本因突破而有些虚浮的修为，在这温和的灵力交融中竟被快速巩固。他原本紧绷的娇躯渐渐放松，甚至不自觉发出了一声轻吟。见状，陆晨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此女的滋味也不差嘛，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转眼间半日已过，或许是先前与墨娇生死相搏的刺激尚未平息，又或许是那粉色迷雾的余韵仍在作祟。陆晨孜孜不倦，冷清霜竟也乐在其中，前所未有主动迎合。待云雨出现，冷清霜蓦然睁开美眸，眼波流转间带着一丝罕见的魅意，轻声道：师弟师姐还想修炼？陆晨心中一惊，随即狂喜。没想到这位平日里清冷如霜的师姐，在这方面竟有如此潜力和热情，外表看起来那般端庄自持，骨子里却这般撩人心魄，真是捡到宝了。既然如此，他自然也不再客气。又是半日过去，两人才真正尽兴，相拥着微微喘息。冷清霜快速穿好衣衫，面上红潮渐退，恢复了那清冷绝尘的气质。只是那张本就美艳的俏脸，经过滋润后更是容光焕发，平添了几分动人心魄的韵味。师姐，你真是越看越好看。陆晨由衷赞道，目光依旧流连在她身上。这种女人对海王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冷清霜闻言，唇角微扬，声音虽清却带着一丝坚定：那以后师姐便只给师弟一人看。陆晨收敛心神，也觉得今日着实有些疯狂，仿佛将这段时间的压抑尽数宣泄了出来。他迅速整个收起墨胶，随即纵身一跃，跳入一旁的寒潭之中，直接开始洗澡。潭水冰冷刺骨，寻常修士恐怕难以忍受，但对于纯阳圣体的陆晨而言，这点寒意不过是清风拂面。他潜入水底，正随意清洗着，目光却猛地一凝，只见潭底某处竟隐隐透出温润的蓝色光华。他拨开覆盖其上的水草，一颗鹅卵石大小、通体蔚蓝的晶石映入眼帘。这是水破玄晶，此乃极珍贵的水属性灵材，不仅蕴含精纯的水灵之力，更能辅助水灵根修士纯化灵力，甚至有一定几率提升其灵根天赋。冷清霜正是水属性天灵根，此物对他而言再合适不过。师姐，快看，快吸收了吧。陆晨浮出水面，将手中的水破玄晶丢给了他。冷清霜见到那蕴含纯粹水灵之力的蓝色晶石，美眸瞬间亮了起来。他接过晶石，感受着其中与他同源却更为精纯的力量。多谢师弟。咦，我竟然筑基大圆满了。冷清霜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美眸中满是惊喜。陆晨也发现自己的修为精进了一大截，隐隐摸到了筑基中期的门槛，这可是吞服丹药和吸收灵石都难以达到的效果。没想到与冷清霜双修效果如此显著，难道需要女方更加投入主动才行？夏倾城虽然也热情似火，但骨子里仍带着一丝矜持，于西月则更显青涩被动。这三人的滋味各有千秋，让陆晨回味无穷。不好，
那小子想独吞美人。经过陆晨这一番滋润，冷清霜越发娇艳欲滴，美丽动人，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韵。平日里仍是清冷绝尘的仙子，而在床榻上则是撩人入骨、欲求不满的绝代狐妖。两人离开灵兽园时，发现外面的修士已稀疏不少，洞府内多数禁制依然坚固，寻常修士根本无力破解。冷清霜打算提前离开，陆晨独自在洞府内转悠数日，却一无所获。转眼间3日过去，这处古修士洞府空间开始变得不稳，显然不能久留。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娇俏玲珑的丰腴身段，即便戴着面纱，不是他那失踪许久的丙级道侣苏灵儿，又是谁？这丫头自上次不告而别后就音讯全无，现在又突然现身。陆晨心中冷笑，他拿自己当挡箭牌，一点好处都没有，真是不可理喻。此刻苏灵儿正被一群修士团团围住，这位仙子，还请交出在丹房得到的上古灵丹。仙子若愿做在下的道侣，本少庇护你周全。一个筑基大圆满的锦衣青年傲然开口。苏灵儿不屑嗤笑，就凭你们这些土鸡瓦狗，也配打本小姐的主意？还有我，算我一个。他这番傲慢姿态顿时激起众怒。陆晨唇角一勾，这丫头确实该吃点苦头。他悠然走上前去，加我一个。见到陆晨，苏灵儿先是一怔，随即美目喷火。好啊，没想到这个混蛋也来落井下石，他竟然是这种人。陆晨故意露出轻浮的笑容，这位仙子气质出众，不如让在下一清方泽。他就是要故意气他，好发泄被当作工具人的不满。周围修士见陆晨如此直白，纷纷露出会心笑容。道兄真是性情中人。没错没错，见者有份，我等也该分一杯羹。苏灵儿气得浑身发抖，玉手悄悄扣住了袖中的法器。今日就算拼个鱼死网破，也绝不让这些登徒子得逞。道侣就要尽到道侣的职责吗？陆晨看着不远处千娇百媚的苏灵儿，尤其是那堪比岛国老师般的傲人身材，心里早就馋得不行了。这等极品美人，要是还没得手就香消玉殒，那我陆晨岂不是血亏？眼看苏灵儿被几名修士缠住，他眼珠子一转，瞬间计上心头。诸位道友，还等什么？陆晨突然跳到一块石头上，振臂高呼，一副邪气凛然的猴急模样。这小娘子细皮嫩肉的，大家一起上啊！谁先抓住谁就先爽，喊的那叫一个邪气。这话一出，连那几个正在围攻的修士都愣住了。这人怎么比我们还像反派？陆晨不光嘴上喊得欢，手上也没闲着。看我的指导黄龙，吃我一招深入浅出。只见他抽出雪影飞刀，对着空气就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刀光闪得挺唬人，偏偏每一刀都精准地避开了苏灵儿，纯粹就是在装样子。他一边假模假样进攻，一边悄悄挪到苏灵儿身边，挤眉弄眼的压低声音：还傻站着干嘛？配合我演戏啊，跟我打啊！假装很吃力，边打边退。苏灵儿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忍不住翻了个好看的白眼。这家伙救人都救得这么猥琐，但他还是十分配合，娇呼一声：哎呀，好厉害的招式，道友饶命，人家快顶不住了。随即艰难抵挡，和陆晨直接拼了起来。两人且战且退，演技堪称浮夸，悄咪咪就往战场外围溜。小美人你别跑！陆晨故意扯着嗓子大喊，让哥哥好好疼疼你。这话说的连他自己都快憋不住笑，周围修士更是面面相觑。这货也太色极了吧！美人，吃我一招如意金箍棒，今日我非要将你裁不到死。这话听得一众修士嘴角抽搐，这个家伙太坏了。他们好歹是宗门弟子，或自诩正义的散修，真的要与这样不堪之人为伍吗？就在一众修士愣住的瞬间，陆晨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这苏灵儿背景硬得吓人，是条纯金大腿。今天这波英雄救美，就当是提前投资了。等那群修士反应过来，这两人已经快溜出包围圈了。靠！那小子人呢？刚才就他喊得最凶。不好，那小子想独吞美人。妈的，我们被他耍了。陆晨回头见西西喊道：对不住啊各位，我这个人胃口大，就喜欢吃独食。说完，他反手就是500张爆裂符像撒传单一样甩了出去，请各位吃顿好的，不用谢。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一众修士被炸得灰头土脸，骂声一片。不过到底还是有几个修为高的硬茬子冲破烟尘追了上来，为首的是一位白脸修士。苏灵儿又气又急，纤纤玉指差点戳到陆晨鼻子上。混蛋，你还知道救我啊？要不是你刚才在那里瞎拱火，本姑娘早就逃走了。陆晨一边逃一边回怼逃：你往哪里逃？风浪越大越好浑水摸鱼，我不把水搅浑，你能溜得这么丝滑吗？你！
两人一边逃命一边斗嘴，眼看那白脸修士越追越近，剑光都快劈到后脑勺了。陆晨眼珠子一转，突然对苏灵儿露出一个爱莫能助的笑容。那个什么，苏师妹，看你面相就是鸿福齐天之人，这点小场面想必你自己就能搞定。师兄我还有要事，就先走一步，告辞。说完，他居然真的祭出2张神行符，咻的一下加速，把他一个人甩在了后面。苏灵儿看着他那绝情的背影，瞬间懵了，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是什么骚操作？他活了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狗的男人。陆晨，你个王八蛋，本小姐跟你没完。有苏灵儿在后面吸引火力，陆晨脚底抹油，溜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他很确定，此女乃是苏家嫡女，她身上定有不少厉害法宝，从这群乌合之众手里脱身，应该是易如反掌。可自己就不一样了，那是穷的叮当响，真没有什么像样的逃命手段。然而，陆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那位道貌岸然的白脸修士，竟对那边的绝色美人视若无睹，反而死死锁定了他。小子，我曹大勇平生最恨的就是被人当猴耍，你休想逃！陆晨一边狂奔，一边无语回头喊道：“曹道友，误会啊，那美人我不要了，白送你们，快去啊，去晚了真只能喝汤了。”谁知曹大勇非但不领情，眼中反而闪过一抹兴奋的光，舔了舔嘴唇道：“美人虽好，但道友身上这股精纯的纯阳之气，更是让在下心痒难耐啊！”这话如同晴天霹雳，吓得陆晨一个趔趄，差点从飞剑上栽下去。他顿时感觉菊花一紧，汗毛倒竖。哇操，不是吧大哥？他一边拼命加速，一边悲愤哀嚎：“这什么世道？长得帅，阳气足也有罪吗？修仙界怎么也有这种死变态跟踪狂啊！救命啊！我曹大勇一定要得到你！”眼看曹大勇越追越近，那筑基大圆满的灵压如同实质般压在背上，陆晨心里哇凉哇凉的，实力差距太大，根本逃不掉。妈蛋，拼了！一想到自己堂堂海王，后宫宏图尚未实现，夏倾城、于希月、冷清霜、苏灵儿那么多绝世仙子还在等着他双修，要是今天在这里被一个死变态给掰弯了，他做鬼都不甘心。一股莫名的勇气直冲天灵盖。啊，我跟你拼了！陆晨猛地转身，眼神决绝，体内混沌长生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10灵根如同10个小漩涡，疯狂抽取着周围的灵气。九阳破虚拳，他怒吼一声，拳头之上金光爆闪，至阳至刚的拳意凝聚，毫无花哨砸向曹大勇面门。这一拳蕴含着他纯阳圣体的本源之力，刚猛无匹。曹大勇原本戏谑的眼神微微一凝，显然没料到陆晨一个筑基初期竟能爆发出如此刚猛的拳势。他袖袍一挥，一道水蓝色光幕挡在身前，轰！拳劲与光幕碰撞，发出一声闷响，光幕剧烈晃动。曹大勇身形微微一滞，脸上反而露出一丝更浓的兴趣。好精纯的纯阳之气，道友，你果然是我的天赐机缘。陆晨一听，差点气得原地爆炸，这死变态特么的还兴奋了。机缘你个头！再看刀！他毫不停歇，雪影飞刀应声而出，雪影刀法施展到极致，刀光如雪，寒意森森，专攻曹大勇的下三路和周身要害，刁钻狠辣。曹大勇身形飘忽，如同鬼魅，每每在危难之际避开刀锋，口中还啧啧称奇。刀法也不错，凌厉狠辣，配上这身纯阳之气，更是相得益彰，妙啊！陆晨被他点评的头皮发麻，心态都快崩了。这架真没法打了，这个死变态不简单啊！好好好，你喜欢是吧？小爷，我给你看个大宝贝。他被逼到绝境，终于不再保留，双手急速结印，周身气息瞬间变得无比恢宏霸道。浩阳破天印，轰隆！一道比之前对抗美妇时更加凝实、更加巨大的金色光印凭空出现，光印之上符文流转，仿佛蕴含着一轮微型皓日，带着焚天逐海、破灭万法的恐怖威势，悍然轰向曹大勇。这一次，曹大勇脸上的从容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真正的凝重。有点意思，他不敢再拖大，双手掐诀，身前浮现出一面刻画着玄龟图案的厚重盾牌法宝，同时周身灵力澎湃，全力防御。咚！如同洪钟大吕被敲响，金色光印狠狠砸在玄龟盾上，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向四周席卷，将地面的碎石都震成了齑粉。咔嚓！一声细微的碎裂声响起，那面看似坚固的玄龟盾上竟然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纹。曹大勇更是闷哼一声，被那股巨力震得气血翻腾，连退数步，嘴角一血。他受伤了，被一个筑基初期的小子打伤了。趁着曹大勇被浩阳破天印震退，体内灵力紊乱的这一刹那，陆晨毫不犹豫，
祭出最后几张神行符，甚至不惜喷出一大口精血加持。咻！他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的流光，速度瞬间飙升到极致，头也不回，朝着洞府出口方向亡命飞遁，几个闪烁间就消失在了通道的尽头。曹大勇稳住身形，抹去嘴角的血迹，看着陆晨消失的方向，非但没有恼怒，眼中反而更加兴奋。好刚猛的印法，好烈的性子，如此极品纯阳圣体，我曹大勇一定要得到你。他曹大勇虽然是个散修，但机缘不浅，加之功法特殊，修炼之后时男时女，性情也愈发诡异偏执，对陆晨那身精纯的纯阳之气是毫无抵抗力。而此刻的陆晨正在玩命狂奔，他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太可怕了！这股修士洞府谁爱带谁带，小爷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必须立刻出去，马上回我的玉泉峰洞府，抱着我的青城师姐好好双修一番，压压惊。他刚冲到古修士洞府出口附近，一道熟悉的娇俏中带着怒气的身影就撞入了眼帘，正是同样匆匆而来的苏灵。两人几乎同时刹住脚步，四目相对，空气中仿佛有噼里啪啦的电火在炸响。陆晨眼神里全是埋怨：好你个苏灵，空手套白狼，拿小爷当挡箭牌，作为你的道侣一点实际性好处都没有。苏灵美眸中则燃烧着怒火：好你个陆晨，贪生怕死，毫无担当，关键时刻竟然丢下自己的女人跑路，简直不是个男人。新仇旧怨瞬间涌上心头，苏灵背齿紧咬：臭流氓，你竟然敢丢下我一个人逃命！陆晨一听也来了火气，叉腰反驳：你这不是安然无恙的逃出来了吗？跟我嚷嚷什么？你！苏灵被他这无赖腔调气的胸口起伏，那傲人的弧度让陆晨下意识多瞄了两眼。我那是凭自己本事，跟你这个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关系。哎呦喂，苏大小姐本事大得很吗？那刚才被围住的时候是谁用眼神向我求救的？陆晨阴阳怪气：我那是看得起你，废物利用一下。利用？还骂我是废物？你这渣女啊！两人在这古修士洞府出口吵得面红耳赤，引得周围几个同样准备离开的修士纷纷侧目，窃窃私语。看什么看？陆晨和苏灵儿难得默契，同时扭头对着看热闹的人吼道。那几个修士脖子一缩，赶紧钻出了出口光幕。眼见外人消失，两人再次怒目而视。哼！最终两人几乎同时冷哼，又同时扭头，一左一右，刻意保持距离。就在这时，轰隆，整个古修士洞府剧烈震颤，空间通道开始明灭不定，显然即将彻底崩塌。不好，这破地方要塌了！快走！苏灵儿率先服软，不管怎样，他目前确实还需要陆晨这个挡箭牌。陆晨也懒得再争，两人极其默契，同时化作两道流光冲出了洞府。外界山谷中也有不少提前出来的修士在调息，两人刚稳住身形，一位气息深不可测的白发老者便瞬间出现在苏灵儿身旁，神色关切：小姐，您总算平安出来了。苏灵儿对自家长老微微点头，随即美眸一转，看向一旁的陆晨，故意提高了音量，语气轻柔：喂，陆晨，本小姐要先回家族一趟。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你可别忘了，你是我苏灵儿的道侣，乖乖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给你一个名分。这话一出，周围瞬间一静，随即各种目光唰的一下全都集中到了陆晨身上。陆晨心里咯噔一下，好家伙，这死丫头是故意的，当着这么多宗门长老和散修的面又来这套，还想把她架在火上烤，还给你一个名分，真把她当成男宠了。他陆晨堂堂海王，岂能受这种屈辱？瞬间，陆晨脸上堆起一个3分深情7分得意的笑容，声音比苏灵儿还大：灵儿，你放心回去吧，既然你已经是我的女人，我陆晨自然会对你负责到底，绝不负你。我在合欢宗等你回来，共参双修大道。陆晨，随本座回宗吧。哗！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惊呼和议论。卧槽，这小子可以啊，连苏家那位嫡女都拿下了。听说青州多少青年才俊排队追求都失败了，这兄弟是个狠人。啧，苏家那边怕是已经得到消息了，这小子怕是死定了。几位见识广博的宗门长老也面面相觑，看向陆晨的目光充满了同情，还有一丝敬佩。苏灵儿直接被陆晨这番深情告白给整懵了，俏脸瞬间通红。这一次他不是装的，是又羞又气。你胡说八道什么？谁是你的女人了？他气得跺脚，这家伙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污他清白。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好像并不怎么生气。哼，你给我等着！最终他只能又羞又怒瞪了陆晨一眼，跟随那位苏家长老化作一道遁光远去。陆晨看着他的背影，摸了摸下巴，笑容玩味：想算计我，
小丫头还嫩了点，早晚有一天要将你拿下。冷清霜看着陆晨与苏灵儿如此打情骂俏，美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玉手不自觉攥紧了衣角，却终究没有说什么。可就在这时，异变陡生，一股阴冷的杀机瞬间锁定了陆晨。只见阴山宫的一位黑袍长老死死盯着他，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你就是陆晨，好胆，竟敢杀我阴山宫核心弟子！陆晨一愣，心里飞速盘算，难道是被我内应波及的无辜路人，还是之前混战中不小心弄死的？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他正要开口，那位一直静观其变的合欢宗内门长老青莲真人终于看不下去了，缓步上前。厉老鬼，古修士洞府夺宝，生死各安天命，这是修真界千年不变的规矩，你阴山宫莫非输不起，要在此寻仇不成？冷清霜也毫不犹豫地上前一步，与陆晨并肩而立，声音清冷：厉长老，洞府秘境之内生死自负，还请节哀。哼，青莲老儿，你少在这里跟我讲规矩。那阴山宫厉长老须发皆张，怒不可遏：死的可是我的亲孙儿，此仇不报，我厉千山枉为人祖。他话音未落，旁边又接连响起两道饱含怒意的声音：还有我烈阳宗的弟子，我玄水阁的少阁主也折在此子手中。陆晨嘴角一阵抽搐，心里直呼卧槽，妈蛋，我那一道浩洋破天印是捅了马蜂窝吗？怎么一锅端了这么多人啊？眼看三个宗门的长老同时发难，气势汹汹，合欢宗的青莲真人也不由得眉头紧锁，暗暗叫苦，这小子可真能惹事啊，这一下子就得罪了三大宗门。冷清霜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辩驳，只能暗自庆幸这些宗门都只是三流势力，与合欢宗相比还是差了不少底蕴。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曹大勇竟然也站了出来，阴恻恻地笑道：没错，就是陆晨干的，我可以作证。他那一记金色光印威力确实惊人，连我都差点着了道。说着，他还意味深长地舔了舔嘴唇，看向陆晨的目光越发炽热。陆晨顿时一阵恶寒，心里大骂：妈蛋，这个死变态，好恶心！青莲老儿，听见没有？人证物证俱在。阴山宫厉长老气势更盛，今日若不交出此子，休怪我们三大宗门联手去你合欢宗山门前讨个说法。没错，青莲真人，你保不住他，此子必须付出代价。眼看三大宗门的金丹长老气势汹汹，灵力激荡，大战一触即发。夫君，一道清越婉转的女声从天而降，只见一道流光掠过，一位身姿曼妙、容颜绝世的红裙女子翩然落地，正是闭关多日的夏倾城。她径直走到陆晨身边，自然挽住他的手臂，美眸扫过在场众人，语气坚定：我家夫君行事向来不会滥杀无辜，既然是争夺机缘，生死在所难免。这一声夫君，顿时在现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什么？夏仙子竟然已经心有所属？这陆晨何德何能，竟然能得到夏仙子的垂青？无数道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几乎要将陆晨洞穿。然而三大宗门长老却是不依不饶：夏仙子，此事与你无关，即便是你的道侣，杀了人也要偿命。就在局势再度紧张之际，天地间的灵气忽然一滞，一股浩瀚如渊的威压笼罩全场。一位面覆轻纱、身姿绝世的白衣女子，不知何时已立于虚空之中。她周身道韵流转，气息深不可测，仅仅是站在那里，就让所有金丹长老心神俱颤，生不出半分反抗之心。太上长老，青莲真人率先反应过来，连忙躬身行礼。来人，正是合欢宗太上长老于西月。他清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陆晨身上，声音空灵而威严，不带丝毫情绪：陆晨，随本座回宗吧。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陆晨便感觉周身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下一刻已与他一同消失在天际，直到那股恐怖的威压彻底消散。众人才如梦初醒，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震惊和后怕。望着陆晨随太上长老远去的身影，夏倾城和冷清霜的美眸中尽显复杂。他们似乎都想不明白，为何堂堂太上长老会对陆晨青睐有加，而被于西月亲自带走的陆晨，此刻正悠哉悠哉地跟在他身后，心情七上八下。果然有这块免死金牌在，小爷我在合欢宗横着走都没问题。从于西月亲自出面保他那一刻起，陆晨就知道这些都是小事。看来这老妖婆是真的很在乎自己这个宝贝容器啊。很快，陆晨在古修士洞府中的事迹传遍了合欢宗，甚至惊动了宗门真传殿长老。合欢宗议事大殿，参见副宗主。青莲真人躬身禀报。同时，陆晨便被传唤至大殿，玉泉真人也陪同在侧。
青莲长老，何事须惊动真传殿？副宗主烈阳子声音沉稳。回副宗主，玉泉峰内门弟子陆晨在古修士洞府中连杀阴山宫、烈阳宗、玄水阁数名弟子，引得三宗长老联合施压，此事该如何处置，还请副宗主定夺。烈阳子目光转向一旁的玉泉真人，语气缓和：玉泉师弟，此事你意下如何？玉泉真人那张富态的脸上依旧挂着和煦的笑容，语气却不容置疑：杀便杀了，小辈争夺机缘本就各凭本事，生死勿论。我和欢宗何时需要看这些三流宗门的脸色了？烈阳子微微颔首：师弟所言极是，那此事便到此为止，不必在意。殿中其他长老闻言皆是心照不宣。玉泉真人的态度无疑代表了太上长老的意思，看来太上长老是铁了心要保住这个陆晨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甘心就此作罢。执法堂的张鹤年长老面色阴沉如水，陆晨多次欺辱他孙儿张狂，前不久更是害得张狂被天双城护卫抓走，他为了捞人打点花费了不少零食，这笔账自然要算在陆晨头上。他当即跨前一步，厉声道：副宗主，即便三宗之事可不论，但此子性情乖张，屡犯门规，在宗内也多有恶行，若一味纵容，只怕会寒了其他弟子的心啊。见状，准圣子萧晨的爷爷真传长老萧长坤也顺势开口：张长老所言不无道理，此子与圣女殿下似乎也牵扯不清，长此以往，恐非宗门之福。他言语中虽未明说，但殿中之人都知道，他的孙儿萧晨向来博爱，不仅一直爱慕圣女于西月，还同时喜欢冷清霜等多位宗门绝色女弟子。如今陆晨与圣女关系暧昧，和冷清霜也不清不楚，他自然要趁机打压。一时间，大殿内的气氛再度变得微妙起来。师姐先陪我修炼一番再说。见状，陆晨冷笑，这是赤裸裸的公报私仇啊。眼见萧长坤越说越激动，甚至抬手凝聚灵力，想要当场教训陆晨。玉泉真人那张富态的脸上首次敛去了笑意。萧长老，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大殿：我玉泉峰的弟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了？话音未落，一股磅礴的灵力威压瞬间笼罩全场，竟是丝毫不逊于萧长坤。与此同时，合欢宗最高峰之巅，于西月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他绝美的俏脸上寒霜密布。放肆！他红唇轻启，声音冰冷。虽然远在峰顶，但那无形的威压却瞬间穿透虚空，精准地落在萧长坤身上。萧长坤只觉得浑身一僵，凝聚的灵力瞬间溃散，整个人如坠冰窖。这是太上长老的契机。他脸色煞白，再不敢有丝毫动作。于西月自己也微微一愣，他明明不想插手这等小事，可见到陆晨被人欺负，心中就没来由地涌起一股怒意，都是那分魂心魔惹的祸。这小子真是的。他轻抚心口，感受着其中难以抑制的悸动。那缕分魂对陆晨情根深种，如今竟然连本尊都深受影响。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陆晨动不得。可惜下一刻，于西月俏脸煞白，他神魂之伤还未完全恢复，不能轻易出手，如今只能动用神识狐假虎威一番。实际的他连假阴修士都不一定是对手，这让他很苦恼，有些埋怨陆晨。如果不是分魂出现心魔，提前唤醒他，再有个50年，他一定能修复好神魂之伤。而此时的赤霄峰，轰！山顶的一处闭关洞府大门被狂暴的灵力轰然震开，碎石飞溅。准圣子萧晨一步踏出，周身气息汹涌，双目赤红，俨然已处于暴怒的边缘。来人！他声音冰寒，蕴含着压抑不住的怒火。早以后在外面的萧逸连忙上前，脸上带着讨好与忐忑：大哥，你怎么提前出关了？我再不出关，怕是连道侣都要被人抢光了。萧晨一把揪住萧逸的衣领，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让你帮我盯着冷清霜，你是怎么办事的？现在全宗上下都在传，他和那个叫陆晨的废物在古修士洞府里勾勾搭搭，不清不楚。他越说越气，一把推开萧逸，来回踱步。还有圣女，我追求于西月这么久，他连正眼都不曾瞧我，现在呢，居然对那个陆晨念念不忘。至于夏倾城，也是本少看上的女人，竟然也公开宣称那陆晨是他的夫君。这个陆晨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萧逸被他大哥吓得一哆嗦。和自己大哥相比，他即便天赋异禀，也如同萤火与皓月争辉。他连忙将自己知道的消息一股脑说了出来。大哥息怒，那陆晨就是个10灵根的废物，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才筑基成功，据说还是纯阳圣体，是一个专门当炉鼎的料。纯阳圣体炉鼎？萧晨怒极反笑，脸上满是不屑和狰狞。一个给人采补的破烂炉鼎，也配跟本少抢女人？本少身具玄冥霸体，
杀他如土狗。萧逸小心翼翼补充：可是大哥，那小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不仅让夏倾城保他，连太上长老都亲自出面为他撑腰。什么？太上长老也为他出关了？萧晨瞳孔一缩，显然这个消息极具冲击力，但他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哼，太爷爷前些时日传讯于我，提及太上长老似乎有旧伤在身，一直在静养，还说于西月和太上长老渊源颇深，务必让我娶了于西月为道侣。太上长老自身尚且难保，他还能护得住谁？萧晨猛地攥紧拳头，一股强大的自信透体而出，仿佛已经胜券在握。既然我提前出关，那就是天意。传我命令，即刻准备，本少要正式继承合欢宗圣子之位。我倒要看看，等我登上圣子之位，执掌权柄，谁还敢护着那个炉鼎废物？陆晨，你的死期到了。陆晨刚走出议事大殿，夏倾城便迎了上来，美眸中带着关切。夫君，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陆晨笑着揽住他的纤腰，走，去我洞府坐坐，正好一起修炼。夏倾城却轻轻推开他，黛眉微皱。夫君，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萧晨出关了，此人实力深不可测，据说在筑基初期就能越级力战，筑基大圆满而不败。他若是得知你与他看上的女人们关系密切，定不会善罢甘休。萧晨，陆晨眉头一挑，他自然听说过这位天之骄子，传说中的玄冥霸体，天赋异禀，被誉为合欢宗千年不遇的妖孽。夏倾城语气急切，夫君，我得赶紧去想想办法，否则在宗内，就算太上长老也不一定能时时护你周全。陆晨却浑不在意，又想去拉他的手。急什么？师姐先陪我修炼一番再说。夫君，夏倾城难得露出不悦之色。来日方长，萧晨此人绝非你想的那么简单。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陆晨无奈摇头。他本来被曹大勇那个变态给恶心到了，想找夏倾城陶冶情操，证明一下自己的取向，结果全被这个萧晨给搅和了。陆师弟。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只见冷清双款款走来，美眸中带着几分担忧。你没事就好。陆晨看着他那清丽绝尘的俏脸，不由得想起他在床上的热情主动，心头顿时一阵火热。妈蛋，要不是曹大勇那个混蛋，他也不至于这么急着想证明自己没弯。就在冷清双俏脸微红，即将被陆晨拉进洞府云雨一番之时，嗖三道身影破空而来，强大的灵压让四周空气都为之一凝。为首的男子英武不凡，眉宇间带着睥睨天下的傲气，身后跟着两位容貌姣好、身姿曼妙的女子，赫然都是金丹初期修为。这男子正是刚刚继任圣子之位的萧晨，而两位女修则是萧家为他精心挑选的护道人。护道人不仅要守护萧晨的安危，更在必要时为他提供特殊助力。仅仅一个照面，陆晨就心头一沉，好强的气势，此人果然名不虚传。那两位女金丹修士更是气息内敛，左边女修眼神冰冷如刀，右边女修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讥笑，站在那里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让人看不出深浅。清霜师妹，好久不见。萧晨目光灼灼看向冷清霜，温和一笑，完全无视了一旁的陆晨。冷清霜微微一怔，萧晨师兄。他记得2年前这位天之骄子就曾暗示过他，此人不仅天赋出众，背景更是深厚。当时他对萧晨也有崇拜之心，按理说应该会很激动，可不知为何现在却没有丝毫感觉，反而心里满满的都是陆晨。如今看萧晨这般气势，想必已经顺利突破到了假丹境界，更是已经继任圣子之位了吧。见冷清霜对自己不冷不淡，萧晨目光如刀，冷冷看向一旁的陆晨。你就是那个靠纯阳圣体上位的炉鼎，我的夫君，你也敢动？见到萧晨这副嚣张模样，陆晨眉头微皱，不卑不亢。不知萧师兄有何指教？清霜师妹为何会在你这里？从今往后，不许你再接近西月圣女，还有倾城师妹。萧晨语气霸道，仿佛在发号施令。陆晨闻言不禁嗤笑出声，呵，萧师兄管得未免太宽了。他笃定对方不敢在玉泉峰的地盘上对自己下杀手。放肆！萧晨勃然大怒，区区一个新晋内门弟子，还是个供人采补的炉鼎，也配这般与本圣子说话？话音未落，他剑指一划，一道幽暗冰冷的玄冥剑气破空而出，如9天寒瀑直泻而下，声势骇人。这看似随意的一剑，却让陆晨周身空气凝固，竟然动弹不得。就在冷清霜准备不顾一切出手相助时，陆晨却摆了摆手，一把将他拉到身后。开什么玩笑？他陆晨堂堂海王，若是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九阳破虚拳，他暴喝一声，体内纯阳之力疯狂涌动，拳头上绽放出璀璨金芒，
悍然迎向那道恐怖剑气。噗！巨大的实力差距让陆晨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口中喷出鲜血。陆晨心中惊呼：这萧晨竟然已经是半步金丹，实力之强，怕是连真正的金丹修士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哼，不自量力！萧晨负手而立，满脸不屑。萧晨师兄，你太过分了！冷清霜再也按捺不住，筑基大圆满的气息轰然爆发，护在陆晨身前。这举动让萧晨微微一愣，目光变得更加阴沉。他的修为在自己面前依旧显得苍白无力。萧晨看都不看他一眼，目光死死锁定陆晨。这次只是警告，若是再让我看见你接近他们三人，下次就不是吐血这么简单了。陆晨抹去嘴角血迹，在冷清霜的搀扶下缓缓起身。他非但没有畏惧，反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萧师兄今日的指点，我陆晨记下了。不知为何，看着陆晨那平静的眼神，萧晨心头竟莫名一寒。果然，夏倾城去而复返。他一眼就看到了嘴角染血、气息紊乱的陆晨，再看到对面气势汹汹的萧晨及其护道人，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混合着滔天的疼惜，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萧晨，是谁给你的胆子，敢伤我的夫君？他一字一顿，声音冰寒。话音未落，夏倾城周身气息轰然暴涨，眉心一道古老的神纹一闪而逝，仿佛体内某种古老的封印被骤然解开。一股远超筑基期，甚至凌驾于寻常金丹之上的恐怖威压，如同沉睡的火山般喷发而出。他原本明媚娇艳的容颜，此刻覆盖上一层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光，风华绝代，宛如九天玄女临世。嗡！他甚至没有动用任何法宝，只是并指如剑，随手一挥，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剑罡凭空出现，撕裂虚空，悍然斩向萧晨。什么？不！萧晨满脸惊恐，他想要抵挡，却发现周身的空间都被禁锢，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剑罡袭来。啊！他整个人被劈得倒飞出去，人在半空就鲜血狂喷，胸前更是出现一道深可见骨的恐怖伤痕。这还没完，夏倾城身影一晃，如同瞬一般出现在倒飞的萧晨上空，玉手轻点，一道道恐怖掌风如同疾风骤雨，噼里啪啦全都落在萧晨身上。我的夫君，我平日里连句重话都舍不得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动他？第一掌是替他还你的，第二掌是教你什么叫规矩，第三掌是让你长点记性。萧晨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惨叫声不绝于耳，转眼间就已遍体鳞伤，气息萎靡。他那两位金丹初期的护道人彻底懵了，大脑一片空白。等他们反应过来，想要出手救援时，夏倾城只是一个冰冷的眼神扫过。就这么一个眼神，两位金丹修士顿时如遭雷击，浑身僵硬地定在原地，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无边的恐惧瞬间淹没了他们。好可怕！这威压比元婴老祖还要恐怖，他到底是谁？直到萧晨被打得体无完肤，像条死狗一样重重摔在地上，夏倾城这才翩然落地，周身那恐怖的气息如潮水般退去，恢复了平日模样。他看都没看地上昏死的萧晨一眼，快步走到陆晨身边，心疼地扶住他，语气瞬间变得温柔：夫君，你没事吧？都怪我来晚了。陆晨看着眼前这个战力值爆表的夏倾城，整个人都呆住了，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倾城师姐，你……他指了指地上不成人形的萧晨，又看了看温柔的夏倾城，脑子有点转不过弯。以前夏倾城虽然也维护他，但多是依靠他背后的势力和金丹护卫，自身出手极少。可刚才那霸道绝伦、碾压一切的姿态，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猛了？夏倾城俏脸微红，白了他一眼，没有解释，只是娇嗔道：谁让他欺负你？活该！一旁的冷清霜看着夏倾城大发神威，心中又是羡慕又是自责。都怪我修为太低，连保护陆晨师弟都做不到，我以后一定要加倍修炼，绝不能再让师弟受人欺负。陆晨看着身边两位绝色仙子，一个霸气外露，一个柔情似水，心中那叫一个美滋滋。他张开双臂，将两位师姐都揽入怀中。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他忍不住在心里给自己点赞。看来我这个海王的号练的是相当可以啊。就在这时，那两位被夏倾城一个眼神吓懵的金丹护道人终于察觉到那恐怖的威压消失了，这才回过神来。瘫软在地的萧晨看着陆晨左拥右抱，满脸不甘，当即传音：两位长老，还请助我废了陆晨，我不甘心，绝不能让他如此得意。在萧晨的催促下，两位护道人对视一眼，虽然忌惮夏倾城，但圣子之命难违，周身灵力再次涌动，竟真的要对陆晨出手。谁知啪啪两声清脆的耳光响彻全场，
远在合欢宗最高峰的于西月，早就通过神识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体内的分魂早已躁动不安，本打算亲自出手教训这些不长眼的，没想到却被夏倾城抢了先。向来好强的于西月哪里能忍得了？只见那2位金丹护道人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2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抽飞出去，惨叫着重重砸在地上。啊！一道清冷空灵的身影缓缓浮现，于西月面带轻纱，眸若星辰，周身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恐怖气息。在我合欢宗，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欺负我宗弟子了？他声音不大，却充满威严，让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颤。挖槽！我家娘子这么猛！萧晨见到来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恭敬行礼：“弟子萧晨拜见太上长老。”于西月淡淡瞥了他一眼，免礼。萧晨，你才刚坐上圣子之位，就想恃强凌弱，以权压人，莫非是觉得本座管不了你？萧晨冷汗直流，头埋得更低。弟子不敢，弟子知错。于西月衣袖轻拂，够了，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本座不希望再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你且好自为之。陆晨看着这一幕，嘴角忍不住翘起。对啊，怎么把这老妖婆给忘了？就算夏倾城不出手，这个老妖婆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的。是，弟子遵命。萧晨如蒙大赦，低着头，眼底却闪过一抹狠厉的寒光。他心中冷笑，太爷爷明明说过，太上长老身负重伤，怎么可能安然无恙？他这分明是在强撑，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将他给引出来了。就在他暗自盘算时，一道苍老却雄浑的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谁敢伤我萧家麒麟儿？”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玄色长袍、须发皆白的老者已凭空出现在场中，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于西月美眸一凝，面纱下的俏脸首次浮现出凝重之色。萧家老祖萧天雄，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此人不是早在100年前就已经作化了吗？为何还活着？这萧天雄可是合欢宗第一附庸家族的老祖，是个真正的老怪物。当年仅仅是因为资源分配问题与他结下仇怨，萧家更是狼子野心，一直在觊觎合欢宗的权柄，暗中布局，想从附庸家族翻身做主人。如今他自己伤势未愈，偏偏在这个时候对上这个老对头，实在棘手。都怪陆晨这个家伙。他暗暗咬牙。萧天雄看着遍体鳞伤的萧晨，老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萧家在合欢宗经营数百年，还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其实他早已在暗中观察多时，方才夏倾城一个筑基女娃竟爆发出让他都心惊的气息，这让他更加确信合欢宗藏着不少秘密。如今逼得于西月亲自现身，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确认此女伤势未愈，这合欢宗早晚都是他们萧家的囊中之物。萧天雄看着于西月，目光灼灼，笑着开口：“于长老，小辈间的打闹，何劳你亲自出手？莫非是欺我萧家无人？”于西月强压下翻涌的气血，声音依旧清冷：“萧家老祖说笑了，宗门规矩不容践踏。”两人目光在空中交锋，无形的威压让在场众人都喘不过气来。陆晨在一旁看得真切，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又冒出来一个老妖怪，这老妖婆好像很忌惮萧家老祖啊。萧天雄老眼微眯，心中盘算已定，这于西月怎么会如此不顾身份去维护一个外门弟子陆晨？此子定是他的软肋，正好借机发难，试探一下他的虚实。他当即对2位护道人冷声下令：“你们去将那个陆晨给我拿下。”有了老祖撑腰，2位金丹护道人再无顾忌，灵力爆发，直取陆晨。萧晨也挣扎起身，面目狰狞地指向陆晨：“陆晨，你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废物，今天谁来了也保不住你！敢抢本圣子的女人，我要你生不如死！”此刻他早已顾不上什么圣子风度，一想到夏倾城、于西月、冷清霜这3位他视若痉挛的绝色仙子，竟然都与陆晨纠缠不清，他就妒火中烧，杀意沸腾。当然，萧晨其实也是故意的，只为逼太上长老出手。啪！于西月身为太上长老，岂容他如此放肆？隔空一掌直接扇在萧晨脸上。放肆！萧晨，你身为圣子，竟还敢口出狂言！萧晨被打得嘴角一血，慌忙躲到萧天雄身后。太爷救我啊！住手！萧天雄怒喝一声：“于长老，你真当老夫是摆设不成？”说罢，他悍然出手，枯瘦的手掌拍出，一道蕴含恐怖力量的黑色掌印直袭于西月。于西月俏脸一白，仓促间运功抵挡，却被震得气血翻腾，旧伤顿时加重，喉头一甜，险些吐血。萧天雄见状大喜过望，他果然伤势未愈。于长老，看来你今天是护不住这小子了。
他身形一闪，直接拦住于西月，撑起禁制结界，同时对2位护法喝道：“还愣着干什么？把这小子给我带回萧家。”是。眼看2位金丹修士朝陆晨逼来，夏倾城急得美目通红。陆晨瞳孔一缩，体内纯阳之力疯狂运转，九阳破虚拳的起手式已然摆开，即便明知是螳臂当车，他也绝不可能坐以待毙。然而金丹期的灵压如同万丈山岳，将他死死定在原地，连一根手指都难以动弹。可恶，实力还是实力不够。一股前所未有的变强欲望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你们还敢动我夫君？情急之下，夏倾城体内那道神秘的封印再次被迫解开，一股远比之前更加恐怖、更加古老的气息轰然爆发，席卷天地。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夏倾城只是随意一挥手，啪！一道无形巨掌凭空出现，直接将不可一世的萧天雄拍得倒飞出去，禁制结界碎裂，老血狂喷。刚刚还嚣张跋扈的萧家老祖，此刻像条死狗一样砸进远处的山壁里，抠都抠不下来。整个场面瞬间一片死寂。连于西月都满脸震惊地看向夏倾城，美眸中满是不可思议。这真是他认识的那个死对头夏倾城吗？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莫非他也是个隐藏的老怪物？陆晨更是看得目瞪口呆，随即心中狂喜，差点激动喊出声：“挖槽！我家娘子这么猛！”见到夏倾城大发神威，连自家老祖都被一巴掌拍得生死不知，萧晨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逃离了现场，哪还有半分圣子的风度？而夏倾城因短时间内2次强行解开体内封印，此刻已是元气大伤，娇躯一软，便无力瘫倒在陆晨怀中，脸色苍白如纸。倾城老婆，你怎么样？陆晨急忙抱住她，感受着她虚弱的气息，心疼不已。于西月强压着体内翻腾的气血，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陆晨和他怀中的夏倾城，匆匆交代一句照顾好他。在化作流光消失前，一道微不可闻的传音钻入陆晨耳中：小心萧家，你尽快提升实力，如果遇到危险，可以去找玉泉真人。刚才与萧天雄的对峙，让他的旧伤再次恶化，恐怕主魂会间歇性的陷入沉睡。闻言，陆晨心情复杂，这老妖婆拼着受伤也要护着自己，这是有多觊觎自己的肉身啊！冷清霜也满脸忧色，与陆晨一同将夏倾城送回了洞府。躲在暗处的刀疤三心中也大松了一口气，这种局面，除非他拼死一搏，否则根本没有参与的资格。他忍不住暗叹一声：唉，没想到少爷这么能折腾，连元婴老怪都出手了，再这样下去，连我都护不住他了。与此同时，在遥远的灵界某块浩瀚无垠的大陆之上，一座气势恢宏的仙府内，一位年迈长老正躬身向宝座上的威严男子禀报：启禀城主，找到了，小姐的转世之身有消息了，就在下界一个名为玄灵大陆的偏僻角落，只是距离极其遥远，坐标模糊，定位还需要时间。宝座之上，那位不怒自威、目光如电的中年男子闻言，身躯猛地一震，虎目之中竟瞬间泛起激动的波澜，立刻锁定具体位置，不惜一切代价接回小姐。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的女儿，是爹对不起你，当年若不是我执意要你与轩辕家联姻，你也不会菲尔冰结转世。这位威震一方的城主此刻脸上写满了追悔和深沉的父爱，这一世爹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你喜欢谁便与谁在一起，谁若再敢逼你，为父便踏平他9族10界。穿上黑丝白丝外加蕾丝。天剑峰大殿内，萧晨跪在地上，脸上写满了不甘和怨毒。太爷爷，孙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那夏倾城、于西月、冷清霜本该都是我的女人，现在全被陆晨那个炉鼎废物占为己有。噗！话音刚落，端坐上手的萧天雄猛地喷出一口淤血，脸色瞬间灰败了几分。混账东西！他强压着体内翻腾的气血，厉声打断萧晨：都什么时候了，还只惦记着女人，立刻派人去查那个叫夏倾城的女娃到底是什么来历。她体内的那股力量绝对不简单。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伤势，眼中闪烁着老谋深算的光芒。老夫要立即闭关疗伤，这段时间你们都给老夫收敛点。枪打出头鸟，太上长老虽然也受了伤，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逼急了他，我们萧家谁都讨不了好。是。殿内一众萧家核心子弟齐声应道，噤若寒蝉。望着众人退去的背影，萧天雄阴冷一笑。经过多年经营，这座天剑峰上下早已被他们萧家渗透得七七八八，几乎成了萧家的私产。太上长老，待老夫伤势恢复，定要你连同整个合欢宗都臣服在我萧家脚下。另一边，陆晨洞府内，他一口气布下3道防护阵法，这才忧心忡忡走到玉床边。
夏倾城静静躺在那里，原本明艳动人的俏脸，此刻苍白如纸，气息微弱的让人心疼。陆晨俯身，轻轻吻住她冰凉的红唇，将精纯的纯阳本源缓缓渡了过去。温暖的气息在体内流转，夏倾城纤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眼眸，看清眼前人后，他第一句话便是：“夫君，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伤到你？”陆晨心头一暖，这个傻女人自己都虚弱成这样了，还在惦记她的安危。我没事。他握住她微凉的手，语气带着责备和心疼。倒是你，以后不许再这样勉强出手了，看你受伤，比我自己受伤还难受。夏倾城虚弱一笑，可我说过会保护你的呀。见他气色稍有好转，陆晨发现自己的纯阳本源果然有效，眼珠一转，凑近他耳边低声道：“倾城，我发现用嘴渡给你本源效率太低了，不如我们双修吧，这样疗伤效果更好。”夏倾城苍白的脸颊浮起一抹红晕，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哼，你这坏家伙，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放过我？”陆晨一本正经的辩解：“我这也是为了给你疗伤，纯阳本源通过双修运转，效果能提升数倍，就你歪理多。”夏倾城轻啐一口，却悄悄往他怀里靠了靠，声音温柔：“那你轻一点。”一连7次双修之后，陆晨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下。这7次他格外温柔体贴，生怕牵动夏倾城的伤势。神奇的是，在纯阳本源的滋养下，夏倾城的伤势竟已痊愈大半，苍白的脸颊也恢复了红润。他轻倚在陆晨怀中，声音柔软：“夫君，我有话想对你说。”陆晨搂紧他，也忍不住问道：“我也有话想问你呢，你刚才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厉害？一巴掌就把萧家老族给拍飞了。”夏倾城抬起头，美眸中带着几分迷茫：“这就是我想告诉夫君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脑海里突然多出了许多陌生的记忆，好像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来自一个叫灵界的地方。”灵界？陆晨惊呆了，猛地坐直身子，他上下打量这怀中的家人，心跳加速。我的乖，我这老婆该不会是什么女帝转世吧？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都能让我碰上。他激动地握住夏倾城的手：“倾城，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什么隐藏的绝世女帝？”夏倾城被他逗笑了，轻轻捶了他一下：“什么女帝啊？先帝那可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修仙者，只是体内好像封印着一些特殊的力量，记忆也很模糊。不过我隐约记得在灵界还有亲人，具体是谁，可能要等去了灵界才能想起来。”陆晨闻言顿时泄了气，飞升灵界对他这个10灵根的废柴来说简直遥不可及。但看着怀中家人信任依赖的眼神，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猛地冲散了苦涩。10灵根又如何？我偏要逆天而行，为了能配得上倾城，灵界我去定了。虽然梦想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陆晨突然紧张起来：“那倾城，咱们现在就去登记成为正式道侣，万一你以后全都想起来了，我这点修为哪里配得上你？”夏倾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眼波流转：“笨蛋，之前不是你自己总找借口拖延登记吗？怎么现在反倒着急了？”陆晨一拍大腿，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夏倾城后来不再提登记的事，完全是在照顾他的感受。“不行不行，这次我必须对你负责。”陆晨满脸义正言辞：“哼，谁要你负责了？”夏倾城娇嗔撇嘴，指尖轻轻戳着他的胸口：“你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个会负责任的登徒子，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陆晨忍不住满脸认真。夏倾城靠在他肩上，不经意间吐露了心声：“我也不知道，反正待在你身边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安心。”这一刻，海王陆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触动了。转眼间又是3日过去，这3日陆晨与夏倾城几乎形影不离，沉醉于双修之中，感情急剧升温。夏倾城那火辣曼妙的娇躯，完美的曲线，傲人的资本，极致的润感，简直让陆晨爱不释手，百玩不腻。若非他身负纯阳圣体，资本雄厚，恐怕早就被榨干成人干了。“夫君，我们这般毫无节制，真的好吗？”夏倾城依偎在他怀中，脸颊绯红，语气带着一丝慵懒羞涩。陆晨坏笑着搂紧他：“怎么会不好？你的修为都突破筑基大圆满了，我也精进了不少。既然我都扛得住，我家倾城天赋异禀，肯定更没有问题。”看着怀中女子因自己而展现的万种风情，陆晨心中充盈的不仅是欲望，更有一种将他彻底征服也彻底拥有的巨大满足感。紧接着他灵机一动，海王之魂开始熊熊燃烧，是时候进行点进阶开发了。陆晨兴致勃勃从储物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珍藏，什么轻薄如蝉翼的黑丝，纯欲风的白丝，镂空精致的蕾丝，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来，倾城，试试这个。
当夏倾城半推半就穿上那条黑丝时，陆晨只觉得气血上冲，差点当场喷出鼻血。妈蛋，这腿谁能顶得住啊？这杀伤力，怕是只有那些修炼了上千年无情道、道心坚如磐石的老怪物才能勉强扛住吧。至于纯洁诱人的白丝，以及那若隐若现的镂空蕾丝，更是让陆晨彻底沦陷，丧失理智，简直太要命了。又是2日过去，夏倾城整理着略微凌乱的青丝，柔声道：“夫君，我的修为已经彻底稳固，是时候出关去处理一些事情了。”陆晨这才意犹未尽地松开他，心中满是不舍。夏倾城真是极品中的极品，从身材到性情都完美契合他的幻想。他不由得开始期待，若是将来能将那位清冷高傲的圣女于西月也一起驯服，让她也在自己面前褪去一切，穿上黑丝、白丝，外加蕾丝，那又会是怎样一番动人心魄的光景？臭流氓，你快放开我，不然我要叫人了。天色渐亮，晨光微熹，陆晨当真带着夏倾城去了执事殿。在众多弟子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2人正式登记结为道侣。连登记的长老都瞪大眼睛，生出一丝八卦之心。在陆晨的道侣名册上已经有了一个炉鼎道侣苏灵，还有一个曾道侣圣女于西月，现在又来一个举世无双的绝美仙子夏倾城，此子到底是何人？竟有如此艳福！走出执事殿，陆晨握着那道象征名分的玉牌，心里美滋滋的。这一下可是合法夫妻了，以后想怎么修炼就怎么修炼。不过前几日萧家带来的刺激犹在眼前。回到洞府后，陆晨难得沉下心来，开始了闭关苦修。丹药像糖豆一样往嘴里塞，海量的灵气被疯狂吸纳，就连稀释过的灵泉水也当水喝。然而他体内的修为就像是蜗牛爬，增长的慢到令人发指。唉，陆晨内视着那几乎纹丝不动的修为壁垒，无奈叹气。他尝试将一颗足以让普通筑基修士突破一个小境界的凝元丹吞下，那磅礴的药力进入他辽阔的丹田气海，竟如泥牛入海，只泛起了微不可察的一丝涟漪。妈蛋，这石灵根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换做任何一个修士，吸收了如此恐怖的资源，加上连日双修，就算没结丹，至少也该是假丹境界了。可他依然顽强地停留在筑基初期。老天爷，你玩我呢是吧？他忍不住对着空气吐槽。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虽然他境界低，但丹田气海内灵力的雄浑程度却丝毫不弱于金丹初期的修士。他有种感觉，若是现在再对上萧晨，自己绝对有一战之力。算了，境界不够，技术来凑。既然修为暂时提不上去，陆晨便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功法神通的修炼上。九阳破虚拳的拳意更加凝练霸道，雪影刀法的轨迹愈发刁钻狠辣，配合着精妙的身法，他在洞府内轻盈翻飞，刀光拳影交织，威力比起之前何止强了一筹。哼，萧晨，你给我等着，等小爷神功大成，定要你好看。就在陆晨与夏倾城登记道侣之后，消息很快传开。正在闭关疗伤的于西月得知此事，表面依旧清冷，仿佛事不关己，但心口却莫名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酸涩。他的主魂因伤势过重，即将陷入沉睡，而那份对陆晨情根深种的分魂意识愈发活跃。陆晨已然成了他的心魔，唯有成为他的女人，或许心魔才会消散。得知他与人正式结为道侣，那滋味着实不好受。而冷清霜则将自己关在洞府内，暗自神伤。他自知比不了夏倾城的美貌和天资，也比不了于西月的地位和修为，可那个男人的身影就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即便那段缘愤始于意外，他也忍不住奢求能在陆晨心里占据一席之地。时光匆匆，转眼便到了陆晨与慕容白约定生死斗的日子。这场争斗说到底，陆晨是在替苏灵儿背锅，想起来就冤得很。而萧家也在暗中支持慕容家，提供了大量资源，让慕容白在短短3个月内修为飙升到了筑基后期巅峰。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陆晨合理死在生死台上。当苏灵儿急匆匆赶回合欢宗时，陆晨对她可没啥好脸色。这女人让自己平白惹上这么大麻烦，一点实际好处没捞着，连吃都没吃到一口。他心下暗自发狠，早晚要让这个身材比岛国老师还顶的女人见识见识自己的厉害和长处。此刻生死台周围早已里3层外3层围满了前来观战的弟子，甚至连一些长老都隐匿在远处观望。大多数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想看看这个艳福齐天，惹得众多仙子倾心的陆晨今天会怎么死。台上慕容白气势汹汹，筑基后期巅峰的灵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狞笑道：陆晨，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能死在我的慕容。废话真多。他话未说完，陆晨直接打断了他。只见陆晨身形如同鬼魅般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一道冰冷的刀光如同惊鸿一闪，快到极致，也狠到极致。雪影刀法，
血落无痕。慕容白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甚至连陆晨的动作都没看清，只觉喉间一凉，视野便迅速陷入黑暗。扑通，慕容白的尸体直挺挺地倒在台上，鲜血这才从喉间的细线中秘密涌出。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懵了。一招，仅仅一招，筑基后期巅峰的慕容白就被一个筑基初期的陆晨给秒了。嘶！片刻之后，震天的惊呼和倒吸冷气的声音才轰然爆发。卧槽！我看到了什么？秒杀？这怎么可能？他的刀怎么这么快？陆晨收刀立，目光扫过台下震惊的众人。慕容家，你们堆资源就堆出这么个废物。他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全场。下次想杀我，派点像样的来。他知道此战之后，他以筑基初期的修为秒杀筑基后期巅峰的消息将彻底传开。他很需要这份威名来震慑一些宵小，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成长时间。而隐匿在暗处的萧家之人脸色瞬间铁青。夏倾城站在台下，嘴角微扬，眼中满是骄傲，仿佛在说：看，这就是我的夫君。匆匆赶到的苏灵儿美眸中异彩连连，第一次对陆晨刮目相看。这家伙似乎并不只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登徒子。而人群中的冷清霜则是松了一口气，随即又被更深的担忧取代。陆晨展现出的实力越强，恐怕萧家的杀心就越重。陆晨收刀而立，目光扫过台下震惊的众人，最后落在萧家子弟所在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他知道这些家伙一定贼心不死。时光匆匆，转眼间陆晨已闭关1月。这1个月里，他日夜不停地疯狂修炼，丹药当饭吃，符箓化到手软，稀释的灵泉水更是喝到想吐。可那该死的修为就像被焊死了一样，依然卡在筑基初期，纹丝不动。当他终于打开洞府禁制时，却见一道娇俏的身影正百无聊赖地等在门口。苏灵儿一见到他，立刻撅起小嘴抱怨：陆晨，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叫门都不开。别忘了，你可是本小姐的专属道侣。道侣2字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陆晨压抑1个月的火气。对啊，道侣，他这1个月纯阳之气积攒得快要爆炸，正愁无处发泄呢。进来吧。陆晨侧身让开，语气平静，眼神却暗流涌动。苏灵儿轻哼一声，傲娇地扬起下巴：哼，本小姐是看你在生死台上表现不错，让不少癞蛤蟆都知难而退，特地来慰问慰问你的。陆晨简直要被气笑了，空着手来慰问，难不成是把自己当慰问品送上门？他心一横，妈蛋，老子给你当了这么久挡箭牌，今天必须收点利息。见陆晨不说话，只是用饿狼般的眼神盯着自己，苏灵儿顿时警觉：陆晨，你这臭流氓想干什么？他做事要动手，却被陆晨一把拉住，顺势按在腿上，啪啪啪，清脆的巴掌声在洞府内响起。啊，你竟敢打本小姐的屁屁！苏灵儿又羞又气，她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修士，此刻在陆晨手中竟毫无还手之力，这感觉太羞耻了，又痒又疼。这个混蛋居然真打，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臭流氓，你快放开我，不然我要叫人了！苏灵儿挣扎着威胁。陆晨冷笑：你叫啊，我这洞府很偏僻，你叫破喉咙也没人听到，反而让我更加兴奋。听到这话，苏灵儿又急又羞，生怕他真做出更过分的事，瞬间就怂了。她可是苏家嫡系的天之娇女，要是被人知道被一个筑基修士接连按着打屁股，这脸还要不要了？她拼命挣扎，陆晨却打得更起劲了。嗡啊！终于，苏灵儿金丹初期的修为全面爆发，猛地挣脱开来。陆晨顿时一愣：好你个苏灵儿，还给我扮猪吃老虎！哼！苏灵儿整理着凌乱的衣裙，俏脸通红，能逼得本小姐现出真实修为，你足以自傲了。看着她这副高傲的模样，陆晨的征服欲瞬间爆表。他一个箭步上前，直接将苏灵儿扑倒在玉床上。既然我们是道侣，那就该做点道侣该做的事。说完，陆晨坏笑着逼近。陆晨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不要！苏灵儿真的慌了。陆晨，你这样会害死你自己的。你不是申屠家的对手，我苏家也不会放过你的。闻言，陆晨气急反笑：你还知道啊？刚为你解决了慕容家的舔狗，逼得我躲在洞府里不敢出门，现在又冒出来一个申屠家，就连你苏家都要对我不利。那你拿我当挡箭牌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会不会害死我？苏灵儿难得露出愧疚之色。陆晨，是我错了，你放开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陆晨感受着身下丰腴娇躯传来的惊人弹性，一阵心痒难耐。这丫头搂着比夏倾城更有肉感，比于西月更加丰润，比冷清霜还要娇嫩，浑身洋溢着岛国老师风情，偏偏还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这让身为海王的他征服欲直接爆棚。陆晨目光锐利如刀，一步步逼近苏灵儿，强大的气场让苏灵儿下意识扭动，风情更甚。他声音低沉：“苏大小姐，这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拿我当挡箭牌，害我差点死在慕容白手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人。”苏灵儿被他按在玉床上，强撑着气势：“那你想怎样？想怎样？”陆晨冷笑一声，伸手撑在他耳侧，将他困在方寸之间。要么你现在就给我一个说法，要么我们现在就去执事殿，当着所有人的面解除道侣契约。他故意顿了顿，凑近他耳边：“不过，你猜，除了我，谁还敢做你的挡箭牌？”苏灵儿娇躯一颤，他当然知道，因为有陆晨这个道侣在前面挡枪，他这段时间少了很多麻烦。要知道，那些狂热的追求者当真是不顾一切，毫无下限，烦不胜烦。我错了，还不行吗？他终于低下头，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大不了，以后有事一定先跟你商量，不会再擅自利用你了。”陆晨这才满意的松开他，心中暗笑，这妮子身份特殊，背后牵扯的势力连合欢宗都得罪不起，现在若是贸然动他，无异于自寻死路。海王之道，攻心未上，今日这番敲打已经足够，让他知道利害关系就好。至于其他的，等自己实力足够强大，这朵带刺的玫瑰迟早要被他摘入怀中。记住你今天说的话。陆晨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下次再敢算计我，可就没这么简单了。苏灵儿看着陆晨的背影，轻轻咬了咬唇，不知为何，这个看似玩世不恭的男人，竟让他第一次产生了心慌意乱的感觉。陆晨突然想到什么，眉头一挑：“等等，你说的申屠家，难道是那个号称青州9大世家之一的申屠家吧？”苏灵儿轻叹一声：“没错，在青州能与我们苏家分庭抗礼的，也只有那个申屠家了。你以后可要小心些。”看着他这副我也是迫不得已的模样，陆晨气得牙痒痒。这丫头分明是把他往火坑里推。申屠家这一代有7个子嗣，其中第7子申屠空最为出众。此人不仅谋略过人，还是罕见的变异风灵根，如今已是金丹中期修为，行事狠辣无情。苏灵儿接着悠悠说道：“现在我苏家族中长老们都在施压，想让我与申屠空联姻。”他撇了撇嘴，一脸不情愿。那申屠空恶名在外，本小姐才看不上他。可我苏家内部局势复杂，连我爹都不能完全做主，我只能出此下策，先找个道侣搪塞过去。陆晨听得直翻白眼，所以这关我什么事？凭什么要我来承担一切？苏灵儿美眸一转，突然凑近他耳边，吐气如兰：“若是你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咱们从假道侣变成真道侣，也不是不可以哦。”听到这话，陆晨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这诱惑实在太大了。苏灵儿这身段，这气质，确实让他缠了很久。被他这么一说，仿佛已经能看到将这尤物收入后宫的美好未来。但理智告诉他，申屠家这块骨头实在太硬，以他现在的实力去啃，怕是会崩掉满嘴牙。这个容我考虑考虑。陆晨强压下心中的躁动，毕竟申屠家可不是好惹的，看来得从长计议，先提升实力再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没有足够的资本，根本吃不到这块美肉啊。青州申屠世家府邸深处，申屠空正在庭院中泼墨挥毫，笔走龙舌间自有一股凌厉气势。申屠公子真是好雅兴啊。这时一道娇媚的女子声音传来，申屠空头也不抬，声音淡漠：“魅影，你来做什么？”自然是给公子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消息。被称作魅影的女子眼唇轻笑：“关于苏家那位大小姐的。”申屠空手中的笔微微一顿，说：“那位苏灵儿小姐如今正在合欢宗。”而且魅影故意拖长了语调：“而且什么？”申屠空眉头微皱：“而且他已经成了别人的道侣。”什么？申屠空周身气势轰然爆发，手中的毛笔咔嚓一声断成2截。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觊觎我申屠空看中的女人？魅影被他吓得后退半步，连忙道是个叫陆晨的内门弟子，据说还是个石灵根的废物。石灵根？废物？申屠空怒极反笑：“呵呵，有意思。我记得合欢宗的萧家不是一直想当我申屠家的附庸吗？”他眼中寒光一闪，语气森朗：“传我的话给萧家，杀了那个陆晨，把苏灵儿完好无损的送回来。若是伤了他一根头发，就让整个萧家从这个世上消失。”申屠空随手将断笔扔在地上，声音冰寒刺骨：“是，公子。”魅影躬身领命，瞬间消失在原地。申屠空望着满地墨迹，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苏灵儿，你以为随便找个废物当挡箭牌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真是天真。”当陆晨带着苏灵儿出现在任务大殿时，瞬间吸引了所有弟子的目光。陆晨本就是宗门风云人物，再加上苏灵儿那惊艳的容貌和曼妙的身姿，
两人站在一起，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得知他们竟是道侣关系时，不知道多少男弟子在心里哀嚎。有些知道苏灵儿真实身份的弟子，更是倒吸一口凉气。青州苏家的千金，居然找了个10灵根的道侣，这世道到底怎么了？陆晨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此刻，两人手牵着手，举止亲密，看得不少人眼红。萧逸在人群中冷冷注视着，心中冷笑：陆晨，你就得意吧，苏灵儿也是你能觊觎的，早晚让你死得很难看。他大哥萧晨还在闭关疗伤，但现在萧家已经搭上了申屠家这条线，有青州9大世家之一的申屠家撑腰，就算整个合欢宗也保不住陆晨。感受到四周投来的各种目光，苏灵儿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突然挽住陆晨的胳膊，亲昵地把头靠在他肩上。陆晨心里一阵无语，这丫头真是坏得很，分明是故意在给他拉仇恨。不过转念一想，既然已经上了这条贼船，不如玩把大的。他趁苏灵儿不备，突然低头在她唇上亲吻了一下。哎呀！苏灵儿惊呼一声，俏脸瞬间通红。臭流氓，你干什么？陆晨邪魅一笑，低声道：乖媳妇，配合一下嘛。既然躲不过，不如把水搅浑，不把这些藏在暗处的毒蛇引出来，我怎么知道该先打哪条呢？果然，见状萧逸立刻跳了出来，指着陆晨大声喝道：苏仙子，别忘了你和申屠公子有婚约在身，你这样在合欢宗随便找个废物当道侣，不仅会害死他，更是让苏家蒙羞。不等陆晨开口，苏灵儿已经炸毛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对本小姐指手画脚？我就是喜欢陆晨，我就是要做他的道侣，怎么了？他劈头盖脸一顿骂，直接把萧逸骂懵了。想到苏家的能量，他萧逸都不敢还口。陆晨满意的搂住苏灵儿的纤腰：乖媳妇，来，再亲一个。出乎意料的是，苏灵儿这次非但没有抗拒，反而主动迎了上去，美眸中闪过一丝狡黠，唇瓣相接，又香又软。陆晨正要伸舌头准备得寸进尺胡乱探索一番时，却被他背齿轻轻咬了一下。哎呦，你属狗的啊！苏灵儿俏脸绯红，眼波流转，这是一点利息，剩下的看你表现。这手我100年不洗了。萧逸见状，再也按捺不住：陆晨，你这是自寻死路，今天就算太上长老也保不住你。他想起身屠空的吩咐，必要时可直接击杀陆晨，一切后果由申屠家承担，就算合欢宗追究也无妨。嗡！萧逸一剑刺出，剑光凌厉。苏灵儿本想出手，却想起陆晨的实力，索性站在原地观战。砰！只听一声闷响，萧逸竟被陆晨一拳轰飞，重重摔在地上，口中吐血。这怎么可能？萧逸又惊又怒，他筑基后期的修为，外加身怀重宝，居然不是陆晨的对手。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哗然。陆晨满脸得意，揽着苏灵儿：灵儿媳妇儿，夫君刚才的表现怎么样？苏灵儿俏脸微红，却故作正经：当然，我家夫君威武不凡。陆晨心中敞亮，既然已经得罪了申屠家，愁眉苦脸有什么用？不如开开心心去面对，反正有美人在怀，这波不亏。身为海王，有了贼心，就必须有贼胆。听到陆晨这番嘲讽，萧逸气得浑身发抖。若是完不成申屠家交代的任务，他们萧家就危险了。陆晨，你很好。萧逸面目狰狞，再也维持不住往日温文尔雅的假象。接下来就让我这个做师兄的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做规矩。一旁的苏灵儿看热闹不嫌事大，挥舞着小拳头起哄：夫君别怂，干他，让他知道谁的拳头硬。陆晨听得心头一热，这丫头不去当啦啦队队长真是屈才了，真是太会搞气氛了。萧逸直接被一唱一和的两人气得气血翻涌，双目赤红。他苦心经营的优雅形象，今日彻底被陆晨毁了。此子必须死！来啊，申屠家的忠犬，让小爷看看你的能耐。陆晨继续火上浇油，言语极尽羞辱。他料定萧家老祖和萧晨被夏倾城打出了心理阴影，暂时不敢露面，正好拿这个萧逸开刀，杀鸡儆猴。给我死！萧逸彻底爆发，筑基后期的修为毫无保留，一道道凌厉剑气如同狂风暴雨般斩向陆晨。陆晨身法灵动，在剑雨中闲庭信步般闪避，偶尔甩出几张爆裂服务新人，逼得萧逸手忙脚乱。拳风呼啸，刀光凛冽。不得不说，全力出手的萧逸实力极为强悍，甚至不比他大哥萧晨差多少，隐藏的确实够深。但陆晨才懒得跟他浪费时间。他瞅准了一个破绽，雪影飞刀如同毒蛇出动，直取萧逸咽喉。这一刀快若闪电，就是要当场秒杀。受子而感！突然一声暴喝传来，萧长坤及时赶到，金丹威压爆发，强行分开了两人，挡下了这致命一刀。他脸色阴沉如水，
还想假惺惺主持公道。陆晨，同门切磋，你竟敢下此毒手！他心中实则憋屈无比。据他所知，陆晨深受太上长老庇护，还有个实力恐怖的夏倾城为他撑腰。老祖被一巴掌拍飞的惨状历历在目，夏倾城那日的恐怖威压更是他永恒的梦魇。他还真不敢明目张胆把陆晨怎么样。可萧家如今骑虎难下，申屠家的压力如同悬顶之剑。陆晨轻蔑瞥了他一眼，我当是谁？原来打了萧家的小狗，又引来了一条老狗。四周弟子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十分辛苦。陆晨，你找死！萧毅暴跳如雷，萧长坤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强忍怒火。陆晨，你竟敢对长老不敬！长老！陆晨嚣张地指着他的鼻子，你算哪门子长老？不过是萧家，是申屠家养的一条老狗罢了。啊！萧家爷孙俩简直要气炸了肺。苏灵儿在一旁美眸发亮，陆晨这嚣张跋扈、针锋相对的脾气，真是太对他的胃口了。陆晨懒得再理会他们，拉着苏灵儿就要走。好狗不挡道，本大爷要接任务外出历练，耽误了时间，你们赔得起吗？闻言，萧家爷孙对视一眼，眼中同时闪过阴冷的寒光。都这个时候了，这小子竟然还敢离开宗门，真是自寻死路。萧长坤心中嘀咕。萧毅立刻高声挑衅：陆晨，是男人就与我上升死台，一决生死。陆晨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抱歉，没空陪你玩过家家。他一把拦住苏灵儿的纤腰，语气亲昵：走，乖媳妇，陪夫君外出历练去。好的呢，夫君。苏灵儿格外乖巧回应，还得意地朝萧毅扬了扬下巴。你们！萧毅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萧长坤看着陆晨离去的背影，杀意如同实质。只要陆晨敢踏出合欢宗一步，他就有无数种方法让此子死无葬身之地。陆晨随便接了宗门任务，拉着苏灵儿晃晃悠悠御剑而起，朝万寿山脉方向飞去。你这御剑技术也太差了吧！苏灵儿满脸嫌弃，撇了撇嘴，随手从储物戒里取出一艘流光溢彩的精致飞舟。上来吧，本小姐带你飞。陆晨眼睛一亮，这飞舟一看就价值不菲，他毫不客气，直接收起飞剑跳了上去。途中，苏灵儿好奇地凑近：喂，你刚才那么嚣张，连萧家长老都敢骂，不怕他们报复啊？陆晨满不在乎地翘起二郎腿：我的好媳妇儿，你连申屠家这种大麻烦都给我惹上门了，区萧家算个鸟？算个鸟？苏灵儿先是一愣，随即扑哧笑出声来，这家伙嚣张起来简直无法无天，偏偏他越来越喜欢了。陆晨嘴角微扬，心里门清，苏灵儿这性格活脱脱就是个修仙版的精神小太妹，对付这种妹子就得用特殊手段。她嚣张，你就要比她更嚣张；她耍小心思，你就要比她更会算计。这可是海王的基本修养。果然，苏灵儿看他这副模样，眼睛越来越亮。陆晨，你要是喜欢这艘飞舟，就送给你了，反正我家多的是。闻言，陆晨双目透亮，这飞舟好啊，用来赶路和逃命都不错。他毫不客气，大手一挥，直接祭奠。媳妇儿送的定情信物，为夫就笑纳了。以后我开着它，就像你随时在我身边。让我来给你揉揉肩吧。苏灵儿被撩得俏脸绯红，突然殷勤地凑了过来。陆晨顿时警惕起来，无事献殷勤，你要打什么坏主意？人家看你这么辛苦，表示一下吗？苏灵儿眨着大眼睛，一脸无辜。陆晨才不吃这套，真要表示，那不如双修，生米煮成熟饭多实在。臭流氓，讨厌！苏灵儿俏脸微红，轻轻捶了他一下。都说好了，等你让申屠空死心，人家就让你转正，你别这么急嘛。说着，他故意往陆晨背上靠了靠，那柔软的触感让陆晨心头一荡。这丫头的身材实在太顶了，要不是缠她身子，谁愿意这么拼命？就在这时，非洲突然颠簸了一下。啊！苏灵儿惊叫一声，整个人扑进陆晨怀里。陆晨只觉得两团傲然饱满袭来，手感好到爆炸。他心里惊呼：挖槽！这要是双修起来还得了？臭流氓，你手往哪摸呢？苏灵儿红着脸推开他。陆晨意犹未尽地收回手，满脸坏笑：这手我100年不洗了。一路上两人斗智斗勇，陆晨始终把握着节奏，把海王的撩妹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苏灵儿表面上还在嘴硬，心里却早已被他这套组合拳打得小鹿乱撞。小蝰蛇，实在抱歉，我要溜了。万寿山脉深处，天色渐暗，陆晨麻利地处理着刚猎到的几只肥美侏罗兽，架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香气四溢。他打定主意要用这手厨艺彻底征服苏灵儿。这个磨人的小妖精，他说什么都要拿下，不然之前那些麻烦可就白扛了。就在烤肉即将出炉，苏灵儿眼巴巴等着投喂时，他突然脸色一变，
取出了一枚正微微发光的传讯玉符。陆晨，他神色难得严肃，家族紧急召我回去，申屠家已经派人出动施压，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要不，你跟我一起回苏家避避风头，或者我们现在就回合欢宗。陆晨眉头微皱，他料到申屠家会有所行动，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心中早有盘算，正好把那些追兵都引到万寿山脉最深处，一网打尽。据说那里盘踞着无限接近元婴老怪的3级巅峰妖兽，到时候他往灵泉空间里一躲，让他们在外面和妖兽死磕，躲上10天半个月，这帮人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嘿嘿，这招借刀杀人简直完美。想到这里，他非但不惧，反而有些兴奋。媳妇儿，别担心，他故作轻松，把烤好的肉递给苏灵儿。你先回去，这些肉带着路上吃。你夫君我命硬得很，就凭他们还奈何不了我。苏灵儿闻言愣住了，美眸中满是诧异和感动。这个平时没个正经的家伙，关键时刻居然这么够义气，独自面对危险让他先走。他心里一暖，手忙脚乱地翻起自己的储物袋，一件件往外掏。这个玉佩你拿着，能抵挡金丹修士的全力一击。这张符宝收好，催动后能秒杀金丹初期修士。还有这张遁空符，遇到危险立刻撕开，可随即远遁千里。这个也带上。他一股脑儿塞给陆晨，眼圈微微发红。陆晨，你可一定别死啊！闻言，陆晨嘴角抽搐，这妮子会不会说话？看着怀里这堆流光溢彩的珍贵法宝，他只能选择原谅他。眼前这个难得露出脆弱神态的多宝仙子，让他嘴角忍不住微微一翘。海王攻略第1步，成功让目标牵挂，并主动付出，搞定。苏灵儿恋恋不舍地离去后，陆晨脸上淡定的笑容瞬间消失。他快速吃了几口烤肉后，竟主动释放出自身气息。得益于混沌长生诀的玄妙，他的神识远比自身修为强大，早已堪比金丹大圆满修士，是个名副其实的怪物。很快，他便感应到数百里外一道道黑影正在急速逼近，来得真快，竟然还有2位假阴强者。申屠家还真是看得起我啊！陆晨感叹一声，不敢怠慢，身形一动，朝着万寿山脉内为疾驰而去。他手中有一份从其他修士那给来的残破地图，上面标注了3级巅峰妖兽黑水蝰蛇的巢穴位置。他的计划很明确，边逃边将追兵引向那个死亡地带。万一那妖兽也不敌，灵泉空间便是他最后的底牌。若连这也不行，他不敢多想，那必将是十死无生的局面。另一边，申屠空亲自带队，阵容堪称豪华。他身后跟着2位气息渊深的假阴境族老，以及足足16位金丹修士，加上他本身金丹中期的强悍实力，这支队伍足以横扫青州大多数势力。2位族老可锁定那小子了。申屠空声音冰冷：少爷，已锁定。他正全速逃往山脉内围，似乎想借妖兽之力阻拦我们，垂死挣扎而已。申屠空嗤笑一声：追！本少爷要让他知道，招惹申屠家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陆晨将速度提升到极致，凭借着对地图的熟悉和强大的神识预警，险之又险地避开其他妖兽的领地，正精准将追兵引向目标区域。终于，随着一股腥风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一阵腥臭和恐怖的威压。只见前方一片巨大的黑色沼泽中，一条水桶粗细、浑身覆盖着漆黑鳞片的巨蟒缓缓抬起头，猩红的蛇瞳锁定了闯入他领地的不速之客。3届巅峰级妖兽黑水蝰蛇，其实力堪比人类元婴初期。丧！被惊扰的蝰蛇发出愤怒的嘶鸣，庞大的身躯搅动沼泽，带着毁灭的气息，率先攻向了追得最近、气息最强的申屠家队伍。陆晨趁机躲到一块巨岩之后，收敛所有气息，准备美滋滋的看一场好戏。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面对暴怒的4级妖兽，申屠空非但没有惊慌，眼中反而爆发出惊喜的光芒。太好了！黑水蝰蛇，他的内丹正是老祖炼制破阴丹急需的主要之一，真是天助我也。2位族老先合力拿下这畜生再说。结阵！随着一位假阴族老的厉喝，16名金丹修士迅速占据特定方位，灵力勾连，竟瞬间结成一座玄奥的战阵。2位假阴族老作为阵眼，引导着集合了18人之力的磅礴能量，化作一道道巨大的灵力锁链，悍然迎向黑水蝰蛇。轰轰轰！恐怖的爆炸声响彻山脉，大地都在震颤。那黑水蝰蛇虽强，但在申屠家精心准备、配合默契的战阵围攻下，竟被打得嘶吼连连，漆黑坚硬的鳞片不断崩裂，鲜血染红了沼泽。陆晨在远处看得目瞪口呆，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尼玛，完蛋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小蝰蛇，我真不是故意坑你的啊！谁知道申屠家这帮变态的阵法这么强，他原以为会是一场2败俱伤的死斗，
没想到竟成了申屠家的狩猎表演。眼看黑水蝰蛇在怒吼声中渐渐不支，庞大的身躯被灵力锁链层层束缚。陆晨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小蝰蛇，实在抱歉，我要溜了。他心中默念，立刻沟通灵泉空间，准备躲进去避风头。然而下一秒，陆晨脸色巨变，他只感觉自己的神念撞在了一层无形但坚不可摧的壁垒上，发出嗡的一声闷响，脑海一阵刺痛。任凭他如何疯狂催动法诀，那扇通往灵泉空间的大门都纹丝不动。妈蛋，玩脱了！无边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天灵盖，是那个假阴老怪，他早就用神识锁定了这片空间。陆晨的心沉到了谷底，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青州顶尖修仙世家的底蕴是何等恐怖，自己那点小聪明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一股前所未有的悔意涌上心头，他不甘心。早知道申屠家强到这种地步，他绝不会用这种冒险的计策。看着已经彻底制服黑水蝰蛇，正冷笑着朝他藏身之处看来的申屠空等人，陆晨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再见了，我的倾城师姐，再见了我的前圣女老婆青霜师姐，还有苏灵儿那个惹祸金小妖女。陆晨一阵恍然，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死神在向他招手。老婆飞升灵界前还特意给他找了个替补。就在陆晨闭目等死之际，嗡，他身前的空间一阵扭曲，一道熟悉的绝美倩影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息，强行撕裂空间，瞬间出现在他身前。来人正是夏倾城。此刻他气息强横无匹，显然体内的封印再次被迫解开。他没有任何废话，玉手轻挥，两道蕴含着毁灭力量的流光便直接轰向申屠家的两位假阴长老。噗噗，那两位在陆晨眼中强大无比的假阴长老甚至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便在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身躯寸寸碎裂，化为飞灰。其余申屠家金丹修士肝胆俱裂，口中喷血倒飞，如同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窜，连头都不敢回。强行爆发后的夏倾城气息瞬间萎靡，脸色苍白如纸，娇躯摇晃着倒入陆晨怀中。夫君，幸亏我来得及时，你没事就好。他虚弱地笑着，仿佛只要陆晨平安，他付出任何代价都值得。陆晨紧紧抱着夏倾城，心中充满了后怕和感激，刚想说些什么，轰隆隆，整个天穹突然发出不堪重负的轰鸣，一道横贯天际的巨大裂缝猛然撕开，浩瀚如渊的恐怖气息倾泻而下，瞬间笼罩了整个玄灵大陆。雷云翻涌，天地变色。这一刻，大陆上所有闭关的元婴老怪都被惊动，纷纷骇然望向天空。有人飞升？不，绝不可能！此界已万年无人能飞升，是上界，是灵界的气息。通天之路打开了，机缘，老夫感应到了飞升的机缘啊！一时间，整个青州乃至其他8州，所有寿元将近、必死关的老怪物们全都睁开了老眼，彻底疯狂了。然而下一刻，那裂缝中踏出一位身着古朴袍服、头发花白的壮硕老者。他无视了整个大陆的沸腾，目光如电，瞬间锁定万寿山脉，一步跨出，便出现在陆晨与夏倾城身旁。他看向夏倾城，目光复杂，带着恭敬和激动，躬身道：“小姐，虚空通道已开，老奴奉家主之命，特来接您回归灵界。”闻言，夏倾城娇躯猛地一颤，大量被封存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看向陆晨，美眸中瞬间盈满了泪水，死死抱住他。“不，夫君，我不想走，我想留下来陪你。”“什么？你要回灵界？”陆晨脑中嗡的一声，心如刀绞，手臂下意识收紧，仿佛一松手就会永远失去他。见陆晨不肯放手，那灵界老者面色一沉，冷哼一声，无形的威压让陆晨几乎窒息蝼蚁。“放开你的脏手，区区筑基期的下界废物也敢玷污我家小姐仙体，老夫劝你莫要自寻死路，不许你这样说我夫君。”夏倾城如同护崽的母狮，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再次挡在陆晨身前，眼神决绝。“你若伤他分毫，我立刻自绝于此，绝不回去。”老者脸色一变，只得压下怒气，急声道：“小姐，这空间壁垒维持不了片刻，是家主耗费了无数资源才强行打开的，快随老奴回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夏倾城知道已无法改变，他泪眼婆娑，猛地回头，用力吻住陆晨的嘴唇，仿佛要将所有的眷恋都融入这一吻之中。“夫君，保重，我等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找我。”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充满坚定。“倾城，我一定会去找你的，不管是上天入地，我一定会找到你。”陆晨眼眶通红，嘶声承诺。谁说海王无情？在他决定与夏倾城登记道侣的那一刻，他
她就已经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妻子。看着夏倾城的身影在老者灵力包裹下开始变得虚幻，缓缓升空，陆晨心如刀割。都怪自己实力不济，保护不了他，还连累他为了救自己而解除封印暴露自己，最终被迫离去。陆晨第一次对自己所谓的海王之道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些周旋于女人之间的洋洋自得，那些将感情视为攻略游戏的虚荣，在夏倾城毫无保留以命相互的真情面前显得如此可笑。他一直都在享受他们的好，却从未真正思考过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责任。所谓的海王不过是他用来自我麻痹逃避成长责任的华丽外壳罢了。就在陆晨陷入深深自责时，那灵界老者冰冷的目光再次扫来，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传音入密，如同最后一道惊雷，狠狠劈在他的心坎上。小子，趁早死心吧！你们这片玄灵大陆不过是万千位面中被遗弃的垃圾角落，灵气枯竭，法则残缺，早已被上界隔绝，被称为绝灵坟场。莫说你是个10灵根的废物，就算你是天资卓绝的天灵根，在此界法则下也休想感应飞升契机。你此生此世都不可能再见到小姐了。蝼蚁就要有蝼蚁的觉悟。轰！这句话如同亿万钧重锤，将陆晨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彻底砸得粉碎。他眼睁睁看着天穹裂缝缓缓闭合，看着夏倾城消失在那片他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感受着怀中残留的体温和香气，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力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吞没。陆晨失去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毫无保留真心真意爱着他护着他的女人，而自己却连追寻他的资格都没有。随着夏倾城的身影消失在破碎的天穹之中，万兽山脉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方才还蠢蠢欲动的妖兽们此刻全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陆晨呆呆地望着那条被余波震死的黑水蝰蛇，心头涌起一阵无力感，但仅仅一瞬，他就狠狠抹了把脸，眼神重新变得锐利。不能飞升，既然你们能破开这天，老子迟早也要捅破这苍穹。他利落地收拾起黑水蝰蛇的尸体，这可是3级巅峰妖兽，浑身是宝。就在这时，他动作一顿，这条母蛇身下竟藏着一枚散发着微弱光芒的蛇蛋。他小心翼翼地将蛇蛋收起，仿佛握住了某种希望。小家伙，如果你能孵化出来，我就让你做我的本命灵兽，一定给你好吃好喝的。对不起，就当是我陆晨欠你的。此刻整片大陆都安静得可怕，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却又像什么都变了。至于其他地阶修士面面相觑，满脸茫然，根本不明白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陆晨独自站在原地，仰头望着夏倾城消失的方向，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以他这坑爹的10灵根资质，想要靠修炼飞升到灵界，简直难如登天。太弱了，我还是太弱了。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必须变强，无论如何都要去灵界。夏倾城是我的女人，谁也别想抢走。当陆晨魂不守舍走出万兽山脉时，却在外围看到了一道熟悉的清冷身影。于希月静静立在那里，衣裙随风轻扬，裙摆上沾染了些许露水，却依然美得不可方物。他看着陆晨通红的眼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轻声道：陆晨，我知道你很难过，从前是我不对，以后我会帮你，我们一起修炼，一起飞升，去找倾城姐姐。陆晨一愣，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个女人怎么回事？以前不是瞧不起她吗？现在居然主动说要帮她，还叫得这么亲热。见他满脸困惑，于希月取出一枚流影玉简递给他，灵力注入，夏倾城的虚影浮现，他眼中含泪，却带着温柔笑意。夫君，当你看到这道流影时，我想我已经不在这片大陆了。你别做傻事，好好修炼。希月妹妹是得到我认可的人，以后就让她带我照顾你。你们一起修炼，记得早点来灵界找我。影像缓缓消散，陆晨正在原地，心头五味杂陈。这算怎么回事？老婆飞升灵界前，还特意给他找了个替补，而这个替补还是自己的前任。陆晨看着于希月此刻真诚的目光，又想起夏倾城临别时的嘱托，一时间心乱如麻。在灵泉空间里，我就是神。陆晨像是根本没听见于希月的话，只是抬起猩红的双眼，深深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冰冷又陌生，让于希月的心猛地一揪。不用再说了。陆晨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心如死灰的疲惫，直接打断了他。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你别跟上来。说完，他再也不看于希月那瞬间苍白的脸，径直祭出苏灵儿送的飞舟，化作一道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合欢宗方向飞去。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他还是不肯原谅我，都怪我，都是我当初的傲慢和犹豫。看着陆晨决绝离去的背影，于希月站在原地，美眸中瞬间噙满了水雾，无尽的悔恨和酸楚涌上心头，让他几乎站立不稳。然而
就在这时，他周身气质猛地一变，那股柔弱瞬间被清冷和威严所取代，主魂苏醒，强行压下了分魂那泛滥的情感。哼，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这家伙经此大变，心性若是不能破而后立，便彻底废了。必须给他一个目标，一个不得不奋勇前进的动力。正好3个月后的青州南域宗门大比，汇聚各方天骄，机缘和危机并存，正是磨砺他最好的舞台。看来眼下只能先以太上长老的身份逼他走回正轨了。于希月望着陆晨消失的天际，目光变得深邃而坚定。陆晨，本座绝不会让你就此沉沦，就算是用鞭子抽，也要把你抽进宗门大比。你想静静？哼，本座偏不让你如愿。陆晨回到宗门，一头扎进洞府，死死封闭所有禁制。他现在什么都不去想，只想用疯狂的修炼麻痹自己。进入灵泉空间，他如同自虐般吞服丹药，狂饮灵泉，甚至囫囵吞下几株新催熟的上古灵药。狂暴的灵力在体内横冲直撞，带来阵阵胀痛，搞得他遍体鳞伤，却远不及心中抽痛的1/1000。不够，还是不够强。陆晨红着眼，又取出那柄得自古修洞府的下品宝器雷鞭，逼出一滴精血滴落，神识沉入，开始炼化。多一件底牌，就多一分找回倾城的希望。然而炼化刚到关键处，嗡！陆晨神魂猛地一震，如同被一柄冰锥刺入，一股阴冷腐朽的强大意念顺着他的神识蛮横地闯入了他的识海。真是天不绝我，小子，没想到你竟有如此逆天机缘。这空间，这些宝贝何该都为老夫所有？一个苍老而狂喜的声音在他脑中炸响。陆晨心头大骇，瞬间明悟，是那个洞府中作画的古修士，他的残魂竟然藏在遗物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夏清城刚被迫离去，回到灵界，自己又惹上这种要命的麻烦。识海中，那老者的神魂散发出令人战栗的威压，远非他现在所能抗衡，硬拼就只有死路一条。陆晨强行压下心中恐惧，神识传递出卑微的意念：前辈饶命，晚辈愿意献出肉身，只求前辈能留我一丝残魂转世。老者嗤笑，语气带着猫捉老鼠的戏谑：嘿嘿，小子，透过你的记忆，老夫可是看了不少好戏啊。夜夜笙歌，红颜知己遍布，连灵界仙子都对你倾心，这等奇人之福，难怪你舍不得死。陆晨内心怒火翻腾，却只能顺着他的话说：前辈说笑了。老者声音陡然变得贪婪，说笑，那个叫于希月的丫头，身段气质皆是极品，更是罕见的先天纯阴灵体。待老夫接管了你这肉身，定要第一个将它拿下，好好品尝一番。老夫可是很喜欢吃回头草的，想必用它来助老夫恢复修为，滋味必定妙不可言。你敢？听到于希月的名字，尤其是老者那污言秽语的异响，一股前所未有的暴怒和占有欲猛地冲垮了陆晨的理智。他自己可以跟他闹别扭，但绝不允许外人如此亵渎。这个老东西不仅要夺他根基，连他的女人都敢惦记。老杂毛，你动他一下试试，老子跟你拼了！但说完这话，陆晨就后悔了。他深知冲动解决不了问题。老者也不生气，小子，看在你这么多宝贝的份上，老夫就懒得跟你一般见识。放心，我会让你慢慢死的。闻言，陆晨一边强行按捺情绪，假意与老者周旋，胡扯着什么把妹心得、海王技巧，分散其注意。另一边，所有的心神都疯狂沟通着脚下的灵泉空间。快啊！你平时不是挺灵的吗？现在你主人我要被雀巢鸠占了，你倒是动啊，给点反应啊！据他所知，灵泉空间在主人遭遇危难时会自动护主。陆晨现在就在灵泉空间，这老东西开始夺舍之时，就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只是他也不太确定，所以心中很是忐忑。趁着自己还能勉强掌控身体，陆晨心中一横，不顾识海撕裂的剧痛，全力运转起混沌长生诀。他有一种直觉，这不源自灵泉空间的功法，就是调动此方世界神秘力量的钥匙。以我神念为引，换此方天地之力。陆晨在心中咆哮，功法刚一运转，他体内的灵泉气息便随之共鸣。小子，你在干什么？快给老夫停下！老者瞬间惊觉，厉声喝道。他感受到一股令他心悸的力量正在苏醒，他不再犹豫，神魂化作一股阴邪的黑雾，猛地扑向陆晨的神魂本源，企图强行吞噬夺舍。啊！陆晨发出一声痛苦嘶吼，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要被撕成碎片，但他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疯狂催动功法。找死！老者又惊又怒，加剧了侵蚀。就在陆晨意识即将模糊的刹那，嗡！整个灵泉空间猛地一震，空间内精纯的灵气与神秘法则瞬间被引动，化作无数道闪烁着淡金色光芒的神魂锁链，如同拥有生命般精准地刺入陆晨的识海刷。
刷刷，锁链纵横交错，如同天罗地网，瞬间就将老者那团嚣张的黑雾神魂死死束缚，牢牢定在了陆沉的识海之中，动弹不得。啊，这是什么鬼东西？小子，你到底做了什么？快放开老夫！老者惊恐万分，挣扎嘶吼。他发现自己的神魂在这诡异的锁链面前动弹不得。劫后余生的陆沉大口喘着气，感受着重新稳固的识海和那被彻底镇压的老者，一股前所未有的掌控感涌上心头。果然，在灵泉空间里，我就是神。陆沉心念一动，一道神魂锁链骤然收紧，如同烧红的烙铁般灼烧老者的魂体。啊！住手！快住手！老者发出凄厉的惨叫。小子，不，小友，饶命！有话好说。陆沉冷哼一声，暂时停止了折磨。老东西，现在知道求饶了。刚才不是还要用我的身体去碰我的女人吗？他模仿着看过的影视剧反派，用一种冷酷的语气说道。现在我问你答，答得不好或者让我不满意，我就让你尝尝满清十大酷刑的滋味。老者魂体一颤，又震惊又疑惑。什么是满清十大酷刑？陆沉邪魅一笑。别急，你很快就会一样一样亲身体验到的。这满清十大酷刑太残忍了，不是人受的。陆沉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我的问题只问一遍，你的答案决定你是痛快消散，还是永受炼魂之苦。说着，他心念一动，一道神魂锁链骤然收紧，如同烧红的烙铁般灼烧老者的魂体。接着他又操控另一道锁链化作细针，猛地刺入老者魂体最敏感的区域。啊！快住手！小友饶命！我说，我什么都说，你问吧。老者痛的魂体都在扭曲涣散，彻底崩溃了。你这小子就是魔鬼，你简直比魔道修士还要残忍。陆沉满意的收起手段。很好，第一个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躲在那洞府里，还想夺舍我？老者不敢再有丝毫隐瞒，带着哭腔慌忙回答。小友饶命！老夫不，我名叫冯路，本是灵界一介散修，仗着天生雷灵根，资质尚可，却也因这天赋遭奸人嫉妒，被仇家联手追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能拼死逃入一道即将崩溃的空间裂缝，这才侥幸流落下界。可谁曾想，那虚空混沌风暴太过恐怖，我刚坠入此界，肉身便已崩毁，只剩这一缕残魂，依附在本命法器之上，陷入沉睡，苟延残喘。今日夺舍小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只想活下去，盼着有朝一日能重返灵界，报此血海深仇啊！灵界！听到这两个字，陆沉的心脏猛地一跳，激动的几乎要叫出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倾城老婆，我终于找到去灵界的线索了。他强压下翻涌的心绪，目光灼灼盯着冯路的残魂，声音激动。很好，冯路是吧？现在把你知道的关于灵界的一切，尤其是各方势力、地理分布，还有如何从这片大陆飞升灵界的方法，统统给我一字不漏交代清楚。冯路被他这饿狼般的眼神吓了一跳，支支吾吾说道。陆小友，灵界无边无际，老夫所知也有限，况且这片大陆早已被遗弃，法则残缺，好像根本不能飞升啊，还跟老子装傻充愣。陆沉眼神一寒，心念催动。住手，快住手啊！神魂锁链骤然收紧，灼魂识破的痛苦让冯路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小友，谈笔交易，我们做个交易，否则你就算弄死我，我也不会透露任何信息。陆沉暂缓用刑，冷眼俯视。什么交易？说吧。冯路魂体喘着粗气，急忙回应。老夫虽然不算什么大能，却是土生土长的灵界人，有我的指引，你日后寻找道侣必然事半功倍。飞升虽难，但我知道几处上古留下的空间薄弱点，或许可以强行打破壁垒，感应上界，觅得一线飞升契机。闻言，陆沉心神一震，还有空间薄弱点，有戏。冯路趁热打铁，但我的条件是，你需要助我重塑肉身，带我一同返回灵界。此外，你如今修为低微，你这资质，想要修炼至能打破壁垒的境界，不知何年何月。你需要提前为我寻找养魂物资，养我魂魄，否则我怕是撑不到那天了。陆沉一听，直接气笑了。老东西，死到临头不仅敢跟自己谈条件，还顺带挖苦自己的资质，真当小爷是冤大头和软柿子。他二话不说，直接上刑。神魂锁链化作万千细针，狠狠扎下。错了，我错了，小友饶命，老夫无条件帮你。无条件。冯路痛的魂体扭曲，彻底服软。这满清十大酷刑太残忍了，不是人受的。
陆晨这才收起手段，语气淡漠却充满威严：“冯老，早这样不就好了？放心，只要你真心助我，你提的条件我未必不能答应。”冯路魂体颤抖了一下，苦笑道：“真的？你小子手段如此狠辣，你的话老夫心里没底了。不信，要不要我以道心起誓啊？”陆晨眉头一挑，做事又要催动锁链：“不用，信，我信，100个信。小友快住手！”冯路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告饶。陆晨心中冷笑：“哼，敬酒不吃罚酒，对付这种老家伙就必须比他更狠。”彻底压服了冯路，确保这老鬼翻不起任何风浪之后，陆晨这才安心将那柄雷鞭彻底炼化。据冯路交代，这雷鞭来头不小，并非区区下品宝器，而是一件货真价实的下品灵宝啊！那可是超越法器、灵器和宝器，仅次于传说中的仙器的至高存在。只因为冯路下界时抵御虚空风暴受损严重，品阶才跌落至此。炼化灵宝在手，陆晨信心倍增，再次投入到疯狂的修炼之中。丹药他当糖豆喝，灵泉他当井水喝，海量灵气涌入丹田。然而结果却让他头皮发麻。他震惊地发现自己修炼所需的灵力简直是一个无底洞，呈现出恐怖的几何级数增长，至少是普通修士的1000倍以上。陆晨内心几乎崩溃，1000倍啊！这特么得修炼到猴年马月才能去找下倾城。石灵根还真是一个天坑啊！这也是落到自己头上还能筑个基，至于其他修士，那就是妥妥的废物中的战斗机。巨大的压力和对下倾城的思念化作一股狠劲，陆晨死死攥紧拳头，眼神执拗。他内心嘶吼：1000倍又如何？就算是1万倍、10万倍，我也要填满它！倾城老婆，你等着我！转眼间2个月飞逝而过。这2个月里，陆晨像是疯魔了一般，没日没夜，终日泡在灵泉空间里苦修，几乎与外界隔绝。洞府外，冷清霜来了好几次，留下温声细语的传音，语气中满是关切。于希月也亲自来过，清冷的声线里带着后悔。可惜陆晨一概不知，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变强，变强，变强。在陆晨施展满青石大酷刑的悉心关照下，冯路这老家伙终于吐出了一条剑走偏锋的修炼法门，暂时封印其他灵根，主修单一灵根。这个修炼法门不是谁都能满足的，需要单独的灵根灵性充裕。恰好陆晨每一条灵根都满足，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修炼雷灵根。为啥？因为冯路这老小子自己就是雷灵根，脑子里装着现成的来自灵界的顶级功法和神通，这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宝藏老爷爷吗？不炸他炸谁？当然陆晨可没昏头，他的纯阳圣体和阳灵根是越级挑战，灵力雄厚的根本更是他海王之路的坚实保障，打死也不能荒废。因此阳灵根也不能放弃。这法子果然逆天，仅仅用了10多天，闭关处便传来一阵强烈的灵力波动。轰！陆晨猛地睁开双眼，金光四射。筑基中期，他终于成功突破了。虽然陆晨突破所消耗的修炼资源足以培养出数十位筑基后期修士，却仅仅只是让他从筑基初期提升到中期，但他心中依然狂喜。果然有效，这老家伙没骗我，这条路走得通。师弟你这人怎么刚出关就想要？然而陆晨还没激动多久，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到达筑基中期后，他能清晰感应到下一个境界的难度暴涨了100倍不止。他积攒的所有资源，包括丹药、灵草，甚至把宗门积分都兑换一空，此刻彻底消耗得干干净净，可谓是都比脸还干净。陆晨内心哀嚎：妈蛋，没了，全没了！我这石灵根真是个吞金兽啊！资源耗尽，光喝灵泉水也不是办法，再枯坐修炼也是徒劳。有了混沌长生诀，这等值高功法，其他垃圾功法陆晨根本瞧不上眼。是时候再去会会冯老，搞一门强大的雷法神通来防身了。陆晨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神识沉入识海。冯老，进来可好？陆晨笑眯眯地看着被神魂锁链捆成粽子的冯路。冯路魂体一颤，看到陆晨这笑容就知道准没好事。这2个月他已经被满清10大酷刑折磨出心理阴影了。小友，哦不，主人，您有何吩咐？小的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态度恭敬的不得了，生怕慢了一步又要体验那生不如死的滋味。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你很上道。我既已主修雷灵根，正好缺少一门配得上我的功法神通，把你压箱底的货色都拿出来吧，别想拿残次品糊弄我。冯路连忙回应：不敢不敢，老夫这里正好有一门来自灵界雷玉山的不传神通，
名为九霄雷玉，乃是实打实的天级中品神通。天级神通，陆晨的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在这下界，地级神通都足以作为镇派之宝，天级那是传说中的存在。发达了，这次真的发达了。只见冯路神识凝聚，化作一道缠绕着紫色电光的符文虚影。主人，这门九霄雷玉一旦练成，威力足以撼天动地。它不仅能召唤九天神雷，化为一方雷玉困杀敌人，修炼到极致，更能引动紫霄神雷，那可是连元婴老怪都能劈得灰飞烟灭的恐怖存在啊！听着冯路的描述，陆晨心里乐开了花，捡到宝了。这老家伙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藏经阁。他压下激动，语气和缓了不少。很好，冯老，你放心，我会尽快帮你留意养魂木的。他现在可舍不得这老家伙死了，天知道他肚子里还藏着多少灵界的秘密和宝贝，必须细水长流，慢慢榨干。陆晨刚一出关，几十道传音玉简就嗡嗡作响，差点将他淹没。其中有冷清霜温柔关切的问候，有于西岳清冷简洁的道歉，还有宗门发布的关于青州南域宗门大比的正式通知。距离大比只剩下20天。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倩影飞身而至，正是冷清霜。2个月不见，他似乎更加明艳动人，身姿婀娜，气质清冷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妩媚。陆晨一看到他那清冷绝尘的容颜下是极致的温柔，他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那冰火2重天的水润体验，想起他在床上那与平日清冷截然不同的妖娆风情，他内心一阵燥热。这个女人看着一本正经，在床上简直就是个要人命的妖女。陆晨憋了整整2个月的邪火噌的一下就冒了上来，让他一阵口干舌燥。冷清霜美眸中闪过一丝欣喜，陆师弟，你终于出关了，我是来通知你，还有3日，我们便要出发前往南离王朝国都了。陆晨故意装傻，挑眉问道，去那儿干嘛？当然是参加南域的宗门大比啊，这次由南离王朝主办，我们一同前去也有个照应。冷清霜解释道。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凑近了些，可以啊，不过不是还有20天吗？这么着急？冷清霜被他看得脸颊微热。南离帝国路途遥远，即便乘坐宗门的巨型飞辇一路不停，也至少需要10日才能抵达。要出远门？陆晨顿时来了兴趣。他刚刚突破，正愁没地方试试身手，顺便捞点资源呢。这次大比正是他扬名立万、狂揽资源的天赐良机。他语气带着一丝兴奋。清霜师姐，那你跟我说说，这次都有哪些宗门参加？本次由南离帝国主办，共有36个宗门参与，其中一流宗门6个，其余皆是2流宗门，可谓群英荟萃，天骄云集。陆晨摸了摸下巴，那咱们合欢宗应该属于2流吧？往年战绩如何？冷清双神色略显尴尬，低声道，我们却是2流宗门，主要是因为宗门人才流失严重，若单论人脉关系堪称1流，但若论实战实力，往往在2流宗门里面也只能垫底。陆晨一听瞬间了然，合欢宗女弟子众多，那些天赋好、容貌佳的，要么被其他修士买走，要么被大能带走，至于剩下的，难怪宗门整体实力偏弱，连圣女都只是筑基期，这就能解释得通了。冷清霜见陆晨兴致勃勃，直接递过来一枚玉简，这里面记录着详细的大比规则，以及各参赛宗门的资料和知名弟子的信息，你看看吧。陆晨神识探入，原来这宗门大比的规矩还真不少，年龄必须低于25岁，南离王朝背景也不简单，与许多2流宗门交好，甚至皇室成员与1流宗门也关系匪浅，水很深。不过想想也是，能在这修仙界被称为王朝的，哪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看完信息，陆晨只觉得心头那股邪火越烧越旺，眼前这个冰肌玉骨的冷清霜，必须得与他好好叙叙旧。反正倾城老婆远在灵界，他是肯定不会介意的。不对，我这也是为了提升修为嘛，双修也是正经修炼。陆晨心中理直气壮，对，我这是为了变强。他目光灼热，一把拦住冷清霜的纤腰，将她拉进怀里。师姐，正事谈完了，来日方长，我们还是先办点要紧事吧。陆晨嗓音低沉，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呀！冷清霜惊呼一声，感受到陆晨身体的灼热，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俏脸绯红，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便软倒在他怀中，眼波流转，媚意横生。师弟你这人怎么刚出关就想要？嘿嘿，这不是想师姐了吗？陆晨大笑一声，拦腰将他抱起，大步走向内室。洞府静至，再度悄然闭合，将满洞春色与阵阵引人遐思的轻盈尽数遮掩，被美人环绕，揽进山河，浮复何求。2日后的清晨，洞府内春光渐息，
陆晨刚一起身，一只玉臂便从身后软软的缠了上来。冷清霜绝美的脸庞靠在他背上，吐气如兰，带着一丝慵懒的魅意。师弟，人家还想要一次吗？就最后一次，好不好？听着这勾魂夺魄的嗓音，感受着背后惊人的柔软，陆晨心头那团火蹭的一下又烧了起来。他邪魅一笑，转身将冷清霜重新压回玉床上。师姐有命，师弟岂敢不从？今天不让你求饶，师弟我的名字倒过来写。陆晨内心狂笑，这个女人的反差感简直绝了。平时冷若冰霜，床上热情似火，要不是老子有纯阳圣体和阳灵根双重加持，试问又有哪个男人能扛得住啊？又是一番昏天暗地的酣战，直到日上三竿，两人才终于结束这场修炼，神清气爽地赶往宗门广场。广场上，此次参与南域宗门大比的队伍已然集结。陆晨目光一扫，好家伙，真是冤家路窄。队伍里赫然站着萧晨、萧逸、赵俊这三个死对头，他们看向陆晨的眼神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尤其是萧晨，那目光跟要吃人一样，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陆晨内心冷笑，哼，三个手下败将，还敢瞪你陆爷？现在老子是筑基中期，杀你们如杀鸡。就算是金丹修士，逼急了小爷也敢抽他2巴掌。除了这几个碍眼的，队伍里还有于西月、柳青音以及人品不错的蟒山三姐，由真传主风主，那位有着合欢宗第一美熟妇之称的金丹后期高手玄霜风主洛玄霜亲自带队。大哥，这边。蟒山三杰热情招呼着，陆晨笑着走了过去，心里总算平衡了点。有这三兄弟在，路上应该不会太无聊。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灵压悄然降临。只见洛玄霜脚踏霞光，身姿绝美，缓缓落在众人面前。他凤目扫过，声音清冷悦耳，却带着一丝威严。人都到齐了，此次大比，等10人代表我和欢宗颜面。本座不奢求你们闯入前10，但求不要垫底就好。他袖袍一挥，你们都回去好生准备，明日辰时于此地集合，准时出发。众人齐声躬身回应，而一旁的于西月则目光幽怨，盯着陆晨暗暗发呆。反观陆晨，眼睛却像长在了洛玄霜身上一样，他心中疯狂盘算，啧，这身段，这气质，熟透了啊！不愧是金丹后期的仙子，不知道和这等修为的仙子双修是何等美妙的滋味。比起青霜师姐又如何？会不会和倾城老婆一样润？但陆晨转念一想，又暗自警惕，不对啊，这女人是太上长老那老妖婆的心腹，这个时候派她来带队，该不会是那老妖婆怕我跑了，专门派来监视我的吧？想到这里，陆晨心中一股征服欲熊熊燃起。哼，管你是谁的人，好你个老妖婆，跟小爷玩这套？行，你看我怎么把你这个最漂亮的眼线变成我的女人？只要征服了洛玄霜，说不定还能和她一起玩私奔呢。陆晨越想越激动，他望着洛玄霜离去的曼妙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坏笑。这场宗门大比来得太及时了。翌日辰时，宗门广场上空，一艘庞大的飞辇巍然悬停，流光溢彩，气势非凡。由3头威风凛凛的银翼灵鹫牵引，灵羽在晨光下闪烁着冷冽的金属光泽。洛玄霜长老一袭白衣，清冷如雪，静坐于飞辇最前方，如同画卷中走出的仙子。2位气息渊深的真传长老随行在侧，更添几分威严。出发！洛玄霜红唇轻启，声音轻柔传入每个人耳中。飞辇化作一道流光，破云而去。陆晨倚在舷窗边，俯瞰着脚下飞速掠过的山河。壮丽的云海，连绵的翠峰，蜿蜒如银带的大江，玄灵大陆的浩瀚瑰丽，让他心潮澎湃，更坚定了他要踏足巅峰，揽尽天下风光的决心。更让他心旷神怡的是身边的风景。冷清霜安静地坐在他左侧，清冷的侧颜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柔美。于西月则在他右侧，目光偶尔扫过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而坐在对面的柳青音更是对他展露了一个甜美高雅的笑容。陆晨内心激动，这才是人生啊！被美人环绕，揽尽山河，夫复何求？对于于西月，他心中并非没有涟漪，只是当初被他那般轻视，堂堂海王的面子往哪搁？说好不吃回头草，哪能轻易就范？陆晨这边被美人包围的场景，自然刺痛了某些人的眼。赵俊死死盯着依偎在陆晨身边的冷清霜，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萧晨的目光则在于西月和陆晨之间来回扫视，阴沉的能滴出水。而蟒山三杰则如同3个忠诚的护卫，站在陆晨身后，一副唯他马首是瞻的模样。陆晨，没想到短短10日，你竟已突破至筑基中期了。于西月清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带着一丝探究。陆晨眼皮都没抬一下，语气淡漠疏离：“那是多谢圣女大人挂心。”于西月被他这态度噎了一下，
美眸中闪过一丝黯然，竟然放低了姿态，轻声道：“陆晨，从前是我不对，你能否原谅我？”此话一出，周围瞬间安静了不少。陆晨心中暗爽，哼，现在知道错了晚了，除非你嗨嗨，再看你表现了。但他表面上依旧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嗤笑一声：“呵，我哪敢啊！”一旁的冷清霜闻言，心中微微酸涩，却只是默默低下头。和于希月相比，他终究还是略逊一筹。柳青音更是睁大了美眸，难以置信地在陆晨和于希月之间来回打量。他心中暗自嘀咕，这陆师弟究竟有何魔力，竟然让已是假丹境界，眼看就要结丹的圣女殿下如此低声下气，念念不忘。而且冷师妹似乎也对他情根深重。哼，装模作样。一旁赵俊忍不住低声咒骂，拳头攥得发白。萧晨更是冷哼一声，别过头去，胸中妒火熊熊燃烧。就连飞撵最前方的洛玄霜也不由得回眸，清冷的目光在陆晨身上停留片刻，带着几分好奇的审视。此子倒是有些意思，能让圣女如此，或许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长处。若有机会，本座倒不介意亲自探索一番。感受到各方汇聚而来的视线，有关切，有嫉妒，有好奇，有幽怨。陆晨嘴角微翘，闭上了眼。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清风拂面，好不自在。你们在这杵着，哪个女贼敢来？合欢宗的飞撵穿梭于云海之间，山川大地在脚下飞速倒退，壮阔无垠。陆晨凝目远眺，心中震撼感慨：大，太大了！这玄灵大陆已是浩瀚无边，那传说中的灵界又该是何等光景？恐怕大部分修士穷尽一生也难以走遍。他暗自发誓：倾城老婆，你所在的世界究竟有多大？等着我，总有一天我会踏遍灵界的每一寸土地，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你。一股前所未有的变强欲望在陆晨心中熊熊燃烧。途中，冷清霜对他依旧热情，偶尔低语，眼波流转间尽是情意。柳青音也是落落大方，时不时与他闲聊几句，笑声清脆。唯独于希月始终沉默不语，仿佛将自己隔绝在一层无形的冰壳里。可他即便只是静坐一隅，那清冷绝尘的侧影依旧美得惊心动魄，如同月下幽兰，让人不由自主想将目光投向他。陆晨看着看着，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妈的，真是和倾城老婆一个级别的红颜祸水，越看越上头。想起当初我对他那么粗暴，现在居然有点心疼。不行不行，老子可是海王，海王的尊严呢？说好不吃回头草的。他强行压下心头的躁动，深吸一口气，将注意力转移到手中的玉简上，里面是本次宗门大比与南离王朝的详细资料。南域广袤，王朝林立，其中以这南离王朝资历最老，与修仙宗门的牵扯也最深，水浑得很。此次参赛的6大一流宗门，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几乎全员剑修的天剑宗，富得流油的玄丹阁，擅长驾驭灵兽的玉兽山，体修居多的金刚寺，手段诡异的幽冥殿，还有全员女神用音律杀人的幻音谷。至于合欢宗，因为炉鼎之名在青州人尽皆知，但也正因如此，与各宗的关系盘根错节，情报网络极为发达。这玉简中的信息可谓是十分齐全了。转眼间5天过去了，途中合欢宗一行人虽然遭遇了好几波不长眼的飞行妖兽，也有些赶往南离王朝国都的散修或小宗门队伍，但在洛玄霜这位金丹后期高手与2位长老的坐镇下，所有麻烦都被轻松解决。陆晨也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在玄灵大陆，金丹后期修士几乎可以横着走。至于元婴老怪，那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个个寿元无多，恨不得把1天掰成2天用来闭关，冲击那虚无缥缈的飞升契机，谁会没事出来闲逛？更何况元婴修士之间的战斗动辄山崩地裂，没个10天半个月根本分不出胜负，想要击杀对方更是难如登天。陆晨心中忍不住感慨，说白了，元婴老怪都是各大宗门势力的战略核武器，威慑意义大于实战，轻易不会动用。看来有洛玄霜在，这趟旅途的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而端坐于飞撵最前方的洛玄霜，虽闭目养神，但强大的神识却将船上的一切都尽收眼底。当他看到陆晨时而远眺感慨，时而与女弟子谈笑，时而又对于西月露出复杂神色时，清冷的嘴角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此子倒是比他想象中更有趣一些。又是5天过去了，当飞撵穿过云层，远方地平线上出现那座城池的轮廓时，陆晨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整个人都看傻了。卧槽，这特么是座城池？他忍不住直接爆粗口。只见一座恢宏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城，如同沉睡的远古巨兽般盘踞在大地之上，城墙高耸入云，仿佛与天相接，
视野所及，根本望不到尽头。妈蛋，这规模，说它是半个月球，老子都信。里面至少能塞进去几十亿人吧？这真的是人力能建造出来的吗？飞辇在指定区域缓缓降落，一名身着皇室制服的侍卫长早已等候在此。他神色肃穆，开口提醒：南离国都王城，除皇室特许外，严禁任何修士御空飞行，违者格杀勿论。他的话语带着莫大威严，让众人心中一凛。脚踏实地后，陆晨的感受更为直观。他脚下是历经万载风霜的巨型青石，身旁是充满了蛮荒、古老气息的宏伟建筑，一股苍茫而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让他心神摇曳。万年古城果然名不虚传，这底蕴太吓人了。城中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各种奇装异服的修士，骑着异兽的骑士，装饰华丽的车架穿梭不息，两旁店铺林立，售卖着琳琅满目的修真物品，喧闹之声直冲云霄，好一派繁华盛景。在皇室侍卫的引领下，众人被安置在一处极为气派的府邸，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面积大得惊人，更有专业的管家、貌美的侍女和气息精悍的侍卫随时听候调遣。陆晨心中暗叹，这服务，这待遇，妥妥的5星级修仙酒店啊！王朝就是王朝，牌面太足了。他随便选了一间上房住下，结果他刚选完，旁边的房间立刻就被人选定了。冷清霜俏脸微红，一言不发地选了他左边的房间。于希月目光清冷，却毫不犹豫占了他右边的房间。就连柳青音也对着陆晨甜甜一笑，优雅地住进了他对门的房间。这一幕可把忠心耿耿的莽山三杰给急坏了。大胡子挠着头，一脸愁容。完了完了，3位师姐把好位置都占了，万一晚上有采花贼来害大哥，我们怎么来得及保护？斗鸡眼努力聚焦，语气焦急。就是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没有大哥的指点和修炼资源，咱们3兄弟能这么快全都突破到筑基后期吗？必须进行贴身保护。招风耳扇了扇耳朵，灵机一动，有了，咱们去跟师姐们商量商量，换一下房间不就行了？为了大哥的安全，他们应该能理解。好主意！3兄弟觉得此计甚妙，立刻屁颠屁颠的跑去挨个敲门，结果却是一言难尽。砰！冷清霜房门紧闭，拒绝接客。不换。于希月声音清冷：3位师弟，这不合适吧？柳青音尴尬而不失礼貌的拒绝。不到1炷香的功夫，莽山三杰就垂头丧气的回来了，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大胡子一脸委屈：师姐他们都好凶啊，不就换个房间，至于吗？斗鸡眼急得团团转，这下咋办？保护不了大哥，我们还有何面目自称兄弟？招风儿猛地一拍大腿，小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还有个办法，咱们不如就守在大哥房门口。对，打地铺，咱们3兄弟轮流站岗，为大哥守夜，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大胡子和斗鸡眼一听，眼睛顿时亮了。好，就这么办。3兄弟立刻行动起来，抱着铺盖卷，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在陆晨房门外直接打起了地铺。那副忠心护主视死如归的架势，看得路过的侍女们都忍不住掩嘴偷笑。陆晨在房里用神识看到这一幕，哭笑不得。这3个活宝脑子是不太灵光，但这份笨拙的忠心倒也难得。突然他脸色一变，猛地一拍大腿，不对啊，这3个憨货在老子门口打地铺，万一今晚有哪位仰慕小爷的绝色仙子想来与我月下谈心，深入交流一番修炼心得，这他娘的不是全被堵在门外了吗？陆晨心中哀嚎，我的桃花运啊，可不能就这么被这3个门神给断送了。他一个箭步冲出门外，看着已经铺好被褥，摆出忠心护主造型的3兄弟，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起来起来，都给我回自己屋里睡去。陆晨又好气又好笑的驱赶。大胡子一脸茫然，大哥，我们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就是，万一有女采花贼来夜袭大哥怎么办？斗鸡眼努力瞪大眼睛，显得格外睿智。陆晨嘴角抽搐，简直要被他们的脑回路打败了，心中疯狂吐槽：你大哥，我怕的就是女采花贼不来，你们在这杵着，哪个女贼敢来？他深吸一口气，换上一副语重心长的面孔：3位兄弟的心意，大哥我心领了。但你们想想，这里是南离黄都，戒备森严，还有骆长老坐镇，哪个不开眼的敢来撒野？你们在这守着，反而显得咱们和欢宗小家子气，让人看了笑话。陆晨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总算把这3位忠心过头的活宝劝回了各自的房间。他抹了把并不存在的冷汗，长舒一口气，搞定，这下清静了。专门为仙子开辟的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就是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有惊喜呢？妈蛋，顶不住，根本顶不住。
这谁扛得住啊？陆晨苦劝三杰的这一幕闹剧，恰好被隔壁房间透过窗缝暗中观察的于西月尽收眼底。看着陆晨那副焦急的模样，回想起莽山三杰那憨傻的忠心，一路上清冷如冰，未曾展颜的他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容如同冰雪初融，春花绽放，美得惊心动魄，连他自己都微微一怔，随即迅速收敛，恢复清冷。但眼底那一抹难以察觉的柔和却久久未散。而隔壁房间里的冷清霜同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美眸流转，望着陆晨紧闭的房门，贝齿轻咬下唇，脸上泛起一抹动人的红晕。这个冤家把人都赶走了，莫非是在暗示什么？看来今晚我得找个由头去他房里好好修炼一番才是。可是万一被发现了，又该如何是好？夜深沉如水，陆晨刚送走莽山三杰那三个憨货，正准备躺下好好休息，弥补一路上被几位绝色小仙女环绕却无处发泄的精力损耗。哎，当海王也是个力气活啊，真是身心俱疲。谁知他屁股还没坐热，门外便传来一道清冷中带着一丝娇柔的传音：“陆师弟，你睡下了吗？”是冷清霜。陆晨心头一跳，这位师姐平时看着清冷，没想到胆子不小，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竟敢深夜主动来访。这积极性怎么感觉比我这纯阳圣体需求还要旺盛？他稳住心神，故作平静的回应：“是清霜师姐啊，门没锁，有事进来说吧。”吱呀，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倩影闪入，随即迅速将门关上。下一刻，一具温香软玉紧着轻薄轻衣的娇躯便带着沐浴后的清新香气直接投入陆晨怀中。那惊人的弹性和饱满触感瞬间让他血脉奋张。陆晨内心狂笑，妈蛋，顶不住，根本顶不住，这谁扛得住啊？他双臂一紧，只觉得温香软玉满怀，直接把持不住。他正要低头探寻一番，一双大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挖槽，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咚咚咚，就在两人即将擦枪走火之时，不合时宜的敲门声如同惊雷般炸响，伴随着柳青音那清脆悦耳的嗓音：“陆晨师弟，你休息了吗？我和西月师姐听说这南离王城的夜市繁华无比，有许多罕见的天才地宝和有趣玩意，想邀你一同去见识一番呢。”他身后似乎还站着另一道清冷绝尘的身影，于西月。陆晨心中哀嚎，我靠，要不要这要巧，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种要命的时候来，这是要憋死小爷吗？怀中的冷清霜娇躯一僵，如同受惊的小兔子，瞬间从陆晨怀里弹开。他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凌乱的衣衫，一张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呀，是柳师姐和于师姐啊！他声如蚊蝇，慌乱不堪。陆晨看着眼前香艳场景被打断，心中无语，却不得不挤出一本正经的表情。他轻咳一声，主动上前打开房门，正好对上门外柳青音好奇的目光，以及于西月那看似平静，实则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眸。陆晨努力让自己的笑容显得自然。嗨嗨，真巧啊，清霜师姐也正好来邀我同去夜市逛逛呢。既然大家都有此意，那便一起吧。冷清霜此刻也强行镇定下来，走到陆晨身边，虽然脸颊依旧绯红，却顺着他的话点头附和。是啊，正好我也是来邀请陆师弟一起呢，人多也热闹些，相互有个照应。柳青音看看陆晨，又看看面色潮红、发丝微乱的冷清霜，美眸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却聪明的没有点破。这事在合欢宗本就算不得什么。于西月目光在陆晨和冷清霜之间扫过，清冷的容颜上看不出什么情绪，只是淡淡开口：“既然如此，那便动身吧。”几人向坐镇府邸的洛玄霜简单报备后，就直接出了府邸。当陆晨带着三位风姿各异的仙子走在南离王城繁华的街道上时，瞬间引爆了整条街。于西月、冷清霜和柳青音这三女个个貌若天仙，尤其是于西月那份清冷绝尘、尊贵非凡的气质，仿佛九天玄女误入凡尘，让周遭一切黯然失色。修仙界虽不缺美女，但每到她这个级别的，实属千年难遇。冷清霜也毫不逊色，她本就如出水芙蓉，在得到陆晨的日夜滋润后，眉宇间更添了几分动人的妩媚，一颦一笑都勾人心魄。柳青音虽稍逊半筹，但那空灵澄澈的气质宛如山间清泉，别有一番韵味。这王城本就散修云集，修仙家族林立，近日因宗门大比，各派弟子更是络绎不绝。一时间，整条街的目光都被牢牢吸了过来。快看，那是哪家的仙子？中间那个白衣的，我的天，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美的仙子。旁边那个穿蓝裙的也是极品啊，太媚了。他们怎么都围着那个小子？无数道惊艳、痴迷乃至嫉妒的目光，如同实质般定在四人身上。饶是陆晨脸皮够厚，被这么当街形注目礼，也感觉脸上有点发烫，
浑身不自在。妈蛋，早知道就该让他们戴个面纱，这回头率也太恐怖了，跟逛动物园似的。小爷我成了被围观的猴。好不容易穿过这片拥挤的人潮，走到另一条相对清静些的街区，结果刚露面又引起了新一波的轰动。冷清霜和柳青音似乎早已习惯这种场面，反而有些兴奋，美目流盼地打量着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对那些精美的法宝、璀璨的丹药很是感兴趣。于希月却始终清冷如冰，眼神尊贵而疏离，仿佛周遭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那副神态让陆晨恍惚间还以为是太上长老那个老妖婆亲临了。这表情，这眼神，跟那老妖婆简直一模一样。该不会是他在背后远程操控吧？难道于希月也被那老妖婆给夺舍了？与专注于法宝丹药的三女不同，陆晨的注意力却被街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吸引了。那里卖的并非什么灵材法宝，而是一些来自凡俗界的精巧玩意。他的目光落在几顶用新鲜花朵编织而成的帽子上，色彩缤纷的鲜花在能工巧匠的编织下，变成了一顶顶充满生机的花冠。陆晨眼睛一亮，心头瞬间涌上一个念头：这鲜花帽子于希月戴上，定能中和她的清冷，更添娇艳。清霜师姐戴上，必然更显妩媚动人；就连柳师姐戴上，也会更契合她空灵的气质。妙啊！他仿佛已经看到三女戴上花冠后那惊艳众生的画面，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意。他毫不犹豫地朝那个小摊走了过去。老板，这3顶花冠我要了。可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悠悠传来：哼，如此粗鄙不堪的凡俗之物，如何配得上我未婚妻清霜师妹的仙姿？众人循声望去，只见3名白衣青年缓步走来，3人皆是剑眉星目，气质凌厉，周身仿佛有无形剑气环绕，让人不敢直视。为首之人面容俊朗，眼神却锐利如鹰，背后竟附着3柄青色长剑，整个人宛如一柄即将出鞘的绝世神兵。锋芒毕露佳期也曾是合欢宗弟子。陆晨闻言，眉头瞬间拧紧，猛地看向冷清霜。未婚妻，清霜师姐，什么情况？冷清霜脸色一白，急忙低声解释：陆师弟，此人便是家族为我安排的那位天剑宗真传弟子剑无痕。剑无痕淡淡一笑，解释道：错，在下已是天剑宗圣子。天剑宗圣子，那可是南域6大一流宗门之首，正道魁首，远非合欢宗这等二流宗门能比。但即便如此，冷清霜的心也早已记在陆晨身上，他绝不可能接受家族的安排。即便剑无痕已贵为圣子，他不再犹豫，直接上前一步，主动挽住陆晨的胳膊，语气坚定：剑无痕，还请你慎言，我与你婚约未成，便不是你的未婚妻。陆师弟赠我之物，无论贵贱，在我心中便是无价之宝，我很喜欢。他并不是想给陆晨惹事，但此事必须尽早说清楚为好，斩断一切不必要的因果纠缠。一旁的于希月和柳青音也面露亚色，美眸在剑无痕和陆晨之间流转。剑无痕见冷清霜竟当众与一个陌生男子如此亲密，还直言拒绝自己。他身为天剑宗真传弟子，一向心高气傲，何曾受过如此羞辱？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但他努力维持着风度，目光冰冷地看向陆晨：你是何人？清霜师妹已是我内定的道侣，我见家不日便要上冷家去提亲，还请阁下自重，离他远点。陆晨见对方虽然愤怒，却还勉强守着礼数，知道这家伙不是个无脑的蠢货，而是一个伪君子型的难缠角色。他按下火气，拱了拱手，语气不卑不亢：这位道友，实在抱歉，我师姐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对阁下并无此意，还请你让开。剑无痕见陆晨如此不识抬举，终于忍不住了，但身为正道魁首天剑宗的弟子，他也不能当街发作失了风度。他强压怒气，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一丝威胁：道友，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莫要自误，有些浑水不是你一个二流宗门弟子能趟的。陆晨看他这副想发作又拼命忍着，道貌岸然的憋屈模样，心中冷笑，懒得再跟他客气。跟伪君子讲道理，不如直接捅破那层遮羞布。他脸色一沉，再无半分客气，直接喝道：滚！这一声滚字如同惊雷炸响，清晰传遍整条街道。刹那间，周围看热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陆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然让天剑宗的圣子滚！剑无痕还能勉强维持表面风度，可他身后那2位天剑宗弟子可就没这份城府了。他们何曾受过这等窝囊气？尤其对方还是个二流宗门的无名小卒小子，你这是在找死！那黄毛弟子脾气最暴，当场就要拔剑。另一人也面色狰狞：敢辱我天剑宗圣子，今日定要你付出代价！陆晨见状，非但不慌，
反而眼睛一亮，直接大声嚷嚷了起来：“哎呦喂，大家快来看啊！天剑宗的圣子了不起啊！光天化日之下就要仗势欺人，以多欺少了，这就是所谓正道魁首的做派吗？真是让我们这些小门小派大开眼界啊！”他一边喊，一边把各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大帽子拼命往对方头上扣，声音洪亮，生怕半条街的人听不见。喊完，陆晨内心狂笑：“对，就这么干！最好气得你们当场动手，小爷我正好名正言顺地收拾你们。”剑无痕被他这番操作气得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这番泼皮无赖般的言行，配上陆晨那故意装出来的委屈表情，反差极大，看得一旁的于西月、冷清霜和柳青音都忍不住眼唇轻笑。于西月内心微动，这家伙脸皮厚起来倒是挺有趣的。剑无痕终于忍无可忍，他天剑宗在这南离王朝何等地位，岂容一个筑基中期的小子再三挑衅？他眼神一厉，不再阻止，反而对两位师弟微微颔首，暗示他们可以出手教训。那两个弟子早已按捺不住，得到圣子师兄默许，都想表现一番，当即杀心大起。嗡！剑鸣升起，两道凌厉剑光如同毒蛇出动，带着筑基大圆满的威压，直取陆晨要害，是要将他当场格杀。陆师弟小心！冷清霜花容失色，惊呼出声。于西月和柳青音也是美眸一凝，陆晨却只是随意的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安心。师姐们放心，两个土鸡瓦狗罢了。面对来袭的飞剑，他甚至懒得闪避。就在剑光即将临体的瞬间，枪！咔嚓！只听见两声清脆的金铁断裂声响起，众人只觉眼前一道更快的寒芒一闪而过。下一秒，那两柄品质不凡的飞剑竟如铜朽木般被从中斩断，灵光瞬间暗淡，变成废铁掉落在地。而陆晨的雪影飞刀不知何时已经回到他身边，正绕着他缓缓盘旋，刀身光滑流转，滴血不沾。噗！啊！本命飞剑被毁，两名天剑宗弟子如遭雷击，同时喷出一口鲜血，身形踉跄倒退，气息瞬间萎靡。那黄毛弟子目眦欲裂，状若疯狂：“我的本命飞剑，你竟敢毁我飞剑，我跟你拼了！”另一人也彻底红了眼，不顾伤势，凝聚全身灵力就要扑上来与陆晨同归于尽。哼，冥顽不灵！陆晨冷哼一声，甚至没有多余动作，只是袖袍随意一挥，一股磅礴巨力轰然涌出。砰砰，两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再次吐血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挣扎着却再也爬不起来。陆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语气充满了鄙夷：“就这点本事也敢出来丢人现眼？你们天剑宗是没人了吗？派这种废物来参加宗门大比，是瞧不起南离王朝，还是瞧不起在场的所有宗门？”这话一出，可谓杀人诛心。剑无痕目光阴鸷的能滴出水来，周身剑气不受控制的激荡，杀意几乎凝成实质。陆晨，你很好，你彻底完了。我见无痕在此立誓，必让你……他话音未落，噔噔噔，一队身披重甲、气息精悍的皇室侍卫迅速赶来，为首的队长声如洪钟：“王城重地，严禁私斗，何人胆敢在此闹事？”强大的金丹灵压瞬间笼罩全场，让躁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剑无痕见状，强压怒火，立刻换上一副义正辞严的面孔，抢先一步上前，亮出天剑宗身份令牌：“这位统领来得正好，此子蛮横无理，当街行凶，重伤我两位师弟，更是公然藐视王城法度，还请统领将其拿下，严加惩处，以正视听。”他试图凭借天剑宗的威名借刀杀人。眼看侍卫统领的目光转向陆晨，面露不善，准备拿人。就在这时，一道清冷而威严的女子声音自人群外传来：“且慢！”众人只觉得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分开人群。只见一袭白衣的洛玄霜缓步走来，风姿绝代，气场破人。他先是淡淡的扫了一眼现场，目光在陆晨身上停留一瞬，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无奈，随即看向侍卫统领，平静开口：“小辈年轻气盛，些许口角摩擦演变成动手，是我这个带队长老管教不严。此事我和欢宗自会处理，给贵国和天剑宗一个交代，就不劳统领费心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金丹后期大修士的威仪。那侍卫统领神色一凛，显然认出了洛玄霜，知晓其身份和实力，态度立刻恭敬了许多。原来是和欢宗的洛峰主，佳期也曾是和欢宗弟子。既然洛峰主出面，那此事便依你所言。闻言，陆晨忍不住感慨：好家伙，连南离王朝王城统领的道侣都是和欢宗弟子，这关系网可以啊。洛玄霜，你当真要为了此子与我天剑宗为敌？剑无痕虽心有不甘，但在洛玄霜面前
他还不敢造次，只能咬牙忍下这口气，狠狠瞪了陆晨一眼，带着满腔怨恨，扶起两位重伤的师弟，狼狈离去。一场风波暂时平息，洛玄霜这才将目光落在陆晨身上，看着他一副我很无辜的模样，无奈地摇了摇头，传音道：“你这小子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刚来就惹上天剑宗的人。”但他的内心却有些窃喜。不过这小子刚才那手飞刀快准狠，以筑基中期的修为瞬间碾压2名筑基大圆满修士，倒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看来今年的南域宗门大比我和欢宗应该不用再垫底了。洛玄霜飘然离去后，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柳青音美眸中异彩连连，满是崇拜地看着陆晨。陆晨师弟，你刚才真是太厉害了，那手飞刀简直神乎其技。冷清霜也走到他身边，眼中带着感激和柔情，低声道：“师弟，多谢你替我解围。”陆晨淡淡一笑，浑不在意地摆了摆手：“清霜师姐何必客气，那剑无痕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对付这种人就不能给他留面子。”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于西月娇躯微微一颤，沉默地低下了头。他内心刺痛，伪君子云傲天又何尝不是？他甚至比剑无痕更加阴险卑劣。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竟然为了那样一个人辜负了陆晨。无尽的悔恨如同毒虫般啃噬着他的心。看着陆晨如今对自己冷淡疏离的态度，他只觉得心中满是苦涩。这时陆晨拿起那3顶精心编织的花冠，笑容和煦如春风：“来，师姐们，让师弟亲自为你们戴上。”他先是为冷清霜戴上花冠，鲜花映衬着她妩媚的容颜，更添几分娇艳。他又喜又羞，眼波流转间动人心魄。接着陆晨又为柳青音戴上花冠，他空灵的气质与鲜活的花朵相得益彰，让他宛如林间精灵，清新脱俗。他轻轻低头，指尖拂过花瓣，轻声道：“师弟有心了，此花与我修行的心境颇为相合。”只剩下于西月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双手紧张地捏着衣角，显得无比拘谨和落寞。陆晨将他的窘态看在眼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哟，现在知道害羞了，当初那股子高冷劲儿呢？看小爷我今天不撩得你脸红心跳。”他拿起最后一顶，也是最为精致的那顶花冠，缓步走到于西月面前，语气带着几分戏谑，还有一丝暧昧：“哎呀呀，瞧我这记性，怎么能差点忘了我的圣女大人呢？我们曾经可是最亲密无间，知根知底呢。这顶最美的花冠，自然非圣女大人莫属。”知根知底4个字，如同羽毛般轻轻撩过于西月的心间。他娇躯一颤，俏脸刷的一下红透，如同熟透的蜜桃，连晶莹的耳垂都染上了红色。他下意识微微别过脸去，声音轻柔：“你胡说什么呢？”陆晨不由分说，动作轻柔，亲手将花冠为他戴上。当鲜花与他清冷绝尘的容颜相互辉映的一瞬间，陆晨看呆了。一旁的冷清霜和柳青音也看得怔住了，下意识屏住了呼吸。太美了！平日里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仙子，此刻在缤纷鲜花的点缀下，仿佛瞬间被注入了人间最美的色彩，那种极致的反差之美震撼人心。就连那卖花冠的老头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喃喃惊叹道：“仙子，小老儿我活了这么久，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仙子啊！”于西月被众人灼热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脸颊滚烫，慌忙取出一方面纱戴上，嗔怪道：“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做什么？”然而他不知道，这方轻纱一戴，非但没有遮掩她的美貌，反而更添了一种朦胧梦幻、空灵缥缈的气质，宛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美得更加不真实，更加动人心魄。可就在这一刻，陆晨脸上的笑容猛地僵住，瞳孔骤然收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卧槽，妈蛋！等等，这眼神，这气质，怎么一瞬间那么像太上长老那个老妖婆？不可能吧？一定是错觉，他们的性格天差的别。可是这也太像了吧？他大脑瞬间宕机，难道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人？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最有可能就是那个老妖婆已经将于西月夺舍了。无数的疑问瞬间塞满了陆晨的脑袋，让他心中忐忑。如果太上长老就是于西月，于西月就是太上长老，这个念头让陆晨头皮发麻，简直不敢深想。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心事重重的带着3女草草逛了一圈，便返回了合欢宗驻地。然而陆晨刚回到房间，试图理清混乱的思绪，还没来得及躺下，轰一声巨响震彻云霄，府邸那加持了阵法的大门竟被人从外面悍然轰开，木屑纷飞。紧接着10几道强横无匹的剑修气息如同风暴般席卷而入，瞬间笼罩了整个府邸，凌厉的威压让所有弟子呼吸都为之一滞。合欢宗上下全员惊动，
洛玄霜和2位长老的身影第一时间出现在前院，面色凝重。洛道友，别来无恙啊！为首的一名青袍老者缓步而出，他面容古拙，眼神却如剑锋般锐利。来人正是天剑宗此次的带队长老，剑无痕的师叔凌云真人。他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先前街头小辈们的闹剧，看在你的面子上，老夫本不予追究。他目光如电，瞬间锁定从内院走出的陆晨。冰冷的声音响彻全场。但此子胆大包天，不仅公然霸占我失之无痕的道侣，更是心狠手辣，废了我天剑宗2名弟子的修为。此事已非小辈嬉闹，若你合欢宗今日不将此子交出来，休怪老夫不顾2宗情面，亲自出手。闻言，陆晨内心一沉，妈的，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还直接扣上抢人道侣、废人修为的大帽子，这老东西比剑无痕还不要脸啊！见状，洛玄霜绝美的面容上寒霜骤起，他身形一晃，飘然落在所有合欢宗弟子身前，将陆晨牢牢护在身后。他凤目寒微，毫不退缩，迎上凌云真人的目光，声音清冷如冰：“凌云道友，弟子相斗，胜负各凭本事。你宗弟子学艺不精，2人联手不敌我宗一人，已是丢尽颜面。如今你这做长辈的，竟不顾身份，亲自上门来行这以大欺小、强加之罪的勾当，此事若是传扬出去，你天剑宗这正道魁首的脸面还要不要了？”他的话语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凌云真人双眼微眯，他没想到洛玄霜为了一个筑基弟子，态度竟如此强硬，寸步不让，忍不住内心惊疑。此女向来理智圆滑，今日为何如此维护一个小辈？这陆晨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竟能让金丹后期的洛玄霜不惜与我天剑宗撕破脸皮？而这反常的态度，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要拿下陆晨的决心。事出反常必有妖，此子绝不能留。凌云真人周身剑气开始激荡，声音愈发冰冷：“洛玄霜，你当真要为了此子与我天剑宗为敌？”恐怖的假阴灵压如同实质般缓缓压下，整个府邸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合欢宗弟子面色发白，感到一阵窒息。陆晨看着挡在自己身前那抹决然的白衣背影，心中一暖，但更多的是一股狠戾之气涌上心头。老匹夫，想要小爷的命，就怕你没这副好牙口。我竟然把宗门里最大的 boss 给撩了。洛玄霜俏脸寒霜，寸步不让。凌云子，你休想仗着天剑宗的事，在我合欢宗驻地肆意妄为。哼，冥顽不灵。既然洛仙子执意要护着此子，那就休怪老夫手下无情了。凌云真人彻底失去耐心，勃然大怒。只听见铮的一声清越剑鸣，他身后一柄古朴飞剑骤然出鞘，悬于头顶，剑尖直指洛玄霜。金丹大圆满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如同万丈山岳轰然压下，整个府邸的地面都在微微震颤。修为稍弱的弟子更是直接被这股灵压逼得连连后退，脸色惨白。洛玄霜首当其冲，他闷哼一声，绝美的脸庞上瞬间失去血色，但他依旧银牙紧咬，倔强的挺直身躯挡在陆晨身前。他内心决绝，就算没有答应过太上长老要护陆晨周全，这等天赋异禀的宗门弟子，我也不能让他有事。他知道自己绝非凌云真人的对手，但他更不能眼睁睁看着陆晨被带走。洛师叔，不必硬抗。陆晨急声喝道，目光一沉。然而凌云真人已经出手，剑光只是一闪，噗！洛玄霜如遭重击，护体灵光瞬间破碎，曼妙的身躯倒飞而出，一口鲜血喷洒在空中，染红了洁白的衣襟，重重跌落在地，气息瞬间萎靡下去。洛峰主！合欢宗弟子们惊呼出声，满脸悲愤。洛师叔！柳青音更是泪如泉涌，扑了过去。洛玄霜一直待他不薄，凌云真人看都没看重伤的洛玄霜一眼，冰冷的目光如同看一只蝼蚁般锁定陆晨。小畜生，现在看还有谁能护你？他大手一张，化作一道灵力巨掌，便要将陆晨擒拿。休想动我大哥！陆师弟、冷清霜、柳青音以及蟒山三杰毫不犹豫地冲了出来，死死挡在陆晨身前。蟒山三杰虽然修为低微，此刻却爆发出惊人的义气，三人组成人墙，龇牙咧嘴，模样虽然有些滑稽，但在场没有一人能笑得出来，唯有肃然起敬。反观萧晨、萧逸和赵俊几人，眼中却闪烁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巴不得陆晨立刻被天剑宗带走碾死。一旁的剑无痕脸上更是露出一副嚣张而虚伪的笑容。陆晨咬了咬牙，老匹夫，此仇不报，我陆晨是不为人。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的阻拦如同螳臂当车。凌云真人只是袖袍随意一挥，一股无可抵御的巨力便将冷清霜等人全部震开。那道灵力巨掌
依旧无可阻挡地抓向陆晨，眼看陆晨就要被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呵，一声极轻的冷笑，带着无尽慵懒的威严，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直接压过了所有的嘈杂。天剑宗真是好大的威风！声音的来源竟然是始终静立一旁，仿佛事不关己的于西月。下一刻，在所有惊骇欲绝的目光注视下，于西月面带轻纱，一步踏出。就是这简单的一步，他周身的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的清冷孤高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凌驾于众生之上，俯瞰凡尘的尊贵高雅。一股远比凌云真人恐怖10倍、100倍的浩瀚气息，如同沉睡了万古的洪荒巨兽，缓缓苏醒，轰然降临。嗡！那道抓向陆晨的凌厉巨掌，在这股气息的冲击下，寸寸碎裂，湮灭消失。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凌云真人，在这股恐怖气息之下，只觉得元神战栗，体内灵力瞬间凝固，差点当场跪伏下去。他猛地抬头，看向那个戴着花冠、面覆轻纱的女子，眼中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元婴，您是元婴前辈？洛玄霜美眸中闪过一丝了然和震惊，他早有猜测，却始终不敢断定。此刻，那浩瀚如海的元婴威压，让他再无怀疑。果然，太上长老他竟然一直以圣女的身份示人。陆晨心里更是咯噔一声，暗道不妙。卧槽，实锤了！这气势，这眼神，绝对就是太上长老那个老妖婆本尊。完了，于西月就是老妖婆，老妖婆就是于西月。我之前那么撩她，还对她那么粗暴，这几天更是对她爱搭不理，玩冷暴力。她该不会新仇旧恨一起算，直接一巴掌拍死我吧？一想到自己不但撩了、亲了，完了，还成了这位元婴老怪的心魔，陆晨就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冷清霜和柳青音等人也是面面相觑，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和恐怖威压惊得说不出话。而萧家兄弟和赵俊则是目光阴沉到了极点，心中对陆晨的怨恨更深。这小子凭什么每次都有贵人相助他们，恨不得陆晨刚才就被天剑宗带走碾死。场中，于西月连正眼都不想多看凌云真人一眼，只是朱唇轻启，吐出一个冰冷的字：滚。话音未落，他玉手随意一抬，仿佛驱赶苍蝇般轻轻一挥，噗！凌云真人如遭重击，甚至没看清对方是如何出手的，胸口一闷，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体内灵力瞬间紊乱。他眼中充满了恐惧，再也不敢有丝毫停留，带着满脸惊骇的剑无痕和一众天剑宗弟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强敌退去，府邸内凝重的气氛却未完全消散。于西月依旧傲然而立，面纱无风自动，但他周身气息正如潮水般急速衰退，瘦弱的娇躯显得无比单薄。洛玄双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波澜，对着惊魂未定的众弟子平静道：好了，你们都先回房休息吧。他的目光转向气息不稳、脸色苍白的于西月，语气平静：西月失职，你且随我来。果然，在众人转身后，于西月娇躯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俏脸血色尽失。显然，刚才强行爆发出元婴修为，对他的身体负荷极大，再次加深了伤势。陆晨对刚才挺身而出的冷清霜、柳青音和莽山三杰抱拳表示感谢后，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他靠在门板上，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没想到于西月就是太上长老，我竟然把宗门里最大的 BOSS 给撩了，还拿下了，甚至成了他的心魔。这他娘的不是嫌命长吗？他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试问，哪一个元婴老怪不是活了几百上千年的老怪物？心思深沉，手段莫测，那个老妖婆绝对没那么简单。跑路，必须跑路！这是桃花劫，还他妈是千年老妖桃花劫！现在不跑，难道等他恢复过来，跟我算总账，把我吊起来用小皮鞭抽吗？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又连忙否定。于西月可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他刚才救我的样子真的好飒啊，而且那眼神明明就是满满的爱意，还真是让人感动啊。不对，小爷我该不会被一个老妖婆给攻略了吧？也不对，难道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夺舍容器被人抢走了？就在陆晨内心戏十足、烦躁不堪时，另一间主屋内，于西月气息虚浮，端坐于榻上。洛玄霜恭敬地躬身行礼，语气无比敬畏：弟子洛玄霜拜见太上长老。您的伤势？于西月疲惫地摆手打断：无妨，今日之事寻个理由遮掩过去。我的身份，尤其是对陆晨，绝不可泄露。是，弟子明白。洛玄霜肃然应下。于西月沉吟片刻，补充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维护：还有，此次宗门大比，陆晨那个惹事精定然不会安分，少不了要招惹更多麻烦。你多照拂他一些，
莫要让他吃了亏。洛玄霜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恭敬回应是：弟子遵命，我定会全力护路师职周全。有钱有势，真他娘的好。直到洛玄霜躬身退下，轻轻关上房门，他平静无波的俏脸上这才终于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惊诧。这个陆晨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连太上长老这等人物都似乎被他拿下了，还如此牵挂维护他。据他所知，太上长老乃是合欢宗千年不遇的奇才，不过百岁便已成就元婴大道，无论天赋、姿色、手腕皆是顶尖，眼界何其之高。如今竟会对一个筑基期的小弟子如此特殊。洛玄霜越想越好奇，这小子身上到底藏着什么长处，真是让人越来越感兴趣了。一夜平静过去，可昨夜合欢宗驻地爆发元婴气息，天剑宗凌云真人吐血败走的消息早已如同长了翅膀，传到了各大宗门以及南离王朝权贵的耳中。尤其是不可一世的天剑宗竟在合欢宗手上吃了如此大亏，让不少平日里受其打压的宗门暗中拍手称快，幸灾乐祸。一时间，许多势力都不禁对向来以圆滑著称的合欢宗高看了一眼。天剑宗霸道惯了，这回总算踢到铁板了。合欢宗的仙子真给力啊！天色刚亮，一位身着王室服饰的侍卫便行色匆匆而来，递上了一份鎏金请柬，竟是来自南离王朝权势滔天的镇南王的邀请。王爷欲设宴款待合欢宗一众弟子。洛玄霜美目一凝，心中顿时一沉。镇南王，此人权倾朝野，据说能与南离帝王分庭抗礼。他此举到底是何意？是拉拢，还是试探？这让他倍感为难。但得知受邀的并非只有合欢宗，几乎涵盖了此次大办参赛宗门后，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至少不是单独针对他们。洛玄霜将众弟子召集而来，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清冷：你们都准备一下，随我去赴镇南王的夜宴。镇南王这个时候宴请，陆晨眉头一挑，顿时来了兴致。有意思，这王爷多半也是个懂得欣赏美人的风流人物吧？他是想试探各大宗门的底细，还是想借我们昨夜立威的势头来打压其他对手？嘿嘿，不管你想干什么，小爷我正好借你的场子会会各路牛鬼蛇神。想到这里，陆晨还特意去换上了一身从凡俗界买来的蓝色锦袍。他这身公子哥的打扮更衬得他面如冠玉，身姿挺拔，端地是俊朗不凡，玉树临风。于西月、冷清霜几女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在他身上多停留了片刻，就连洛玄霜眼底也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这家伙皮相倒是生得极好。反观一旁的萧晨、萧逸和赵俊，虽然同样生得俊朗，但被陆晨这风采一比，顿时显得暗淡无光。三人只能脸色阴沉，心中很是不爽。众人收拾妥当，就直接前往气势恢宏的镇南王府。一路上气氛显得有些沉默和微妙。昨夜于西月大发神威，实在太过惊世骇俗，导致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与他相处，敬畏中带着一丝疏离。反倒是陆晨为了掩饰自己心底的慌乱，故意冲愣装傻，依旧对于西月一边撩拨一边冷暴力。这一幕看得洛玄霜都暗自为他捏了把汗。这家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啊！竟敢如此对待一位元婴老祖，这份胆量本座服了。陆晨表面上插科打诨，内心却也在飞速梳理着关于南离皇室的情报。哼，都说凡间王朝不太平，这修仙王朝应该也是一样。说到底，争的不就是资源和权力吗？根据情报，南离帝王常年深居简出，据说在冲击更高境界，也有人说是身受重伤。旗下7位王侯割据一方，其中就以这位镇南王实力最为雄厚，隐隐有与皇室分庭抗礼之势。而当今太子资质平庸，荒淫无度，不堪大任，朝政多由其道侣太子妃燕青鸾把持。这位太子妃背后又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手段非凡。如今不仅是几位皇子在明争暗斗，几位掌握实权的王爷也在暗中韬光养晦，积蓄力量。这南离王朝看似风光无限，内里却是暗流汹涌，错综复杂。妈蛋，贵圈真乱，看得小爷我一个头两个大。陆晨忍不住撇了撇嘴。不过那位素未谋面的青鸾太子妃倒是个狠角色，听说她不仅是其家族百年不遇的天之娇女，天赋绝伦，更有着倾国倾城之貌。可惜了，这么优秀的女人怎么就嫁了个废物太子呢？陆晨还来不及在内心多吐槽几句，一座气势恢宏的镇南王宫便已近在眼前。只是远远望见那宫殿的轮廓，陆晨就再一次被震撼到了。挖槽，这还只是各王爷的王宫，这规模，这气派，比我们合欢宗的主峰大殿还要奢华。一个王爷就豪成这样，那南离帝王的皇宫还不得直接用灵脉铺地，拿法宝当瓦片啊！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感慨：有钱有势，
真他娘的好，小爷我以后也要过上这种日子。洛玄霜平静地递上鎏金请柬，视为验明后恭敬放行。此刻王宫门前已是人影绰绰，不少受邀宗门的队伍都已抵达。当合欢宗队伍到来时，原本聚集的几支宗门队伍竟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通路，目光惊艳地注视着他们。原来是合欢宗的骆道友，幸会幸会。骆道友，昨夜之事我等也有耳闻，真是替我们这些常年受气的宗门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啊！几位相熟宗门的带队长老纷纷上前，热情地拱手招呼，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敬佩和结交之意。洛玄霜心中了然，脸上却只是淡淡一笑，不卑不亢地回应：诸位道友有礼了，不过是仗势欺人者自取其辱罢了，不值一提。这时，一位身着锦袍、气息精干的中年男子快步迎来，正是镇南王的心腹管家。他笑容满面，声音洪亮：欢迎诸位长老、诸位仙子、俊杰大驾光临，王爷已恭候多时，快快请进。与管家一同前来迎接的还有镇南王的几个世子。为首的长子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周身气息含而不露，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陆晨目光一凝，这位世子修为恐怕已至金丹，而且根基极为扎实，绝非剑无痕那种货色可比，是个厉害角色。其他宗门的长老们见状也纷纷客套起来。镇南王太客气了。是啊是啊，劳烦世子殿下亲自相迎，真是让我等受宠若惊啊！哈哈。然而那位世子的目光却越过众人，直接落在了洛玄霜身后，尤其在于西月和冷清霜身上停留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惊艳。他风度翩翩，侧身引路。久闻合欢宗仙子风华绝代，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诸位请。陆晨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只要是个男人，见到于西月和冷清霜，要是能不动心，那才叫不正常。至于洛玄霜，她的美貌与气质自然也是顶级，只是她那金丹后期的强大气场，让寻常男修根本不敢直视，更别提心生亵渎了。在一片虚伪而热闹的互相寒暄中，众人被引至一座极其宽敞宏伟的宫殿。殿内雕梁画栋，灵光隐现，粗略估计容纳数千人也绰绰有余。随着所有受邀宾客陆续落座，大殿内的气氛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意识到今晚的正主即将登场。在夏天魔门，力无魂。久闻合欢宗仙子妙法无双，与众人的互相攀谈和虚伪客套截然不同。陆晨直接坐下，开启了吃货模式。他旁若无人，大快朵颐，品尝着各种珍稀灵果，还将吃完的果核偷偷收进灵泉空间。这么好品种的灵果，不拿回去自己种，简直是暴殄天物。他心中狂喜，赚大了！这南离王朝的灵果果然名不虚传，种类多，味道绝。这些种子带回去，我的灵泉空间岂不是要变成灵果园了？陆晨一边吃，一边用那双贼亮的眼睛扫视着在场的各宗门俊杰和俏美仙子。这一看，心头不由得微微一沉。好家伙，一个个气息凝实，修为扎实，果然都不是省油的灯。跟这些家伙比起来，咱们合欢宗的综合实力确实差了不止一筹啊。他环顾自家队伍，能拿得出手的除了于西月这个隐藏 boss， 也就萧晨、萧逸和赵俊这三个反派还能勉强撑撑场面。虽然他们人品不咋地，但修为在年轻一辈里还算不错。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于西月，他那清冷绝尘的气质和惊为天人的容貌，仿佛自带聚光灯，从进门开始就不知道多少道目光死死焊在了他身上，挪都挪不开。冷清霜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关注，他那份独特的妩媚风情同样撩人心弦，只是在于西月那过于耀眼的光环下，才显得稍逊一筹。就在这时，一位身着暴露、姿态妩媚的美妇人扭着腰肢走到洛玄霜面前，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惊讶：哟，这不是洛仙子吗？5年不见，风采更胜往昔啊。只是你带来的这些弟子，怎么连筑基中期的小家伙都带来了？莫非合欢宗室无人可用了吗？美妇话语中的讥讽之意毫不掩饰。洛玄霜闻言，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他美眸一扫，语气比对方更锋利：我当是谁？原来是天魔门宗的马艳梅长老。我宗这位筑基中期的弟子，昨日在王城街上一招便败了天剑宗2位筑基大圆满的联手，不知贵宗弟子可有这般能耐？这话如同一个无声的耳光，狠狠扇在马艳梅的脸上。昨夜之事早已传开，他岂会不知？此刻被当众戳破，顿时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马艳梅难以置信地看向正在埋头苦干的陆晨，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俊朗的过分的小子，实力竟如此恐怖。他眼珠一转，他非但没收敛，反而对陆晨抛去一个自以为风情万种的媚眼，试图挽回些颜面。陆晨刚好抬头看到，顿时一阵恶寒。卧槽！
这老娘们一看就是靠采补之术硬堆上去的修为，灵力虚浮，根基不稳，还想来勾引小爷，给小爷的倾城、西月和清霜提鞋都不配。就在这气氛微妙之际，一道洪亮豪迈的笑声从大殿后方传来，哈哈哈哈！诸位道友，本王来迟，自罚3杯。声到人到，只见一位身着蟒袍、气宇轩昂、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龙行虎步而出，正是镇南王。他强大的气场瞬间笼罩全场，原本有些嘈杂的大殿立刻安静下来。他毫不含糊，连饮3杯灵气盎然的灵酒，随即大手一挥：“诸位远道而来，参加南域盛事，本王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海涵。”不少宗门长老纷纷起身，客气回应：“王爷言重了。”然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粗暴地打断了这片和气的氛围。一位肌肉虬结、满脸横肉的大和尚声如洪钟：“镇南王，咱们都是粗人，不喜欢绕弯子。南域宗门大比在即，王爷今日设宴，总不会真是请俺们来喝酒吃果子的吧？”陆晨抬眼一看，心中了然，金刚寺的花和尚果然跟传闻一样，又莽又好斗，谁的面子都不给。镇南王脸上笑容不变，从容应对：“哈哈，薛楚大师真是快人快语，今日嘛，自然是以宴会友，让大家放松一下。”薛楚大师接着开口：“镇南王，光是喝酒吃肉有什么意思？依老衲看不如这样，各宗派出弟子下场切磋助兴，既热闹，也能让贫僧提前看看今年各家的成色，如何？”他这话一出，顿时点燃了在场许多人的心思。薛楚大师所言极是，王爷此法甚妙啊！各大宗门的带队长老纷纷附和，眼中金光闪烁。谁不想在镇南王和各方势力面前露露脸？即便最终在大比中成绩不佳，若能在此刻大放异彩，被镇南王看中，那未来的修炼资源还不是滚滚而来？几乎所有宗门长老在心中暗自嘀咕：机会来了，必须把握住。镇南王见状，顺势笑道：“既然诸位道友皆有此雅兴，那便依薛楚大师所言。不过本王有言在先，切磋比试，点到为止，切莫伤了和气。”一听真要动手比试，场中那些自视甚高的青年俊杰们顿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心中更是激动不已。机会来了，定要在合欢宗那些仙子面前好好表现一番，若能得他们青睐，虽死无憾。放眼望去，在场大半难修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粘在清冷绝尘的于西月身上，还有一小半自然是在偷偷打量冷清霜。即便无法赢得仙子芳心，若能在此崭露头角，得到镇南王的赏识，那未来的修炼之路也将一片坦途，何愁大道不成？好在宴会大殿极其宽敞，中央区域甚至比正规的比斗场还大，足够施展。就在这时，在天魔门马艳梅的眼神示意下，他身后一名浑身缠绕着诡异黑气、眼神阴鸷的长发男子大步走出，直接来到场中。他目光如毒蛇般扫视，最终牢牢锁定在合欢宗席位，声音沙哑挑衅道：“在下天魔门厉无魂，久闻合欢宗仙子妙法无双，不知可否下场指点一二？”厉无魂这指名道姓的挑战，火药味十足，让大殿内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天魔门这就忍不住了。一个声音低语：“哼，他们那些下作采补手段，也配跟合欢宗的正统双修相提并论？”另一个声音带着不屑：“看来明眼人都知道，他们天魔门是什么货色。”显然，天魔门与合欢宗的积怨由来已久。陆晨略一思索，便心中了然。这天魔门也以培育炉鼎而闻名，但他们的炉鼎走的乃是邪魔歪道，专修采补魅惑之术，一旦沾染，不仅双修成瘾，更会道心沦丧，沉沦欲海，可谓是毫无底线。对比之下，合欢宗虽亦正亦邪，但宗内仙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主要寻求的是阴阳调和，共同进步的正统双修大道。门下弟子多为处子之身，是挑选寻求道侣的上上之选。和天魔门那等下作手段一比，合欢宗简直就是名门正派，名声不知好了多少倍。娘，我没骗你，他就是我的道侣陆晨。厉无魂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刹那间，全场所有目光齐刷刷聚焦在合欢宗席位之上。洛玄霜面色不变，但眼神微冷。萧晨与赵俊等人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迟疑和忌惮，显然都不愿第一个上场去面对这个气息诡异的天魔门弟子。然而萧逸却是心头一热，真是天赐良机。合欢宗无人敢应战，若是我能在此刻挺身而出，击败此人，不仅能狠狠打压陆晨那小子的风头，更能在于西月、冷清霜和镇南王面前大大露脸。他刚突破筑基大圆满，自问修为扎实，剑法凌厉，岂会惧他一个魔门弟子？哼，区区魔门妖人也敢在此放肆？
萧逸冷哼一声，挺身而出，身姿挺拔，刻意摆出自认为最潇洒的姿态。在下何欢宗萧逸，便让我来会会你。厉无魂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很好，希望你的实力能和你的嘴一样硬。话音未落，他竟抢先出手。只见厉无魂身形如鬼魅般晃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干枯的手掌之上幽光暴涨，带起一阵腥风，直拍萧逸面门。那掌风中仿佛夹杂着无数冤魂的哀嚎，摄人心魄。萧逸心头一凛，但气势不能输。他并指如剑，体内灵力狂涌，一道凌厉的白色剑气瞬间成型，如同劈炼般斩向对方的手掌。给我破！砰！剑气与幽光掌印悍然相撞，发出一声闷响。然而仅仅一个照面，结果便已注定。萧逸那看似锋锐无匹的剑气，在接触到幽光掌印的瞬间，竟迅速消融。一股阴寒之力顺着剑气直逼而来，瞬间破开了他的护体灵力。啊！萧逸只觉胸口如遭重锤，气血翻腾间，整个人倒飞出去，狼狈的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勉强停下。衣袍破损，发髻散乱，哪还有方才半分潇洒？他内心羞愤欲绝。不可能，我怎么会连他一招都接不下？在这么多人面前，尤其是在于西月面前，这让我颜面何存？极度的不甘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混蛋，我跟你拼了！萧逸挣扎着爬起，双目赤红，竟不顾体内紊乱的气息，强行催动全部灵力，手中长剑嗡鸣，一道比之前更加凝实狂暴的剑罡骤然劈出。这是他压箱底的绝学，此刻已然搏命。厉无魂目光中终于闪过一丝讶异，似乎没料到对方还有余力反扑，而且这一剑的威势确实不容小觑。但他反应极快，阴笑一声，不闪不避，另一只手掌后发先至，悍然迎上了那道搏命剑罡。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给我散！噗！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那道剑罡撞入幽光漩涡，竟如同泥牛入海，仅仅一瞬间便彻底消散。而残余的掌力更是结结实实地轰在了萧逸身上。噗！萧逸再次狂喷一口鲜血，身体砸落在地上。这次他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像条死狗一样瘫在那里，眼神涣散。萧晨脸色铁青，他这个弟弟天资不错，就是沉不住气，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只能硬着头皮在一片寂静中快步上前，将萧逸拖了回来，颜面尽失。厉无魂奥立场中，周身气势似乎更成了几分。他环视全场，看向合欢宗方向，发出肆无忌惮的狂笑。合欢宗的弟子果然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不堪一击。还有谁？一旁几位与合欢宗交好的宗门弟子急于在仙子面前表现，其中一位紫衫青年冷哼一声，跃众而出。在下紫霄宗弟子陈峰，你们天魔门如此欺辱合欢宗的仙子，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请赐教。他说话时目光还不忘瞥向冷清霜，显然想博取好感。众人闻言一愣，陈峰那可是紫霄宗年轻一辈的翘楚，据说以半只脚踏入假丹境界，实力深不可测。见有人带头，其他几个对于西月或冷清霜有意的宗门弟子也按捺不住，纷纷表示要出战，一时间竟有些同仇敌忾的气氛。这就是合欢宗的软实力。陆晨在一旁看得暗自苦笑，一群被美色冲昏头的愣头青。这厉无魂修炼的是噬魂魔功，靠财补生灵魂魄修炼，阴毒无比，越战越凶，真实战力绝对堪比金丹初期。这是个硬骨头，谁啃谁崩牙。他打定主意，绝不会出头。这风头谁爱出谁出，反正小爷我的美人仙子已经拿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麻烦事，谁爱掺和谁掺和。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关自己毛线事。萧晨他亲弟弟被打成死狗，他这个做哥哥的总该上去找找场子吧。紫霄宗天才陈峰何等意气风发，他剑诀一引，周身雷光爆闪，化作一道紫色惊鸿直刺厉无魂。这一剑引得满场喝彩。然而厉无魂只是狞笑一声，不闪不避，缠绕黑气的手掌竟直接抓向那雷霆剑芒。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那威力无匹的雷光剑罡竟被他徒手生生捏爆，电光四散溃灭。陈峰脸上的自信瞬间化为惊骇，还没来得及变招，一只鬼爪般的手掌已印在他胸口。噗！他如同被攻城巨锤轰中，胸骨瞬间塌陷，整个人像个破麻袋般倒飞出去，在空中拉出一道长长的血线，重重砸落在地，直接昏死过去。全场瞬间死寂。3招，不，仅仅2招。紫霄宗翘楚陈峰惨败，伤势比萧逸竟然还要严重几分。厉无魂连败2人，周身黑气更盛，气势越发嚣张跋扈。
看得天魔门长老马艳梅目光灼灼，兴奋不已。陆晨满脸淡定，又拿起一个灵果，正准备看萧晨何时忍不住出手。就在这时，一道清脆悦耳、带着几分俏皮的女子声音，如同玉珠落盘，清晰传遍整个大殿。陆晨，你还愣着干什么？快上啊！给我打趴下这个丑八怪！这声音太熟悉了。陆晨拿着灵果的手一僵，嘴角抽搐，循声望去，顿时心中哀嚎：卧槽！苏灵儿，这惹祸精怎么哪里都有他啊？只见大殿入口处，一位身着鹅黄色衣裙的少女正叉着腰，笑盈盈地看着他。她容颜绝丽，肌肤胜雪，一双大眼睛灵动狡黠，浑身洋溢着青春活泼的气息，论姿色气质，竟丝毫不输于西月。不过陆晨转念一想，苏家乃是青州超级修仙世家，势力堪比一流宗门，这种难遇盛世，他会出现在这里倒也合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绝色少女吸引，惊艳于她的美貌之余，随后又齐刷刷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聚焦到了还在啃灵果的陆晨身上。就连洛玄霜、于西月、冷清霜等人也全都将目光投向了他。刹那间，陆晨成为了全场唯一的焦点。他感受着无数道灼热的视线，他艰难咽下口中的果肉，挤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晃了晃手中啃了一半的灵果。那个，诸位前辈道友，我这边还有点饿，没吃饱呢，要不你们先上，我垫垫肚子，待会儿再说。这话一出，整个大殿先是一片死寂，随即一片嘘声如潮水般响起，无数道鄙夷、轻视、嘲讽的目光如同利箭般射向陆晨。真没中，怂包！合欢宗的男弟子果然都是吃软饭的。各种不堪的议论声轰然炸开，整个会场一片哗然，就连苏灵儿也不由得皱起了秀眉。她身旁一位气质雍容、风韵十足的美妇人轻轻拉了她一下，低声嗔怪：灵儿，你这丫头瞎吆喝什么？看看这下好了吧？那小子压根不敢上啊！他才刚突破筑基中期，上去也是白白送死，惨败收场，平白让人看了笑话。苏灵儿却急得跺了跺脚，扯着美妇的衣袖：哎呀娘，你不懂，这个家伙厉害着呢，看着不显山不露水，那力无魂，他真的一招就能解决。你还胡说！美妇显然不信，瞪了自己女儿一眼。苏灵儿眼珠一转，凑到美妇耳边，用带着点小得意的语气低声道：娘，我没骗你，他就是我跟您提过的在合欢宗登记的那个道侣陆晨。妈蛋，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什么？美妇闻言差点当场跳了起来，好不容易才压下音量，顿时又惊又怒。你这个死丫头片子，这么大的事，信不信我立刻传讯告诉你爹？你爹非打断你的腿不可，连带那小子也绝对活不成。他越说越气，尤其看着远处还在啃灵果的陆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何况你看他这副怂包模样，被人指着鼻子骂都不敢吭声。你这丫头到底是什么眼光啊？苏灵儿却娇蛮的一扬下巴：哼，娘，您要是不信，咱们打个赌怎么样？要是陆晨赢了那力无魂，你和爹就不准再给我安排什么乱七八糟的婚事，我的道侣我自己选，就选他了。美妇差点被女儿给气笑了。呵呵，你这死丫头还真敢说。那力无魂连败2人，气势正盛，实力强的离谱。好，娘就跟你赌这一回，你输定了。他压根不相信一个筑基中期的小子能跨越几乎一个大境界，战胜那个诡异的魔门弟子。好嘞，一言为定。苏灵儿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小得意，但随即他又头疼起来，因为陆晨这家伙实在是太能狗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全场的嘘声和鄙夷之中，甚至连镇南王都带着几分探究看了他好几眼，他居然还能坐得住，还在那慢条斯理地吃着灵果，一副稳如泰山的模样，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见状，苏灵儿顿时抓狂，这个死陆晨，臭陆晨，平时撩我的本事哪去了？关键时刻掉链子，快上啊！本小姐的幸福可全都压在你身上了。此时的陆晨干脆屏蔽了所有目光，他心中默念：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小爷，我的处世哲学就是：该嚣张时绝不客气，该苟住时必须稳如老狗。总之就一句话，现在的情况必须苟住，绝不能卷入这场漩涡。苏灵儿，你这坑货，这个丑小爷我记下了。于西月清冷的眸子注视着成为众矢之的陆晨，藏在袖中的玉手不自觉地微微握紧。他既希望这个冤家能像昨夜一样挺身而出，为宗门挣回颜面，又隐隐担忧他过早暴露全部实力，
会成为众矢之的。厉无魂的狂笑再次响起，他竟直接伸出干枯的手指，隔空指向还在啃灵果的陆晨。合欢宗是没人了吗？还是都像这个只知道吃的废物一样，全是没软蛋的怂包软蛋？他话音一顿，语气极尽侮辱：小子，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爷爷我磕3个响头，再大声说3遍合欢宗都是垃圾，爷爷我今天心情好，就饶过你们这群废物，如何？这等辱及宗门的恶毒言语让洛玄霜的脸色瞬间冰寒如霜，周身隐有灵力波动。其他合欢宗弟子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满面愤慨：不许你辱我大哥，让我来跟你打！莽山3杰中的大胡子第一个怒吼着站了起来。还有我！斗鸡眼努力瞪大眼睛，欺人太甚，俺也来！招风耳气的耳朵直扇风。3兄弟同仇敌忾，眼看就要上前拼命。一时间，其他宗门的人也看得直摇头，觉得天魔门此举太过分，连镇南王也微微蹙眉。陆晨本来还想再苟一会儿，可见到莽山3杰这3位憨货真要为自己出头，心头那股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妈蛋，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小弟，真当小爷我是泥捏的？唉，他故作无奈叹了口气，将剩下的灵果一口塞进嘴里，慢悠悠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行了行了，你们都消停点，看来这顿饭是吃不踏实了，还是让我来吧。厉无魂见他终于起身，残忍一笑：呵呵，废物终于赶出来送死了。一旁的苏灵儿见状，立刻唯恐天下不乱地挥舞着小拳头喊道：陆晨加油啊，你可是我苏家认定的女婿，可不能给我丢人呀！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整个大殿掀起一阵惊涛骇浪。什么？这小子竟然和苏家还有关系？苏家什么时候眼光这么差了？苏灵儿国色天香，怎么会看上这个怂得不行的家伙？大殿内顿时响起一片议论声。陆晨满脸无语，看了苏灵儿一眼，心中哀叹：这个惹祸精是真不嫌事大啊！这下算是彻底苟不住了，不上也得上，而且绝不能败。对付一个厉无魂，他还不打算展露太多底牌，就用九阳破虚拳足矣。废话真多。厉无魂怪笑一声，身形再次化作鬼魅，缠绕着浓郁黑气的手掌直取陆晨心脉。然而这次陆晨动了，他后发先至，简单直接的一拳轰出。没有花哨的招式，唯有至阳至刚、雄浑无匹的纯阳之力。拳锋之上竟隐隐泛起一层淡金色的光芒。九阳破虚拳，轰！拳掌相接的瞬间，厉无魂脸上的狞笑骤然凝固。他感觉自己的噬魂魔气如同遇到了克星般急速消融。那灼热霸道的纯阳拳劲如同火山爆发，直接轰散了他的护体幽光，狠狠撞在他的胸膛上。啊！第一回合，厉无魂竟被打得直接倒飞出去，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拳法竟然克制我的魔功！他不信邪，强行压下翻涌的气血，周身黑气再次暴涨，施展出更阴毒的招式扑了上来。陆晨却不想再纠缠，冥顽不灵。他眼神一冷，身法陡然加快，如同瞬一般出现在厉无魂身侧，又是一记毫无花哨的九阳破虚拳。砰！啊！厉无魂发出一声凄厉惨叫，肋骨不知断了几根，整个人瘫软了下去。陆晨眼疾手快，顺手就将他腰间的储物袋扯了下来，随即飞起一脚，像踢垃圾一样将他踹飞回天魔门的席位，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住手！那天魔门长老马艳梅又惊又怒，猛地站起身：你和欢宗莫非是土匪不成？竟敢公然抢夺我门下弟子宝物！几个与天魔门交好的宗门长老也纷纷出声呵斥。陆晨却只是拍了拍那个储物袋，将其堂而皇之地收了起来，对着马艳梅淡淡一笑，语气却嚣张无比：成王败寇！你这弟子方才对我和欢宗极尽羞辱，这点破烂就当是给小爷我的精神损失费了。怎么，你不服？他深知蚊子腿也是肉，石灵根想要修炼本就是个无底洞，这送上门的资源不要白不要。嚣张，太嚣张了！公然在镇南王和各大宗门长老面前打劫，还如此理直气壮，而且他以筑基中期修为，如此干净利落地战胜了实力堪比假丹的厉无魂，实在匪夷所思。这一刻，镇南王和不少宗门长老看向陆晨的目光都带上了深深的探究，而那些各宗的仙子们美眸更是异彩连连，聚焦在陆晨身上。此人不仅生得俊朗不凡，实力更是强横，而且他体内的纯阳气息竟如此精纯旺盛，隔着这么远都让人家心神荡漾。洛玄霜与两位和欢宗长老对视一眼，眼中都难掩激动与欣慰，心中暗自赞许：好小子，这一战打得漂亮，真是扬我和欢宗威名。柳青音更是忍不住轻声赞叹，美眸中异彩连连。
陆师弟真是太厉害了。冷清霜虽未言语，但那看向陆晨的温柔目光是满心欢喜和骄傲，唯独于西月依旧目光淡然，仿佛眼前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只是若有人细看，便能发现他眼底深处那一闪而过的极难察觉的柔和。另一边，苏灵儿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一把抓住身旁美妇人的手臂，欢呼雀跃：娘，你看，我赢了，他赢了，我就说他很厉害吧。合欢宗不是主打双修吗？那苏家美妇人没好气地抽回手，瞪了苏灵儿一眼，语气中依旧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哼，赢了一个天魔门的弟子算什么？不过是矮子里拔高个儿，想做我苏家的女婿，就凭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差得远呢。他目光扫过场中卓然而立的陆晨，心中暗忖，此子不过是一介无根无凭的普通宗门弟子，即便有几分天赋又如何？我苏家何等门第，岂是这等毫无背景的小子能够高攀的？灵儿这丫头还真是天真，这样一个毫无权势根基的小子，是不可能配得上他苏家嫡系掌上明珠的。与此同时，金刚寺席位上的血楚大师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岂有此理！贫僧本想借此机会让我金刚寺扬名，风头竟然全都被合欢宗这小子抢了去，这让我金刚寺颜面何存？还如何在镇南王与各宗面前立威？他越想越气，扭头对身旁一位皮肤黝黑、身形精悍如铁塔般的小和尚沉声道：静安，你去好好教训一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合欢宗小子，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记住，下手有点分寸，别打死了就行。那名为静安的小和尚闻言，黝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双手合十，微微躬身，声如闷雷：是，师尊，弟子明白。静安一步踏出，地面似乎都微微一震。他身形不算高大，但每一块肌肉都仿佛金铁浇铸，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古铜色的皮肤下隐隐有淡金色的流光运转。金刚寺弟子多以体修闻名，肉身强横无匹，同阶之中单论近战搏杀，体修往往占据绝对优势。他双手一合，目光却如鹰隼般锐利，锁定陆晨，声音洪亮却带着质问：阿弥陀佛，陆施主，你方才出手狠辣，抢夺他人财物，更是言语嚣张，入击我佛门清心，此等行径实非正道所为。小僧奉劝施主放下贪嗔之念，迷途知返。这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给陆晨直接气笑了。好一个金刚寺的高僧，颠倒黑白、罗织罪名的本事，倒是比你的修为厉害多了。他嗤笑一声，目光扫过静安腰间那个看似朴素的储物袋，故意拉长了语调：静安大师是吧？我劝你啊，最好看紧了你自己的储物袋。虽然我对你们金刚寺的破烂禅杖、木鱼什么的没什么兴趣，但是万一小爷我要是手滑，不小心把它当垃圾收了呢？施主当真是冥顽不灵。静安眼中怒色一闪，不再多言。他刚才已在暗中观察陆晨与厉无魂的战斗，认定陆晨胜在功法属性克制，其肉身绝对无法与专精断体的自己相提并论。伏魔掌！静安低喝一声，身形暴起，一掌拍出，掌锋刚猛无仇，带着沛然巨力，仿佛真要降妖伏魔，直取陆晨胸口。他要以绝对的力量碾压这个狂妄之徒。然而陆晨不闪不避，眼中反而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都说体修肉身强横，巧了，小爷我的纯阳圣体也不是吃素的，今天就跟你硬碰硬，看看谁更硬。来得好！他同样一拳轰出，依旧是至阳至刚的九阳破虚拳，但这一拳他并没有动用灵力，只是纯粹催动肉身之力迎向那继伏魔掌。砰！拳掌交击，竟发出如同金石碰撞般的闷响，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浪以两人为中心扩散开来。噔噔噔，两人竟是各退三步，势均力敌。陆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哟呵，这小秃驴可以啊，肉身力量竟能与我的纯阳圣体初步抗衡，这就是专精体修的底蕴吗？静安内心的震惊更甚，他感觉自己那一掌像是打在了一座铜胶铁铸的山峰上，反震之力让他手臂发麻。施主好强的肉身，他忍不住脱口而出，更强的还在后面。陆晨嘴角一勾，不再留手，他身形一动，速度陡然加快，拳势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轰轰轰，依旧是九阳破虚拳，但拳劲更加凝聚，速度更快，力量更强。静安将金刚寺的断体功法催动到极致，周身淡金光芒闪烁，双臂挥舞，奋力抵挡。然而在陆晨那兼具纯阳圣体本源之力和玄妙拳意的猛攻下，静安只觉得如同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陆晨嘴角微翘，如果不是想多体验一下体修的战斗方式和肉身强度，
小爷我早就把这小秃驴揍趴下了。砰砰砰，接连3拳如同重锤般砸在静安的防御空档上。噗！静安再也无法抵挡，护体金光瞬间溃散，胸口如遭雷击，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他重重摔落在地，挣扎了几下，却没能再爬起来。全场再次陷入一片死寂。如果说战胜力无魂还能用功法克制来解释，那么眼下陆晨仅仅凭借肉身之力就将以断体闻名的金刚寺天才静安在正面硬汉中彻底击溃，这就太过骇人听闻了。这怎么可能？他竟然只用纯粹的肉身之力就打败了静安！我的天，肉身硬刚金刚寺的体修还赢了，这陆晨是吃什么长大的？合欢宗不是主打双修吗？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能打的肉身怪胎？一时间惊呼声此起彼伏。高台之上，镇南王眼中金光一闪，身体都不由自主微微前倾。他身旁那位世子更是目光灼灼，立刻暗中传音：父王，此子天赋异禀，肉身与术法皆是不凡，潜力巨大，绝对值得大力拉拢。而且合欢宗人脉广阔，正是我们急需的力量。就连一直阴沉着脸的邪楚大师，此刻也忘记了愤怒，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静安的肉身强度，那可是无限接近3品金刚的苦行僧，可他竟然在正面交锋中败得如此彻底。这个陆晨到底是什么来头？莫非他也是体修？其他知晓陆晨厉害的都还算淡定，像是于希月、冷清霜几女都是美目流盼，心神微动。赢了，陆晨赢了！最激动的当属苏灵儿，她一把抱住美夫人的胳膊，又蹦又跳，小脸上满是得意。娘，看见没？你女儿我的眼光就是天上有地下无，这回你总没话说了吧？他凑近美夫人耳边，压低声音，却掩不住兴奋。而且我跟你说，昨晚一招干翻天剑宗2名弟子的那个家伙，就是陆晨。美夫人闻言，美目再次看向场中卓然而立的陆晨，眼中异彩连连。她轻轻戳了下女儿的额头，笑骂道：死丫头，算你厉害，娘这边倒是没啥意见，不过你爹和你哥那边……苏灵儿立刻扬起小拳头，娇蛮十足。哼，他们要是敢不同意，我就哭到他们答应为止。美夫人顿时哭笑不得，仿佛已经看到自家老爷和儿子被这小祖宗哭得手忙脚乱的模样。苏家上下谁不把这丫头当宝贝疙瘩？她要是一哭，整个苏家都要抖3抖。行了了，娘帮你去说说好话。美夫人无奈妥协，目光再次落在陆晨身上，越看越是满意。这小子确实不赖，现在瞧着是挺顺眼的。苏灵儿下巴扬得更高。那当然，场中陆晨可没忘了自己的战利品，他手中掂量着从静安那里顺来的储物袋，冲着面如死灰的静安和尚咧嘴一笑。我说静安大师，你这也太穷了吧，这破袋子里的垃圾我先替你保管着，等你啥时候能打赢我了，欢迎随时来取。你噗！静安气得浑身发抖，急火攻心，又是一口老血喷出。梦仙儿的原味肚兜啊，好刺激啊！收拾完金刚寺的静安和尚，陆晨目光一转，精准锁定天魔门长老马艳梅。他嘴角勾起一抹挑衅，将对方之前的话原封不动的奉还。听说天魔门个个实力不凡，现在呢，可还有赶上来一战的，别一个个都成了没卵蛋的怂货啊！说得好！洛玄霜激动的差点拍案叫绝，心中大呼痛快。就连一向看陆晨不顺眼的萧家2兄弟，此刻也莫名觉得这家伙嚣张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了小辈放肆。马艳梅直接炸毛，豁然起身，对着洛玄霜怒目而视。洛道友，这就是你们合欢宗叫出来的弟子，赢了2场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洛玄霜现在底气十足，慢悠悠地对了回去。哎，马长老此言差矣，我们这都是跟贵派现学的，班门弄斧，见笑了。天魔门和金刚寺到底还是有些狐朋狗友的。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一道酥媚入骨的女声忽然响起。哦，合欢宗这位师弟，好大的威风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刹那间，整个大殿仿佛都亮了几分。这女子身段高挑火辣，容颜俏美，一身穿着更是大胆泼辣，某些地方的风景竟比马艳梅还要汹涌澎湃。她眼波流转间，仿佛带着钩子，能轻易勾走男人的魂魄。是阴山宫的圣女梦仙儿。天，竟然是她！阴山凄美之手，完了，我感觉魂儿都要被她勾走了。大殿中顿时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无数男弟子眼睛都看直了。这位圣女的艳名，可是无数俊杰梦中辗转反侧的主角啊！陆晨目光一扫，心中也不由暗赞一声，这梦仙儿
确实堪称人间绝色，那股子魅意浑然天成，恐怕没有哪个男人不想将她征服。只可惜，阴山公与自己是敌非友，那自然也就不用客气了。梦仙儿，这名字倒是取得不错。陆晨嘴角扬起一抹轻浮的坏笑，尽显海王本色。哼！梦仙儿美眸含煞，小子，姐姐今日便让你知道，杀我阴山公弟子需要付出何等代价。陆晨暗叹一声，这个女人果然是来报仇的。她非但不惧，反而笑容更盛，语出惊人。代价？那我可要提前说好，孟仙子最好把自己的储物袋看紧了，毕竟在下对仙子的贴身肚兜衣物可是十分感兴趣呢。哗！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大殿之内顿时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不少男弟子光是想象一下那番光景，便觉得气血翻涌，面红耳赤。这陆晨果然不愧是合欢宗出来的，太直接了，太下流了。不过我好羡慕是怎么回事？合欢宗的男人都这么霸气吗？一些正道仙子更是轻啐一口，脸颊绯红。登徒子，亏我方才还觉得他有几分气概。就连苏灵儿的娘亲也微微蹙眉，觉得陆晨的言行过于轻浮。唯独苏灵儿双眼放光，觉得陆晨这般真性情简直霸气侧漏。孟仙儿虽穿着大胆，实则仍是处子之身，何曾受过这等露骨的羞辱？她直接被气得娇躯微颤，俏脸涨红。你这无耻之徒，看招！他手中长鞭如毒蛇出动，带着破空之声直袭陆晨，正是阴山公绝学阴山16鞭。陆晨见状，心头反而一乐，哟，还自带道具小皮鞭。孟仙子果然懂情调，当真是人间极品。可惜立场敌对，陆晨绝不会心慈手软，对敌人他向来如严冬般残酷。眼见长鞭袭来，他不闪不避，出手如电，竟一把将鞭梢攥在手中。孟仙子是没吃饭吗？怎么力道软绵绵的，是在给哥哥挠痒痒吗？他故作疑惑，语气调侃。孟仙儿心中大骇，他已是筑基大圆满，半步假丹的境界，此刻竟无法撼动对方分毫。他一咬牙，美眸中流光溢彩，试图施展拿手的摄魂媚术。然而在陆晨看来，他这点道行简直如同幼儿园小朋友嬉戏，对神识强横的自己毫无作用。啊！不等他变招，陆晨手腕猛地发力，一把夺过长鞭。下一刻，鞭影呼啸，反朝着孟仙儿抽去。啪！你住手啊！孟仙儿痛呼一声，只觉得身后敲臀火辣辣的疼，顿时又羞又怒。陆晨却越抽越起劲，皮鞭传来的手感确实不错。大殿内，众多青年俊杰看得心都在滴血。他们奉若神明，跪天都来不及的绝代女神，竟然被陆晨如此辣手摧花，这简直是在暴殄天物。陆晨，放开孟仙儿，有种冲我来！一位宗门男弟子双目赤红，忍不住嘶吼出声：“仙儿仙子，我的仙儿仙子被玷污了！”另一个男弟子失魂落魄，手中的酒杯滑落，都浑然不觉。很快，孟仙儿便被抽得狼狈不堪，发髻散乱，华丽的衣衫也出现了破损。陆晨熟练的顺手捞走他的储物袋，当场就将其打开，里面果然有几件色彩艳丽的贴身小衣。他顿时双眼放光，如同发现了宝藏，高高举起那件紫色小肚兜，朗声喊道：“各位师兄师弟师叔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阴山宫圣女孟仙儿的原味肚兜在此，仅此一件，价高者得。”机会难得啊，他竟然当场拍卖起来了。噗！阴山宫的长老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孟仙儿本人更是羞愤欲绝，眼前一黑，几乎晕厥，连上手的镇南王嘴角都控制不住的抽搐了几下。洛玄霜玉手扶额，头一回觉得这小子玩得有点过火了。唯有于西月清冷的眼眸中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无奈摇头，心中暗道：这家伙果然到哪儿都能折腾出花样来，罢了，只要你高兴就好。然而大殿中响应者却异常踊跃，气氛瞬间被点燃。我出5万灵石，我出15万，都闪开，那肚兜是本少爷的。孟仙儿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美眸含泪，声音又羞又急，带着几分哭腔：登徒子，你还我东西！陆晨闻言非但不还，反而将手中的肚兜在他面前晃了晃，又拿回去猛吸了一口，满脸痞气十足的笑道：孟仙子，你好香啊，这是战利品懂不懂？到了我手里自然就是我的了。陆晨，我跟你拼了！孟仙儿气得浑身发抖，羞愤欲绝，眼前一黑，几乎晕厥过去。他的储物袋里确实没什么顶级法宝，但女儿家的贴身衣物却是不少，还都是他刚换下来的，这让他日后如何见人？小辈，尔敢！阴山宫的长老再也按捺不住，猛地起身，
周身杀气四溢。若非镇南王在此坐镇，他早已一掌将陆晨毙于当场。那些原本蠢蠢欲动想竞价肚兜的弟子，被阴山宫长老杀人般的目光一扫，顿时噤若寒蝉，纷纷缩起了脖子。陆晨见状，故作遗憾地叹了口气：“哎，各位师兄弟，给你们机会，你们不中用啊！既然都没胆量，那这些原味衣物就只能由我含泪独享了。”此言一出，不知多少男弟子在心中哀嚎，对陆晨羡慕到了极点。梦仙儿的原味肚兜啊，好刺激啊！高台之上，镇南王将一切尽收眼底，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此子有勇有谋，更难得的是胆大心细，看似行事嚣张跋扈，实则每一步都踩在规则的边界线上，让人抓不住大的把柄，是个可造之才。他朗声大笑，起身打破了僵局。今日的切磋果然精彩，陆晨小友连胜3局，天资卓绝，和欢宗真是教导有方，后继有人啊！这话一出，阴山公等人面色更加难看。镇南王此言分明是在为和欢宗站台，此事恐怕也只能暂且作罢了。其他势力的人精们见状，也纷纷换上一副笑脸，出声附和，场面上的气氛顿时缓和不少。合欢宗席位上，柳青音悄悄拉了拉洛玄霜的衣袖，小脸上满是担忧，低声问道：“洛师叔，您不管陆师弟吗？他这样会不会玩得太过火了？”谁知洛玄霜美目流转，非但没有丝毫责备，反而唇角微扬。这家伙确实胡闹了些，但本座支持他。此话若是传出去，定要惊掉一地下巴。谁不知道合欢宗的洛长老端庄持重，平日里最是厌恶那些轻浮梦浪的登徒子行径，可今日他竟对陆晨这臭名昭著的举动公然表示支持。这个陆晨原来是个杀神。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眼见陆晨连战3场，风头出尽，大殿之内自然有人眼红心热，按捺不住。此刻若能将他踩在脚下，便是踏着他的名声一步登天，收获全场最大的关注和荣耀。这等扬名立万的捷径，岂能错过？果然，一道蓝色身影骤然掠出，稳稳落在场中，灵力激荡，修为不凡。此人面容俊朗，一袭蓝袍更衬得他身姿挺拔，只是那眉眼间的倨傲和算计破坏了几分气质。哼，陆晨赢了几场，就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他负手而立，声音刻意提高了8度，确保全场都能听见。不过是侥幸胜了几个二流宗门的货色，便如此目中无人。今日就让我云岚宗罗浩来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骄。他目光扫过全场，享受着此刻的聚焦，心中冷笑。此时出手，踩着这风头正劲的陆晨上位，收益最大。我罗浩扬名就在今日。他甚至已经想好，在击败陆晨后，要如何风度翩翩地接受全场欢呼，并顺势去安慰梦仙儿，归还肚兜，博得美人好感。陆晨看着对方那毫不掩饰的功利眼神，嘴角微翘。云岚宗吗？还真是冤家路窄啊！也不知道云傲天怎么样了。他非但不怒，反而像是看到了主动送上门的肥羊。陆晨轻笑一声：“哦，罗师兄这是看我连赢3场，楚无待收获颇丰，特意来给我添点彩头了。”你，罗浩被如此轻视，脸上闪过一丝羞恼，怒火中烧。他看向一旁狼狈不堪、我见犹怜的梦仙儿，心头那股无名火更是熊熊燃烧。他追求梦仙儿已久，却连家人的手都未曾碰过。如今梦中女神竟被陆晨当众如此羞辱鞭打，还被拍卖贴身衣物，新仇旧恨，再加上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心，瞬间就冲昏了他的头脑。狗贼，竟敢如此折辱梦仙子！我要杀了你，为他雪耻！罗浩嘶吼一声，眼中杀机暴涨，周身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竟又是半步结丹的修为。他一出手便是杀招，一道凌厉无匹的蓝色剑芒直取陆晨咽喉，竟是奔着一击毙命而去。原本还带着几分戏谑的陆晨眉头微皱，他能清晰感受到了对方那毫不掩饰的杀意。本来只想随便玩玩，给宗门少惹点麻烦，自己也继续低调发财，可你竟然真的想杀我！陆晨的眼神瞬间就冷了下来，如同附上一层寒霜。他向来秉持的原则是该狗则狗，该狂则狂，若有人对他动了杀心，那就必须以雷霆之势彻底碾碎。想杀我，那就要做好被我反杀的觉悟。陆晨的声音平静的可怕，那道蓝色剑芒狠辣刁钻，快如闪电，直取陆晨命脉。如此近的距离，如此决绝的杀意，旁人纵使想拦，也根本来不及了。全场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之声，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罗浩胆子也太肥了，竟敢在镇南王眼皮子底下公然下此杀手。高台之上，镇南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眸中寒光一闪。他早已言明点到为止，竟还有人如此急功近利，是他的规矩如无物。但此刻救援已经迟了，洛玄霜和于西月也微微皱起了眉头，眼看陆晨就要血溅五步，千钧一发之际，蓝色剑芒已刺至陆晨咽喉前3寸，罗浩脸上甚至浮现出一抹狞笑。然而下一秒，陆晨嘴角微翘，是你要杀我在先，那就别怪我无情反杀了。嗡，雪影飞刀后发先至，宛如暗夜中划过的流星。没人看清陆晨是怎么出手的，只听到一声轻微的破空嗡鸣，噗嗤，利刃割裂血肉的闷响传来。罗浩的身形骤然僵住，脸上的狰狞杀意瞬间凝固。下一刻，一颗头颅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从脖颈上滚落，咕噜掉在地上，溅起一地血花。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大殿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陆晨这血腥狠辣的手段镇住了。哈！一声凄厉咆哮炸响，云岚宗席位上，一位灰衣老者目眦欲裂，周身狂暴的灵力轰然爆发，化作一道残影直扑陆晨。小畜生，你敢杀我孙儿，给我偿命来！那磅礴的威压赫然是金丹修士寒怒一击。罗长老，你敢！一声清冷的娇斥同时响起，早有准备的洛玄霜身形一晃，已如瞬移般挡在陆晨身前，玉手轻拍，一道凝实寒冰凌厉的臂杖瞬间成型。轰！两道强悍的力量悍然对撞，气浪翻涌，震得周遭席位嗡嗡作响。一击之下，竟是平分秋色。够了！镇南王蕴含威严的怒喝如同惊雷，响彻大殿。一股更加强横的灵压笼罩全场，瞬间压制了躁动的灵力。他站起身，面色难看。你们这是当本王不存在吗？洛玄霜浑然不惧，只是微微侧头，关切地看向身后的陆晨，声音带着一丝关切。陆晨，你没事吧？洛师叔，我没事。陆晨看着眼前这道风余俏丽，将自己护得严严实实的绝色背影，心头不由一暖，一股莫名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哎，被美人护着的感觉真爽啊！他几乎要飘飘然起来。海王的最高境界，不就是无论捅了多大篓子，总有厉害又好看的仙子心甘情愿地挡在他前面吗？陆晨的目光掠过洛师叔那成熟动人的曲线，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要是能早点将这位平日里端庄持重的师叔拿下，那滋味想必别有一番风味吧。那才算是真正踏上了海王的巅峰之道。刹那间，整个大殿鸦雀无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看着地上罗浩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不少人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只觉得凉飕飕的。孟仙儿更是看得嘴角一抽，心底一阵后怕。这个陆晨原来是个杀神。他回想起刚才自己被抽打、羞辱、被抢夺储物袋的场面，此刻竟觉得陆晨对自己简直算得上温柔了。至少他只是抢东西、抽鞭子，却没真下杀手啊。再看看厉无魂和静安，虽然惨，好歹命还在。这种狠人以后见了必须绕道走，绝对不能招惹。另一边，云岚宗的罗长老双目赤红，浑身气得发抖，但迫于镇南王的威压，只能不甘地拱了拱手，声音嘶哑：“镇南王明鉴，我孙儿罗浩年轻气盛，定是受了那陆晨的言语刺激，一时鬼迷心窍，才会一时收不住手，还请王爷为我孙儿做主啊！我云岚宗上下必定铭记王爷恩德。”谁知镇南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反而目光温和地转向陆晨，语气带着明显的维护：“陆师侄，你受惊了，不必惧怕。对于此等破坏规矩、公然行凶之辈，杀之乃是自卫，合情合理。”陆晨立刻收敛了所有锋芒，表现得十分上道，对着镇南王恭敬一礼，语气诚恳：“多谢王爷关怀，晚辈也只是情急之下自保，并非有意破坏宴会气氛，还请王爷恕罪。”他这副谦逊识大体又给足面子的模样，让镇南王眼中的欣赏之色更浓。镇南王这才冷冷瞥向罗长老，声音威严：“罗长老，你孙儿违背本王禁令在先，死有余辜，莫非你云岚宗是想不遵守本王的规矩，当着苏灵儿的面就敢直接撩未来丈母娘？”你！罗长老气得差点又是一口血喷出，胸膛剧烈起伏。他死死盯着镇南王和陆晨，眼中怨毒几乎要溢出来。最终他狠狠一跺脚，嘶吼道：“好一个镇南王！既然王爷如此偏袒，那我云岚宗就此告辞。”说完，他收起罗浩的尸身，带着一众同样义愤填膺的云岚宗弟子，头也不回离席而去，场面一度十分难看。其他宗门的人面面相觑，心中暗惊：这云岚宗好大的架子，竟敢直接给镇南王甩脸子。但细想之下也了然，云岚宗背后依靠的多是皇室直系势力，确实有底气不买镇南王的账。镇南王脸色也不太好看，但他很快稳住局面。
目光扫视全场，声音沉凝：“本王说过，切磋比武，点到为止。今日唯有陆晨小友，既展现了合欢宗绝学，又恪守本分，遵守规矩，实乃年轻一辈之楷模。”陆晨心中门儿清，这是镇南王在借他找台阶下，同时也是在向他，乃至向合欢宗示好。他立刻做出受宠若惊的模样，连连谦逊道：“王爷过奖，晚辈愧不敢当。”眼见陆晨不仅实力强横，杀伐果断，此刻更是得到了镇南王的公开赞赏，在场的各宗门心思都活络起来。合欢宗本就人脉广阔，如今又出了这样一个潜力无限的弟子，未来可期啊！一时间，不少宗门长老看向洛玄霜的目光都带上了羡慕，而许多妙龄仙子更是美眸连连，看向陆晨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倾慕。当然，也有人极度不爽，萧晨、萧逸和赵俊三人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们原本以为陆晨只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谁曾想人家是条真龙。此刻他们心中除了嫉妒，更多了几分警惕和隐隐的后悔。但事已至此，双方的梁子已经结下，仇恨似乎难以调和了。老大威武，牛逼！大胡子激动得满脸通红，声如洪钟。老大太帅了！斗鸡眼努力瞪大双眼，虽然目光依旧涣散，但脸上满是崇拜。俺就知道老大最厉害。招风儿也兴奋得不行，柳青音俏脸微红，柔声赞叹：“陆师弟，真是好生厉害。”冷清霜表面依旧清冷，但心中潮流涌动，恨不得立即和陆晨修炼一番。于希月目光淡然如水，仿佛眼前一切与他无关，唯有那微微上扬的唇角泄露了他心底一丝难以言说的波澜。他的男人自当如此耀眼。苏灵儿可没那么多顾忌，直接飞奔到陆晨身边，亲昵地挽住他的胳膊：“陆晨，行啊，你表现不错，总算是没给本小姐丢人。”那模样得意又俏皮。苏家美妇将一切尽收眼底，心中已是惊涛骇浪。此子杀伐果断，心思缜密，面对镇南王这等人物，竟也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来有回。他越看越是心惊，越看越是满意。之前那点门第之见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灵儿这丫头平日里胡闹，这眼光倒是毒辣得很。这小子确实是个难得的大才，比他们苏家那些纨绔子弟强出太多了。美妇人莲步轻移，款款走到陆晨面前，还没开口，洛玄霜便主动含笑见礼：“合欢宗洛玄霜，见过苏夫人。”美妇也是微笑回礼。陆晨抬眼望去，心头猛地一跳，眼前这美妇人肌肤胜雪，身段窈窕，眉眼间与苏灵儿有7分相似，却更多了几分成熟风韵。那雍容华贵的气质，那婀娜曼妙的身姿，以及周身弥漫的若有若无的成熟风情性张力直接拉满。陆晨心中暗赞，这就是苏灵儿他娘，名叫杨玉贤，说是他姐姐我都信。他素来自诩不喜欢二手车，可此刻体内的曹贼之魂竟猛然觉醒，压都压不住。妈蛋，我还没跟苏灵儿那丫头双修过呢，严格来说杨玉贤还不算自己的丈母娘，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这念头虽然荒谬，却道出了在场不少难修的心声。只是碍于苏家势大，无人敢表露半分。可陆晨是谁？专业海王，百无禁忌，必须撩一波。他当即收敛心神，脸上摆出一副诚恳乖巧的模样，对着杨玉贤恭敬一礼：“晚辈陆晨见过杨前辈。”这毕竟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礼数必须周全，必须无可挑剔。杨玉贤见到陆晨这般做派，美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他原以为这般嚣张狠辣的小子定是桀骜不驯之辈，没想到在自己面前竟如此之礼。陆晨见杨玉贤神色缓和，立刻又换上几分恰到好处的仰慕。早就听闻杨前辈风华绝代，今日一见，方知传言非虚。灵儿天真烂漫，原是得了夫人的真传。此话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众修士面面相觑，眼神交流间尽是惊叹：“卧槽，这小子胆子也太肥了，当着苏灵儿的面就敢直接撩未来丈母娘，勇，太勇了，真乃我辈楷模。”一旁的洛玄霜面露尴尬，实在看不下去了，轻咳一声，无奈打断：“苏夫人，陆晨年轻不懂事，言语若有唐突之处，还请海涵。”杨玉贤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唇角微勾，似笑非笑。他并未动怒，反而上前半步，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语：“好你个滑头的小子，本座年轻时见过的狂风浪蝶比你见过的女修还多，就你这点道行，还是先想想怎么应付灵儿那个丫头吧。”接着杨玉贤又顺着洛玄霜的话，将话题引回正轨：“陆师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修为担当，实属难得。”他话锋微转，语气带着几分长辈的叮嘱：“
灵儿那丫头虽然顽皮了些，但心思纯善，你往后可要好好待她。他看得出来，自家女儿原因未失，仍是完璧之身。这陆晨看似行事轻浮，但似乎还算知晓分寸。然而杨玉贤却不知道，他这番猜测可是实实在在地误会了陆晨。陆晨哪里是知晓分寸，他分明是早就对苏灵儿垂涎3尺，只是苦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下口罢了。陆晨见自己的攻势被杨玉贤轻描淡写的化解，心里顿时有些不爽。这苏灵儿3番2次坑他，收点利息不过分吧？既然撩不动女儿，从他娘身上讨回来也是一样的。他正琢磨着该怎么继续撩拨这未来丈母娘，杨玉贤却神色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这小子，到底是怎么把我们家那个顽皮丫头追到手的？”他这一笑，宛如牡丹绽放，风韵十足。陆晨一时竟看得有些失神，这未来岳母也太美了吧！眼看自己在气势上落了下风，陆晨眼珠一转，决定剑走偏锋。那个夫人，如果我说是灵儿逼着我做她道侣的，你信吗？杨玉贤闻言一怔，随即哭笑不得。这小子还真是胆大包天，多少年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了，想占自己便宜。他轻轻摇头，语气中带着几分警告：“罢了，既然你们已经结为道侣，我也不多说什么。但你若是让灵儿受了半点委屈……”他美目微眯，身上的威压若隐若现。本座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见自己屡次撩拨都像是打在棉花上，陆晨心里这个憋屈啊！妈蛋，这两娘母都是自己的克星啊！他只好老老实实表态：“前辈放心，我定会好好对他的，最好如此。”杨玉贤根本不给陆晨继续话说的机会，直接拉起还在偷笑的苏灵儿，身形一晃便回到了座位，留下陆晨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母女俩相似的窈窕背影，只能无奈地咽了咽口水。就这一次，就放纵这一次。宴会现场的氛围很快变得十分微妙。镇南王将一切尽收眼底，心中不由暗赞：这小子胆识过人，天赋异禀，连苏家夫人都敢觊觎撩拨，真是个狠人。他朗声大笑，适时起身，打破了这略显尴尬的局面。作为东道主，他自然要把握时机，广结善缘。当即就有宗门长老上前，言语之间多有结交拉拢之意。洛玄霜作为合欢宗代表，从容应对，一一接下了这些善意。不少宗门也纷纷向合欢宗席位投来友好的目光。显然，陆晨今天的表现为宗门正足了脸面。当然，也有人面色阴沉。金刚寺、天魔门和阴山宫等与陆晨有过节的宗门自不必说，席间的萧晨、萧逸和赵俊更是脸色铁青。他们几乎无人问津，所有的赞誉、目光和机遇全都汇聚到了陆晨一个人身上。这小子不仅一战扬名，还得了镇南王赏识，更是收获了不知多少仙子的青睐，真是羡煞旁人。一场风波不断的宴会终是落下帷幕。镇南王邀请了几位宗门长老单独叙话，众人也开始陆续离场。临走前，苏里尔古灵精怪，还不忘给陆晨再找点麻烦。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踮起脚尖，啵的一声，在陆晨脸上飞快亲了一口。随即他扬起小脸，用一种看似凶狠实则娇憨的语气警告道：“哼，臭陆晨，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刚才是不是偷偷打量我娘亲了？警告你，不准胡思乱想。这个吻就当是给你的好处费了。”陆晨顿时老脸一红，尴尬不已。自己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连这个蠢萌小丫头都看出来了。一旁的杨玉贤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轻叹一声女大不中留，便拉着还想说点什么的苏灵儿，化作一道流光离去。至于其他男修，羡慕的道心都有些不稳。陆晨随着洛玄霜一行人回到了合欢宗府邸，才进大门，洛玄霜便停下脚步，回头看向陆晨，美目流转：“陆师侄，你随我来房间一趟，师叔有话对你说。”“是，师叔。”陆晨心头一跳，莫名有些激动。这深更半夜，孤男寡女步入洛玄霜的闺房，一股清雅馨香扑面而来，与主人的气质如出一辙。洛玄霜在案前坐下，故意板起脸：“陆师侄，今日你虽为宗门扬威，但须知镇南王与苏家势力庞大，我合欢宗不宜过分依附。”陆晨立刻恭敬回应：“弟子明白，多谢师叔提点。”“哼，你这滑头小子，哪里像是明白的样子？”洛玄霜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轻笑出声，原本故作严肃的表情瞬间冰消雪融。陆晨见他笑靥如花，不由得看呆了，脱口而出：“师叔误会了，弟子对师叔从来都是真心敬重，绝无半点虚假。”洛玄霜微微一怔，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当真？千真万确？”陆晨目光诚恳。洛玄霜凝视他片刻，终于柔声道：“好吧，既如此，你切记凡事留个心眼。修真界人心险恶，须知祸从口出，
若真惹上大麻烦，有时连师叔也护不住你。弟子谨记师叔教诲。洛玄霜满意点头，取出一枚金银玉符递来，这是师叔的传音手令，日后若是遇到危险，可以随时传音给我。陆晨郑重接过，多谢师叔。好了，时辰不早，师叔要歇息了，你且先回去吧。洛玄霜起身送客，衣裙勾勒出曼妙曲线。陆晨忍不住多看了一眼，虽然不及杨玉贤那般成熟妩媚，性张力十足，却别有一番青春的饱满活力。他连忙压下心头燥热，暗自叫苦，这纯阳圣体还真是把双刃剑。自己在吸引女子的同时，也很容易被勾起邪火深具纯阳圣体，想要做个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实在太难了啊！陆晨正要转身离去，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闷哼。他回头一看，只见洛玄霜俏脸煞白，周身寒气四溢，整个人蜷缩在床上微微发抖。洛师叔，你没事吧？陆晨脸色一变，立即折返。洛玄霜强撑着想要坐直，声音都在发颤。陆师侄，师叔无碍，你先回去吧。陆晨眉头微皱，他敏锐察觉到他气息正在急速衰弱，这绝不是普通的寒气反噬，若不及时相助，只怕会伤及根基。他不再犹豫，一个箭步上前，在洛玄霜身后坐下，双掌稳稳贴上他后背。你要做什么？洛玄霜娇躯一颤，下意识想要挣脱。师叔别动！陆晨沉声喝道，纯阳本源已顺着掌心缓缓渡入。洛玄霜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吟，那股暖流在他经脉中游走，所到之处冰消雪融，竟是前所未有的舒畅。他这寒症每隔3月发作一次，每次都要损耗5成功力才能勉强压制下去，没想到陆晨的纯阳之气竟有如此神效。他羞得耳根通红，连忙打出数道禁制，将房间内的旖旎场景隔绝。陆晨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柔软触感，心神也不由一荡。洛玄霜的身子比想象中还要柔软，隔着衣料都能感受到惊人的弹性曲线。师叔，凝神静气。陆晨稳住心神，继续输送纯阳之气。府邸的另一处房间，于希月忽然睁开美眸，以他的神识修为，自然早就感知到了洛玄霜房间里的动静。玄霜这丫头这些年因为寒症吃了不少苦，这家伙竟然能帮她压制，倒是因祸得福了。他轻叹一声，眼中神色复杂。若是陆晨肯与洛玄霜双修，这伴随他多年的寒症或许真能根治。只是想到那个画面，他心头莫名泛起一丝酸涩。而此时的房内，洛玄霜虽已好转大半，但体内寒气却仍在翻涌不息。陆晨把心一横，改为双掌齐运功。洛玄霜羞得说不出话，却诚实地往他怀里靠了靠，那感觉实在太舒服了，让他忍不住想要更多的肌肤接触。陆晨感受着怀中温香软玉，差点把持不住，他猛地咬了一下舌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这可是他师叔，再说他陆晨身边从不缺女人，何必招惹这等麻烦？真要泻火，去找冷清霜不是更好？师叔，你体内的寒症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弟子告退了。他轻轻将洛玄霜扶到榻上，头也不回就要离去，生怕多待一刻就会发生点啥。可洛玄霜的理智早已彻底被体内奔涌的暖流占据，太多的纯阳本源在他经脉中流转，唤醒了他压抑多年的本能。那灼热的气息如同最致命的诱惑，让他再也无法思考其他。陆师侄，他轻吟一声，素手微颤，肩头的轻纱顺势滑落，露出如雪的肌肤。那玲珑有致的娇躯带着滚烫的温度，直接撞入了陆晨怀中。温香软玉在怀，陆晨脑中轰然一响，最后的一丝理智也烟消云散。这可是平日里端庄娴雅的洛师叔，此刻却在他怀中微微颤抖，眼波迷离，这强烈的反差感让陆晨瞬间血脉膨胀。不行，我可是他师叔，但这温暖实在太让人贪恋，多年冰寒的身体第一次感受到如此舒适。就这一次，就放纵这一次。此时的洛玄霜心中复杂至极，却美得惊心动魄，双颊绯红如霞，朱唇轻启。陆师侄，帮师叔。陆晨也没想到，这位向来矜持的师叔竟会在纯阳本源之下展现出如此动人妩媚的一面。他不得不承认，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抵抗纯阳圣体的吸引力。陆晨望着怀中佳人，掠过她精致的眉眼，挺秀的琼鼻，那微微张开的红唇，那曼妙的曲线，若隐若现，每一处都散发着成熟的韵味，性张力丝毫不弱于杨玉贤。洛师叔，失职得罪了。陆晨再不犹豫，洛玄霜也彻底卸下一切防御。这一刻，什么师徒辈分、宗门规矩都被两人抛到九霄云外。轰！两人一触即发，欲火燃烧。这一夜春意盎然，两道身影不知疲倦，疯狂探索着彼此的极限。